神秘组织悬赏10亿，却只为取下一个傻子的性命。可傻子在看到杀手的第一眼，非但没有害怕，反而用食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：“别出声，快悄悄的进来。”闻言，杀手顿时有点懵逼。作为一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，这似乎有点太不尊重人了吧？不过眼前的青年是这次的任务目标，只要杀掉他就能获得上亿的赏金。他更是在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时，顿时笑出了猪叫。随即他掏出一把银亮的铅笔刀：“我是杀手联盟地榜排名562位的杀手，有人出10亿买你的命。”而我见他拿着刀，却心中一喜：“你要玩警察与歹徒的游戏吗？”接着拿起滋水枪瞄准杀手：“我有枪，不许动。”杀手听见有枪，还以为有诈，但发现竟是塑料滋水枪，不由得嘴角一翘。看来这林家少爷是个傻子，去死吧！丁系统强化，滋水枪变成无后座无限水量高压水枪。在杀手扑来之际，系统声音传来，顿时一道强力的水柱喷射在杀手胸口。只是简单的一下，杀手瞬间就被喷到墙上，然后疼痛的吼叫一声，慢慢滑落下来，直接被浇成了落汤鸡。我越听越开心，接着一顿猛呲，他却在地上不断打滚，狼狈至极。这他妈怎么塑料水枪这么猛？你快停下，别呲我了！而我嘴里发出桀桀的笑声，手上水枪一直不停，直到外面传来哗啦啦脚步声，显然是屋里动静惊动了外面的保镖。林少爷你还好吧？屋里什么死动静？保镖在门口担忧喊道。我没事玩滋水枪的，你们不用管。保镖们放心下来，少爷天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，有利于病情康复。我没病，你们才有病！智障！骂了一句，我也没再搭理他们。再一回过神的功夫，发现地上的杀手已经不见了，想来是借机逃到哪去了。丁系统检测到杀手躲进浴缸中，请宿主。算了，你随便吧。一听这是要和我玩躲猫猫呀，我更加开心了，立即拿着滋水枪噔跑进浴室。此时杀手浑身湿漉漉的，宛如躺尸一般平躺在大浴缸里。由于刚才惊动保镖，他都快被吓死了。若是被人发现，那估计得死无全尸啊！还有那个滋水枪到底什么玩意？威力居然那么大！杀手决定先在这躺尸一会儿，等放松警惕后，自己再出去杀人逃跑。可他正琢磨着，脑门上忽然出现个水枪枪口，我的小脸出现在浴缸上方。你藏的地方不行啊！躲猫猫技术也太差了！杀手整个人都懵了，谁他妈和你躲猫猫了？我呲！此时我已经扣动滋水枪，高压水枪顿时把杀手压得起不来神。他不断在浴缸里翻滚，宽大的浴缸中水位不断上升，眼看就要注满，杀手一露头就被我再次呲下去。如此循环往复好多遍，杀手已经后悔躲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断挣扎着，已经快淹死了，甚至已经开始喊救命。就算被抓住，还有机会逃走，总比淹死在浴缸里强。这次外面保镖听到动静，也顾不上询问，哗啦啦冲进屋里来。少爷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挺好的。我轻描淡写的说着，但杀手已经快崩溃了。眼前的这个青年简直是个魔鬼。我不好，你们快过来！我是杀手，我在这呢。保镖连忙冲进浴室里，只见有位黑衣人在浴缸里挣扎，而我拿着却滋水枪，时不时滋2下。只是在保镖进来后，系统强化后的水枪已经失效了，现在又变成了普通的玩具水枪。但杀手已经被吓出阴影，见我扣动水枪，还在连躲闪，保镖们顿时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。快先把杀手抓住！也不知谁喊了一句，众人反应过来，一拥而上将杀手牢牢按住。我拿着玩具水枪，又对在杀手脸上呲了2下。你被逮捕了。这时老爸林向东推开门走进房间，不许动举起手来。我拿着滋水枪瞄准自己父亲。林向东看着当初智商280的儿子，现在却宛如一个智障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，但他还是配合的举起手。好，我不动。我用水枪滋了父亲一脸水后，又疯跑到一边玩皮卡丘玩偶去了。林向东用手帕擦了擦脸，心中惆怅。他以为儿子出车祸绝非偶然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干的。老爸身为多家跨国公司老总，身价早就突破1000亿，而且经常会遭到杀手绑架或暗杀。之前打拼的时候也没少得罪人，所以他怀疑儿子车祸是打击报复。而且如今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以往，经常有异变突发。老爸曾亲眼看到过，天上飞的小鸟会变成翼龙那么大，会随即抓起路上行人从高空往地上扔。还听说国外一些地方血月当空下起红雨，不少人变成吃肉饮血的丧尸怪物。而在龙国某些区域还觉醒了异能者，龙国因此成立了异能管理局，统一管控。总之整个世界现在人心惶惶，一片混乱。而像林向东这样的富豪处境更危险，反正我时日不多了，活不了太久。林向东眼神担忧地看向我，可儿子如今变成了智障怎么办？儿子你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我没病，我很好。我看你才病了，你们全家都有病。我不忿地说着，老爸却被气得一阵咳嗽，手帕上呈现出丝丝血迹。我扭头一望，你看看我就说你病了吧。林向东胸口发闷，却无力反驳，他已经是肺癌晚期，按照医生所说还有1年活头。儿子爸爸只能再陪你1年了，爸能照顾你一时，照顾不了你一世，以后的路就得靠你自己了。此时我玩皮卡丘的动作一顿，接着转头望向父亲，脸上露出了沉思之色。老爸顿时有些欣慰，儿子虽然智障了，但还知道心疼自己。不过你放心，爸在这1年里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不会再让人伤害你。而我却微笑地看向老爸，爸，我想吃席了。老爸无语走出房间，对着保镖吩咐道，你们保护好少爷。众黑衣保镖点头许诺。我出了车祸，但却没死，虽然变成了一个智障，但凶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要多加防范。第2天一早，5、6名俏丽女佣伺候着我起床。我此刻泡在大池子里，有给我洗头的，有给我洗脸的，还有给我刷牙的。少爷您漱口。咕噜噜噜噜噜咕咚，我咽下了漱口水，甚至还打了个饱嗝。外面奢华客厅里，老爸正看着本市的大事件报道，震惊！幸福村一村民养猪超过2吨，荣获本市猪王称号。江东市动物园一老虎发生变异，性情残暴，咬死饲养员后逃窜，请本市村民注意防范。最新消息：江东大学学生从30楼摔下，竟意外觉醒，异能落地后毫发无损。可还没等播报完，电视屏幕忽然一闪，
上面出现个粉红色猪崽子正在跳泥坑。我要看小猪佩奇。我拿着遥控器盘坐在沙发上，一只手开始扣脚丫子。老爸此时很无奈，昨晚杀手潜入的是他心中暗自庆幸，幸好那个杀手是个蠢蛋，自己在浴缸里差点淹死。儿子，等会爸爸带你去个地方。听到要出去玩，我立即转过头来。要出去玩吗？老爸却淡淡的说道，不，咱们去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。片刻之后，你腰间别着呲水枪，后背背着根金箍棒，胳膊夹着皮卡丘玩偶，坐在劳斯莱斯后座。可还没过多久，车却忽然停了下来。但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却发现人群惊呼着转身向后逃去。忽然一声惊天巨吼响起，只见一头花纹老虎跳了出来，仅仅一巴掌便掀飞一辆小汽车。这头老虎变异后体型巨大，有2米多高，双眼闪烁着猩红色的光芒，非常残暴。丁系统警告有 B 级变异老虎出没，请宿主赶紧离开此地。可听到有老虎，你不但没跑，反而探出头向外望去。司机老李这时被吓得满脸冷汗，发现马路已被堵死，根本退不回去。老爸林向北转头准备安慰你时，却发现你人早就不见了。而此时造型独特的你在逆着人群往前跑，也终于如愿以偿地看见了大脑斧。此时花纹大虎横在路中间，2颗獠牙挂着猩红色血迹。第3小队注意，尽快疏散人群，营救伤员，我来拖住这只变异兽。此时一位西装中年拿着对讲机焦急指挥，队长，这只变异兽实力强横，恐怕你也不是他对手啊。队员却语气担忧地说着。中年人咬了咬牙，站到了凶虎前方，脸上充满赴死之志，绝对不能让无辜群众受伤了。他是异能局第3小队队长陈轩，正巧在附近带队巡逻。此刻面对老虎发出的凶器，他心里也是怕得不行。可转头一望，却发现有个造型奇特的青年正站在不远处，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变异猛虎。你傻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陈轩焦急吼道，但你嘴里却念叨着大脑斧，直接激动地跑上前。陈轩人都傻了，我是让你往远处跑，不是往这里跑啊！这一幕把系统都感动得想哭了。终于有人可以理解他的感受，而你直接来到猛虎身前，随手便握住他的胡须，谁料刚揪了几下就断了。老虎此时都懵了，随后暴吼一声就要发起攻击。陈轩顿时焦急万分，眼前的青年似乎脑袋不正常，铁定是要凉了。而你却认为这老虎应该是谁的宠物小精灵。接着抓起怀中皮卡丘，猛然扔向前面，大吼一声，去吧皮卡丘！丁系统附魔皮卡丘，复活并获得战斗能力。半空中玩偶嘴里忽然发出呆萌的声音，接着眼球转动竟活了过来。陈轩顿时目瞪口呆，但下一幕却让他更为惊讶。只见猛虎受到挑衅，一巴掌拍过来，而皮卡丘全身炸起尾巴，电光闪烁，一道道高压电瞬间撞到猛虎身上。老虎顿时全身颤抖，仿佛得了脑血栓。曾经凶气十足的百兽之王，现在却被电成了斑点狗，隐隐还传出一股烤肉的味道。而你在旁却只是高兴的比个胜利的手势。随后击败猛虎的皮卡丘又自动跳回到你怀里，重新变回了最初的玩偶模样。陈轩看了看你，又看了看地上的焦虎，一脸懵逼，不由得惊叹一句：好强！只用一个玩偶就击败变异猛虎，真是匪夷所思。难道他也是觉醒者，而且好像天赋不低的样子？但殊不知眼前的青年却只是个傻子。他走上前去，立马换上了一副笑脸。我是异能局第3小队队长陈轩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既然你诚心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林北，你熟练背出一段台词，但眼前的陈轩却当场石化，甚至脚趾尬得快抠出3层地下室。此时林向东焦急追赶上来，看着眼前大虎一股烤肉味，连忙关切。而砸你没出事吧？我没事，那老虎太弱，根本不堪一击。你豪气的将老爸推开。林向东左右看了看，同样有点懵。陈轩走上前轻咳一声，您就是林氏集团的林总，我是异能局队长陈轩，您儿子可是大英雄啊，他轻松干掉了变异猛虎，维护了一方和平。听到这里，林向东难以置信，可我儿子患有智力障碍，怎么可能干掉变异兽呢？陈轩闻言思考起来，他也早就感觉你的脑子有问题。林先生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儿子应该也是觉醒者。这话顿时让林向东又惊又喜，因为觉醒者现在很少，而且每个人都有超乎常人的本事。儿子若是觉醒者，便脱离了凡人的层次。陈轩点点头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因为有些觉醒者身体会发生变异，从而影响到智力。我们局里就有先例，可我儿子智障是因为出车祸撞的。林向东感到莫名其妙，而陈轩瞬间脸上火辣辣的，有些尴尬。不如一起去我们局研究所测一测。林向东原本就想带儿子去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，反正到哪都是研究，还不如去异能局，那里更安全也更权威。而且自己儿子若真是觉醒者，那可是天大的喜事。不久后，研究所里，你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所有人都看着造型奇特的你，一脸懵逼。陈队长带回来的什么人呀？不知道啊，听说就是他干掉的变异猛虎。几名队员们议论纷纷，陈轩赶紧制止他们。原本是想让你先把玩具放到一边，但那皮卡丘把变异虎点成了烤肉，他可不敢碰。检测手环已经调制好，可以让他戴上。眼前的女孩是所里的检测员，名叫陈有容，也是陈轩的亲侄女。她虽然穿着白大褂，但难掩傲人身姿，尤其是胸前饱满异于常人，就像2个大西瓜一样，是所里知名的有容奶大。陈有容一颤一颤地走到你身前，接着拿出一个科技感很强的精致手环，把它戴在手上吧。但你的目光却直勾勾盯着眼前的大西瓜，然后快速伸手在上面戳了戳。这西瓜已经熟了呀！人们看到这猝不及防的一幕，顿时倒吸口凉气。陈有容感觉到前胸的力道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丁本系统严重警告，不要仗着你脑子有问题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变态！陈有容娇羞着闪身挣脱开你魔爪，你却丝毫不在意，还将手指放在鼻子前闻了闻。那个大侄女，你别生气，她这里有点问题。陈轩说着指了指自己太
太阳穴。若是别人这么做，他肯定早就炸毛了。但你能轻松干掉变异虎，对他而言实在太重要了。而且你患有智力障碍，干出这事来也不是不能理解。陈有容羞红着脸长出一口气，想了想也没和你计较，只是把胳膊伸得老长，小心翼翼把手环再次递给你。你看着充满科技感的手环，觉得非常新奇，接过来便戴在自己手上，好看。随后抬起手腕晃了晃，众人都紧张地看向手环，可片刻后上面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有容，这怎么回事？陈轩皱眉地问着。还能怎么回事？他根本不是觉醒者呗。陈有容翻了个白眼，心想白被他摸了一下。此刻陈轩眉头皱成了川形，心中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不对啊，明明看见他用皮卡丘电死了变异兽，难道是他的皮卡丘觉醒了？如今世界只有活物发生异变复苏，还没听说过玩偶可以觉醒。陈队长，既然我儿子不是觉醒者，那我就带他回去了。林向东心中非常失落。等一下，林先生，我觉得可以让林北留下来观察2天，就算他不是觉醒者，我们也会尽力治疗他的病情。陈轩依旧不想放弃。林向东想了想，异能局奇人意识辈出，说不定真有办法治好儿子的病，而且这里各种设备更先进，比别的特殊人类研究中心强得多。陈轩又劝道，把林北放在我们这，你可以完全放心，我保证这里绝对安全，我会派有容照顾他，而且局里正好还有一个低能，可以和林北做玩伴，不会让他无聊。那好吧。林向东也不是婆婆妈妈的人，点头答应下来。但他身患绝症，时日无多，把林北放在这有些舍不得。儿啊，你就留在这吧，陈队长他们会治好你的病，爸爸先走了，你不要想念爸爸。你快点走吧。林北果断说道。这里人多热闹，比家里好玩的多，而且还有大西瓜。嗨嗨，可嗨嗨。林向东剧烈咳嗽起来，嘴里一阵腥甜，眼睛都鼓起血丝。林北瞥了他一眼，我就说你病了吧，天天咳嗽好烦啊，来，我给你扎一针就好了。林北抓起父亲的手，用手指象征性在其手背上戳了戳。叮，治疗能量启动，已传入患者体内，3天后病情即可康复。好，治好了。林北像模像样的说道。林向东见儿子模样，眼里有泪花闪烁，他多希望自己的病真的会好啊，他舍不得这个世界，也舍不得自己儿子。旁边陈有容悄咪咪说道，叔，我感觉这家伙的病情好像比周聪还严重啊。你快闭嘴吧。陈轩对侄女呵斥一句。林向东挥手道别，儿子啊，你要是在这待腻了，就告诉爸爸，爸爸过来接你。你赶快回家吧。林北不耐烦地说道。陈有容更确定了，林北智力障碍真的很严重，而且又不是觉醒者，真不知叔叔把他留下干嘛，还让我来照顾他。好了，既然没检查出异能，咱们也走吧。有容，去给林北安排个房间。陈轩开口说道。陈有容无奈的点点头。林北听闻要走，眼睛转了转，用手死死捂住手腕上的检测手环，尽量不让人看见。他觉得戴在自己手上的东西，那就是自己的了，不能还给他们。这一小动作，自然被陈队长看在眼里，但也没多说什么。一个检测手环而已，并不算珍贵，他喜欢就给他了。随后，他和大侄女带着林北来到一个崭新的房间，虽不如家里奢华，但非常宽敞整洁。在床头处有个蓝色按钮，陈有容开口道，以后你就住这吧，如果有事的话，可以按那个蓝色按钮，我会过来帮你解决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林北刚一说完，转身就按下蓝色按钮。陈有容手腕上顿时发出滴滴的声音，他满头黑线。你现在就有事吗？我想让你帮我洗脚。林北坐在床上，抬起2个大脚丫子。噗！陈有容差点吐血。洗脚也找自己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巨婴说，你看这，我在家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帮我洗脚。林北理所当然说道。他家资产过1000亿，林向东请了很多女仆伺候他。陈轩也这才想起，他是个顶级富二代啊，之前由于智商问题把这事给忽略了。那个大侄女啊，林北并不是生活无法自理，他只是缺乏自理意识，要不你就帮他一次，以后可能就好了。有容，这也是你的工作内容啊。陈有容刚要说什么，便被陈轩打断。靠亲戚关系不行，只能谈工作了。果然，陈有容咬了咬牙，点头答应下来。好，那我就帮他一次。林北倒是舒服极了，惬意的坐在柔软床上，望着美女蹲在地上给自己洗脚，胸前2团大西瓜都被挤压变形。陈有容将其视为工作，还是挺认真的，只是过程中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实在不知该如何与林北沟通。洗完脚之后，陈有容便默默端着洗脚水走了，心想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可他刚要出房门，手腕又传来一阵滴滴声，转头看去，发现林北竟又按下蓝色按钮。陈有容都快崩溃了，几乎是怒吼道，你又要干嘛？没事，我再试一试按钮好不好使。林北神色无辜说。陈有容银牙咬得咯嘣作响，这是老天派来惩罚我的吗？收拾好之后，林北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
眼睛直勾勾盯着天花板，不知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咚咚咚，此时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。谁啊？林北直愣愣坐起，只听门外回复道：你好啊，我是你隔壁房间的周聪，想来和你交个朋友。林北一向很好客，噔噔噔跑下床，直接将房门打开。只见外面站着个胖子，头发油腻，几天没洗，眼角挂着眼屎。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，一只眼睛直视，一只眼睛向左，充满智慧的眼神。嘿嘿嘿嘿，你就是新来的吧？我叫周聪，外号大聪明，特意来看看你。胖青年憨笑道。大聪明？林北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打量他一圈，陷入深深的怀疑。半晌后，表情变得失望。你还是走吧，我爸不让我和傻子玩。感觉你好像在骂我呀。周聪陷入沉思，想了良久，面色越发不忿。谁告诉你我是傻子的？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第6章，带领你们行动。啊，被我识破了吧？林北洋洋自得。周聪连忙解释，我只是眼部发生变异，压迫了神经，导致智商下降而已，真不是个傻子。林北望着他点点头，表示自己慧眼早已识破一切。周聪以为他明白了，嘻嘻一笑。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、零食、饮料，这是6个核弹，听说喝了可以补脑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林北看在零食的面子上，便打算和他玩一回。周聪走进房间，胖脸傻笑，嘿嘿嘿，你来的时候，陈大西瓜给你检查身体了吗？陈大西瓜？林北想了想，觉得还挺贴切的，给我检查了，我也给他检查了。哇，那你好厉害啊！陈大西瓜是D级觉醒者，你竟然能给他检查身体。周聪非常的佩服，林北却果断摇了摇头，不，他不是 D级，他是 F 级。为什么？我摸过。林北确信说道。虽然两人聊天根本不在一个频道，但还是聊得挺开心的。异能局主任办公室里，陈轩和几名队员站在办公桌前，腰杆笔直，神态恭敬。前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夸奖道：陈队长，今天变异猛虎的事表现得不错，小菜一碟，不足挂齿。陈轩谦虚地说道，但却满脸骄傲。身后队员们默默吐槽，也不知道谁在对讲机里吓得半死。李主任推了推眼镜，话锋一转问：那个失踪的旅游团你找到了吗？陈轩有些心虚，还没有。你管辖区内吃人心的怪物呢？处理掉了吗？也没有。陈轩更加心虚，弄了半天，除了林北解决掉变异猛虎，他一件事也没干成。李主任面色发黑，那吃人心的怪物已经杀掉7个人，弄得现在人心惶惶，如果再不处理掉，怎么向人民大众交代？主任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的。哼，嘴上说的好听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如果解决不掉，我看你这个队长也该换人了。是，您放心，我3天之内必将其拿下。陈轩连忙保证道。后面的队员心想，这是闹的，看来要换队长了。换队长他们倒是不心疼，关键就是不知道陈有容走不走。出来主任办公室，陈轩一脸愁容。前几天在他管辖区域的一座公园里出现了个变异怪物，浑身长满黑毛，专门挖人心吃，已经有7个人受害了，凶残至极。如今那座公园已经封锁，无人敢进。庆幸的是，那只怪物可能比较懒，将公园视为自己领地，一直没有出来。陈轩分析，那个黑毛怪物实力和变异猛虎差不多，估计自己不是对手。这可怎么办啊？队长，要不你就实话实说，向上面汇报，咱们解决不了，请求别的小队支援。队员提议道。陈轩老脸一皱，这个月已经请求支援12次了，再求的话，让我这老脸往哪放？队员们一怔，心想你还有脸吗？反正都12次，还差这一次。队长，今天林北不是解决掉变异老虎了吗？而且还那么轻松，不如你也找他解决掉黑毛怪物。又一名队员说。陈轩眼眸闪烁，可今天经过测验，林北并不是觉醒者，难道是因为他皮卡丘的缘故？陈轩早就怀疑这个问题，于是决定把皮卡丘借来试试。走，跟我去找林北。4、5个人哗啦啦向林北房间走去。此时，蹲，林北干了一瓶6个核弹，舌头舔了舔嘴角的奶渍。他将零食留下后，便将周聪撵走了。主要是他智商太低，怕传染给自己。咚，我都说了不和傻子玩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林北听着敲门声说道。外面的陈轩顿时满头黑线。我是陈轩，不是傻子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得到林北答复后，一众人走进他的房间。林北一看这么多人，而且都穿着利落的制服，面色有些激动。你们要去抓一只耳了吗？啊？陈轩莫名其妙，什么是一只耳？但考虑到林北脑子有问题，待会还有求于他，于是配合的点点头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是要去抓一只耳。噗！
身后的队员们忍俊不禁。陈队长可太难了，林北，你的皮卡丘很厉害啊，能不能借我用用？陈轩瞄向床上的玩偶，林北听闻，直接将皮卡丘抱在怀里，并翻了个大白眼。不借？这……陈轩感觉脑壳痛，开口道：“我们借你的皮卡丘是要为民除害，到时候成功了，你就是江东市的大英雄。”林北觉得当个大英雄很不错，面露思索之色。那你学皮卡丘叫几声，我就把它借给你。陈轩老脸发黑，自己堂堂一能局的队长，学皮卡丘叫也太幼稚了吧！而且还有这么多队员看着呢，以后自己队长的颜面何存？这是坚决不能发生。陈轩心里琢磨着，转头对队员们说道：“你们先出去。”哦，好的，队长。几人各自答应一声，连忙退到外面，将门关好。皮卡皮卡皮卡丘，陈轩硬着头皮学了皮卡丘叫声，心里羞愧难当，并安慰着自己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哈哈哈哈哈！林北在床上乐得直蹬腿，然后忽然坐直身体说道：“你上当了，就算学了叫声，我也不借，骗你玩的！”哈哈哈哈哈！我特么！陈轩都快疯了，想自己陈队长英明一世，今天居然被个智障给骗了。不借算了，大不了我去和那怪物拼命。陈队长紧握双拳，愤愤地转身离去。你等一下！林北忽然将其叫住。陈轩转过头：“你还想干什么？我可以把皮卡丘借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”什么条件？让我带领你们行动。第7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轩闻言一阵头大，让林北带领行动，好像有点不靠谱，以他的脑袋没准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但转念一想，大不了到时忽悠他2句，让林北跟着便是。以自己的智商，还搞定不了一个智障。行啊，没问题，这次行动由你来指挥。不错。林北这次到手信用，直接将皮卡丘抛给陈轩，一定要保管好，别弄丢了，这可是最强战兽。是，你放心。皮卡丘终于到手，陈轩大喜过望，但低头一打量，发现这皮卡丘似乎只是个普通玩偶，心中有些疑惑。林北，这皮，请叫我林队长。哦，队长，这皮卡丘怎么才能活啊？陈轩连忙改口问道：“你是智障吗？”林北白了他一眼，连使用皮卡丘的口诀都不知道。在扔出去的瞬间，一定要大喊一声：“去吧，皮卡丘！”哦，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陈轩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，想起今天对付变异老虎的时候，林北好像是这么用的。嘿嘿，这次稳了。陈轩心中一喜。接下来，林北换上异能局的制服，干净利落，非常帅气。他站在镜子前照了照，表示非常满意。而陈轩在旁边对3位队员叮嘱着：“这次行动让林北指挥，你们表面上一定要配合，记住了吗？”好吧。3名队员怔怔的点点头，感觉多少有些不靠谱。你们几个站好了。林北走过来，目光审视的看着他们。3人顿时立正站好，身姿挺拔，其中2男1女都是第3小队中的精英。旁边的陈轩见配合的不错，笑嘻嘻的竖起大拇指，以示表扬。你也站好。林北白了他一眼。是。陈轩连忙笑容一收，军姿立正。很好，很有精神。林北点了点头，望向队伍中唯一一名女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林队长，我叫白琼。女孩连忙说道。林北目光扫视，见其身材像飞机场一样，一马平川，和陈大西瓜比差远了。名字太长了，我记不住，以后就叫你白小馒头好了。白琼目光错愕，白小馒头？他什么意思？说自己小？陈轩连忙眼神示意，让他稍安勿躁。其他2名队员则忍俊不禁，疯狂憋笑。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轻易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你叫什么？林北又瞄向旁边一人，青年顿时笑不出来了，心里发虚。报告林队长，我叫王虎。名字也太长了，以后叫你王二麻子吧。林北发现他脸上有些雀斑。这青年感觉比白小馒头好一些，倒是可以接受。此时林北又望向第3人。你呢？叫什么？报告林队长，您就看着叫吧。他直接放弃挣扎了。林北瞄向他的胸牌，边明俊，名字不错，就叫这个吧。众人，好，汪汪队，全体出发。林北大手一挥，汪汪队，几名队员面面相觑，又是什么鬼？汪汪队整装完毕，坐上一辆黑色奔驰商务，王二麻子开着车，陈轩抱着皮卡丘坐在副驾驶，一路向事发地点江畔公园驶去。去对付黑毛怪物，几人心中紧张，唯独林北神色悠闲，宛如好奇宝宝一般，在2旁车窗左顾右盼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唉，陈轩叹了口气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次相信林北到底是对是错，怀中的皮卡丘下意识又抱紧了几分。大约半个小时过后，他们来到江畔公园。
里面树林茂密，一片寂静，给人种阴森森的感觉。外面围着铁丝电网，里3层外3层，还有人在临时岗哨里站岗。陈队长，您可算来了！岗哨里跑出一个青年，连忙向几人报道。他也是异能局的员工，请叫我林队长。没等陈轩搭话，林北率先纠正道：“青年看了看林北，又看了看陈轩，一脸懵逼。陈轩连忙打圆场：“可，你先别管那么多，向咱们林队长汇报一下情况吧。”哦，青年点头道：“那怪物最近挺安静的，没什么动静，也没出来，应该还在公园里面，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，监控设备根本监控不到。这些异变怪物身上似乎都有一种磁场，可以无差别干扰电子设备，使其失效。而且他们似乎有种灵魂力量，被人类制造的热武器击伤后，肢体可以再生，即便炸成粉末也死不了，所以只能用魔法来打败魔法，觉醒者才能将其击杀。汪汪队成员注意，全军出击！”林北满腔热血地喊道。队员们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一声，向阴森森的公园里走去。原地只留下青年目瞪口呆，怎么不仅换队长，连队名都改了？原本老大妈跳广场舞的公园，此时静悄悄的，空气中隐隐弥漫着一股臭味，周围树林阴森一片。一阵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连只鸟也没有。陈轩见识过那黑毛怪物，专吃人心，凶残无比。此次来这里，完全是怀中皮卡丘给他的勇气。下意识又抱紧几分。怪物在哪呢？林北目光扫望，白琼同样紧张兮兮，他一般都潜伏在丛林里面。好，白小馒头，你去把他给我引出来。林北下达命令。啥？让我去引怪物？白小馒头眼眸瞪起。旁边的王虎倒是很赞同，幸灾乐祸。林队长让你去，那你就快点去吧。王二麻子，你也跟着一起去。林北转眸盯向他。王二麻子，他心里这个后悔，自己就不该搭这个话。原本陈轩还想说什么，但现在不敢出声了。他轻咳一声，并拍了拍怀里皮卡丘，用眼神对二人示意，意思是有皮卡丘在，让他们放心去引。那好吧。第8章黑毛怪物。白小馒头答应一声，和满脸苦闷的王二麻子走进树林。里面根本没有路，满是杂草荆棘，每走一步都艰难无比。白小馒头现在明白了，林北为什么不自己进树林，而是让自己去引。凭借他们二人的实力，引怪兽倒也没什么危险，否则也不会想着来将其消灭了。但白琼心中很紧张，鼻息间的腥臭味似乎更加浓重了。杂草堆出现被压平的痕迹，附近泥土里还有硕大的脚印，显然怪兽在这里出没过。可是它在哪呢？白琼正琢磨着，忽然感觉脸颊温热，不明液体滴在脸上，黏糊糊的，恶臭扑鼻。他用手一摸，好像唾液一般，其中竟还有几道血丝。不对，白琼立刻想到什么，心中惊骇无比，连忙抬头向上望去。只见一头硕大的怪物，满身黑毛，仿佛大猩猩一般，正倒挂在树上，两只猩红的眼凶厉地望着自己。吼！一声嘶哑的怪吼从嘴里发出，腥臭唾液如瀑布般流了下来。妈耶！黑毛怪物！白琼顿时惊呼一声，但此时黑毛怪一跃而下，直奔其扑来。白琼心中惊惧，这怪物不讲武德，居然搞偷袭！同时身形连忙向后退去。黑毛怪物狂力无比，刚一落地，毫不停顿，两腿猛蹬，宛如弹簧般横扑而来。小心！王虎用自己的身体撞向怪物，砰的一声，怪物被撞飞，但王虎也不好受，在地上打了2个滚才稳住身形。多谢壮士相救，我先走一步。白琼抱拳说完，身后竟张开一双光翼，宛如蝴蝶翅膀般，翅膀一扇，整个人飞退出数十米远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他觉醒出的能力。卧槽，一群坑货！王虎忍不住爆了个粗口，转头看去，发现黑毛怪物直勾勾盯着自己，显然已经被激怒。好！他暴吼一声，起身便扑向王虎。风景，扯呼！王虎不敢停留，连滚带爬的开溜。树林外面，林北叉腰，已经听到怪物愤怒吼叫声，并且越来越近。陈轩眼神微凝，心中越发紧张。只见树木沙沙作响，白琼率先冲了出来，后背光翼一收，落在几人身前。怪物出现了！哦，林北则看向他后背，寻思刚才翅膀是怎么回事，白小馒头竟然会飞。随即，王虎狼狈地跑了出来，面容惊惧，跑丢一只鞋。快！救命啊！在其后方便是那身高近2米的黑毛怪物，凶气十足。他纵身一跃，跳起足足5米高，砰的一声落在众人前方，公园小路都被砸出皲裂的痕迹。死好凶啊！林北半眯着一只眼，脸色好奇地打量。叮！系统扫描 B 级寄生类怪物，凶残无比，请宿主小心。
黑毛怪红瞳同样打量着几人，两颗獠牙不断流淌的唾液彰显出兴奋之色，感觉这怪物比周聪还傻。林北心中犯嘀咕，陈轩等人则满脸紧张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。呼，陈轩做了深呼吸，努力调节情绪，因为接下来就是他表演的时刻。哼哼，大家起开，让我来，看我如何将这怪物拿下。他抓紧手中皮卡丘，做出个扔棒球的动作，随后猛然将其掷出，并大喊了一声：“去吧，皮卡丘！”只见黄色玩偶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，精准地砸在黑毛怪脸上，然后啪叽弹到地上，翻滚几圈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卧槽！陈轩眼睛瞪得老大，满脸不可思议。为毛没有复活？队员们目瞪口呆。队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。陈轩无语，自己好歹也是笨四的人了，扔皮卡丘已经够丢人，尤其是那中二的口号，结果根本不管用。黑毛怪物似乎被玩偶砸得一愣，怎么感觉这个人类傻乎乎的，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？人类真是太愚蠢了。吼！他大吼一声，已经将几人当作食物。林队长，皮卡丘怎么不管用啊？是不是口诀弄错了？你这个蠢货，那只是个玩偶而已，你居然想用它对付妖怪，没长脑子吗？林北颇为嫌弃道。啊！陈轩张了张嘴，欲哭无泪。不是你说皮卡丘是最强战兽的吗？之前还对付变异虎来着。队员们都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，心中暗暗后悔，也许就不该相信林北，他脑子有问题，自己居然还配合他当队长。现在想想有些可笑，病得不轻。这是只妖怪，应该用金箍棒打才对。林北认真思考过后，将手伸进裤腿中，在里面摸了摸，从裤腿中抽出一根玩具金箍棒。众人一看，神情错愕。林北又犯病了吗？不对，他好像就一直没好过。快，白琼，先带林北撤退，离开这里再说。陈轩连忙指挥道。原本他们就是黑毛怪物对手，现在又多了林北这个累赘，连一点战斗的欲望都没有。第一个想法就是撤退。好，白琼眉头拧起，身后光翼重新舒展开来，但转头一望，发现林北竟主动向怪物冲了过去，手里拿着根玩具棒子。糟了，即便以他的速度，现在也已经来不及。黑毛怪物满眼戏谑，抬起硕大的巴掌便对林北拍了过去。带妖怪，吃俺老林一棒！叮！系统附魔，金箍棒变粗、变长、变大，成为驱魔之棍。只见林北手中玩具金箍棒光芒闪烁，不断膨胀，转眼间就变成小树般粗壮，并且上面出泛起金光，仿佛真的定海神针一般。砰！林北抡起金箍棒砸在怪物肩膀，呜嗷！怪物惨叫一声，半个身子都陷入泥土里，被打得直发猛。粗大的金箍棒在林北手中却轻若无物，他抡圆横扫，又一下抽在怪物侧脸上，打死你个鳖孙儿！怪物头颅如遭巨力，竟直接爆碎开来，宛如被重锤砸烂的西瓜般。原本凶厉无比的怪物就这么被林北两下给砸死了。第9章，两个脑袋。陈轩等人见这一幕，下巴都快被惊到地上。真的成功了？这么猛啊！他们几人合力都不是怪物的对手，却被林北两棒子给打死了。高手，这是个高手。林北的金箍棒恢复原状，被他顺势一插，重新别在裤腰上。而那怪物身体开始迅速缩水，变成正常人类大小，身上黑毛褪去，成为一具光秃秃的无头男尸。白小馒头见此惊疑，原本以为是兽类变异而成，却没想到是具尸体。奇了怪了，尸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陈轩在异能局工作多年，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王二麻子、边明俊，你俩去找个收尸袋，把尸体装起来，让人带回研究所检查检查。考虑到是具活体男尸，陈轩便让他们两人去了。随后，陈轩的目光又盯在林北裤腰的金箍棒上，难道这才是个宝贝？你看什么呢？林北察觉到他的目光，对其翻了个大白眼，然后防备地将金箍棒整根塞进裤腿，还不赶紧把本队长的皮卡丘捡回来？是。陈轩连忙点头答应。林北虽然未检查出是觉醒者，但他肯定有什么特殊能力，并且很强。汪汪队收队后，开车返回异能局。陈轩坐在副驾驶，扬眉吐气地打电话：喂，李主任，黑毛怪物已经被我们搞定了，一个小怪物而已，能厉害到哪里去？非常轻松，简直小菜一碟好吗？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实力。什么？要开表彰大会？不用，这是我分内工作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那个表彰大会几点开始？林北坐在车后座，眼睛悄咪咪地打量旁边的白小馒头，然后好奇地伸出手，在其后背胡乱摸起来。呀，你摸我干什么？白小馒头惊呼一声，连忙躲开。你的翅膀呢？拿出来借我康康。林北说道。那是我的觉醒能力，不能借你。白小馒头说道。
切，小气鬼！林北抱起肩膀，嫌弃地白了他一眼。白小馒头无语，耐心地解释道：觉醒能力只属于个人独有，我是虫类觉醒，可以幻化出翅膀；王虎是兽类觉醒，反应速度是正常人的4倍。再比如边明俊是植物类觉醒，可以不吃不喝，通过光合作用来维持生命。旁边的边明俊嘻嘻一笑，并配合着白琼伸出一根手指，幻化成植物根须状。你们都有觉醒能力？林北觉得很神奇。对啊，否则也不能进入异能局。那我呢？你没有。白小馒头摊了摊手。林北撇了撇嘴，没有就没有，好像谁稀罕似的。系统给GGGI，叫你不搭理我，叫你不领取奖励，就是不给你觉醒。略。不过你可能有某种特殊能力，而且比我们都强。白小馒头安慰道。林北点点头。那当然，我可是你们的队长。几人回到异能局后，那具无头尸体也被运了回来。由于第一次遇见尸体发生异变的情况，局里领导都非常重视，陈大西瓜等一众研究员都开始忙碌起来。但经过各种检查，也并没发现异状，这似乎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具尸体已经死亡1个月之久，但并没有出现任何腐烂。研究员们毫无头绪，只是觉得诡异。最后，他们通过 DNA 核实了死者身份信息，并通知了家属，想通过家属调查死者生前情况。没多久，就有一个老者赶来，正是死者的父亲，大约60岁左右，并且造型十分奇特。老者驼背极其严重，仿佛后面背着什么东西似的，身材消瘦，几乎是皮包骨。他肤色黝黑，眼窝深陷，稀疏的头发没剩几根，神情也有些恍惚。您好，俺叫张安康。老者伸出一只枯槁的手，陈大西瓜象征地握了一下。您好，我们想向您确认一下您儿子生前的情况。什么？俺的娃死了？哇！老者神色激动，竟忍不住坐得大哭了起来。陈轩等人见状，连忙上前安慰，又是端茶，又是倒水，抚慰老者的情绪。可惜死者生前情况并没问出什么有用线索，他们将老头伺候的倒是非常周到。等到老者走后，陈大西瓜便感觉脑袋晕沉沉的，后背酸痛，有些直不起腰来，整个人都佝偻了几分。说：“我后背好酸啊。”是不是太大了？坠的？不是。陈大西瓜眉头皱起，脸上充满疲惫。算了，咱们去给林北检查下身体吧。二人来到林北房间门前，电厅里面有2个人玩闹，显然周聪也在。汽车人变身，动次卡词噗呲咚，看我的巴啦啦能量，呼尼拉魔仙变身，古纳拉黑暗之神，乌呼啦呼黑魔变身。他们玩得很开心，陈大西瓜都习惯了，推门而入，像个奶妈子似的喊道：“你们2个检查身体了。”芜湖起飞。林北拿着个飞机玩具比划，仿佛没听见一样。周聪则斜眼瞅了瞅，露出智慧的眼神，随后脸色惊奇问：“咦，陈大西瓜，你怎么长了2个头啊？你少说胡话，赶紧先来测体温。”陈大西瓜被气得不轻。周聪仔细打量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你后背上骑了一个人头。”陈轩2人倒吸口凉气，怎么感觉有点惊悚呢？陈大西瓜正感觉脑袋发沉，被吓了一跳。周大傻子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没有。周聪委屈地挠了挠头。陈轩目露思索，这周聪虽然检查出是觉醒者，但至今未展现出任何能力，而且人还变傻了，所以留在这里观察。叮！系统扫描，周聪为 C 级兽魂2哈觉醒，天赋左视之瞳，可洞悉潜藏的一切妖魔鬼怪。林北听着脑海里的声音，玩着飞机脱口而出：“周聪的能力叫左视之瞳，能看见人类看不见的东西哦，嘿嘿嘿嘿。”陈大西瓜顿时被惊出一身冷汗。第10章人脸肉瘤。陈有容被吓坏了，而且忽然感觉脖颈处奇痒无比，似乎长出的大疙瘩来。他连忙脱下外套，说：“你过来帮我看看。”哦。陈轩不敢耽搁，连忙扒开陈大西瓜衣领，向其后颈处望去。林北放下飞机玩具，2步跑过来，眼巴巴瞅着。只见陈大西瓜后脖子上面果真长了个肉瘤，然而让人惊骇的是，那肉瘤上面竟隐隐有人五官的轮廓，看上去就像一张人脸。陈轩被吓得汗毛炸起。林北看热闹不怕事大，还真长了2个脑袋。我就说吧，我大聪明，从来不骗人。周聪摊了摊手，十分骄傲。林北点头，你是个诚实的好孩子，本队长提出表扬。陈大西瓜都快被吓死了。诚不诚实是重点吗？不应该关心一下我脖子上长的东西吗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检查检查。陈大西瓜连忙跑出林北房间。陈轩非常关心大侄女，也紧跟着跑了出去。芜湖起飞。林北继续玩飞机。陈大西瓜长人脸肉瘤的事实在过于惊悚，很快就在异能局传开。人们都很好奇，能来的都来了，
研究室里沸沸扬扬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我在异能局工作这么多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但这个还真是头一次见。会不会就是青春痘啊？赶巧长成了人脸模样。屁的青春痘！你有没有常识？我看这明明是火疖子。人们七嘴八舌，其中不乏老专家、老教授，但都说没见过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通过仪器观察，这人脸肉瘤仿佛独立的生命体，并且神经已连接在陈大西瓜的颈椎，常规手术也无法切除。这可怎么办啊？陈大西瓜发现，短短的半个小时，那肉瘤又长大了许多，仿佛即将复活了般。李主任推了推眼镜，作为异能局主任，算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必须得为此事负起责来。我觉得这肉瘤很可能是什么东西变异所致，常规方法解决不了。依我看，要不就把有容送总部去吧。总部的人见多识广，也许能解决这东西。陈轩急切万分，宛如热锅上的蚂蚁。送到总部虽然也不一定能解决，但总比在这里坐以待毙强。陈大西瓜此时俏脸苍白，额头冷汗直流，仿佛自己得了绝症一般。好呢，赶紧去总部吧。滴滴滴，滴滴滴，他手上的腕表响了起来。不用多说，又是林北按铃了。陈大西瓜此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，随手将腕表关闭了，准备前往总部。可不出10秒钟，便听噔噔噔的脚步跑来。陈大西瓜，不是你说有事按铃吗？怎么现在没动静了？林北穿着小猪佩奇图案的粉裤衩，皱眉质问道。周聪抱着一堆玩具，仿佛狗腿子似的。对啊，陈大西瓜，队长叫你，你竟然敢不去？我身体不适，需要去总部一趟。别听他们的，你不能去总部。林北抱起肩膀，他要是走了，就没人给自己洗脚了。陈轩带着哭腔连忙道：林北，求求你可别胡闹了，我侄女现在有生命危险啊！是我让她去总部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李主任面色严厉。之前他见过周聪，却没见过林北。我是他们的队长，你是什么人？林北白眼望去，颇为不服。队长，我是这里的主任。李主任觉得他自不量力。林北脸色疑惑。陈轩，队长官大还是主任官大？当然是主任官大了。陈轩回道。林北，好，那我现在是主任了。众人胡闹。李主任老脸发黑。陈轩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咱们局里领？主任，您别生气，听我解释，他叫林北，脑子有点问题，但能力可不小，解决了不少变异怪物呢。那也不能胡闹，解决怪物有什么用？又不能解决有容的问题，赶紧把有容送总部去。李主任严厉道。林北眼睛一眯，臭老头，你瞧不起谁呢？谁说我解决不了？大西瓜不就长个肉瘤吗？把它挖出来不就得了？我没时间和你废话，少在这捣乱。李主任知道他脑子有问题，不愿意和他一般见识。那肉瘤很可能是变异怪物所致，诡异无比，并且连接着神经，说挖出来就能挖出来。不过陈轩却眼睛瞪起，他见识过林北的实力，没准真能解决这事。林北，你注意你的身份，请叫我林主任。是，林主任，你真能把有容长的肉瘤挖出来？挖个东西很难吗？林北很鄙视地看着他们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不太靠谱，尤其是李主任，觉得简直就是瞎胡闹，耽误大家时间。陈轩不会真相信他的话吧？那大侄女，你就让林北试试吧。陈轩说道。陈有容觉得大脑越来越沉，俏脸苍白无比，自己都要坚持不到总部了，于是便同意下来。大聪明，把我的神铲拿过来。林北头也不回地向旁边伸手。好嘞。周聪哗啦一下把怀中玩具扔在地上，其中有橡皮泥、玩具车、变形金刚等。他扒拉一圈挑了挑，找出把沙滩铲，就是那种小孩在海边挖沙子的塑料玩具，铲柄是黄色的，铲头是绿色的。队长，给你神铲。林北接过铲子，大摇大摆走上前。陈大西瓜，你先撅起来，搞快点。陈有容双手把住试验台，屁股翘起，尽量将头埋低，露出后颈的人脸肉瘤，上面人脸五官更加清晰了，而且仿佛带着几分笑意，一脸笑嘻嘻，不像好东西，看我不铲死你。林北鄙视地看着肉瘤，抬手一铲挥了下去。叮！系统附魔，沙滩铲变成驱魔之铲。第11章恐怖传说。只见铲子泛起一阵金光，闪瞎了众人钛合金狗眼。噗呲！林北重重挥了下去，铲在陈大西瓜后脖梗上。嘤！陈大西瓜嘤鸣一声，不但没感觉疼痛，反而有几分舒适，但在其耳后却响起滋滋怪叫，像老鼠嘶鸣的声音。那个肉瘤好似活了过来，人形五官扭曲在一起，表情痛苦至极。周围众人见这一幕，皆倒吸口凉气，心中觉得十分诡异。可没一会，那大肉瘤失去宿主寄生，彻底死亡，仿佛脱了水的肉干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
反观陈大西瓜薄厚，肌肤平整光滑，不仅没流血，连一点伤疤都没有，已经恢复如常。他整个人也一身轻松，所有痛苦瞬间消失，重新变得精神起来。若不是地上干巴巴的枯萎肉瘤，甚至还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神奇，厉害啊，真的成功了！周围人们啧啧称奇，看向林北的目光都开始发生变化，尤其是李主任，眼珠子快要瞪得掉了出来。原本以为林北在瞎胡闹，没想到真被那棘手的肉瘤解决了。这不可能吧？他不是个智障吗？林北斜了他一眼，臭老头，你说谁是智障？我看你那脑袋皱皱巴巴，也像个肉瘤似的，要不然我帮你挖下来吧。林北说着便拎着神铲走上前，这可把李主任吓得不轻。别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话了。李主任连连摆手道歉，并迅速往后退，被吓得直接跑出房间。周围众人见状面色哑然。陈轩见侄女的病好，神情倒是很激动，暗叹林北果然成功了。林北啊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叫我林主任。是，您说叫什么都行。陈轩连连点头应和。陈有容心有余悸，俏脸露出后怕之色，感觉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被肉瘤寄生的感觉实在太痛苦了，但心中也觉得很奇怪，自己一直在异能局里，怎么会招惹上那东西呢？可转念一想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个苍老的身影，对，一定是他。陈大西瓜心里确定下来，正是之前那个张安康，也就是黑毛怪物死者的父亲。因为除了他以外，陈大西瓜根本没接触过外人，并且两人还握了手。叔，一定是张安康，我是被他传染的，那个人有问题。陈有容果断道。陈轩自是明白侄女的意思，一张老脸阴沉下来。我早就觉得那老家伙不对劲了，想起张安康的音容笑貌以及奇特造型，估计也是被肉瘤寄生者。侄女，我这就召集人手去调查那个张安康，你先检查肉瘤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肉瘤差点把侄女害死，陈轩心中很是恼火。不过想到人脸肉瘤的诡异，陈轩顿时有点怂，估计那张安康不好惹。于是转头看向林北，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笑脸。嘿，林主任，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要不还是您带领我们行动。行啊，出去肯定带上你，不过我现在困了，睡觉去了，再见。林北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房间。哎，您这……陈轩顿时满头黑线，原本以为这是稳了，没想到林北竟然睡觉去了。看看表，已经下午5点，这个时间点睡觉，得睡到什么时候？但是陈轩等人也没闲着，连忙通知小队成员调查张安康的住址、个人信息等，做好行动准备。而陈大西瓜则用仪器检查那差点要自己命的肉瘤，并在网上搜集有关资料。可人们一直忙到晚上，也没什么具体进展，只是在网上某不知名论坛，他们找到一则让人毛骨悚然的肉瘤传说。据上面说，曾经就有一男子后颈长了个具有人脸五官轮廓的肉瘤，随着肉瘤越来越大，其上五官也越发清晰。男子为此痛苦不堪，终于他内心崩溃，拿起一把刀，走到镜子前，重重地对着肉瘤砍了下去。结果当他失去意识的一瞬间，却看见脖子上的肉瘤正对着自己笑。陈轩等人觉得此事非常诡异，不过经过众人一致分析，觉得男子是砍错了，他把自己的脑袋砍了下来，或者说肉瘤生长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控制人的行为动作。陈大西瓜虽不确定这条传闻的真实性，不过想想顿时觉得更加后怕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再没林北的帮助，那自己可能就变成砍下自己脑袋的怪物。队长，张安康的住址找到了，他住在城郊的幸福村，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正常。白小馒头沉着脸汇报。哦，怎么了？陈轩问。你自己看看吧。白小馒头将一摞资料递了过去。陈轩接过看去，很快便满头冷汗，握着资料的手都随之一颤，因为资料上写着幸福村其实是个自杀村，在最近几个月内已经有近100人自杀，而且他们自杀的方法都很简单，也很粗暴，那就是亲手把自己的头砍下来。人们看到这里，空气瞬间宁静了。陈轩额头冷汗直流，难道网上传闻是真的？感觉这不是自己能解决的事啊，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。这地方可太邪性了，不知道那张安康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。陈轩早就觉得此事不简单，但没想到这么恐怖。陈队长，那咱们还去不去了？白小馒头试探性问了句。陈轩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那个林北醒了没？现在已经是深夜，估计不会醒了吧？白小馒头说。陈轩点点头，不去了，散会。第12章，真诚又朴实。第二天，陈轩将此事上报给局里领导，领导们都很重视。由于这事是被陈轩发现的，于是干脆就交给他解决了。陈轩心里苦啊，因为这事也太危险了。于是
一大早上就在林北房间门口转悠，直至陈大西瓜照顾完林北的起居，他才举步走进房中。此时的林北正穿着小猪佩奇裤衩，盘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不断拨动电视节目，对进来的陈轩熟视无睹。嘿嘿，陈轩尴尬讪笑一声，像苍蝇似的搓了搓手。那个林主任，咱们走啊。去哪啊？林北这才转过头。陈轩面色一正，昨天不是说好你睡醒之后带领我们行动吗？说了吗？我脑子不好，不记得了。林北摇了摇头道。你这……陈轩哑口无言，暗道怎么翻脸不认账了。而且以前林北都是乐不得出去玩，今天忽然不一样了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忽然叹气道：唉，你看我来这么多天，也没人给买件衣服穿，出去都没穿的了。而且玩具就那几样，也都玩够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陈轩张了张嘴，顿时怔住了。林北的小心思他当然明白，这明显是暗示自己啊。这家伙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陈轩陷入深深怀疑，居然趁机让自己给他买东西。不过陈轩立即换上一副笑脸，嘿嘿，没问题啊，林主任，只要您带领我们行动成功，衣服肯定买，玩具也买，包您满意。陈轩拍了拍胸脯保证下来，心想衣服玩具能值几个钱，当然是行动最重要。好，出发。林北扑通跳下床，直接开始穿衣服，心里美滋滋，这下不仅能出去玩，还有人给买衣服和玩具，简直是一箭双雕。自己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人们整装完毕，依旧是上次的精英白小馒头、王二麻子和边明俊3位队员。汪汪队出发。白琼等人都是此次事件的调查者，对幸福村体会更深，知道那是个不善之地，并且到处充满诡异。名叫幸福村，实则是个自杀村。这巨大落差让人有种说不清的感觉。而且幸福村地理位置极为偏僻，在江东市郊外的一处荒山脚下，说起来都不在异能局管辖范围内，根本没有一支小队负责那里。这领导真是的，上下嘴唇一碰，没人管的地就让咱们去。王虎开着车抱怨，泥泞小路没经过修整，开起来异常颠簸。陈轩连忙打圆场，行了，这件事要是办成，咱们小队在局里的地位可就上升一大截，到时候我看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，说咱们没能力。队长，之前被人瞧不起的好像只有你吧？边明俊转头补了一刀。哎，你这……陈轩觉得他不道义，总结自己老底。白琼在旁边坚定说道：名声什么倒无所谓，主要是那个肉瘤寄生在了有容身上，我是为他报仇才来的，今天必须把那个老头揪出来。陈轩连连点头，表示非常赞同。你们都看看，还是咱们白琼仗义，你俩个大男人都学着点。林北没有搭理几人，转头看着车窗外，他是出来玩的。此时正值盛夏，窗外草地翠绿，远处山峰层峦叠嶂，景色宜人。对于林北这城里的富二代来说，这自然之景倒是别有一番风情。不一会，窗外草地上还出现了羊群，1只羊、2只羊、3只羊、4只羊。林北手指着窗外，开始数羊丸。陈轩见出现了羊群，知道距离幸福村不远了。羊太多了，数不过来啊。林北撇了撇嘴，神色有些沮丧。在羊群中间有2位牧羊的村民，也许是幸福村很少有外人来的缘故，二人眼睛直勾勾盯着他们的吉普车，目不转睛，一直目送吉普车开出很远。二人依旧没有收回目光。陈轩向车后方望了望，觉得有些古怪。大家都小心点。幸福村100户人家，红砖瓦房横七竖八，家家都有独立的小院。这里的村民以养猪为主，村里不少养猪大户，即便走在路边也能闻到袅袅飘来的猪粪恶臭。待吉普车驶近，农户院子里的狗发出狂吠。王虎减慢车速，左右张望着，好像挺正常的啊，也没什么特别地方。网上那些不是骗人的吧？还是小心点好，不能大意。陈轩提醒一句。片刻后，吉普车停在一座小院前。据他们查到的信息，这里便是张安康住的地方。想起老者的容貌体态，陈轩莫名的有些紧张。几人走下车，林北鼻子吸了吸，便闻到空气中有股臭味，感觉这不是啥好玩的地方。此时，陈轩已经来到院门前，轻轻扣动门环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可过了半晌也没得到任何回复。难道这家伙收到风声提前跑路了？陈轩嘴里嘀咕。不过此处的叩门声却惊动隔壁邻居，一个妇女出现在旁边院里，带着浓重村音喊道：你们是干嘛的啊？我们是异能局的，来调查点情况。陈轩转眸答道。妇女听闻是异能局的，神色顿时恭敬了几分，并且变得热情。老张头不在家，从昨天出去到现在就一直没回来，你们要了解啥子情况，可以问问俺。这张安康昨天一直没回来。陈轩等人面面相觑。此时
隔壁妇女拉开院门，神色越发热情：“快来快来，进来吧！俺听说异能的局的都是高人，啧，看看这小伙长得真俊啊！”“谢谢，过奖过奖。”陈轩老脸一红，感觉盛情难却，暗叹村里人就是这么真诚又朴实。俺说的是他，你可不要多心。妇女笑颜转向林北。第13章，变个魔术。陈轩笑容顿时僵住了，要不要这么直白？林北听他说自己长得帅，心想这不是废话吗？五人随着妇女走进院子，左侧有一个猪圈，其中传出哼唧哼唧的声音，当然也有一股猪粪臭味飘来。快请快请，几位到屋里坐坐。妇女脸上洋溢着笑容，非常的热情。低矮的砖瓦房内光线阴暗，虽然是盛夏，但让人有种阴冷之感。请坐请坐，千万别客气，就当成自己家一样。妇女微笑着，并对里屋吆喝道：“闺女，家里来客人了，你去沏壶茶水过来。”“不用不用，您就别忙了。”陈轩连连摆手道。林北倒是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感觉非常柔软，于是还颠了2下。“同志，你要了解什么情况呀？俺和老张头住了10几年的邻居，熟悉得很。”“哦。”陈轩点了点头。“张安康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妇女答道。“那他驼背一直那么严重吗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陈轩继续问。妇女不假思索道：“他始终那个样子，从俺认识他就驼背，我估计是天生的，这事咱也不好问，那不是故意揭人家短吗？”听到他的回答，陈轩等人觉得奇怪，因为张安康若是被人脸肉瘤寄生的话，那应该是从最近才开始的，难道弄错了？或者这个妇女在说谎？但见其朴实热情模样，感觉也不像。“茶水来了。”此时一个曼妙少女音传来，有位女孩端着茶盘走进：“抱歉，让各位久等了。”几人瞥眼望去，走近的女孩大概15、16岁左右，穿着一袭洁白连衣裙，俏脸洋溢着热情纯真的笑容，看上去非常可爱。可陈轩看见女孩的瞬间，身体莫名紧绷了一下，神情怔住了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。这位是您闺女？”“对啊，这是俺家丫头小翠。”妇女笑着点点头。陈轩张了张嘴，目光直直看着小翠，表情越发难看。白琼等人觉得奇怪，心想队长是怎么了？难不成他有什么特殊癖好？“喂，陈队长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盯着人家小女孩干嘛呀？”白琼开口问道，顺便拿起一杯茶水，准备一饮而尽。可陈轩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“别喝！”“哎，怎么了？”白琼觉得莫名其妙。只见陈轩拿出手机，并翻出一张照片：“你看看这个。”林北出于好奇，也伸着脖子凑了过去。只见照片是张旅游团合影，大概有10多人，而其中正有个小女孩，身穿洁白连衣裙，摆着剪刀手的姿势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白琼看看手机照片，又对比下眼前的小翠，两人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毫无差别。“陈队长，原来你早就认识啊，还给他照过相呢。”白琼说道。可陈轩脸色越来越黑，几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“这是前阵子失踪的旅游团啊！”“啊！”除了林北以外，几名小队成员都愣住了，表情好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一般。旅游团的失踪人员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显然，这个妇女一直在说谎。此事处处充满了诡异。然而，妇女和小翠依旧微笑着，就好像是一张面具已经牢牢地套在脸上。看着二人的笑容，几人遍体生寒。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陈轩直挺挺站起身，眼里充满着戒备之色。“嘻嘻嘻。”妇女依旧笑着：“您瞧瞧，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嘛，我俩给你们变个魔术，缓解下气氛。”“变魔术？”几人不明所以。但下一刻，恐怖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只见妇女和小翠双手抱住自己脑袋，一点一点开始旋转，咯嘣咯嘣，两人头颅旋转360度，竟当着众人的面将自己脑袋摘了下来。陈轩等人眼睛瞪得老大，已经目瞪口呆。林北则对二人竖起大拇指：“妙啊！”眼前两人摘下自己脑袋后，并没有死亡。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个肉瘤从断裂脖颈中鼓了出来，并且其上还有人脸的轮廓。与此同时，二人遍体开始滋生黑毛，几息之间便被浓重黑毛覆盖，彻底变成了黑毛怪物。陈轩等人彻底懵了，不过也明白了一件事：被肉瘤寄生后的最终形态便是那凶狂的黑毛怪。吼！2声狂厉吼叫响起，鼻息间腥风四溢，原本2个活生生的人瞬间变成凶怪，让陈轩等人措手不及。快撤！陈轩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于是连滚带爬的向门外跑去。与此同时，2只怪物发动攻击，一跃而起，向众人扑去。边明俊眉头紧皱，只见其五指一伸，竟变成植物根须，根须舞动间如铁链般向怪物缠绕而去。这黑毛怪虽然和之前公园里是一个品种，但可能是没杀过人食人心的缘故，
实力远不及那只。边明俊的根须竟将两怪物缠得结结实实，就像两个大粽子似的。打他！王虎见有机会，纵身跳起，骑到怪物肩膀上，一套组合拳对着怪物脑袋乱锤。白琼倒也不含糊，紧咬着银牙，对着另只怪物猛打。屋里顿时混乱起来，锅碗瓢盆乱飞。而林北依旧坐在沙发上看热闹，并自顾自地鼓着掌。这魔术变得可真好。那两只怪物倒也不是三人对手，被打得滋哇乱叫，没一会便晕死过去。呼！三人直喘粗气，累得不轻。这个村子果然有问题。白琼黛眉紧皱，肉瘤不知寄生了多少人，整个村子可能都变成了怪物。这事得尽快向局里汇报。哎，咱们陈队长跑哪去了？王虎开口问道。几人目光扫视，发现陈轩倒也没跑远，就直挺挺站在门口处。只是此时他身躯在不断颤抖，额头细密，冷汗直流，满脸惊恐地望向院子里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第14章，林哥，这是怎么了？众人都觉得古怪，林北也很好奇，觉得又有热闹看了，连忙站起身，跟着几人走到门口。陈队长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白琼开口问。可陈轩默不作声，颤抖地抬起手臂，向院子里指去。众人顺势一望，目光同样变得错愕起来，因为院子中间竟站着一头巨大的老母猪，足有犀牛般大小。但最让人诧异的是，这头老母猪身上竟长满了人脸肉瘤，密密麻麻，每个都有拳头大小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有的甚至都叠在一起，并且都有五官轮廓。众人倒吸口凉气，只觉头皮发麻，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白琼秀手捂着嘴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恶心的快吐了。这他妈造孽啊！好！高大母猪一声嘶吼，身上恶臭扑鼻，随后四腿一蹬，直奔几人撞来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随着他的脚步，大地都在颤抖，仿佛一辆奔跑的火车头。这猪可真大呀！林北心中惊叹，第一次见到这大的老母猪，同时向旁边躲了躲。而白琼等人动作迅捷，瞬间闪开，只有陈轩四肢僵硬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而且他是这头大母猪的首要目标。砰！陈轩被撞个结实，身体倒飞而回，如断了线的风筝般，扑通一声摔回屋子里。好家伙！林北挠了挠头，感觉可以开席了。大母猪耀武扬威，在院子里横冲直撞，对白琼等人穷追不舍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他们的攻击手段都失效了，只能狼狈逃窜。大母猪虽然身宽体盘，但速度还不慢，弄得几人叫苦连连。救命啊！边明俊高喊。他为植物系觉醒，速度是短板，很快就被大母猪追上。扑通！边明俊被大母猪拱了个狗抢屎，大母猪又拱翻一人，有些洋洋自得，继续寻找下一目标。转头一望，发现有个青年正蹲在地上，好奇地盯着自己，并且伸手指指点点。一个肉瘤，两个肉瘤，三个肉瘤，四个癌，太多了，查过来啊，好烦。大母猪胸瞳一瞪，这个人类竟然不怕自己，而且还在那查数。他后腿蹬了蹬地，似乎加足了马力，随后如离弦之箭一般，迅速向林北冲去。林北，小心啊！白琼等人心里着急，因为林北不是觉醒者，身体素质只是普通人，这如果被母猪撞到，就相当于出了车祸。反观林北，倒是悠闲，悠悠站起身，从腰间拔出一把滋水枪，直接对准奔来的大母猪。叮！系统强化，滋水枪变成附魔能量炮。轰！林北扣动扳机，只见一道激光发射出去，精准打在母猪身上。这能量炮威力极大，使整个母猪爆裂开来，碎肉又在强烈高温下直接被烧成黑灰飘散。原本耀武扬威的大母猪，转眼间就化成灰，彻底消失不见了。林哥！林北吹了吹根本没冒烟的枪口道。白琼等人目瞪口呆，随之而来一阵惊喜。原本棘手的大母猪竟被林北如此轻易解决了，牛啊牛啊！不愧是咱们林主任，厉害！王虎竖起大拇指。边明俊长舒口气，一瘸一拐地站起身，这种变异怪对他威胁太大了。而陈轩也从撞烂的废墟爬起来，并且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就像没事人一样，根本没受伤。原本林北都以为要吃席了，心中非常奇怪，你咋没事呢？啊，就这种怪物也想伤到我？陈轩拍打着身上灰尘。白琼上前解释道，陈队长是甲虫类觉醒，能力是硬化皮肤，防御力很强，说简单一点就是抗揍。哦，那有点遗憾。林北摊手道。陈轩继续吹牛道，像这种级别的变异怪对我一点威胁都没有，我都懒得出手，最好给我来个强点的对手。队长，这就是你趴地上装死到现在的理由吗？边明俊接他老底道。可还不待陈轩吹嘘什么，院外便传来阵阵脚步声，
显然不少村民都向这里靠近，并且其中隐隐夹杂的声声低吼。陈轩拍打灰尘的动作当即顿住了，脸色又变得苍白无比，心中显然想到了什么。队长，你要的更强的对手可能来了，边明俊说道。而陈轩可没心情和他开玩笑，这里的村民不会都变成怪物了吧？要不你出去看看？白琼提议道。陈轩连连摇头，现在怪物正向院子靠近，跑还来不及呢。快，咱们先躲起来。几人目光扫视，寻找可躲藏的地方。陈轩纵身一跃，跳进个大水缸里，并且将盖子盖上。王虎和白琼向屋里躲去。林北看了看，这是到了躲猫猫环节。他转身钻进旁边的稻草垛，非常的隐秘。咣当，林北刚躲好，院门便被破开，顿时一阵凶煞之气传来。只见门口处，一只黑毛怪物走近。果然，这里全部村民都被寄生了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各种牲畜，鸡鸭鹅狗等，身上皆带着肉瘤，显然也被其控制。甚至林北看见墙角里钻出一只老鼠，它的头也被人脸肉瘤代替，嘴里发出滋滋声音，让人有种恶心之感。一众凶神恶煞的怪物游荡在院子中，开始搜寻人类的气息。林北抬头看去，发现边明俊并没有躲起来，而是半蹲在墙角处，他的手和脚都变成根须状，扎进泥土里，并且嘴里不停念叨着：我是一棵草，我是一棵草，我是一棵草，我是一棵草。这是他的能力之一，叫做植物隐藏，可以短暂封闭人类气息，在低级怪物眼里与植物无异。果然，几只怪物从其身边经过，并没发动攻击，似乎真的将其当成了一棵草。厉害啊！林北心中直呼神奇。可没过多久，有一只脖子上长肉瘤的大黑狗悠悠走过来，并且它似乎有点尿急，直奔边明俊走了过去。边明俊面色一黑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随即他只觉肩膀一沉，大黑狗的后腿直接搭了上来。卧槽！第15章狗尿台。边明俊只觉脸颊一热，猩黄色液体喷溅下来，仿佛花洒一般。大黑狗一泡尿给他洗了个脸，顿时骚气熏天。我尼玛！边明俊心里直骂娘，同时牙关紧闭，强忍恶心感，努力封闭气息，以免被怪物发现。林北见这一幕，心中 gay 直乐，觉得非常有趣。好在边明俊忍住了，硬是一动没动。大黑狗撒完尿后，心满意足，抖了抖身体，悠悠向远处走去。边明俊有了前车之鉴，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而且实在太骚了，万一待会再来只狗怎么办？他眼眸瞄了瞄，根须扎在泥土里，悄咪咪的慢慢移动，速度仿佛蜗牛一般。没一会，来到林北躲藏的草垛旁边，因为这里比较安全。林北已经闻到他身上隐隐飘来的骚气，感觉他伪装的草现在应该叫狗尿台。喂，你好骚啊！边明俊，这些黑毛怪物以及被寄生的家畜显然比较低级，而且智商不怎么高，倒是没找到几人的藏匿地点。陈轩等人暗暗松了口气，心想等他们走了以后，自己就安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原本游荡的怪物忽然身形一顿，并且同时转向大门方向，隐隐有几分虔诚姿态，似乎在迎接自己的老大盘。咦，怎么回事？草垛中，林北眼睛滴溜乱转，旁边的边明俊也顺着怪物目光方向望了过去。此时，一个苍老佝偻身影出现门口，他驼背极其严重，皮肤黝黑，眼窝深陷，头发也没剩几根了。正是陈轩等人要找的目标人物张安康，只是现在的他与之前截然不同，黝黑老脸阴厉，深陷的眼眶里充满暴躁之意，正不断扫视着，仿佛要择人而噬。他不会发现我吧？边明俊心里最没底，因为他的植物伪装只能骗过低级怪物，遇到智商高的就露馅了。好在有草垛遮挡视野，目标并不算太明显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边明俊嘴里碎碎念的嘀咕，也许是他的咒语应验了，张安康都没向这边看一眼，反而径直向一口大水缸走去。如果林北没记错的话，那里应该是陈轩躲藏的位置。一步两步，张安康脚步很慢，但异常沉稳，距离水缸越来越近。也许是里面的陈轩感受到了什么，身体莫名一颤，水缸也随之抖动两下。张安康枯槁的手抓住水缸木盖，猛然将其掀开。Surprise man！ 只见其中陈轩仰着脖子，身体蜷缩在缸底，表情一脸懵逼。你好！陈轩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大脑已经进入短路状态。咔嚓！张安康一脚将水缸踢碎，陈轩伴随着水缸碎片飞了出来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来了个狗强使。听说你在找我呀？张安康沙哑声音响起，嘴角挑起邪异笑容。噗！嗨嗨！陈轩呛了一嘴灰，连连摆手道：没有，我听说幸福村条件比较艰苦，我就是特地来慰问，看看您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
那好，我要你的命！张安康凶相毕露，走上前，一脚踩在陈轩后背上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周围土地都陷入几分，显然力道不轻。若不是陈轩皮肤泛起黑色光泽，用出了觉醒能力硬化皮肤，估计这一下就要饮恨西北了。妈的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陈轩被踩得火大，一副要拼命的架势，但张安康一脚又跺了下来，扑通，周围烟尘四起，地面皲裂。噗，嗨！陈轩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，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。他发现这老头力大无比，自己完全不是对手，连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。现在异能局的人都这么弱了吗？真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张安康露出玩味笑容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陈轩皱眉问，感觉这家伙不是普通的变异怪物。张安康神色轻蔑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不配知道，去死吧！话音刚落，陈轩便感觉头顶一股劲风袭来，仿佛有柄铁锤砸来。张安康抬脚又跺了下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忽然10余道植物根须缠绕过来，将张安康的腿捆在半空中。队长，快跑啊！边明俊焦急喝道，他若再不出手，陈轩就会死于张安康脚下，所以狗尿台伪装不下去了。陈轩见状，连忙翻滚到一旁，找死！张安康神色不悦，腿部用力一挣，仿佛力大无穷。边明俊的根须寸断，整个人也被拉扯得一个趔趄。周围怪物发现目标，顺势向其扑了过去，其中还有只大黑狗。边明俊面色惊慌，他现在身形都不稳，根本无法做出有效防御。可此时屋里两阵破风升起，白琼和王虎冲了出来，见队友们纷纷暴露，自己也藏不下去了。二人击退边明俊身边的怪物，将其救了下来。你没事吧？白琼扶住他问。暂时还撑得住。边明俊面色难看，如今被围在怪物窝里，还有个实力极强的张安康，可以说是陷入绝境了。而此时林北还趴在稻草垛里，面色有些纠结。怎么都出去了？那自己要不要出去？好烦啊！算了，还没人找到这里，待会再出去吧。都怪自己躲猫猫技术太好了。陈轩灰头土脸站起身，脸上少有露出正经之色。白琼，你们速度快，找机会逃走，我这身子骨还能拖住他们一阵子。不行，要逃也得带你一个。白琼凝眉说道。好。周围怪物凶厉咆哮，齐齐的向他们扑了过来。而张安康则抱起肩膀，脸上露出讥笑，一副看热闹的表情。直到他转头一看，无意中发现草垛里有双眼正在滴溜乱转。第16章流亡组织。张安康心中奇怪，难道还有人？见队友被打成这样还不出来，这家伙也真够怂的。张安康嘴角翘起玩味的笑，一步一步向稻草垛走去。林北见状，心里丝毫不慌，反而有几分喜意，心想终于要找到我了，在这趴着实在无聊。张安康走到草垛前，伸手抓住稻草，一把将其掀开，稻草不断纷飞飘散，透过其中的缝隙，张安康看到一张英俊的脸，果然还藏着个人。嘿嘿嘿，虽然你找到我了，不过你已经死了。林北嘴角翘起，抽出滋水枪对张安康头颅直接扣动扳机。霎时间，一道激光炮飙射而出，炽烈的高温使空气都发出焦灼的气味。张安康眉头一挑，但已经躲闪不开。轰隆隆隆，剧烈的爆鸣声在耳边响起，振聋发聩，整个小院都是一颤。爆炸声吸引了陈轩等人的注意，转头一望间，发现张安康半个身子都被炸得粉碎，脑袋也只剩下一半，露出白森森的牙骨，样貌非常恐怖。干掉了，牛逼啊！看来还得指望林北。几人心中感叹，原本绝望的脸上又充满希望，因为只要解决张安康，剩下那些黑毛怪物鸡鸭鹅狗不足为惧。但是林北盯着张安康上下左右来回打量，心中有些怪异，感觉他已经死了，但又好像没死，因为那半截身子并没有倒下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嘶哑低沉的声音从张安康喉咙里传出，夹杂着无尽的愤怒与杀意。随后他残破的身躯竟迅速开始愈合，并改变了形态，原本佝偻的身体彻底站直了，在身后驼背处竟又冒出2个脑袋，皆是肉瘤所化，狰狞无比。其身上青筋暴起，其中成股的鲜血流动，肌肉不断隆起，体躯变得健壮。转眼间，一个枯槁消瘦的老头变成为精壮的汉子。林北见这一幕，啧啧称奇。老头变壮汉，莫名让他想起一个叫龟仙人的家伙，厉害啊！但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，因为这家伙好像很危险。他再次扣动手中滋水枪，一道激光炮发射，但3头张安康已经早有防备，身形一闪，仿佛原地消失了般。显然他的速度已让常人无法捕捉。咦，人呢？
林北愣在原地，这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范围。小心！白琼焦急高呼，身后光翼展开，迅速向林北冲来，并抓住他的肩膀，连忙向远处躲闪。转头一看，张安康已出现在侧面，并抬拳向其袭来。这一切速度实在太快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甚至张安康拳头划过的空气都发出连串的音爆之声。砰！林北顿时被强横拳劲震飞，若不是被白琼拉了一下，估计都得直接命丧黄泉。他身形急速飞退，仿佛断了线风筝般。哐当！林北直接撞到红砖墙，脑袋狠狠磕在上面，当即头破血流，温热液体顺着脸颊流淌。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哇！林北很想哭，但很快眼前一黑，歪头晕死了过去。林北！陈轩见状，目瞪欲裂，心中非常后悔，瞬间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。都怪自己，一切都是自己的错，竟然把林北害死了。也许就不该带林北来。他虽然有特殊的能力，但毕竟不是觉醒者，并且还患有智力障碍，自己居然贪图他的能力，而带一个智力障碍患者执行任务，并将其置于危险之中。陈轩紧握双拳，指甲已经抠入血肉里，心中悔恨不已。白琼翻滚数圈，稳住身形，看向满头是血的林北，同样是眼眶一红，鼻子发酸，悲从中来。此刻才发现，虽然接触时间比较短，但在内心中早已将林北视为队友。死个人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们异能局还是老样子，没见过世面。张安康嘴角调笑，说起了风凉话：“我要杀了你！”陈轩红着双眼，不要命地向其冲来，但张安康就静静看着他，仿佛扑火飞蛾般。随后抬手一拳，砰！陈轩仿佛皮球般倒飞了回来。怪只能怪你们，到哪去不好，非要来我们组织的实验基地。张安康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组织？实验基地？你是流亡组织的人？边明俊忽然想到了什么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居然说漏嘴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也走不掉了。张安康阴阳怪气。边明俊张了张嘴，他知道流亡组织意味着什么。在一部分人觉醒了能力后，欲望随之膨胀，到处烧杀抢掠、绑架、暗杀、勒索富豪，无视所有规则，认为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，这便形成了流亡组织。光明的对立面，人性最阴暗丑陋的地方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去死了，植物系觉醒者倒是少见，成为我的养料吧。张安康目露残忍，举步向边明俊走去，但他的脚却被陈轩抱住了。陈轩眼睛紫青一片，口鼻流着鲜血，一言不发，死死地抱着张安康的腿不松手。你这么想先死呀？那就你当第一个吧。张安康提着其后颈便拎了起来。队长！白琼三人目瞪欲裂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来，想将陈轩救下，但周围的怪物立即低吼着将其拦住，让他们寸步难行。看着三人焦急模样，张安康撇了撇嘴：“我最讨厌这样的苦情戏了。”是吗？巧了，其实我也挺讨厌的。忽然间，一个突兀的青年声音从后方传来。众人皆是一愣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发现一个修长身形，竟缓缓从墙边站起来。只是他满头鲜血，脸皮也被擦破了，模样狼狈不堪，但狭长的双眸里透出深邃的光芒，仿佛孕育着星辰大海。可还是好痛啊！青年揉了揉太阳穴。林北，你还没死？等等，有没有觉得他好像哪里不一样了？白琼等人心中莫名生出种异样之感。第17章，凶猛复苏。林北被磕了一下，脑袋忽然变灵光了。不过这些日子的记忆还在，被车撞，变成了智障。呵，林北轻笑一声，想起自己似乎还有了系统。丁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系统，我在。你好，丁，请问宿主是否领取系统奖励？领取。呜呜，宿主终于领取奖励了。本统感动的想哭。丁，系统奖励，兽魂觉醒，凶猛复苏。话音刚落，一股悍然凶气从林北体内散发而出，他额头以及脸颊上的伤口在0.0001秒内瞬间愈合。林北瞳孔一缩，竟然变成了菱形，仿佛即将杀戮的野兽。滔天凶气席卷而出，周围的怪物身体都是一抖，尤其是之前那条大黑狗，后腿颤抖着，又被吓尿了。陈轩等人同样心中一悸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。众人瞥头一看，林北始终戴着检测手环，此时也终于有了反应。红光闪烁间，竟跳出3个字母 ：SSS 级，3S 级。陈轩等人瞪大了眼，虽然都是资深觉醒者，但这场面真没见过。自从全球异变以来，也没听说过有这种级别的人物。假的吧？张安康似乎不敢相信，原本嚣张面容此时凝重起来。哼，这怎么可能？
一定是在装神弄鬼。他冷哼一声，抬拳便向其打去。林北站在原地，毫无躲闪之意。菱形瞳孔凶光一闪，原本张安康难以捕捉的速度，此时在其眼里放慢了1000倍，仿佛电影慢动作一样。林北抬手间，轻松地握住他的拳头，就像铁钳般纹丝未动。张安康感受到那不可匹敌的力量，慌张地想要从其手中挣脱开来，但任凭他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。嘎嘣嘎嘣，此时林北五指发力，张安康手骨顿时被他捏得粉碎，随后猛然一拽，张安康整条手臂都被硬生生扯了下来，猩红鲜血喷溅。后方陈轩等人倒吸口凉气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这也太猛了吧！张安康的速度与力量都超出他们的极限，但在林北手下就像只小鸡仔一样，任其拿捏。林北面无表情，抬手一拳轰向其前胸，砰！只听一声闷响，张安康胸骨凹陷，整个人如被炮弹撞到，直直倒飞出去。可还不待他落地，林北身形一闪，仿佛瞬移般又出现在其上方，抬腿一脚跺了下去。轰隆隆，强大力量袭来，整个小院宛如地震般，周围墙壁都被他掀过半，地面出现个深坑，周围尽是龟裂痕迹。而此时的张安康就仿佛一滩烂泥，躺在坑中间，彻底失去了反抗余地。他中间那个头似乎还保留着一丝神智，只不过现在满眼都是惊恐。这不可能！张安康依旧不敢相信林北竟是这种级别的强者，但林北二话不说，直接伸手抓住他的头，五指猛然一握，就仿佛捏西红柿般将其头颅捏个稀巴烂。温热的鲜血混合着豆腐脑状物体，顺着林北指缝流下，但在其手掌中却出现一枚剔透的红色晶体，大约拇指肚那么大，其上红光流转，仿佛有一股能量竟顺着林北掌心慢慢流入其身体中。咔吧，红色晶体消耗殆尽，碎裂成粉末状，随风飘散，消失不见了。咕咚！远处的陈轩四人不自觉地咽口吐沫，感觉嘴唇发干。如此暴力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，心中惊惧不已。现在的林北真是太恐怖了。队长，林北在干什么？白琼瞪着美眸，他可能是在狩猎。陈队长倒是见多识广。狩猎？四人不明所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一些高级觉醒者是存在食物链关系的，就像大鱼吃小鱼，猫吃老鼠，可以进行捕食，从而让自己进一步复苏。陈轩解释道。白琼等人似乎明白一点，高级觉醒者可以吞噬低级觉醒者的能量，像林北这种 SSS 级，估计怎么也得是老虎级别，能狩猎的对象有很多。那我们不会也在他的食谱范围内吧？白琼有点担忧，毕竟他们4个也是觉醒者。边明俊倒不以为然，喂，我可是植物系啊，你看林北像吃素的吗？放心吧，咱俩是昆虫系，看林北的样子也不像是吃虫子的呀。陈轩宽慰道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白琼放心下来，但旁边的王虎却怔了怔。等等，那我走。张安康死后，其余那些人脸肉瘤也通通枯萎，相继死亡了。此时破败院子中只剩下他们5个生物。林北，你还好吧？见其吸收了红色晶体，白琼上前试探性问道。林北菱形瞳孔一变，恢复了正常，并露出个和煦笑容。我很好啊。白琼被林北注视着，面色竟然一红。你没事就好。其他人见状也围了上来。林北，你也太强了，居然是3S 级觉醒者。边明俊感叹道。是啊，我早就觉得你不一般，这事要传出去，估计震惊全世界啊。王虎说道。陈轩却连连摆手。你们可别乱说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绝对会成为我们龙国最重要机密，咱们得秘密上报。也是。王虎点点头。如今全世界觉醒者这么多，但龙国 S 级只有5位，他们身份已极为特殊，不受任何势力管制，偶尔心情好了会和异能局合作，并且平时享有很多特权。而林北可是 SSS 级，比他们牛逼得多，这种身份当然得保密。那咱们先把这村子的事上报吧，这里是流亡组织试验地，咱们还干掉一个流亡组织人员，局里要是知道了，估计得开3天表彰大会。边明俊兴奋道。几人死里逃生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。陈轩也颇为感叹。是啊，这趟真是太不容易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对了，林北，你脑子真的好了。说着，他忽然想起此事时，其余几人对他也很关心，皆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迎着众人目光，林北微微一笑。不会真有人觉得我是沙雕吧？不会，你好了，可真是太棒了。白琼连连说道。林北点了点头，汽车人变身，嘟嘟嘟嘟嘟。他忽然架起胳膊，直奔门外的吉普车跑去。4人原地懵逼。什么情况？第18章铁公鸡拔毛。又傻了，这也太突然了吧。4人觉得猝不及防。
快上车，赶紧把他拉回去，让有容检查检查，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。陈轩连忙吆喝道。4人上车以后，一溜烟开回异能局。研究所里，林北身上又插满仪器，一双眼睛滴溜乱转，似乎看什么都新奇。第3小队核心成员都在，皆满脸期待地看向陈有容。叔，林北没变化，还是老样子，他什么时候好了？陈大西瓜，我都说了，我一直很好，轮到我给你检查身体了吧？林北伸手便向其抓去，但陈大西瓜似乎早有防备，连忙一个侧身躲开。众人见两人独有的默契，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。不应该啊！陈轩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之前真的好了，并且还有 SSS 级觉醒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叔，我看你脑子也坏掉了吧？3S 级觉醒，开什么玩笑？陈大西瓜不信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和叔说话呢？不信你问他们呀。陈轩说道。白琼点了点头，确实，林北真是3S 级觉醒者，幸亏他救了我们，不然我们都回不来了。你们不会被人脸肉瘤寄生了吧？怎么都说胡话？要不要我给你们检查检查？陈大西瓜阴恻恻道。众人自打林北又傻了以后，他的检测手环也不亮了，他们几人也是有口说不清。陈轩捏着下巴思索，我觉得林北可能在变聪明的时候才会呈现出觉醒状态。有可能。白琼等人纷纷赞同。陈轩继续道，所以此事我们必须更加保密，千万不能对外人说。另外，咱们得保护林北的安全。咱们保护他？不仅是白琼，其余几人都觉得有点怪。陈轩却异常坚定。没错，还记得吗？林北是高级觉醒者，他可以狩猎别人，但在更高级的觉醒者眼里，他同样是被捕食的对象，而且绝对是香饽饽。更高级？林北可是3S级，你确定有比他更高级的存在？白琼问道。这我不确定。陈轩也迟疑了，因为见林北今天觉醒的状态，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：恐怖如斯。比他更高级的，还真不知有没有。白琼，你们都说林北是觉醒者，那他的觉醒能力是什么？陈大西瓜听他们说的头头是道，难免相信几分。不过这可把白小馒头难住了，他的觉醒能力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什么。不过你要非说他有什么能力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无敌。陈大西瓜，他转头看了看正玩手指傻笑的林北，顿时又不相信了。由于幸福村的事，第3小队名声大噪，他们不仅解决人脸肉瘤，还干掉个流亡组织成员。另外，旅游团失踪的事也真相大白，这每一件都是头功。局里不仅开表彰大会，并且发了不少奖金。陈轩乐的都快开花了，毕竟钱是个好东西。走走走，我请大家吃饭，咱也开个庆功宴。陈轩吆喝道。哟呵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边明俊故作姿态望了望窗外，因为陈轩可是有名的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平时让他带个早餐都肉疼半天。陈队长，吃什么？楼下小吃部。白琼开口问。啊，这。陈轩想了想，原本还真有这打算，但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说了。那个，想吃什么？你们选。我看应该让林北选，毕竟他救了我们的命啊。电脑前的王虎说道。林北。陈轩心里犯嘀咕，那家伙靠谱吗？不过也好，他也许懒得动，真会选楼下小吃部。于是几人来到林北房间，发现他正和周聪一起玩玩具车。林主任，咱小队要摆个庆功宴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？陈轩问。吃饭。林北眼眸一亮，他现在人生中2件大事，除了玩就是吃。陈轩嘿嘿一笑，提醒道，最近天气热，咱最好吃点清淡的，您说是不？吃清淡的你可问对人了，我知道一家最清淡，就在江城大酒店。江城大酒店。陈轩张了张嘴。江城大酒店是江东市地标式建筑，5星级啊。陈轩向后望了望，想寻求一下队员帮助。嗨嗨，但白琼等人很默契，皆扭头看向别处，特意避开他的目光。这。陈轩有点下不来台，只得故作轻松道，行啊，去就去吧，没问题。不是吧，队长，真去5星级酒店啊？我以前都没去过。此时白琼神色夸张地说。边明俊也扭过头，我也没去过啊，不愧是陈队长，多谢队长安排。陈轩，他们一定是故意的，一群坑货。片刻后，几人换上便装，开车来到市中心江城大酒店。富丽堂皇的酒店一片明亮，里面装饰奢华。林北等人找个包间坐下。这次除了陈轩他们外，周聪也跟着来了，毕竟人脸肉瘤是他最先看出来的，功劳也不小。那个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没什么想吃的，就由我来点了。陈轩微笑着说道。哎，陈队长，我觉得应该让林北来点。边明俊建议道。啊，又让他来啊？陈轩心中犯嘀咕，他会点菜吗？服务员，给我来澳洲龙虾、观叶海虎翅、香煎鲍鱼仔、
清蒸大闸蟹，这个清淡。林北熟练地报起了菜名，继续点菜。对他这个顶级富二代来说，点菜是刻在 DNA 里的东西，张口就来。第19章，很有眼光。陈轩此刻脸都青了，感觉林北点的菜有点贵啊。其余几人忍不住偷笑。陈队长，你不是不舍得了吧？你不会心疼钱了吧？白琼茶味十足，在关键时刻，他们是最可靠的队员，但在非关键时刻，他们就是最坑的朋友。陈轩心中暗骂着，但面子上还得撑住。怎么会呢？这都是小钱，我一点都不心疼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，您点的菜马上就来。服务员见林北点完菜，恭敬收起菜单，脸上露出灿烂笑容。陈轩看着他的笑脸，心里发苦，完了，破产了呀。片刻之后，丰盛的菜肴摆满了一大桌子，林北和周聪一人抱起个龙虾就啃，吃得满嘴流油，不亦乐乎。其余几人也很开心。5星级酒店手艺确实不错，陈队长，你别愣着，赶紧吃呀。白琼提醒道。吃。陈轩拿起筷子，边明俊端起酒杯，咱们敬陈队长一杯，感谢陈队长盛情款待。你看这红酒都是带年份的，可真不错。陈轩，等酒足饭饱之后，终究是到了躲不过的结账环节。服务员面带笑容，客气说道：先生，您总共消费45382块，请问现金还是扫码？陈轩此时心在滴血，一顿饭居然花了4万多块，这半年都得白干了。能不能打个折，或者抹个零也行啊？先生，我们这里是5星级酒店，如果您办理会员卡的话，可以为您打折。服务员解释道。算了，我直接扫码吧。陈轩开口说道。在5星酒店办会员卡，他还没有这个勇气。随即扫码支付了4万多块。看着那5位数字，陈轩心里不舍地说了声拜拜。可林北似乎很高兴，开心地鼓了鼓掌。不错，赚钱了。其余几人奇怪，心想陈轩付个账，他赚什么钱？难道大脑短路又严重了？林北，你怎么赚钱了？白琼好奇问。因为这酒店是我家开的呀。林北理所当然道。陈轩眼睛瞬间瞪起，眼里充满问号。你家开的？这特么杀熟啊！他反应过来，有种想吐血的冲动，心想真是一个比一个坑。白琼几人倒是满脸佩服，对林北竖起大拇指，同时心里嘀咕着，这家伙可一点都不傻。当然，陈轩也不能和林北计较，只能强行安慰自己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几人吃完走出包房，打算离开酒店。等我一下，我要尿个尿。林北有些尿急，直接拐进了厕所里。哗啦啦啦，林北在尿池子里肆意挥洒，却隐隐听到里面厕所隔间里传来吭哧吧唧的声音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有人在吃屎？林北有些好奇，提上裤子向发出声音的隔间走去。瞥头一望，发现门正好是虚掩着的，透过缝隙看见里面竟有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2人抱在一起。女人身穿包臀短裙，波浪长发梳在一侧，身体扭动，似乎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男人也十分享受，一双大手肆意上下游走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林北赫然发现女人脸上青筋暴起，双眸变得通红，一双獠牙从嘴里伸了出来。他对着男人脖子狠狠地咬了下去，锋利的獠牙宛如匕首般轻易地没入血肉。男人身体僵硬，表情变得痛苦，双目圆瞪，剧烈地抽搐起来。但在几秒过后，他便再也一动不动了。咦，原来没人吃屎啊，而是在吃人，那我可走了。林北表示对此并不感兴趣，转身洗了把手，走出洗手间。你咋这么久才出来啊？我还担心你掉里了呢。陈轩在门口等候。林北摇了摇头。哦，我没什么事，就是在里面看见个吃人怪物。噗，又是哪个动画片啊？陈轩也没当回事。走吧，他们都到外面等你了。2人身影沿着长廊走远。片刻之后，卫生间内走出个红衣女子，她整理衣服，恢复了青春靓丽，面容姣好，身材非常性感，甚至路过的男服务员都忍不住偷瞄上几眼。只是女人鼻子吸了吸，目光望向陈轩离去方向，似乎嗅到了猎物的味道。她是蝙蝠类觉醒者的感染体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吸血鬼。蝙蝠喜欢吃虫子，所以昆虫类觉醒者的血液对她来说是绝对的美味，也可使其能力大幅度提升。于是女人嗅着走廊残留的味道，一路走了上去。另一边，林北等人已经到了停车场。陈队长，今天不用加班了吧？我可回家了。白琼伸了个懒腰。不用，案子已经都被咱们破了，现在手头一点事没有，还加什么班？陈轩摆手道。今天还是挺开心的。
不过想想自己失去的4万块钱，依旧隐隐有些肉疼。帅哥，你好，能打扰一下吗？请问地铁站怎么走？陈轩几人正研究着谁先送谁，忽然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，几人动作都是一顿，转头望来，发现是位身穿包臀裙的女人，长长波浪长发，胸前饱满呼之欲出，双腿笔直且性感。帅哥，是在叫我吗？陈轩眼睛有点发直，女子撩动长发，微微一笑，尽显妩媚。对啊，我觉得你挺帅的呀。是吗？陈轩老脸又红了。上次在幸福村，妇女说林北长得帅，弄得陈轩很尴尬，现在都不敢乱答应了。不过此时他自信涌了上来，按道之前妇女是怪物，智商太低，所以才说林北长得帅，还是眼前这美女好啊，美丽又真诚，很有眼光。第20章血色艳遇。好家伙，这妹子是个盲人吗？哪只眼睛看出队长帅了？边明俊在旁边嘀咕，而周聪一只眼睛斜视，另一只眼睛直勾勾盯着女人，似乎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噔噔退了2步。当然现在已经没人注意他，尤其是陈轩，目光都在美女身上。想想自己都30多了，到现在也没个女朋友，而眼下这美女似乎对自己有意思，估摸春天要来了。嗨嗨，美女，你是问地铁站怎么走吗？对啊，我刚来江东市，对这里不熟，有点找不到路了。女人开口说道。陈轩眼眸一亮，这么晚了，有没有地铁都不知道，而且你自己也不安全，不如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？女人俏脸一红，欲拒还迎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我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，放心吧，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家。陈轩拍拍胸脯说道。女人神态娇羞，那好吧，正好我家也没人，到时候可以去我家喝杯水再走。陈轩倒吸一口凉气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这简直就是明示呀，够刺激。队长，你不回局里了吗？那谁带周聪和林北回去？白琼问。陈轩说道，你先把他俩送回去，然后再回家帮帮忙嘛。哦，那好吧。白琼只得答应下来，心想陈轩要真脱单了，那也是件好事，应该支持支持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陈轩带着女子上了自己的车，心想今天没白来，居然还有一场艳遇，吃饭花的钱也算值了。在众人注视下，陈轩的车一溜烟开走了，其余几人都挤上了白琼的车。队长也真是的，感觉有点重色轻友啊。王虎坐在副驾抱怨，边明俊觉得有些奇怪，那妹子真看上队长了？不能吧，会不会是仙人跳啊？我说你啊，就不能盼队长娘好啊？白琼打断道，那个女人好丑啊，刚才吓我一跳。神色木讷的周聪忽然拍了拍林北的腿，北哥，你看见没？那女的牙老长老长，眼睛通红通红，就像个鬼一样。喂，周聪，你……白琼刚要说什么，但语气忽然顿住了。自从上次，他们都知道了周聪的能力，那就是能洞悉妖魔鬼怪，识破他们的伪装。边明俊和王虎也瞬间想到了什么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两人的目光又同时望向林北，想看看他怎么说。切，我早就看见了，我刚才以为那女的在厕所吃屎，结果她竟然在吃人，很让我失望。林北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早已看破一切。吱嘎，白琼一脚刹车就停住了，像鬼一样在厕所里吃人。在座的几人皆是后脊发寒，一股凉意直冲心头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会又碰上变异怪物了吧？不过你们也不要太害怕，我觉得只是一只吸血鬼而已。林北想安慰他们一下，只是几人更紧张了。吸血鬼而已，快给队长打电话！白琼焦急道，顺势调转车头向陈轩离开的地方追去。不行，队长电话没人接呀！王虎按着手机道。糟了糟了！白琼俏脸急切，心想陈轩不会已经出事了吧？哎，原本想来5星酒店吃顿好的，这咋就成了最后一顿了呢？队长，你命咋那么苦啊？白琼悲从中来，也顾不上限速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王虎，你赶紧给有容打电话，让他调一下街上监控录像。边明俊，你盯着点周围的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陈队长。好。两人立刻答应一声，各自忙碌起来。林北则神态悠闲，望了望窗外飞驰而过的车辆，感受着强烈的推背感，芜湖起飞。另一边，陈轩开着车已经心猿意马，余光时不时瞄向身边俏丽佳人。忽然间，他感觉一只手已经摸到自己腿上，那触电的感觉让他心都颤抖了一下。我们会不会进展太快了些？不会，我都有些等不及了。女人娇媚声音传来，袖手摸进陈轩裤子兜里，将其手机掏了出来，直接关机扔在了后面。陈轩当然也没阻止，暗道这是不想被打扰啊，关键也太急了吧。
陈轩一脚刹车，停在了一座小区门口，周围寂静，四下无人，只有昏暗的路灯烘托气氛。我们在车里。陈轩嘴唇发干，女子微微一笑，怎么？难道车里不刺激吗？刺激，刺激！陈轩连忙道，心想这可太刺激了。女子舔了舔红唇，慢慢向陈轩脖子凑过来，眼前香艳一幕，让其血脉喷张，鼻血都快流了出来。可就在两人即将零距离接触的时刻，车外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咚咚咚，敲车玻璃声随之响起。两人动作立即顿住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转头一望，发现车窗外大大小小总共5双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并且有一只还是斜视。你们这……陈轩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坑货队友，有没有搞错？自己刚要开始，关键被他们看到，实在太尴尬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陈轩推门走下车。呼，还好来得不算晚。白琼见其没事，长舒一口气。陈轩当即不乐意了，什么叫不算晚？明明是太早了好吧？我说你们几个到底怎么回事？当然是来救你啊，那女的有问题，林北说看见她在厕所里吃了个人。白琼说道。啊？陈轩当即愣住了，对于林北他还是相信几分的，此事可能有蹊跷。那你怎么不早和我说呢？陈轩有些不忿，我早就和你说了啊，刚出厕所的时候我就说了。林北摊了摊手，表示这锅我可不背。可是陈轩哑口无言，想起林北好像确实这么说过，我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啊。第21章顺藤摸瓜。几人谨慎地盯着车里的美女，以前只听说过国外有吸血鬼，但一直没见过，这属于进口货，也不知道实力如何。女人眉头皱了皱，到嘴边的美味被人搅和了。她走下车，重重摔了下车门。你们说什么吸血鬼？电影看多了吧？来捣乱的就直说。这……陈轩有点疑惑，他更愿意相信是自己帅气吸引了美女，而不是因为他是魔怪。白琼也是眉头皱了皱，他虽然相信林北，但现在确实没什么确凿的证据，万一搞错，弄个乌龙可就闹出笑话了。我们是异能局的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要对你进行检查。哼，不想送我回家就直说，我自己回去。女人心里发虚，若到了异能局，一检查身体就露馅了，她只好借此说辞，转身便要走。站住！王虎大喝一声，伸手便抓向她的胳膊，但女人反应极快，并且力道不小，直接将其甩开。果然不对劲，因为正常普通人是无法将王虎甩开的。边明俊见状，五指化作根须，向女子缠绕过去。女人被捆个结实，嘴里却发出一声嘶哑低吼，原本姣好面容立刻变得苍白，额头青筋暴起，2颗尖锐獠牙从嘴里长出。嘶！陈轩倒吸一口凉气，双眼瞪得老大。刚才还青春靓丽的美女，转眼就变成狰狞怪物。卧槽！想起之前和他暧昧情形，陈轩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。快帮忙啊！边明俊感觉女人力道很大，有点制服不住她。其余几人这才反应过来。哦，好，他们一起冲上前与女子战斗起来，场面顷刻变得混乱。而林北和周聪则在旁边眼巴巴的看热闹。我去，北哥，吸血鬼变身了呀，感觉好炫酷。切，我大汽车人变身不炫酷吗？林北颇为不屑。炫酷炫酷！周聪笑呵呵说道。那你说吸血鬼都出现了，狼人什么时候来啊？我最喜欢狼人了。狼人？林北眼睛转了转，他想起系统检测过周聪是2哈觉醒，说起来没准有狼的基因，狼人也算是他家亲戚了。眼下战局混乱，吸血鬼力道强横，身法敏捷，但毕竟双拳不敌4手，主要是女子等阶不高。片刻之后便被陈轩等人打晕制服了。呼，不容易啊！陈轩喘着粗气，累得不轻，看着地上的美女，悲从中来。好不容易有个人说自己帅，结果又是个魔怪，自己命苦啊！陈队长，这次你得多谢谢林北啊，要不然你可能就被吸血鬼吃了。白琼说道。边明俊也跟着应和。队长，你身为异能局一队之长，居然上了魔怪的圈套，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啊这！陈轩老脸发红，按道自己常年玩阴，今天让阴啄了眼睛，都是单身太久惹的祸。那个，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，回局里就说是我以身献法，不惜用生命为诱饵，成功捉到一只吸血鬼，也不是不可以，5星酒店再安排一下。白琼一脸坏笑，陈轩老脸发苦，你这是趁火打劫呀！最后几人将吸血鬼带回局里，打算给陈有容研究研究，因为只听说过外国有吸血鬼，如今竟然出现在龙国，这属于外来物种入侵，也是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另外，女人是怎么被感染的，源头在哪里，数量还有多少？
都得盘问个清楚，以免发生什么混乱，造成民众恐慌。回到局里，一众老学究、专家什么的也对吸血鬼很感兴趣，并对其言行拷打了一宿。第二天，异能局里依旧忙碌，领导们对出现吸血鬼的事都很重视，毕竟这玩意不好对付，并且感染性极强，会造成人传人的现象，必须及时遏制住。经过昨天一晚的审讯，那女人已经全交代了。会议室里，陈轩对几名核心队员说道：“当然，林北也在。每次开会，林主任都得主持大局。”陈轩侃侃而谈道：“通过那个女人，我们可以找到上家，然后继续顺藤摸瓜，查出真正的源头。”顺藤摸瓜，林北最喜欢摸瓜，尤其是大西瓜。白琼好奇问道：“那他到底是怎么被感染的？上家是谁？”女人名叫张莹，原本是一家公司的模特，据她交代，是被金豪公司董事长赵文成感染的。模特他们俩干什么了？边明俊贼兮兮地问。陈轩眼睛一瞪：“这是重点吗？”重点是赵文成极可能也是吸血鬼。赵文成这名字有点耳熟呀，我好像在哪听说过。白琼陷入回忆。陈轩点点头，面色有点凝重。赵文成你当然听说过，他是外地来投资的富商，今年只有24岁，也是名顶级富二代，如今身价近千亿，已经成为江东市商界第2巨头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很厉害的人物。他才第2吗？那第1是谁啊？白琼好奇问。陈轩看向林北，当然是林北的父亲林向东了。不过自从赵文成介入，林氏集团产业已经大幅度缩水，每天亏损几个亿，估计快要撑不住了。啊，这……几人听闻，目光看向林北，可发现他低着头，依旧在玩手指头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陈轩继续道：“由于林向东身体不适，本来就无心打理产业，再加上赵文成本身就有是吸血鬼，初步怀疑他很可能是流亡组织成员，用一些不正常手段铲除竞争对手，从而获取大量商业资源。干这个他们是专业的，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扳倒林氏集团。再这么下去，很快就要得手了。人们也都说是林向东老了，根本不是现在年轻人的对手，很多公司都开始倒戈了。队长，先别说了。”白琼用眼神示意，因为转头一看，林北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第22章嘲讽。林主任何时受过这气？昨天刚赚4万块，结果家里一天亏损几个亿，而且赵文成仗着特殊能力，使用非正常手段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陈轩反应过来：“林北，你要干什么？”“出去找他。”林北开口说道。“丁，宿主加油，本统支持你。”陈轩则有点担忧，赵文成可能是流亡组织成员呀，贸然去找他很危险。局里领导的意思也是再观察几天。观察个屁！林北没搭理他，转身走出会议室。不管了，我得和林北一起去。白琼匆忙站起身。边明俊说道：“这事能少得了我。王虎，哎，等等我给你们开车啊！”在关键时刻，队友的靠谱性有显现出来，一众人火急火燎的上了车。当然，陈轩只是嘴上说危险，身体却很诚实，已经坐在副驾驶指挥起来。白琼让有容查出赵文成所在位置，我向领导汇报，咱们直接行动，若遇紧急情况，方便寻求支援。赵文成身为江东市知名人物，想查他的位置很简单。没一会，便传来陈大西瓜的定位：江东市金地大酒店。有人说赵文成的车队停在那里，他已经在酒店住好几天了，而且那家酒店也正是他的产业。陈轩开口说道：“好，收到。”王虎一脚踩下油门，直奔金地大酒店开去。好巧不巧，这家酒店就在昨天江城大酒店附近。看来昨晚在那遇见吸血鬼，也并非偶然事件。林北坐在车后座，也没心情左顾右盼了，一副气鼓鼓的模样。家里有这么多事，老爹也不和自己说，把自己当成什么了？金地大酒店，豪华包房内，一群年轻人正在聚餐，他们珠光宝气，满身奢侈品，都是江东市的富二代。文成哥哥，你已经答应做我男朋友了，千万不能反悔哦。一个穿着清凉的女孩撒娇道。旁边的青年一袭燕尾服，皮肤白皙如雪，摇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，充满邪魅与优雅。好啊，我会好好爱你的。赵文成嘴角轻挑。可桌上一名女生道：“哎，诗雅，你怎么做文成哥女朋友了？忘了林北了吗？我记得你之前追求过他2年呢。”作为江东市富二代，他们之前有过交集。刘诗雅黛眉一皱：“嗨，别提那个林北，不吉利。听说他现在已经傻了，根本没法和文成哥哥比。我当初喜欢他是瞎了眼。”“呵，是吗？”对面女孩撇了撇嘴，当然是不信。他们都心知肚明，当年林北家大业大，是江东市首富。如今林氏集团不行了，江东市即将成为赵文成的天下，所以刘诗雅立马改为追求他，就是这么现实。文成哥哥，你啥时候收购林氏集团啊？刘诗雅媚眼如丝。赵文成轻抿一口酒，
快了，不急，最多1年时间。因为他知道林向东得了重病，活不过1年。若不是这样，赵文成早就派人干掉他。如今只要让他慢慢等死就好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祝你早日成功。刘诗雅十分开心，她曾经追求林北2年时间，但林北始终没正眼瞧过她，心想等赵文成收购了林氏集团，看林北怎么办。当年对我爱答不理，到时让你高攀不起。可就在此时，包间的门忽然被推开了。咦，是这屋，我没走错吧？林北左右观望，然后上下打量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。陈轩连忙说道。哦，那就好。林北十分满意。不过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屋里的人都弄懵了。什么情况？林北？刘诗雅面容惊讶，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林北看了看她，表情疑惑。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这……刘诗雅面色顿时一沉，居然说不认识我。不过她很快想到什么，心中释然了。对哦，你出车祸被撞傻了，不认识我也正常。我呸！你才是傻子，你们全家都是傻子。林北白了他一眼道。你……刘诗雅面色发青，默默劝自己不跟他一般计较。旁边有位青年站起来，神色不屑道。林北，这次圈里聚会我们也没人叫你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人，找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林北疑惑。叫赵文成。陈轩在旁边提醒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林北恍然大悟，哪个叫赵文成？呵，刘诗雅轻笑，见林北的样子果然傻得不轻。就你现在这样子，找我文成哥干什么？你也配？因为他是被感染的怪物，所以我要找他。林北直言说道。噗！周围一众人忍俊不禁，哄堂大笑起来。被感染的怪物？笑死我了！就是文成哥好好的，怎么就是怪物了呢？哈哈哈！我看林北傻得不轻，果然是个智障啊！可惜啊，当年也是咱江东市风云人物呢。他是不是现在不行了，嫉妒咱文成哥了？幻想他是个怪物？很有可能，智力障碍嘛，和正常人思维不一样。人声嘈杂起来，仿佛看傻子一般看着林北。而赵文成坐在那，自顾自地抿了口红酒，然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。陈轩见他们嘲笑林北，心中非常不爽。你们说话注意点，我是异能局第3小队队长陈轩。哟，异能局怎么了？人们依旧不在乎。普通人听闻异能局，也许还会忌惮3分，但在座的都是富二代、纨绔子弟，家里有钱有势，根本不在乎。异能局1个月能赚几个钱？说吧，林北花多少钱雇你们来的？我们出双倍。第23章，真是怪物。陈轩脸色发黑，说自己是花钱雇的，简直是一种侮辱。自己是在乎钱的人吗？这些人实在太嚣张了，还不知自己危险处境。林北，我劝你赶紧滚吧，念在旧情的份上，别让我叫保镖撵你。刘诗雅神色嚣张，双臂环抱住赵文成胳膊，一脸甜蜜模样。林北根本没搭理他，而是自顾自地掏出滋水枪，瞄准了赵文成。众人见滋水枪，又是一阵大笑。哈哈哈，林北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的天，我没看错吧？你想用滋水枪毙了我文成哥？哈哈哈，不行，笑死我了，肚子疼。看来他是真的傻了呀，笑得老子眼泪都出来了。哈哈哈，就连赵文成本人也是忍不住发笑，只当是在看热闹。叮，系统强化，滋水枪注入净化圣水，可使魔怪显形。林北直接扣动滋水枪，一股金黄色液体喷出，直接滋到赵文成脸上。呲啦啦，赵文成好似被硫酸泼到，原本优雅微笑的他，皮肤开始腐烂，钻心的痛感传来。赵文成喉咙发出野兽般低吼，腐烂的脸上青筋鼓起，双眼通红，2颗尖锐獠牙伸展而出。他神色异常狰狞，恐怖万分。原本优雅青年，转瞬间便化作魔怪。屋里的大笑声停止了，只剩下赵文成痛苦低吼，仿佛野兽般即将择人而噬。那些富二代都快吓傻了，满脸惊骇地愣在那里。这怎么回事？文成哥真是怪物！我的天，我不是做噩梦吧？林北说的是真的？妈呀，快逃啊！人们慌张地从椅子站起，屋里顿时凌乱起来。而刘诗雅离赵文成最近，因为前一刻还抱着他的胳膊，此时花容失色，依旧不敢相信。文成哥，你……话还没说完，赵文成伸手死死抓住他的头发。啊！救命！刘诗雅此时才清醒过来，林北，救我！求求你救我啊！你不是让我好好爱你吗？赵文成声音沙哑，张开血盆大口便向其脖子咬去。咔嚓！刘诗雅的脖子都被咬断一半，鲜血顿时飙射而出，洒在洁白墙壁上，形成刺目痕迹。
而赵文成依旧咕咚咕咚大口吞咽着，已经彻底变成嗜血怪物。林北看着惨死的刘诗雅，丝毫没有怜悯之心，反而嘴角一翘，露出抹冷笑：“你笑是我傻子，我笑你死得快！救命啊！林北，救救我！你们不是异能局的吗？”有几名富二代被隔在里面，已经无路可逃。他们哪见过这种血腥场面，甚至几人裤裆一阵湿热，瘫在地上直接吓尿了。动手！陈轩不能放任其杀戮，飞身冲上前去。边明俊手指变换，依旧是根须缠绕，白琼和王虎紧随其后。但赵文成显然比之前那吸血鬼强横得多，他回身一拳，便将陈轩击飞回去，随后低头一口，咬上边明俊缠绕来的根须。嘶！边明俊倒吸口凉气，连忙将根须收了回来。白琼和王虎见状一愣，怎么没缠住呀？卧槽，早知道我就不上了。王虎钢牙一咬，双臂抱着赵文成的腰，而白琼也只能限制住他一条胳膊。陈轩直接从地上扑过去，死死抱住其双腿，三人竭尽全力才能将赵文成限制住。他们僵持了片刻，但陈轩很快坚持不住了，因为赵文成力大无比，而且好像永远不会力竭一般。陈轩只好求助的眼神看向林北：“林主任，快帮忙啊！帮忙是吧？”林北抬起滋水枪，biu biu biu，他又笑嘻嘻地滋了几下，净化圣水洒在陈轩等人身上，毫无作用。不过对赵文成来说，与硫酸无异。他嘶吼一声，猛然发力，将陈轩等人全部甩开。我要杀了你！赵文成不顾一切，直奔林北冲了过来。杀了我！上一个死掉的也是这么说的。林北又从裤腰上抽出玩具金箍棒，叮！系统强化，金箍棒变为驱魔之棍。林北抡起金箍棒，重重打在赵文成脸上。砰！赵文成头都被打歪了，但吸血鬼愈合能力极强，很快就扭动着恢复原状。bio bio， 林北又对着他的脸滋了几下圣水。赵文成刚愈合的皮肤继续腐烂，他双手捂着脸，痛苦不堪。林北抓住机会，跳起来又给了他一棒子，然后再用滋水枪滋点水。就这样，林北给他来了个组合连招：圣水净化驱魔棍，圣水净化驱魔棍，循环往复。对赵文成来说，无异于皮鞭子沾凉水，疼得他蜷缩在地上，嗷嗷直叫。旁边的陈轩等人此时都看傻了，默默竖起大拇指。不愧林主任，就是这么强。随着林北的鞭挞，赵文成叫声越来越弱，再强的体魄也经不起他这么折腾。没过多久，便直接晕死了过去。滋滋，林北又拿起滋水枪在其脸上滋了2下，见其一点反应都没有了，感觉有点无趣，这才将2件神器收起。搞定了！牛啊牛啊，林主任牛逼！陈轩乐呵呵跑上前开始拍马屁，而白琼则气鼓鼓的在赵文成身上补了2脚。没来得及逃跑的富二代们战战兢兢，浑身依旧颤抖着。没想到赵文成真是个怪物。北哥，我们知错了，对不起啊，以后你还是我北哥。对，要不我们和以前一样，跟着你混吧。林北望向他们，嘴角撅起，二话不说掏出滋水枪便瞄过去。别，北哥别开枪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就走。富二代们被吓得不轻，连忙躲开枪口，向包厢门口落荒而逃。林北将水枪重新别在裤腰，切，一群胆小鬼。第24章，睿智的心腹。边明俊额头满是冷汗，用力捂着自己手，觉得痛苦难耐，因为在其虎口处有2个深深的牙印，此时依旧不断冒着鲜血。喂，你们别光顾着拍马屁，过来管管我啊！咦，你怎么了？陈轩连忙赶过来，看见其手上的牙印，面色顿时一骇。我去，你被赵文成咬了呀？白琼眉头皱起，边明俊脸色苍白。是啊，我会不会变成吸血鬼啊？这不好说啊。陈轩皱眉思索，吸血鬼感染性可是很强的，那怎么办啊？边明俊越发害怕。王虎挠了挠头，应该没事吧，就被咬了一口而已，又没被吸血。咱们还是问问林北吧。白琼建议道，现在无论遇到什么难题，都觉得林北比较靠谱。林北慢慢走过来，歪头打量，准备开席吧。别呀，边明俊被吓得不轻，我还不想死，你得救救我啊！也不是没办法，你吃点大蒜就好了。林北思索道，因为在电视里大蒜有克制吸血鬼的功效。吃大蒜？边明俊微微一怔，若是第一天认识林北，他定是不会相信。但最近以来，林北想出的荒唐办法每次都有奇效。吃，我现在就吃。边明俊深信不疑，直接在酒店里找大蒜吃。叮，系统检测边明俊没被感染，也不需要吃大蒜。没事，我想让他吃大蒜。回去的路上，
第三小队坐在车里又立了件大功。边明俊刚吃了不少大蒜，此时面色红润，仿佛伤口也不疼了。我吃完大蒜，果然感觉好受多了，看来还得听咱们林主任的，嘿嘿嘿哥。咦？白琼用手捏着鼻子，另只手不断扇动空气。你可把嘴闭上吧，实在太味儿了。大蒜克制吸血鬼啊，我这不是给你们驱邪吗？边明俊笑道。陈轩，我想给他撵出去。王虎+1。回去的路上很欢乐，异能局的领导们对第三小队更是刮目相看。昨晚刚严刑拷打出的线索，结果不出24小时就被第三小队解决了，这就是效率。有这样的小队，人民大众会放心很多，对局里也更加信任。局里领导提出表扬，并且还召开记者会，让陈轩上台对记者发言，被他狠狠装到了一波。陈轩发言道：尊敬的领导，记者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破获如此多的重大案件，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我也只不过是用生命为诱饵，深夜引诱吸血鬼，并成功将其抓获。当然这事不提也罢，我来说说旅游团失踪事件。啪嗒，在一处阴暗房间里，青年关掉电视，仰靠在沙发上，脸色变得森冷起来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，暂时还在调查中。旁边一人战战兢兢道。青年脸色阴沉的快滴出水来，他正是流亡组织成员，并且是头目级别，专门负责江东市这一区域。原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结果幸福村被拔除，而即将掌控全市商业的赵文成，如今也被异能局捉了去。异能局第三小队很强吗？他们是什么情况？他们有2位重系觉醒者，1位植物系，都是 B 级实力，还有1位兽魂觉醒，具体不知道是什么，但等级也不高。就这？青年眼眸瞪起，神情不可思议。因为张安康和赵文成的实力都不弱，尤其是张安康实力堪比 S 级觉醒者，几个 B 级的蝼蚁也能打破我的大忌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第三小队没有其他人了吗？您要硬说有吧，那还真有2个。哦，是2个强者吗？不是2个智障。青年，2个智障？这什么阵容？青年怎么也想不通，几个 B 级觉醒者，外加上2个智障，就能把江东市搅得风起云涌。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大人，他们毕竟是异能局的人，虽然只是小喽啰，但打狗也得看主人，咱不好太声张。下属劝解道。青年想了想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属下觉得咱可以从他们薄弱的点入手。第三小队不是有2个智障吗？搞定他们肯定没问题。而且其中有个叫林北的，是首富林向东的儿子，他应该是队里最弱者，咱把他给抓来，再不济也能管他父亲要点钱不是？这人侃侃而谈，分析的头头是道。青年眼眸一亮，很好，不愧是我最睿智的心腹。那林北的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大人请放心，属下保证完成任务，必拿下。9桶2万。子魔，我胡了，拿钱拿钱。异能局里，陈轩乐呵呵将牌推开。由于事都办完了，现在实在没什么做的，于是几人干脆上班摸鱼，打起了麻将。按陈轩的话说，无敌是多么的寂寞。而林北在一旁玩着遥控车，满脸认真之色。不一会，陈大西瓜开门走进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林北，有人来看你，猜猜是谁来了？林北抬头一看，陈大西瓜身后有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脸上都快乐开花了，嘴角恨不得咧到耳根子上去。儿子啊，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林向东大步走进来，春风得意。他现在实在太开心了，因为昨天检查，大夫震惊地说他病竟然好了，癌细胞消失不见，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另外，在事业上也非常顺利，一直和他竞争的赵文成莫名其妙完蛋了。哈哈哈，儿子啊，想爸爸没啊？想起来了。林北继续玩遥控车。林向东微微一怔，但也没当回事。儿子啊，爸这次来是有2件事要告诉你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你说吧。林北并不感兴趣。哈哈，林向东大笑着兴奋道，经过医生检查，爸爸的病已经痊愈了。你说说，这是不是医学奇迹？哦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林北抬头问。好。林向东刚要开口，忽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。第25章，回家。自己刚才说的不是好消息吗？林向东心里琢磨。旁边打麻将的陈轩故作高深，表示自己早已看穿一切。林总，你的病应该是被林北治好的，而且你那个死对头赵文成也是被林北亲手干掉的。啥？林向东当然不信。陈队长，你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，林北本事可大着呢，帮我们除掉过人脸肉瘤，还干死过吸血鬼，而且自身又是超高级觉醒者，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。陈轩神色骄傲，好像在说自己一样。当然，他并没有直说林北是3S级，
因为此事过于机密，被太多人知道不太好。林向东彻底懵了，超高级觉醒者，无敌般的存在，这说的是自己儿子吗？此话若不是出自陈轩之口，林向东定会找自己的保镖揍他一顿。可是上次测试的时候，你们说林北不是觉醒者啊？那时候可能还没觉醒吧，或者他情况有些特殊，反正记住，你儿子是无敌的就对了。陈轩肯定说道。林向东顿时大喜过望，被异能局队长说无敌，在他心目中可是极高的评价。而且林向东非常感动，眼眶有些湿润。原本以为需要照顾的儿子，却始终在默默帮助着自己，不仅治好了病，还解决掉一大竞争对手。呜呜儿子啊，爸真是太感动了，快让爸抱抱。起开起开，你当我遥控车信号了？林北连连躲闪，主要是感觉老爸太肉麻了，而且总打扰自己玩玩具，烦死了。但林向东也不计较，心中依旧非常骄傲，因为自己儿子实在太厉害了。儿子啊，另一件事爸和你说，你得跟我回家一趟。回去干嘛？林北眉头一挑，在没出车祸前，他就是一个不爱回家的男人，整天在外夜夜笙歌，现在依旧如此。也许从林北母亲离奇失踪那天开始，他便不愿意回家了。林向东解释道，因为你二姨从外地来了，特意要到咱家看看你。哦，两个都是坏消息。林北嘀咕道，本来就不爱回家，更不喜欢应付那些亲戚长辈。可林向东却说道，你二姨家表妹江姨也跟着来了。表妹？林北眼眸一瞪，干脆扔掉玩具出遥控器，回家。林北对表妹印象还是很深刻的，两人小时候在老家经常一起玩。林北对妹妹十分宠爱，曾直接买下一座游乐场给她玩。只不过后来由于房价飞涨，林向东把游乐场开发成小区，狠狠地大赚了一笔。到了长大以后，林北和表妹各奔前程，一直再也没见面。不知那小泥巴孩现在什么样了。林北跟着林向东在众多保镖护送下向其家中庄园赶去。坐在劳斯莱斯后座，林向东回想陈轩的话，依旧是满脸骄傲。儿啊，陈队长说你是超高级觉醒者，超高级到底有多高啊？大概3、4层楼那么高吧。林北拧着手里的魔方，头也不回地答道。啊，林向东还是很好奇，那你都有什么能力啊？嘘，那是最高机密，白小馒头告诉我，不能随便说出来。林北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哦，林向东点点头，心想要不要搞得这么神秘。豪车队一路驶进豪华庄园，在栋富丽堂皇别墅前，有位亭亭玉立少女，她身材窈窕，皮肤白皙，梳着双马尾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笑间眯成月牙状，模样很是可爱。表哥，我出来了哦。江姨对着劳斯莱斯挥了挥手，保镖拉开车门，林北走出来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对着江姨一顿打量，发现果然女大18变，曾经在水坑用泥巴堵大坝的泥巴孩，如今已经长成标准的大美女了。长高了，也长大了。小北，你还记得我不？旁边一位妇女满脸慈祥，她问出这个问题，似乎还有些紧张。林北瞥头一望，神色微怔了下，因为女人的长相与自己母亲有7分相像。二姨，哎，好久没见我外甥，都想死我了。女人重重答应一声，忍不住抱住林北，眼眶有些湿润。林向东同样感慨良多。行了，咱们进屋里说吧，外面风大，你看我这眼睛都进沙子了。如宫殿般的别墅内，装饰更为奢华。当年林向东建造这栋别墅，便花了整整30亿。姐夫，小北他现在没事了吧？二姨试探问，因为林北出车祸他也知道，并且还来看过。只不过林北昏迷几天几夜，一直不太清醒，身体上是无大碍了，但是脑袋受了些创伤，有时候不太灵光，不过医生说了，以后慢慢会好的。林向东解释道。哦。二姨点点头，神色有些担忧，因为他也看出来，刚一进屋子，林北便捧出一堆玩具，有塑料小人士兵、四驱车等，蹲在地上找他表妹玩。但他不知表妹已经长大了，不喜欢玩那些了。林向东微笑道，淑芬，但是你也别太担心，刚才异能局的陈队长说了，林北是超高级觉醒者，能力很强很强那种，我的病都是他治好的。啊！二姨淑芬顿时惊得合不拢嘴，她知道林向东得的是绝症，全世界都无法攻克的难题，林北能治得好。江姨正蹲在地上陪林北摆塑料小人士兵，此时听到大人讲话，也非常的惊讶。表哥，你是觉醒者？当然了，我可厉害着呢。林北毫不谦虚。真的假的？江姨对觉醒者很向往，因为在普通人中那是万中无一的存在，并且还有超能力。表哥，你的能力是什么啊？快给我展示展示呗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林北点了点头，竟然同意了。第26章，认识一下。旁边两位大人一听，立刻凝神关注起来。林北要展示觉醒能力了，尤其是林向东，心里非常好奇。
江怡水汪汪大眼睛里同样充满了期待。只见林北眼睛微眯，故作高深模样，然后缓缓伸出一根手指。看好了呀。江怡连连点头，目不转睛。旁边2位大人也是连眼睛都不眨。只见林北手指一晃，同时伸出第2根手指。变，快看，2根手指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静，寂静。林向东等人都沉默了，安静的空气中弥漫起一丝尴尬，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，林北脑子不太好使。哇，好神奇啊，表哥竟能变出2根手指，真厉害。他故作惊讶，心想，小时候你哄我，现在我来哄你。不是吧，伸出2根手指你不会吗？这你都看不出来，也太傻了吧，我逗你玩的，哈哈哈哈。林北坐到地上大笑，前仰后合。江怡、林向东也沉默了。淑芬沉默加1。可那个饭好像做好了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咱们吃饭去吧。林向东轻咳一声，打破尴尬。豪华庄园里，林向东请了很多5星级大厨，擅长各种菜系。由于二姨和表妹的到来，今天的午餐格外丰盛，摆了满满一桌子的珍馐美味。好吃，这菜可真好吃。江怡小脸鼓鼓的，依旧往嘴里塞着。林向东嘿嘿一笑，你要是喜欢，就在江东市多住几天，再姨父这吃够了再走。嘻，我想走也走不了了，因为我考上江东大学了，过2天就得去报到了。江怡明媚一笑，俏脸上有些骄傲。因为江东大学可是重点名校，具有100年历史，在全国也是排名前几的存在。哟，外甥女这么厉害，居然考上江东大学了。林向东也很意外。二姨点点头肯定道，江怡这丫头啊，学习还是挺用功的。儿子啊，你看看你表妹，再看看你。林向东一时间过于忘我，忘了林北脑子有问题，转头一看，发现林北正盯着自己，连忙道，算了，没什么，吃饭。哦，林北默不作声的吃饭。片刻后，林向东又对江怡说道，外甥女考上江东大学是好事啊，姨父肯定全力支持你。谢谢姨父。江东大学附近小区都是我开发的，其中还有别墅，你喜欢的话可以到那住去，我再派几个厨师专门给你做饭。你哥车库里还有不少超跑，以他现在的智商，基本已经告别跑车了，你挑几辆上学开着用去吧。林向东侃侃而谈，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妥妥的打造成小富婆形象。可江怡却连连摆手道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在学校住寝室，吃食堂就行了，主要是想好好感受下大学生活氛围，不想搞特殊化。也好。林向东点点头，明白过来，咱大外甥女是喜欢低调，不搞虚荣那一套，以免在学校遭人议论。此时林北却悠悠说道，谁说我告别超跑了？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着饭，在豪华庄园外面远远地停着辆吉普车，其中2男1女，驾驶位的男人戴着墨镜，收回望着庄园的目光。林北居然回家了，真是老天都帮我们忙。王哥，我觉得老大是瞧不起咱们，居然派咱们3个来抓一个智障。副驾驶精瘦男子不忿道，后座身材窈窕的女子穿着清凉。也不能那么说，林北虽然是第3小队最弱的，但保护他的人可不少。显然这3人是流亡组织派来的，从艺能局一路跟到庄园，并且盯梢1上午了。墨镜男思索道，老大的意思是不要声张，让我们悄悄地抓林北回去，这庄园保镖可不少，实在不行只能等到晚上再行动了。等下，王哥你看，有辆车开出来了。副驾驶精瘦男脖子伸得老长，仿佛出了壳的王八一样。3人一同望去，发现是一辆超跑，飞速从庄园驶出，副驾驶是位双马尾女孩，而开车的正是他们此次目标林北。咦，林北怎么出来了？不知道呀，快跟上！3人打起精神，连忙驾车跟在超跑后方。此时江怡小心脏砰砰直跳，他坐林北的车，十分害怕，声音有些颤抖，甚至带着哭腔。哥，你现在开车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害怕。没问题，保证把你安全送到游乐场。等等，刹车是哪个来着？江怡。2兄妹吃完饭，闲着没什么事，便决定去游乐场，回忆曾经童年时光。本来打算让司机送他们去，但林北执意要开超跑，结果江怡便舍命陪君子了。当然，游乐场位置也不远，就在庄园附近，这也是林向东投资开发的，就为了林北去玩方便。大约10分钟，林北便将车停在游乐场门口。江怡长舒一口气，感觉坐他的车比坐过山车还刺激。走吧，先吃个冰淇淋去。游乐场门口有很多小店。江怡明眸一闪，正有此意。说起吃冰淇淋，他可不害怕了。很快，2兄妹坐在一处遮阳伞下，盛了满满一大盒冰淇淋，里面还有各种新鲜果肉，酸酸甜甜，吃得不亦乐乎。周围人群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
哥，你都吃到脸上去了，慢点吃呀。江姨拿出纸巾，细心地帮林北擦嘴。高中毕业女学生细心照料不能自理老哥哥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阵阵香气扑鼻，一个妩媚女人坐到了两人身旁。她身材窈窕，穿着超短裙、露脐装，丰腰翘臀，非常性感。小哥哥，你长得好帅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林北转头望来，叮，系统扫描 B 级植物系觉醒者，能力可释放香气，迷惑心神，请宿主快快远离。系统机械音传来，但被林北日常忽视了。给着 GI 认识一下，可以啊，我最喜欢交朋友了。第27章打麻将呢。女人听其答应，嘴角轻扬起一抹笑容。她正想用个美人计来找林北搭讪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把他拐走。呵，果然是个傻子，这么轻易就得手。江一明眸来回望了望，以林北的长相，有人来搭讪倒也正常。但是他是和自己来游乐场玩的呀。表哥，你这妹啊，你先自己回去吧，哥和他交个朋友。林北微笑说道。回去？江一顿时有些发懵，刚到游乐场门口，还没进去呢，就让自己回去。不得不说，有点重色轻妹。关键我回去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江一对他有点不放心。林北却摆了摆手，没事没事，你快回去吧。如果有人问你，就说我和朋友去玩了。哦，那好吧。江一站起身，一步三回头，见林北确实没什么事情，便自己先回去了。旁边女人见此，顿时更加得意，这是把后事都交代好了呀，完全不用自己操心，自己往套里钻。她准备先将林北控制住，心念一动间，一股气体从指尖发出，这是她的能力，可以迷惑人的神智。咦，好香啊！林北鼻翼吸了吸，叮，系统检测到迷幻气体，已为宿主自动隔离。女人嘴角翘得更高了，看着林北吸入迷幻气体，马上就要被自己控制住。跟我走吧。女子从座位上站起，林北目光扫视，见其穿着露脐装、超短裙，翘臀圆滚滚的，于是一巴掌便拍了上去。啪！你！女人眼眸瞪起，居然拍我屁股！但现在周围人多眼杂，她为了自己的大计，也只好强忍下去，没有爆发，就让她先占点便宜。叮！嘿嘿嘿，本童想知道手感如何？还行吧，比陈大西瓜的手感差了点。林北自顾自嘀咕道。女人顿时满头黑线，占老娘便宜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说不如别人，老娘哪里不如别人？快点跟我走！他继续传达指令。去哪？林北盯着他问。女人奇怪，难道没被自己气体迷惑？不应该啊。他皱眉之间又释放出大量迷幻气体，可林北直勾勾盯着他，就像没事人一样，怎么会对他不管用？女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但转念一想，可能因为林北是个智障，原本就没有神智，所以迷惑不了。他不得不继续装下去。走啊，姐姐带你去别处玩啊，咱们找个人少的地方。玩什么？林北问。女人眼神妩媚，扭动了下一身姿。你想玩什么，姐姐就陪你玩什么。我想。林北目光扫量着，然后很快想到，我想玩玩具，玩玩具去咯。因为在冰淇淋店旁边就有个玩具小摊。林北不假思索地跑了过去，都没再看女人一眼。这女人银牙紧咬，双拳紧握，顿时被气得不轻。难道我还不如玩具好玩？但她为了任务，也不得不忍下去，径直走到小摊旁，陪着林北看玩具。上面有塑料手枪、各种型号滋水枪、各种形状的气球以及玩偶等。林北拿起个飞机模型，不断的来回比划，呼呼呼，起飞。女人见状，实在忍无可忍了。你喜欢什么，咱都买下来，然后我陪你到别处玩去。你给我买吗？买。都买吗？都买。女人紧握双拳，连连答应。作为一个杀人无数的组织成员，此时竟然像哄孩子似的，实在有失风度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给林北买这么多玩具，是他犯的最大错误。林北给乐得合不拢嘴，见自己喜欢的玩具就拿，左手怀里抱着个玩偶，右手抓着5、6个形态各异的气球，腰上别着塑料手枪，可谓是收获颇丰。好了，现在玩具买完了，可以和我走了吧？女子沉着脸道。等一下，你还想干嘛？我想尿尿。女人折腾了半天，林北终于完事了。女人此时身心疲惫，已经有种想骂娘的冲动。好在林北终于跟在她后面，向远处吉普车走去，脱离喧闹人群，周围安静下来。你怎么这么久啊，才把林北带来？副驾驶经受男脖子伸出车窗外。叮，系统扫描 B 级觉醒者，兽魂系乌龟，能力防御力较强。趁现在附近没人，快把他带上车来。驾驶位墨镜男连忙道。叮，系统扫描
A 级觉醒者，昆虫系螳螂，能力利刃攻击。叮！检测到几人对宿主不怀好意，本统建议算了，不提也罢。你们还嫌慢？下次你们自己去，老娘可不去了。女人神情不忿，她拉开车门，想要将林北拽上去，但没想到林北很主动，自己一屁股坐在车里。由于拿着5、6个气球堆满了身体，就露出个小脑袋。哟呵，看来真是个傻子，自己往车里钻。我就说这个任务太简单，完全彰显不出我的实力。精瘦男子咧嘴笑道。墨镜男同样笑道：小薇，你还给他买这么多玩具，挺惯着他的吗？少废话了，你以为我愿意买啊？快去问问，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提起这事，女人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墨镜男说道：我早就问完了，老大交代，抓到林北以后，直接给第3小队打电话，看看那几只虫子到底有什么本事。现在就打，最好急死他们。女子恶狠狠说道。此时，墨镜男掏出手机，拨通了第3小队陈勋的电话。只听对面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。喂，谁啊？我这打麻将呢，您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先挂了哈。第28章，惨目人睹。哎呦，还想挂我电话？不知道你们人在我手上吗？墨镜男嘴角微翘。林北被我绑架了，劝你好自为之。林北被绑架了？陈轩转念一想，居然连林北都敢绑，以林北的实力，绑架他不是找死吗？于是也没当回事。哦，那你就先绑着吧，我有事，忙完再聊。杠上开花。糊了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嘟嘟嘟。听着电话里的声音，墨镜男笑容僵住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第3小队那些人急坏了吧？哈哈。旁边精瘦男子笑道：哼，咱们可以慢慢和他们玩。后方女子抱起肩膀。墨镜男嘴角一阵抽搐，好像玩不了了。陈轩说让咱们先绑着吧，他表示根本不在乎，而且还糊了个杠上开花。啥？两人表情惊讶。不在乎？墨镜男说道。难道他们不重视林北？这不应该吧，不像异能局的作风呀。女人更是怒气横生，自己折腾半天，受一肚子气才把林北弄过来，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。嘿嘿嘿嘿。林北自顾自玩着气球，并发出一阵笑声。女子顿时忍不了，不行，得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异能局不是不在乎吗？我先卸掉他一条胳膊。唰！女子摸索间竟抽出一柄银亮亮的匕首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是不是想扎我气球？林北转过头来，一脸防范之色。女子脸被气得通红。扎你气球？你现在被我们绑架了，我先卸你一条胳膊。我被绑架了？此时的林北好像幡然醒悟，原来自己被绑架了，多大点事？还以为他要扎我气球呢。于是林北摸向腰间，拔出了塑料玩具手枪。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。前方2名男子见状，脸色同样阴沉下来，原本就不爽，哪有心情陪他玩？小薇，待会把他舌头也割下来，我看他怎么说话。精瘦男说道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小薇脸上露出残忍之意，已经对林北忍无可忍了。当然，3人对他的玩具手枪完全没在乎。叮！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。轰！林北已经扣动扳机，顿时一道火舌喷出，直接炸在了小薇胸膛。爆裂之枪强大威力，直接将其前胸炸出个大窟窿。咔嚓嚓，四周车玻璃都被震碎，鲜血迸溅在车后座，到处都是，甚至还有碎裂的内脏。小薇依旧举着匕首，但面容一惊凝住了，她满脸不可思议，缓缓低下头，发现胸前有个大窟窿，甚至可以看见跳动越发微弱的心脏。扑通，她整个人倒了下去，双眸依旧瞪得老大，死不瞑目。即便到死，小薇也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自己竟然会死在自己给她买的玩具上。前方2男怔怔看着这一幕，也都懵住了。什么情况？小薇真的被打死了？不对，这家伙有问题，快干掉他！墨镜男说道。给！林北脸颊染血，露出个病娇的笑容，抬起玩具手枪，再次扣动扳机。轰！又是一声枪响，整个车盖都被掀开了。墨镜男飞身一跃，躲出了车外，而精瘦男身体泛起一阵绿光，形成片片龟甲，挡住爆裂枪的威力。咦？林北凝望，发现居然伤不了他，当然问题也不大。叮！系统再次强化，玩具手枪成为爆裂加穿透之枪。林北对准精瘦男，又一次扣动扳机。砰！随着一声尖锐爆鸣声，一道火光竟直接穿透男子龟甲防御，炸在了他左肩上。强大的威力使其半个身子都被轰碎，只剩另半身还算完整，简称半身不遂。男子同样瞪着双眼，死不瞑目地倒了下去。
这是什么鬼？墨镜男都要崩溃了，头皮发麻。一把玩具手枪在林北手里竟有如此威力，这是第3小队最弱的。他现在才发现情报有误，看着2个残缺不堪、死状极为凄惨的队友，墨镜男一股凉意直冲心头，赶紧逃吧，现在保命要紧。他心中念叨着，两腿一蹬间便跳出5-6米远。由于是螳螂觉醒者，等级还是 A 级，所以速度很快，在林北一愣神的功夫便已逃出数十米远。当然问题依旧不大。叮，系统再次强化，玩具手枪变成爆裂加穿透加追踪之枪。林北扣动扳机，一道火光竟追着墨镜男打去。啊！墨镜男彻底懵逼了，这也行？但火光速度极快，转瞬间便轰在他后背上。墨镜男惊讶表情定格于此，他身上也被轰穿个大窟窿，内脏直流，轰然倒地。林北满意的将手枪收起，这场战斗结束了，周围满地都是狼藉，残肢碎肉，鲜血横流，巨大的爆裂声当然也吸引到了周围群众。啊！死人了！哦，这也太惨了吧，好恶心啊！我好害怕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报警，快报警，找异能局的人来。很快第3小队便接到报警，说是游乐场门前不远发生了命案，恰好那片区域在他们管辖范围内。这下陈轩的麻将打不了了，因为出了命案，他们必须前去查看。没过一会，陈轩便带人来到现场，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子血腥味。四周围观观众不少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，都让一让，让一让。陈轩向前走去，片刻之后，他便看见一个青年，右手拿着气球，左手搂着个熊猫玩偶。咦，林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被绑架了。林北重重说道。陈轩好奇问，绑架你的人呢？后面。林北指了指满地狼藉的战场。陈轩抬眼一望，很快便发现残破不堪的尸体，断肢与鲜血混合着，死得简直惨不忍睹。这叫被绑架了吗？第29章，你回家吧。陈轩之前确实接到个电话，说林北被绑架，现在看来，这些尸体就是他们的了。啧，你说这好端端的，非要惹他干嘛？陈轩心里嘀咕着，笑呵呵对林北道：没事，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好。那我回家找我表妹玩去了。林北说道。陈轩连忙客气问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？不用，我自己开超跑来的。林北指了指远处炫酷超跑，他当然不是在炫耀车，而是在炫耀自己能开超跑。陈轩对其竖起大拇指，表示深深的佩服。游乐场门口的命案的事很快就在网上发酵了，有不少人拍成小视频发在抖音上，江东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争相报道。震惊，2男1女惨死在游乐场门口，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游乐场门口发出爆炸声，2男1女惨死当场，背后的原因让人深思。游乐场命案究竟是人祸还是天灾？让我们一起探索隐藏的真相。黑暗的房间中，一位青年看着报道，鼻子都快气歪了。旁边站立的心腹此时也沉默当场。说吧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青年强忍着怒意。这个我也不知道啊。下属哭丧着脸。之前青年刚要给墨镜男打电话询问事情进展情况，结果拨通号码，电视上就出现了报道，人死了。有些电话打着打着，人先挂了。青年心中怒火难消，不是说林北是最弱的吗？为什么派出去3个人都死掉了？我觉得吧，一定是有人暗中保护他，毕竟林北是个智障，肯定没这个本事。下属认真分析。青年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难道还有其他人敢和我们作对？大人，看报道的现场如此惨烈，他们一定是经历了场恶战，对手实力不弱呀。哼，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，直接发出黑暗悬赏令，悬赏10个亿，拿下林北的人头，我看他还能否护得住。青年愤然说道。来了一波与空气斗智斗勇。黑暗悬赏令已经不仅是流亡组织，全世界各地的杀手都可以领取悬赏任务。10个亿。下属听闻眼睛瞪起，他自己都有点心动了。要不然我自己去吧。林北回到家，电视报道也跟着出来了。表妹江怡瞪大了眼，游乐场发生惨案了。哥，你在哪看见了没？我看见了。林北玩着小汽车，头也不抬的道。呼！江怡拍了拍胸口，感觉好吓人呀。自己一走就发生了命案，还挺巧的。林北抬起头，你还去不去游乐场玩了？不去了。江怡连忙摇头，刚发生惨案的地他可不敢去。林北脑袋凑了过来，那咱们去哪玩啊？去个人多的地方吧。江怡看看表，发现才下午3点，时间还早，倒是可以出去逛逛。咱们去街里逛商场怎么样？那人多也热闹。江怡觉得
街里安全一些。而且身为女孩子，对逛街情有独钟。林北点点头，行啊行啊，只要不在家，去哪都行。二人商量完，便打算重新出门了。临走之前，林向东还给了他们100万零花钱，随便花。原本林向东想派点保镖跟着他们，但被林北果断拒绝了。他讨厌那些黑衣智障。时到傍晚，忙碌一天的人们都下班了，江东市格外繁华，街道上人流涌动，熙熙攘攘。两旁的摩天大厦在夕阳映射下一片金碧辉煌。两兄妹舔着手里的棉花糖，走进一座大型商场，里面宽敞明亮，各种高档店铺柜台珠光宝气，有卖名表的，有卖金银珠宝的。哥，快看，这个珍珠项链好漂亮！江怡明眸闪闪。林北对此并不感兴趣，因为项链又不能玩。不过这个倒是可以把珍珠拆下来当玻璃球弹，把它装起来，我买了。林北大气说道。啊！旁边服务员都是一怔，原本看两兄妹年纪不大，以为就是随便转转，没想到直接就要项链。先生，这个的价钱是10.888，刷我的卡。钱对林北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，不管多少，直接刷卡就可以了。哥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不用那么破费。江怡心中非常感动。林北完全不在乎，没事，等到时候把珍珠拆下来当玻璃球，咱们一起玩。啥？江怡一脸黑人问号。珠宝店服务员正包装着项链，门口处一伙人走了进来。大哥，那个就是任务目标。为首大汉摇晃着脑袋，四处观察一圈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顺道抢个珠宝店。嘿嘿，大哥英明。几人脸上都露出残忍的笑。叮！系统扫描发现 C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蚕蛹，能力吐丝束缚。系统声音响起。林北转头一看，果然发现有个人摇头晃脑地走过来，在其身后还跟着4位大汉，不过只是普通人。叮！检测到几人不怀好意，请宿主随意。C 级觉醒者。林北掰着手指查了查，发现还不如陈轩他们等级高，真是弱的少见啊。江怡满脸微笑，从服务员手中接过包好的项链，客气道了声谢，然后转头问道：哥，项链买完了，咱们还去哪啊？要不你先回家吧。林北忽然道。江怡顿时神情一怔，今天在游乐场时候就把自己撵回去了，现在刚到商场没5分钟，又说让自己回去，是自己不受待见吗？那我走。第30章被救。都别动，打劫！就在江怡自我怀疑的时候，屋内传出一声暴喝，咔咔咔！几名大汉掏出手枪，已将子弹上了膛。啊！救命啊！快跑啊！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了！屋里人群顿时慌乱起来。江怡俏脸发苦，说好的街里安全呢？怎么又遇到抢劫的了？双手抱头，都给老子蹲下！大汉恶狠狠吼道。人们不敢反抗，皆战战兢兢蹲在地上，唯独林北依旧站在那里。嘿嘿嘿嘿，枪站好啊！哥，你快蹲下啊！江怡拽了拽林北裤腿，心中担忧不已。但林北无动于衷，反而从兜里掏出玩具塑料手枪。你这……江怡心中更急了，现在不是玩游戏啊，会没命的。几名大汉砸开柜台，开始抢珠宝，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显然是惯犯了。但为首之人没和伙伴行动，目光望向林北，看来情报无误，果然是个傻子呀，这钱简直太好赚了。他现在开始庆幸，幸好自己来得早，不然这钱就被别人捡了去。去死吧你！他摇晃着脑袋，张嘴一吐，无数白色丝线喷出，仿佛利剑一般。哟呵，厉害厉害，不愧是蚕蛹。林北觉得新奇，抬起塑料手枪就要打。叮！系统强化，等等，小心！系统声音没说完，便有阵娇喝声传来。林北只觉一阵香风扑鼻，有位女子将扑倒在地上，那些锋利丝线恰好从其头顶飞过。哎呦！林北痛呼一声，被坚硬地砖磕了下，但他的前半身却异常的柔软，尤其是有2坨不知什么东西。林北转头一看，有个女孩正趴在他身上，皮肤白皙，侧颜精致无瑕。女孩偏着头，谨慎盯着大汉，但很快他感觉有些不对。你的手放在哪呢？你压到我了呀！林北一只魔爪已经扣在其胸前。女孩眉头拧起，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。她翻身而起，动作敏捷，直奔几名大汉冲去。找死！几名凶徒毫不客气地扣动扳机，砰砰砰！可只见女孩单臂一挥，竟有道锋刃席卷而出，将子弹原路反弹回去。瞬间，开枪几人被子弹击中，直接倒地身亡了。觉醒者，叮！系统扫描 B 级兽魂系觉醒者，鸡能力
锋刃击。林北感觉怪怪的，此时为首大汉眉头拧起，没想到好巧不巧，竟然遇到了觉醒者。他再次张开嘴，无数丝线向其喷发而出，但女孩速度极快，直接闪身躲过，并且伸出五指，一把扣住大汉喉咙。可嗨嗨 ，you！ 大汉差点被自己的丝线呛吐了。下一刻，女孩手指发力，咔吧，大汉脖梗断裂，脖子一歪，死了过去。他等级太低，根本不是女孩对手，而且一股淡淡的红色能量缓缓从大汉身体流出，进入了女孩手心中。鸡吃蚕蛹，专业对口，他可以吞噬大汉的灵魂力量。周围人群呆呆看着这一幕，显然被女孩身手惊住了，太猛了，几下便解决掉凶悍匪徒。大家不要怕，我是异能局第2小队队长叶灵，歹徒已经被我击杀，你们现在安全了。哇，异能局的人呀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，谢谢你。人们道着谢向门外走去，离开案发现场。林北撇了撇嘴，觉得有些扫兴，啥也没玩上，还被地砖磕了一下。喂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不知道说声谢谢吗？叶灵抱起肩膀，皱眉看着林北，我用你救了吗？林北回问道。叶灵当即不忿起来，你这人也太不识好歹了吧，刚才要是没有我，你就死翘翘了。哼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枪速度。林北不屑道，就凭你那把枪？叶灵望向其手中塑料枪，完全是儿童玩具，真枪都打不死觉醒者，你那破枪能打谁？对不起，我哥他脑子有点问题，你千万别和他计较。江怡连忙过来打圆场。哦，我说呢，怪不得。叶灵似乎明白过来，正常成年人谁会拿个玩具枪？林北却开口说道，我是异能局林主任，你一个队长，没有我官大，所以得听我指挥。噗！叶灵直接笑了，异能局只有个李主任，哪有林主任？但考虑到他脑子有问题，所以干脆没计较。算了，带你哥回去吧，记得好好照顾他。好的，谢谢叶姐姐。江怡连忙点头道谢，并拉住林北的胳膊，走，哥，咱们快回家吧，在这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那歹徒很弱的，我一枪就能打死他。还有我真是异能局的主任，不骗人。是，我信你还不行，快走吧。江怡拉着林北走出门外，声音越来越远。叶灵望着两兄妹离去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自己就白让他摸了。离开商场之后，江怡依旧非常后怕，尤其是自己表哥，差一点就命丧黄泉了。哥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感谢下叶灵姐姐，改名做个锦旗什么的，给人家送去。给他们送锦旗好玩吗？林北思索起来。好玩，可好玩了。江怡连连点头，就明天吧，我带着你，咱们一起送去，毕竟人家救了咱俩的命嘛。你开心就好。林北摊了摊手，表示对此根本不在乎。回想今天发生的事，江怡觉得有些古怪，因为在游乐场时候，林北让他回家，然后立刻发生命案，刚刚在商场里也是同样如此。他很快就联想到什么，心里猜测林北的能力应该是可以预知危险，否则怎么会这样巧呢？第31章求援电话。第二天，江怡真的托人做了枚锦旗，红色旗帜上金线绣着4个大字：安全卫士，寓意保卫人民安全，正义之士。只不过有点像杀毒软件的名字。哥，走吧，咱们给他们送去。江怡迫不及待道。好。林北没拒绝，就当是出去溜达玩了。司机开着劳斯莱斯，将兄妹2人送到异能局。这里的人林北都很熟了，根本都没询问，便放2人进去。咦，林北，你怎么来了？接待室里，白琼恰好将其看到。没什么，我们要送锦旗。送锦旗？白琼顿时有点懵，转头一看，发现位青春靓丽的女孩手里确实拿着枚锦旗，上面写着安全卫士。你等等，我还是找陈队长吧。白琼感觉这可是件大事啊，不知林北又要做哪门子妖。很快，陈轩问讯赶来，顿时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。林主任，大可不必。您给我们送什么锦旗？我们不是给你送的，是送给第2小队队长叶灵姐姐的。江怡在旁边甜甜说道。陈轩面色一黑，略显尴尬。他和叶灵作为队长属于平级竞争关系，给他送就更没必要了吧？有必要呀，叶灵姐姐昨天救了我和我哥的命，我们当然得谢谢她了。江怡神色认真说道。陈轩和白琼等人听闻，顿时感觉更不对劲了。叶灵救了林北的命？几人面面相觑，对此表示怀疑。因为叶灵和他们一样，都是 B 级觉醒者，身为同事多年，实力怎样也都了解。就算10个叶灵，也不会是林北的对手，所以他怎么会救林北的命呢？哪里搞错了吧？没有啊。江怡把昨晚珠宝店事和他们简单叙述了一下。陈轩似乎明白过来，
林北可能是没展露实力，可是你要送锦旗的话，得等一会，因为叶灵外出执行任务了。陈轩开口说道。江怡点点头，行，那就等一会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。走，表妹，带你玩去。林北对这里是轻车熟路，拉着她来到自己之前住的房间，里面摆着满地玩具、玩偶，甚至还有小型滑梯、小火车等，简直就是迷你型儿童乐园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主任办公室。林北介绍道。啊，好。江怡正点头。在这里可以随便玩。林北跳到大床上，指着床头蓝色按钮道：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按这个按钮就行了。啪叽，林北做个示范，直接按了下去。不一会，门口传来噔噔噔脚步声。陈大西瓜穿着白大褂，戴着圆框眼镜，连忙推门走了进来。林北，你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按你过来玩。林北摇头道。陈大西瓜无语，心想他不是回家了吗？才消停2天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还在搞科研呢，哪有时间陪你玩？切，小妾。林北白眼瞄了瞄。此时门框处探出半个圆脑袋，一只眼睛斜视，另一只眼睛盯向屋里的江怡。咦，来了个大美女啊！周聪肥肉抖动着跑进来。我来和你们玩，嘿嘿。妹啊，他是个傻子，咱不和他玩。林北见周聪一只眼直直盯着妹妹，满脸防范叮嘱道。江怡来回看了看，来异能局之前还以为是个非常严肃地方，没想到里面居然如此热闹。他们在休息区玩闹着，外面的白琼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。陈队长，第2小队遇见遭遇 A 级新型变异兽，现在向我们紧急求援。啥？旁边的陈轩眼睛一眯，以前的时候都是他向别人求援，甚至一天求好几次，可以说毫无颜面。最近他们第3小队破获不少大案，混得风生水起，终于有人向他们求援了。好，没想到我陈轩也有今天，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，而且今天林北也在，恰好要给叶灵送锦旗。陈轩心里琢磨着，干脆拉着他去救援，这不是一箭双雕吗？快，先把林北请过来，就说有热闹看。哦，好。白琼当然明白他什么意思。不一会，林北悠悠走过来，眼眸四处打量。热闹在哪呢？嘿嘿嘿，林主任，叶灵在外面被只 A 级猩猩变异兽给揍了。陈轩连忙道。这个不错。林北思索着点点头，甚至已经脑补出一只大猩猩正暴揍叶灵的画面。陈轩已经找到和他的沟通方法，他正求咱们帮忙呢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再说，您不是说给他送锦旗吗？行，那走吧。林北很爽快，其他都是次要的，关键得去看看叶灵被揍成什么样了。于是，陈轩也不敢耽搁，连忙和林北出门。这次行动只有他们2人，因为陈轩觉得带白琼他们也没用，而且是求援，又不是自家的事，没必要全队出击。在临行前，林北对表妹说道：你先回家吧，别跟周聪那傻子玩了，影响智商。锦旗给我，我帮你给叶灵送去。好。江怡现在学会听话了，让他回家他就回家，根本不多问一句废话。那你见到叶灵姐姐的时候，可要说点好话，好好感谢人家啊。好，你就赶紧回去吧。林北不耐驱赶道。他目送着妹妹坐上劳斯莱斯后座，在几名保镖护送下，从异能局门口开走，驶入街道车流中。随后，转身坐上陈轩吉普车副驾驶，像川剧变脸似的，表情忽然兴奋起来。走，咱们去看叶灵挨揍。第32章，安全卫士。陈轩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吉普车开得飞快，没过多久，便到了事发地点。此时群众已经被疏散，宽阔街道上有几辆被踩扁的小轿车，玻璃碎裂满地，有的还冒着火焰。街旁的大厦上同样满目狼藉，甚至墙壁处出现蛛网状裂痕，显然是被一拳砸出来的。吼！只听一声巨吼响起，街道轰隆隆巨震。一头3-4米高的大猩猩正在狂奔，它浑身肌肉虬结，壮硕无比，单手拎起辆轿车，便向阻拦他的人砸去，动作迅捷至极。哇，好大一只猩猩！林北瞪眼盯着前方，坐在吉普副驾感叹。而被猩猩砸那人，正是第2小队的叶灵。此时他制服破破烂烂，身上到处都是划伤痕迹，俏脸上也布满灰尘，模样略显狼狈。见小轿车砸来，连忙侧翻躲闪，咔嚓，小轿车撞在水泥路上，翻滚几圈，零件四飞五散。队长，你没事吧？一名男队员连忙将叶灵扶起，他同样满身伤痕。吼！大猩猩嘶吼一声，双手捶胸，轰隆作响，向他们示威。看着不可一世的大猩猩，叶灵面色急切。我不是让你请求增援了吗？怎么还没人来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快要坚持不住了。应该快来了吧？我也不知道呀。
男人宛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因为其余队友已经重伤倒在废墟里，现在只有他俩具有行动能力，勉强可与大猩猩周旋。你向哪个小队请求的增援？叶灵皱眉问。男人连忙答道：第3小队啊，接电话的是白琼。第3小队？叶灵嘀咕一句，莫名觉得有些不靠谱。而且他们也太没效率了吧，到现在还不来。其实林北和陈轩早都来了，此时正在后方吉普车上观察情况。说话之际，大猩猩可不给他们机会，抬起拳头向两人砸来，那巨大力量宛如泰山压顶一般。快闪！叶灵娇喝一声，带着队友向旁边扑去。轰！猩猩巨拳落地，水泥地面塌陷，沙石纷飞，龟裂痕迹迅速蔓延。而叶灵受到周围震荡之力，被击飞出去，在马路上翻滚好几圈，才终于停了下来。他只觉浑身骨头都散架了，剧痛无比，肺部如破风箱般剧烈的喘息。他刚要用出最后力气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但忽然2道人影出现在他头顶。咦？叶灵躺在地上，由于阳光有些刺眼，他眯起眸子向上凝望。你们是？我们来看你，欧布来增援的，先起来吧。陈轩伸出手，将其从地上拉起。此时叶灵将其认出来，心中涌上一丝喜意。陈队长，你们可算来了。叶队长，放心吧，一切有我，保证没问题。陈轩开始装起来，可叶灵转头一望，发现有位青年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并且觉得十分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林北同样对其打量一番，见他灰头土脸，头发凌乱，模样狼狈万分。叶母鸡，你被打得够惨呀，本主任差点没认出来。啊，你？叶灵眉头皱起。叶母鸡，他的觉醒兽魂是鸡，所以林北张口就来。你是昨天在珠宝店那个？叶灵当即认出，没错，听说你被揍了，我特意过来看看。林北说道。叶灵想起这家伙脑子有问题，现在这个紧急时刻没空和他计较，转头望向陈轩。陈队长，你其他的队员呢？都在局里呢，来救援的只有我们俩。陈轩摊手道。就你们2个？叶灵张大了嘴，他知道陈轩实力 B 级昆虫系，几乎没啥能力，弱的一批，根本不是大猩猩对手。转头再看看旁边的林北，顿时更是无语。陈队长，我请求增援，你带他来干什么？叶灵都快抓狂了。陈轩却摆了摆手，有我们林主任在，解决 A 级变异兽轻而易举。林主任？叶灵觉得自己世界观都快崩塌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什么？他知道林北脑子有问题，莫非把陈轩也给传染了？女人，这次不要影响我拔枪的速度。林北伸手在裤兜里掏了掏，又摸出那把叶灵熟悉的塑料玩具手枪，举步向大猩猩走去。叶灵袖手一拍额头，已经没眼看下去，心中彻底绝望了。死就死吧！大猩猩4脚着地，2只前臂肌肉如小山般隆起，红色胸瞳一瞪，发现竟然有人向自己走来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，奉劝你赶紧投降，不要不识抬举。林北举起玩具手枪，直接对准了他。叶灵见这一幕，整个人都骂了。大猩猩红瞳微眯，这个愚蠢的人类居然向自己挑衅，他顿时忍无可忍，抬起硕大拳头对准林北砸了过去。叮！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强化为爆裂之枪。轰！林北扣动扳机，汹涌火舌立即喷涌而出，发出一声震天巨响。只见火光爆开，大猩猩半条手臂都被炸得稀巴烂，骨骼与碎肉纷飞。嗷！大猩猩痛吼一声，表情狰狞扭曲。你太吵了！林北又对准他的头颅，再次扣动玩具手枪。轰！爆鸣声过后，兽吼之音也消失了，因为大猩猩头颅直接炸裂开来，那健硕身躯也随之轰然倒地，整个世界彻底安静了。旁边的叶灵看着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没看错吧？难道我也变傻了？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凶猛的 A 级变异兽居然真的被林北用玩具手枪打死了。好，不愧是林主任，果然厉害啊！陈轩鼓着掌，满脸笑嘻嘻的上前迎接林北。不过林北却将其一把推开了。他想起一件事，径直走到依旧愣神的叶灵身边，然后拿出一枚锦旗，塞到叶灵怀里。这是我妹妹给你的，说是要好好谢谢你，救了我们一命。叶灵缓缓低下头，只见锦旗上有4个金色大字：安全卫士。第33章顶级伪装。叶灵眼睛瞪得老大，直勾勾盯着那4个字，忽然觉得他好像在羞辱自己，因为林北实在太强了，解决 A 级变异兽丝毫不费力，这样的人根本不用自己救。叶灵已经知道2人间的差距，原本
以为林北只是个傻子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不是一般的傻子。这锦旗就没必要送我了吧？我还得谢谢你们帮忙呢。叶灵说道。林北摆了摆手，我表妹送你的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一路我都拿累了。哦，好吧。叶灵点点头，觉得他拿累了是重点。而一旁的陈轩转头望去，发现大猩猩尸体旁焦糊碎肉中，隐隐有抹红光闪烁。咦，那是？他连忙走过去，也顾不上恶心，直接将手伸进碎肉中，掏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红色晶体。这有一枚魂晶，对于他来说，这东西非常少见。记得上一次，还是林北干掉张安康，从其脑袋中掏一颗，不过被林北吸收了。叶灵连忙凑了过来。哇 ，A 级变异兽的魂晶啊，好纯净啊！可惜啊，我们都吸收不了。是啊。陈轩也颇为遗憾，因为他们两个等级太低，而且一个是昆虫系，一个是兽魂姬，都无法吸收 A 级大猩猩的灵魂之力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咱们是用不上了，估计很高级的兽魂觉醒者才能将其吸收吧。叶灵眼巴巴道，暗想如果这是个昆虫系的就好了。很高级，兽魂觉醒，这句话倒是提醒了陈轩。哎，林主任，要不你来试试吧？行啊行啊。林北只是觉得好玩，一把将魂晶抓起，但霎时间，其中红色能量开始流淌，缓缓进入林北体内。一息不到，魂晶能量耗尽，化成一把粉末。林北挥手一扬，飞喽！碎末在阳光照射下，星光点点，随风飘散。果然，林北可以。陈轩心中默默呢喃着。不过此时的叶灵又看得呆傻了，他竟能吸收极大猩猩魂晶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是 S 级兽魂觉醒者？ S 级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呀。林北心不在焉地说道。陈轩连忙说，叶队长，林北的确是很高级的觉醒者，既然你已经看见了，还请你将此事保密。哦，我明白，请陈队长放心。叶灵知道其中利害关系，猛兽潜藏在暗处才是完美的狩猎者，若摆到明面上就会沦为猎物。随即一众人赶来打扫战场，拯救伤员，熙熙攘攘忙碌起来。陈轩开着车带着林北和叶灵返回异能局。车后座，叶灵望向玩玩具手枪的林北，心情依旧无法平静。如果不是今天发生的事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眼前这个有点呆傻的人竟是高级兽魂觉醒者。难道这就是猛兽的顶级伪装？在自然界中，有很多生物善于隐匿，例如变色龙可以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，猎豹会匍匐在树荫下混淆猎物的视线，而高级的兽魂觉醒者也可能具有独特的伪装技能。林北一定是装的。叶灵心中断定。陈队长，林北的脑子一直都这样吗？不，他爸说是出车祸撞的。陈轩头也不回说道。啊？叶灵神情诧异，难道自己分析错了？那他有没有清醒时候啊？有啊，在他处于觉醒状态时候，脑子会变清醒。陈轩也不隐瞒了。叶灵心中更加好奇，他知道有些觉醒者平时很清醒，但觉醒状态下就会失去理智，变得狂暴。但林北这种还是第一次见，平时很迷糊，觉醒时候才清醒。陈队长，咱们总部有种仪器叫做虚拟幻象，可以模拟出强大怪物，欺骗大脑进入危机状态，从而让人快速觉醒。叶灵开口说道。因为人在危机时刻可以爆发出无穷潜力，当初叶灵就是遇到劫匪，欲对其施暴，在紧急关头，他觉醒出了能力，将劫匪干掉，后来便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异能局。算了吧，叶队长，我觉得林北这样就挺好的。陈轩当然明白叶灵的意思，是想用仪器刺激林北，让其进入觉醒状态，从而保持清醒下去。但是陈轩不想唤醒林北内心深处的东西，因为只有见过的人才知道那有多恐怖。当时林北手撕了张安康，随便一捏便捏碎了他的脑袋，场面凶残至极。现在想想依旧后怕不已。叶母鸡，你不是可以吞噬昆虫系吗？陈轩也是昆虫系，你咋不吞噬他呢？林北转头问道。叶灵无语，我们是同事啊，怎么能自相残杀呢？还有你能不能别叫我叶母鸡，也太难听了吧。好的，叶母鸡。林北点点头道。这个世界上虽然陆续出现觉醒者，但依旧有着规则和秩序，人们遵循着这些秩序，不会自相残杀，当然某一类人除外。林北想了想，又说道。叶母鸡，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？能啊，你问。叶灵心中很无奈。林北眼睛盯着他。你会下蛋吗？此时的异能局里来了2位西装革履的青年，李主任带着大大小小领导，神色恭敬地接待着。2位不知从总部到这来，因为什么事啊？最近各地都发生了吸血鬼感染事件，我听说咱们局里也有人被吸血鬼咬过，请问是哪一位？
青年字正腔圆说道。李主任连忙回头问：谁啊谁啊？咱们局里谁被吸血鬼咬过？好像是我吧。边明俊怯怯举手道，因为之前和林北找赵文成的时候，确实被吸血鬼咬了一口。平日里没事和人吹牛逼，便把此事传了出去。今天总部派2人来，特意询问此事，所以他心里发虚。同志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只是想问一下，你被咬了以后是怎么去除感染的？青年态度认真。边明俊仔细回忆一下，吃大蒜呀。第34章，吃大蒜呀。吃大蒜？青年显然怔了一下，吃大蒜就可以驱除吸血鬼的感染？对啊，我那天就是吃大蒜好的。边明俊非常肯定道。青年想了想，连忙对同伴道：快，给沈家打电话，让他们现在就给家主吃大蒜。好的，陈哥。另一人连忙拨通手机。片刻之后，陈哥，沈家说已经给沈老爷子吃20斤大蒜了，毫无效果呀，而且沈老爷子变异了。旁边人焦急道。陈华眉头皱起，早就觉得吃大蒜不靠谱。边明俊直挠头，领导，我可没骗你，反正我就是吃大蒜吃好的，这个我证明，当时还弄了一车的味儿呢，差点没呛死我。白小馒头说道。陈华觉得此事有些蹊跷，吃大蒜这个方法是谁告诉你的？林主任林北啊，他的法子可灵了。边明俊依旧坚信不疑。李主任连忙解释，林北就是上次治好人脸肉瘤那个，他虽然脑子不太好使，但确实有点本事。陈华点点头，除了吸血鬼的事，他就是为林北来的。早听说他有奇特能力，所以亲身来此看一看。林北现在在哪里？他出去帮忙对付 A 级变异兽了，要不我给陈队打个电话问问吧，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。白琼刚一摸出手机，会议室门便被推开了。我们凯旋了，哈哈哈哈！陈轩大笑着进来，可见到这么多人，大大小小领导都在，最后笑声僵住了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各位领导，你们好。在数十人注视下，陈轩挺了挺身板，但人们并没搭理他，而是向其身后望去，发现叶林和林北也在。李主任小声介绍道：“2位领导，那个拿玩具枪的就是林北。”哦，陈华2人打量，这么大人了还玩玩具枪，画风确实有些奇怪，但他们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处变不惊地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我是总局过来的人，我叫陈华。叮，系统扫描 A 级兽魂觉醒者，能力鹰眼。系统声音传来。此时陈华旁边的人同样自我介绍道：你好，我叫黄然，也是总部过来的。叮，系统扫描 A 级兽魂觉醒者，猎犬，能力追踪。这2人都是兽魂系，一个鹰，一个犬。旁边的叶灵听闻神色激动起来，仿佛见到偶像般。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的飞鹰奔犬组合？我早就听说过你们了，不才正是彼人。黄然微微点头道，神色多少有些高傲，心里美滋滋。看来自己飞鹰奔犬并非浪的虚名，还是有些名气的。飞鹰奔犬，林北觉得挺有趣，他推了一把叶灵，将其推到黄然身边。那你俩应该组个团，就叫土鸡瓦狗组合。噗！旁边陈轩忍不住想笑，脸憋得通红，但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轻易不会笑。关键在于现在真的不能笑，因为黄然面色发黑，心道这是什么鬼？土鸡瓦狗也太难听了吧。叶灵银牙咬了咬，喂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怎么，要不换一个鸡犬不宁？鸡飞狗跳，鸡犬升天。周围人都石化了，陈华和黄然可是总部来的人，他们不敢得罪啊。而且陈轩等人才发现林北还挺有文化的，会这么多成语都准确的用上了。李主任连忙打圆场，对不起，他脑子有问题，还请2位不要介意。肉瘤脑袋，你说谁？林北斜着眼睛打量他，没有，我没说你。李主任向旁边躲了躲，两边他都得罪不起。陈华倒是冷静，并没过多在意。林先生，我听说你铲除过人脸肉瘤，还驱除过吸血鬼，所以特地前来拜访您。哦，那都不是问题。林北轻描淡写道。陈华2人看着他，心中多少有些怀疑。黄然开口问，你真有办法驱除吸血鬼？有啊，那还不简单。林先生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您可否展示下您的能力？陈华非常客气。林北点点头，行啊。众人听闻皆凝神起来，他们之中不少都见过林北给陈大西瓜铲肉瘤，手段确实非常震撼。陈华2人也仔细观看起来，只见林北眼睛微眯，伸出一根手指，你们看好了呀，千万不要眨眼。好。陈华2人答应一声，并谨慎地向后退了退，给林北留出足够空间。林北却故技重施，挥手一晃间，
伸出第2根手指，变2根手指，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这……陈华沉默了，黄然也沉默了，李主任沉默+1。陈轩大的脚趾扣鞋底，一向冷静的陈华此时也快有点绷不住了，大风大浪都走过来，但这场面真没见过。旁边黄然心直口快，你这变出2根手指算什么本事？谁不会啊？咦？林北对其刮目相看，原来你们不傻呀，居然看出来了。黄然快要抓狂了，心里有种骂娘的冲动，这特么造孽啊！感情说了这么半天，之前他一直把自己当傻子。陈轩见状只好上前解释，2位请稍安勿躁，林北他平时就是这样，爱玩爱闹，但是如果真遇到什么事还是很靠谱的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帮忙。真的吗？陈华依旧怀疑，感觉自己可能要白来一趟，浪费这么多时间。黄然也不多废话了，直奔主题问道，那你说说，现在有人被吸血鬼咬了，怎样才能避免被感染？这还不简单，你让他吃大蒜呀。林北理所当然地说道。第35章净化圣蒜。怎么还吃大蒜？有完没完了？黄然都快崩溃了，沈老爷子都吃20斤大蒜了，根本不顶用。我不管，反正就得吃大蒜。林北抱起肩膀道，你这……陈华此时也无语了，看来的确白跑一趟，这家伙脑子有问题。陈轩思索片刻，陈警官，你先别急，林北的方法很灵的，之前是不是吃的大蒜不对啊？是本地蒜吗？啥？陈华和黄然眼睛一瞪，这玩意还分本不本地？不是。陈轩也发现自己的话有问题。总之，他觉得林北方法一定能行，但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2位长官，要不然咱们请林北去现场看看，带他去沈家。2人琢磨起来，这靠谱吗？陈轩怕林北不去，转头对他说道，怎么样，林主任，去看看吧，活人大变吸血鬼啊，可热闹了。这个好。林北点了点头。陈华不过转念一想，已经耽误这么长时间，估计沈老爷子要挺不住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万一真成功了呢？事不宜迟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陈华连忙说道。黄然眼睛瞪起，心里显然不信。不是吧，真带他去啊？几人从异能局出发，陈华开着车，黄然坐在副驾驶，林北靠在后座，旁边是他的保姆陈轩。由于时间紧迫，陈华车开得飞快，若是沈老爷子真变异了，他的家人们会很危险。黄然同样满脸急切，可通过后视镜一看，发现林北仰着脖子，微张着嘴，已经睡着了，并且非常香甜。沈家的别墅在江东市郊外，此时一间小屋内充满大蒜的味道，并且铁链声哗哗作响。有位老者被捆在中间，只见他白发凌乱，表情痛苦，半边脸上已经鼓起青筋，双眼通红一片。他嘶吼着挣扎，铁链都被扯得微微变形。快杀了我，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沈远山用最后的理智说道。前方是沈家众人，女眷皆捂着脸默默哭泣，伤心欲绝，而男人同样眼眶泛红，咬着牙关，紧握的拳头青筋暴起。其中有位女孩眼睛都已经哭肿了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救你。傻丫头，快杀了我，要来不及了。好！沈远山发出一声低吼，嘴里2颗獠牙已经伸展出来，铁链响声大作，似乎即将断裂。孙女，听爷爷的话，快点杀了我！沈远山知道，如果自己彻底变异，铁链根本锁不住他。他在场的各位亲人今天都难逃一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位家丁匆匆跑进来，满头大汗。大小姐，陈长官他们带人回来了。哦。沈雨薇回眸一瞥，果然发现家丁身后有4道身影走过来，其中3人脚步匆忙，唯独一位悠闲，吊儿郎当。哈欠。林北伸个懒腰，打个哈气，一脸睡意朦胧。陈华车开得太快了，他有点没睡醒，鼻翼微微抽动间，闻到屋里有股浓重的大蒜味。举眸望去，发现一位老者面色狰狞，被铁链捆绑，不断挣扎着，哗啦作响。在其身旁依旧摆着2袋子大蒜，旁边散落着不少8丸蒜皮，看样子就知道没少吃，估计都快腌入味了。沈雨薇仿佛看到救星盘，陈大哥，黄大哥，你们找到救我爷爷的方法没？这个。陈华有点心虚，因为感觉林北实在不靠谱，反正我们把人带来了，他说能救你爷爷，你问他去吧。沈雨薇哭红泪眼望向林北，心中急切万分，情急之下扑通一下就给林北跪下了。求求你救救我爷爷，我什么都肯答应你。林北见他跪在身前的样子，楚楚惹人怜，你先起来吧，
就你爷爷小事一桩。真的吗？沈雨薇美眸闪烁，泛起希望的光芒。不过旁边陈华和黄然两人捏了捏额头，已经不忍心看下去。他们知道林北什么情况，怕是沈雨薇刚获得点希望，就要再次遭受打击。这对于一个想要救亲人的女孩来说，实在太残忍了。甚至他们现在都希望林北真的有本事，可以将沈老爷子的感染驱除掉。沈雨薇连忙问：那要怎么救我爷爷？需要准备什么吗？不用，吃大蒜就行了。林北摆了摆手。啊，还吃大蒜？不仅是沈雨薇，旁边沈家众人都愣住了。刚才已经吃了20斤，完全不顶用。就连挣扎的沈老爷子听到吃大蒜都停顿了一下。还让我吃？特么再吃都该吐了。陈华两人捂着额头，实在没眼看下去了，想自己飞鹰奔犬一世英名，要毁在大蒜上了。林北不顾那么多，举步走上前，顺手从袋子拿起一头大蒜。哎呦，真要变成吸血鬼了呀！他对着沈老爷子打量一番，看了会热闹，毕竟这场面第一次见。但沈老爷子已经嗜血难耐，张开獠牙便对着林北咬，身上铁链被震得哗啦震响。叮！系统强化，宿主手中大蒜变为净化圣蒜。啪叽！林北顺势将整头大蒜按进沈远山嘴里，霎时间，一道金光从其嘴里喷出，圣洁无比。沈远山顿时停止挣扎，僵在了原地，仿佛噎到一般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很快，他浑身都泛起一层金色，好似冉冉升起的小太阳。这人们都看呆了，神色充满不可思议。这什么情况？大蒜真的要管用了？随即，只见沈远山双眼红光暗灭，脸上鼓起的青筋也慢慢随之消散。第36章，我想睡觉。众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神色逐渐变得欣喜。家主真的好了！我的天，太厉害了吧！爷，太好了，家主没事了！人们欢呼起来。陈华和黄然同样不可思议，死马当活马医活了，这大蒜怎么就好使了呢？黄然挠了挠头，怎么也想不通。陈华察觉到什么？不对，不是大蒜管用了，而是林北让大蒜管用了。天啊，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陈华心中惊叹不已。沈远山慢慢恢复了正常人模样，也不再折腾了，感觉一切就像做梦一样，恍如隔世。沈雨薇连忙跑上前，俏脸激动：爷爷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真是太好了！哦，沈远山胃里翻江倒海，直接呕吐起来，因为刚才大蒜吃的实在太多了。快把铁链解开！沈雨薇连忙道。周围众人反应过来，一窝蜂涌上前，手忙脚乱的忙活起来。林先生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如果有冒犯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旁边陈华客气说道。黄然同样竖起大拇指：兄弟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佩服佩服。你们知道就好。林北抱起肩膀，毫不客气。此时沈远山带着一众人走过来，他被大蒜净化一下后，面色竟有几分红润，精神头比以前还好了。老朽沈远山带领家人感谢恩公，谢谢你救了老朽的命。哈气！林北只打了哈气，便什么都没说。沈家人面面相觑，感觉这个恩人有些奇怪啊。沈雨薇继续道：你救了我爷爷的命，也救了我们沈家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请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我想睡觉。林北确实觉得有点困。啊，睡觉？沈家人面面相觑，心想这算什么要求？可沈雨薇忽然俏脸一红，似乎联想到什么，难道是暗示自己陪他睡觉？你这个要求我也可以答应，只是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沈雨薇羞红着脸，声音如蚊子般大小。陈轩连忙上前圆场：各位朋友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林北其实没别的意思，他就是出过车祸，脑子不太，想法比较奇特，我就是想睡觉而已。你们都在说什么呢？林北搞不明白，自己想睡觉，他们在想什么？这群人不会是傻子吧？沈雨薇俏脸顿时更红了，宛如一个熟透的红苹果。他发现自己误会了，此时尴尬不已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沈远山连忙主持大局，挥手吩咐道：对啊，快，恩人都忙这么久了，快给人家准备休息地方，顺便告诉后厨准备酒宴，咱们先好好答谢一下人家。随即林北便找个地方睡觉了。陈华和黄然两人互相看了看，也只好在这陪着。二人折腾一小天，也多少有些疲惫，顺便休息了一下。等林北睡醒时候，沈家酒宴也已经准备好，鲍鱼龙虾、山珍海味，摆了满满一大桌子。林北丝毫不客气，抓起龙虾就开始啃，完全不顾吃相。当然在座各位也不嫌弃，尤其是沈远山，经过和陈轩聊天，已经知道林北身世江东市首富之子，家世显赫，最顶级的富二代。他虽然脑子有点不太好使，但也不是啥太大问题。哈哈哈，恩公，您这慢点吃，老朽重新为您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我孙女沈雨薇，目前就读于江东大学，成绩优异，听说还被评选为校花什么的。你们年轻人之间比较好沟通，可以多接触接触。旁边的沈雨薇神情微怔，总感觉哪里不太对，这话里好像有其他意思。林北点了点头，好，有空我会去江东大学玩的。来，大家一起敬恩公一杯。沈远山微笑举起酒杯，沈雨薇却劝道：爷爷，您身体刚好，少喝点酒，多吃点东西。来，孙女给你加一块您最爱吃的蒜香鲤鱼。什么玩意啊？蒜香？沈远山老眼圆瞪，胃部一阵翻涌。哟！林北大吃大喝一顿后，在沈家恭送下，几人一路返回异能局。陈轩心里美滋滋，跟着林北混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倍儿有面子。回到局里，自然得找白琼等人吹嘘一番。几人一致决定，下次有这事大家一起去，跟着林北蹭吃蹭喝，全队出击。而陈华和黄然暂时无法回总部了，他们得留下继续调查沈老爷子被咬的事。因为 A 级或 A 级以上的吸血鬼才具备感染能力，所以必须找到源头在哪里，否则这种级别的魔怪会给一个地区带来毁灭性的灾害。转眼间天就已经擦黑了，走吧，兄弟们，到巡逻时间了，咱到外面逛逛去。陈轩对白琼等人招手道，他们小队每天都有巡逻任务，其实就是开车乱转，正常情况下都没什么事发生。之前林北经常和他们出去溜达玩，今天他睡也睡醒了，吃也吃饱了，精力充沛，于是便跟着一起去巡逻。五人坐上一辆奔驰商务，驶入川流不息的街道。夜幕下的江东市，摩天大厦林立，灯火辉煌，一片繁华之景。两旁行人穿着靓丽，熙熙攘攘，热闹至极。白琼慢悠悠开着车，无所事事，闲聊道：陈队长，今天两位长官说没说沈老爷子是怎么被吸血鬼咬的呀？没有啊，这也不是咱们能管的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陈轩摆了摆手。边明俊嘻嘻笑道：你说会不会像咱陈队长一样中了美人计才被咬的呀？不能吧，沈老爷子都多大岁数了？白琼忍不住咯咯直笑。陈轩面色发黑，我说你们不是说好以后不提那事了吗？几名队员忍不住大笑，林北的嘴角也翘起一丝笑容。可就在这时候，街边一栋大厦上忽然传来玻璃碎裂声，啪嚓！林北透过车窗抬头看去，发现大约20多楼处竟有漆黑人影跌落下来。第37章梅开二度。啪叽！那人如破麻袋般重重摔在地上，鲜血流成一滩。有人跳楼了！我去，真的假的？好吓人呀！周围民众惊呼，神色骇然。白琼反应过来，连忙拿起对讲机向局里汇报：报告，中心路有人跳楼，请立刻派人手支援。等等，他好像又起来了。白琼拿着对讲机惊住了，因为地上的人并没有死亡，而且浑身抽搐着，缓缓爬了起来。林北神色惊奇，这人从近100米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居然还能站起来。只听那人嘴里一声低吼，双眼一片通红，2颗獠牙伸展出来，狰狞的脸上凶相毕露，仿佛要择人而噬一般。这东西林北等人再熟悉不过了。叮！系统扫描 C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怪物呀！快逃啊！救命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原本看热闹的群众被吓得惊慌逃窜。陈轩推开车门冲下车，快保护群众安全！白琼等人急忙跟了下去。林北同样下了车，神色悠闲。这种 C 级吸血鬼根本不用他动手，看热闹就可以。边明俊的根须先缠绕住怪物，其余几人冲上去拳打脚踢，噼里啪啦，咚咚咚，哒哒哒。不一会，几人便将这低阶吸血鬼解决了。陈轩抹了把汗，还好有我在，不然大家就危险了。陈队长，现在不是邀功的时候，咱们赶紧去楼上看看吧。边明俊道：对，看看楼里有没有人员伤亡。陈轩这才想起，吸血鬼是从楼上掉下来的，还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。林北举眸望去，发现破碎的窗口黑洞洞的，看不清有什么东西。于是几人连忙跑进大厦，乘坐电梯来到23楼。叮！电梯门分左右，霎时间一股浓重血腥味刺进鼻腔，原本洁白墙壁上出现一道道血迹，格外醒目。有2具尸体倒在走廊里，显然都是被咬死的，凄惨无比。陈轩眉头紧皱，走，咱们到房间里看看还有没有活口。吸血鬼坠楼的房间门正好是开着的，似乎是一个小型办公室，其中凌乱不堪，到处都是挣扎与打斗的痕迹。同样有2具西装男尸倒在地上，血腥味扑鼻。有位女孩身穿 OL 装，蜷缩在墙角，惊恐地哭泣着。
有幸存者。陈轩连忙跑过去，姑娘，你不要怕，我是异能局的人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咬啊？没有，我没被咬，但是我好害怕啊。女孩抬起头，长相姣好，面容精致，楚楚惹人怜。林北瞄了一眼，叮 ，A 级吸血鬼感染体，请宿主随意。哦豁！林北撇了撇嘴，竟然是个吸血鬼。陈轩见是个美女，正义感爆棚。妹儿啊，别害怕，有我在，哥保护你。呜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女孩被扶起后，始终抱着陈轩胳膊，似乎被吓得没有力气，半瘫软在其身上。陈轩手臂感受到两坨柔软。真妹儿啊，走吧，哥先带你离开这里。好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呜。女孩抽泣着道个谢。陈轩见其娇柔的样子，感觉自己的心都快化了。救出一个幸存者后，来处理的人员赶到了，大厦周围拉起警戒线，警车红蓝灯光不断闪烁。你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？陈轩问道。女孩依旧依偎着他，摇了摇头。我哪也不想去，我害怕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陈轩的老脸顿时红了，春心动荡起来。这算是英雄救美了吧？那这样，哥带你去异能局那里保证安全，咱们晚上可以顺便做个笔录。好。女孩连连点头。白琼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陈队长，你有点过分敬业了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向来以人民安全为己任，都是应该做的。陈轩自豪说道。随即几人一起上了车。陈轩和女孩坐在商务车最后面，两人不断交谈着。陈轩献殷勤，嘘寒问暖，柔声细语地安抚女孩情绪。林北坐在那拧魔方，没多言语。原本乱七八糟的魔方被他咔嚓咔嚓拧几下后，6个面整整齐齐。回到异能局，为女孩做笔录，但他只说当时太害怕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没事没事，咱可以慢慢的想。陈轩非常的大气，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啊？哥哥，我不敢回去啊，不如今晚让我在这住吧，可以吗？女孩可怜道。陈轩听他叫自己哥哥，浑身骨头都酥了。当然可以了，白琼啊，你们先回家吧，今天我留下值班。哦好，那我们回去了，再见啊，陈队长。白琼等人道个别。此时房间里除了陈轩和女孩，还有林北。林北正蹲在地上玩着变形金刚，嘟嘟嘟嘟嘟，汽车人变身。林北啊，这么晚了，你不回去睡觉吗？陈轩想将其打发。林北摇了摇头，我不困，今天下午睡多了。陈轩无语，心想你下午睡什么觉，竟在这当电灯泡。李小姐，那你困不困呀？出了这么可怕的事，我哪里还睡得着？女孩摇头说道。陈轩连忙安慰，没关系，我就在这陪着你。这时候房间门再次被推开，陈华和黄然满脸疲惫地走进来。陈轩连忙起身，哟，两位长官，你们这是去哪了？怎么才回来啊？嗨，别提了，我们去调查吸血鬼了呗，可惜忙活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找着。黄然满脸沮丧，抬头看向女孩，有些惊奇。陈队长，这位是谁啊？第38章，怎么被咬的？他是我救出的幸存者，正在做笔录呢。陈轩笑呵呵说道。黄然点点头，辛苦了陈队长。不辛苦不辛苦。陈轩连连摆手，好奇问，两位长官，今天那个沈家老爷子到底是怎么被咬的呀？这个关乎个人名誉问题，我们不好说。我就随便问问，没关系，呵呵。陈轩也没过多打听，只是感觉搞得挺神秘，还个人名誉问题。二位渴了吧？我给你们倒点水去。别麻烦了，我们该休息了，明天还得继续呢。陈华打个哈气站起身，和黄然走出房间。一旁的女孩却悄悄打量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不可察觉的笑容。她来异能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暗杀陈华和黄然两人。居然还敢调查我，非鹰奔犬，不过如此。此时房间里又安静下来，林北依旧玩着变形金刚，精神头十足。哈气，陈轩都快扛不住了。林主任，您还不睡觉呀？熬夜对身体不好。所以我打算通宵。林北认真说道。你这……陈轩无语。林主任，您真不用在这陪着我们，我想看热闹呀。林北说道。陈轩心中奇怪，感觉他脑子又短路了，这哪有什么热闹啊？您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没热闹吗？那我可回去了，你有事可别叫我呀。林北站起身道。陈轩连连保证，您放心，我保证不叫您。那好。林北拿着变形金刚走出房间。终于房间里只剩下陈轩和女孩，可算都打发走了。陈轩计谋得逞，转眸打量女孩，发现她穿着 OL 职业装，黑丝高跟，双腿笔直，而且在丝袜上还划破了洞，看上去别有一番风情。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
气氛似乎升温了很多。哥哥，你在看人家吗？女孩略带娇羞，竟慢慢靠了过来，颇有点欲拒还迎的意思。像你这样的美女确实不多见，嗨嗨。陈轩尴尬的笑了2声，女孩却坐到了他身旁。哥哥，其实你也挺帅的，是吗？陈轩挠了挠头，终于又有人说自己帅了，而且他是自己从事发现场救出来的，这回总不能是魔怪了吧？英雄救美，以身相许，算是正常桥段。女孩主要目的是来暗杀陈华和黄然，但昆虫系觉醒者的鲜血对她来说依旧是种诱惑，索性先解决陈轩。于是女孩的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腿上，俏脸做出娇羞状，明艳动人。陈轩仿佛触电般，身体都不自觉地颤抖了下。甜甜的恋爱终于轮到我了吗？哥哥，我想。女孩的脸慢慢向他靠近，陈轩已经闻到他身上的香气，心潮澎湃，暗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。你想干什么都可以。咯咯咯，女孩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凑得越来越近。与此同时，2颗獠牙伸展而出，咔嚓，直奔陈轩脖子咬了上去。陈轩眼眸瞬间瞪起，一阵强烈刺痛传来，啊，好疼好疼！而女孩也感觉有些异样，这家伙居然有点隔嘴。因为陈轩的天赋是硬化皮肤，所以并没有一击致命。陈轩连忙转头间，只见张狰狞的脸出现在自己眼前。卧槽，怪物啊！在恐惧的力量下，他倏然站起，挣脱了女孩嘴，同时也明白过来，又特么是一只魔怪。救命啊！林主任！陈轩拔腿就往外跑，想跑？给我回来！女孩伸手抓住他的衣服，刺了。陈轩用力一挣，衣服碎裂，露出半个肩膀。他抓住这个机会，几步便踏出门外。糟了！女孩眉头皱起，没想到陈轩防御力这么强，一口竟然没咬死。林主任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救我呀！在最危险时刻，陈轩第一个念想就是找林北。好在林北的房间距离很近，他一开门便看到狼狈逃窜的陈轩。嘿嘿，我就说有热闹看吧。林主任，救救我！那家伙是怪物呀！陈轩惊慌失措，脖子上流着血迹，衣衫破碎，露着半个香肩。这时候女孩已经追出来，只是样貌与之前天差地别，一双嗜血红瞳圆瞪着，面部青筋鼓起，2颗獠牙尖锐，这是一只 A 级吸血鬼。吼！他低吼一声，便向2人扑来。林北摸了摸，掏出把滋水枪，叮！系统强化，滋水枪变为净化圣水。Bio be bio！ 林北扣动滋水枪，顿时滋了女孩满脸。他仿佛被泼硫酸般痛苦的捂脸嘶吼起来。怎么回事？同时又有2道身影出现在走廊。原本准备睡觉的飞鹰跟犬迅速闻声赶来。这2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，吸血鬼竟然出现在异能局里。毕竟2人可是找了一天，但转念一想，猜到了怎么回事。上！2人身形一闪，来到吸血鬼身前，噼里啪啦，咚咚咚，哒哒哒。陈华和黄然都是 A 级觉醒者，对付这只吸血鬼绰绰有余。经过一顿暴打之后，便将吸血鬼制服了。呼！陈轩见状长舒一口气，终于慢慢冷静下来。黄然颇为感叹，真没想到找了一小天，吸血鬼竟在我身边。是啊，估计他就是奔我们来的。陈华分析说，如果在睡觉时候被他偷袭到，结果很难预料。2位长官，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职，没搞清楚就把人带了进来。这吸血鬼实在太狡猾了。陈轩连忙认错，确实很棘手。黄然转头望向他，发现其香肩半露着，脖子上还有个牙印，便猜到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嘿嘿，你现在应该知道沈老爷子是怎么被咬的了吧？第39章无事献殷勤。陈轩神情一怔，没想到沈老爷子那么大岁数了，也是因为贪图美色被咬的呀。等等，我被吸血鬼咬了！现在解除了危险，陈轩才想起这件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被咬了怎么办？陈轩顿时慌了神，连忙看向林北。林主任，我被吸血鬼咬了呀，你快点帮帮我呀！咦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事不找我吗？林北望向他，陈轩面色发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？我可不想当吸血鬼啊，等会不会变异了吧？别问，问就是吃大蒜。林北说道。对对对，陈轩这才想起来被咬了得吃大蒜，我这就去吃。其实刚才女孩只是想咬死他，并没想把他变吸血鬼，所以陈轩根本就没被感染。第2天，异能局的人都上班了，对昨晚的事津津乐道。谁也没想到一个吸血鬼竟能潜伏进异能局里。陈队长，你怎么一身大蒜味啊？白琼开口问。
因为昨晚本队长与吸血鬼英勇奋战，导致受了伤，所以才吃大蒜。陈轩轻咳一声道。边明俊嘻嘻笑道：“是英勇奋战吗？我看应该叫梅开2度吧。”你……陈轩老脸发苦，这次实在瞒不住了，因为全局里的人都听说了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终究是躲不过，独自扛下了所有。白琼分析道：“色字头上一把刀，我看都是因为陈队长单身太久惹的祸，也许找个女朋友就好了。”边明俊，关键找不到啊，一找就是一个魔怪。旁边林北点点头，非常赞同。本主任授予你魔怪克星称号。哈哈哈哈哈！众人哄堂大笑，唯独陈轩坐在那闷闷不乐，暗叹这些人的嘴也太损了吧。解决掉吸血鬼，当然也是大功一件。陈华和黄然任务结束，也准备回总部了。李主任为了巴结上司，说是要摆酒宴为其送行，也是为解决此案件庆功，犒劳一下局里的下属，所以他准备请全局的人一起，算是个单位团建活动。这个消息传出来，人们欢呼沸腾。领导请吃饭可是件好事。晚上的时候，李主任还亲自去邀请林北，今天对他出奇的热情。嘿嘿嘿，林主任，今晚全局的人去吃饭，你也赏个脸吧，就安排在江城大酒店。你这肉瘤脑袋还挺懂事。林北点点头道。这……李主任张了张嘴，到底是夸自己还是骂自己呢？不过立刻换上谄媚笑容。您可是我们的大贵人，以后还仰仗您多多关照呢。好好表现，本主任一定提拔你。林北拍了拍他肩膀。李主任连连点头。是，请您放心。随即一行人出发。局里除了留下几个值班的，能去吃饭的都去了。江城酒店依旧灯火辉煌，繁华如故。由于这次来的人不少，在个大包房里整整摆了3大桌子。片刻后，摆满了山珍海味，美味佳肴，香气四溢。说来奇怪，李主任特地坐在了林北身边，笑呵呵地为其端茶倒水，一脸谄媚之相。来，林主任，您喝水。好。林北当然不客气，其他同事们都抛来异样目光。李主任今天怎么了？这也太殷勤了吧。是啊，不拍领导马屁，怎么拍上林北了？不是说给2位长官送行的吗？人们议论纷纷，但李主任也不在乎，好像彻底不要那张老脸了。来，林主任，吃菜，这有龙虾。林北大快朵颐。陈华瞄了一眼，心中默默嘀咕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呀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包厢里气氛热烈起来，林北也差不多吃饱了。这时李主任凑过来问：那个林主任，我听说您父亲的绝症是被您治好的呀？对啊，打了1针就好了。林北轻描淡写道。李主任搓了搓手：那您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不帮。林北听都没听，直接摇了摇头。别呀。李主任连连摇头：我有一个朋友也得了绝症，您看能不能帮着治一下？哦，确定是你朋友？林北斜眼打量他。李主任认真点点头。真的不是我，就是我朋友。好，我想尿尿。林北跳下椅子向包厢外走去。哎，林主任，你怎么还走了啊？李主任看着他的背影，满脸急切。人们在包房吃着饭，酒店大门外面却来了2位不速之客。2人眼神阴厉，四处打量着。黑哥，这就是林北家开的酒店吧？我已经感知到了，林北就在这里面。皮肤黝黑的青年说道。嘿嘿，旁边之人残忍一笑。很好，拿下这单任务可就是10个亿啊。目光短浅，我看拿下林北不止10个亿，还可以向他爹敲诈点。大黑哥思索道。黑哥英明。旁边的人拍马屁道。显然他们是接到黑暗悬赏令来暗杀林北之人。2人打算先绑架敲诈，然后撕票拿赏金。完美。嘘，林北在洗手间哗啦哗啦尿尿，可在门口处出现2名男子，皆带着残忍笑意。哼，他果然在这里，而且还自己一个人，这不是像捡钱一样吗？走，过去。大黑哥袖口里划出一柄匕首，紧紧握在手里。不许动。他将匕首抵在林北的腰上。咦，什么东东？林北尿着尿，直接转身，尿液甩了2人一身。卧槽，这尼玛！2人咒骂的向后跳了一步。林北打量他们：你们是谁啊？何问我们是谁？我们是来绑架你的，奉劝你好自为之，乖乖配合。大黑哥面色阴冷地说道。第40章，欢迎投案自首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蚂蚱，能力跳跃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蛐蛐，能力触须感知。叮，系统检测到2人哦，他俩刚才说完了，请宿主自行处理吧。这2个，一个蚂蚱，一个是蛐蛐，怪不得长得那么黑。
很好，你们两个要绑架我。林北丝毫不慌。大黑哥很不忿，喂，我们要绑架你，能不能尊重下我们的职业？可是我还没吃完饭呢，现在没时间呀。林北摊手道。两人眉头一挑，居然说没时间。早听说目标人物是个智障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黑哥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把他弄走吧。蚂蚱开口道。林北摆手制止道，等一下，要不然我请你俩吃饭吧，这酒店是我们家开的。哟呵，大黑哥一愣，自己要绑架他，他竟然要请自己吃饭，果然很傻。咕噜噜，咕噜噜，大黑哥肚子作响，确实有点饿了，心想反正这家伙是个傻子，绑架他也没什么难度，不如就顺便吃个饭吧，毕竟是个5星级酒店。行啊，你要请我们吃什么？大黑哥微笑问。林北对二人勾了勾手，态度非常热情。走吧走吧，跟我来就行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呵呵，两人轻笑一声，就当逗傻子玩了。随即他们跟着林北走出洗手间，向异能局聚餐的房间走去。就是这了。林北推门而入，两人不疑有他，也跟了进去。包间内熙熙攘攘，足足3大桌子人，有的还穿着异能局制服。哎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啊。大黑哥走近一看，瞬间察觉到什么，原本的黑脸更黑了。而李主任始终盯着门口，因为刚才求林北办的事，他还没答应。此时见林北回来，正要起身去迎接，却发现他带回来2个陌生人。林主任，这2位谁啊？是您朋友吗？不是，他们是来绑架我的。林北神色认真道。啥？李主任老眼一瞪，敢绑架我们林主任，自己还有事求他呢，这还了得，把他俩给我抓起来。李主任一声令下，只听呼啦啦一声，3大桌子人全都站了起来。大黑哥顿时愣住了，卧槽，卧槽，什么情况？这家伙耍诈，特么异能局在这聚餐，他居然让自己来吃饭，来吃大碗牢饭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众人也觉得他俩太嚣张了，居然跑到这里绑架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陈轩笑呵呵站起身，心想又要立功了，微笑着走上前，欢迎2位到这来投案自首。不是，这2人僵立在原地，彻底懵逼。经过这个小插曲，林北等人继续聚餐。哎，林主任，你怎么总被人绑架啊？陈轩好奇问，因为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。林北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呀。你可能是被什么人盯上了。陈华分析道。李主任老眼圆瞪，特么的谁这么大胆，敢盯上我们林主任？这个不好说。陈华稍作思索，也许是被下了悬赏令什么的，才引来这些阿猫阿狗，或许回总部以后，我们可以帮你调查调查。好好，那辛苦你们2位了。李主任说道。看得出现在他是一心想巴结林北，都快到了不要脸的程度。黄然微笑道，不用客气，打击罪犯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再说我们抓吸血鬼时候林北也没少帮忙。聚餐结束后已经快半夜12点，林北没有回家，而是又在异能局住了一晚。第2天一大早，有辆宾利缓缓开来，停在异能局门口。李主任在此等候多时。王老弟，你可算来了呀。艾李哥，你说有人能治我的病，到底靠谱吗？嗨，咳。一位老者拄着拐杖，面色蜡黄，不断咳嗽着，显然已经是晚期了。这个我也不确定啊，但如果他肯帮忙的话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我先带你见见他吧。李主任说完，带着满脸忧愁的老者走进异能局。一路上，人们见到李主任纷纷点头问好。哎，有容，林北睡醒了没？李主任抓住他问。陈大西瓜摇摇头，没有呢，现在还早着呢，林北得8、9点钟醒吧。李主任看看表，发现才7点，这家伙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起，咱们等会吧。李哥，依我看，要不咱算了吧。王文远说道，因为他了解自己情况，身患绝症，并且到了晚期，甚至遗照都照完了，已经彻底绝望，不相信有人可以将他治好。李主任摆了摆手，哎，王老弟，反正都已经这种情况了，你就死马当哦，就找他试试吧。那行吧。王文远答应下来，在他生命倒计时里又等了2个小时，直到9点，林北终于醒来了。他屋里全是玩具和零食，拿出一罐6个核弹，吨喝下去，美滋滋，咚咚咚。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林主任，请问您在里面吗？门外传来李主任的声音。不在。林北随口喊道。李主任一阵无语，那个昨天我和您说的事，您还记得吗？不记得。林北依旧喊道。别呀，我给您带好吃的了。李主任只能放出杀手锏。林北眼眸一亮，密码正确，你进来吧。房间门打开，只见2个老头走进。李主任介绍道，林主任，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位朋友。
哦，看来没无中生有啊。林北点点头。可……王文远面色尴尬。您好您好，我是江东大学校长，我叫王文远，还请多多关照。第41章治病。林北根本没搭理他，而是将目光盯向李主任拎着的零食。李主任知道他的秉性，所以特意准备的。哈哈，林主任不成敬意，还望笑纳。懂事。林北接过去后，直接打开翻找起来，有牛奶、可乐、奥利奥，还有最经典的辣条。林北撕开辣条，拿出一整根辣条塞进嘴里，再拧开可乐，发现还是冰镇的，冰阔落。吨吨吨吨吨，哥，透心凉，心飞扬，十分舒爽。李主任和王文远眼巴巴看着，也不打扰。终于，林北吃完了，望向王文远：“你有病啊？”“是我，嘿嘿。”可王文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也无力反驳，忍不住咳嗽几声。林北点点头：“孩子咳嗽总不好，多半是废了。”这……王文远眼睛圆瞪，心想到底行不行啊？他会不会治病？李主任连忙打圆场：“没错，他确实废了，否则也不能来找您啊。您神通广大，帮他随便看看呗。”“也好，手伸出来吧，我给他打一针。”林北答应下来，主要最近肉瘤脑袋表现不错，还挺懂事的。打针？在这里吗？王文远一脸发懵地望了望，发现都是吃的核玩具，也没有打针设备啊。李主任挤眉弄眼道：“王老弟，你快伸手啊，配合林主任。”“哦，好吧。”王文远缓缓伸出手，若是和李主任几十年的老友，恐怕都怀疑他是个傻子。林北伸出一根手指，像小孩过家家似的，模仿着医生在其手背戳了戳。叮！治愈能量启动，患者的病立即痊愈。系统声音传来，林北很满意。好了，打完针了，你的病治好了。就这？王文远傻眼了，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吗？也能治好病？他100个不相信，心中一片绝望，刚升起的希望又破灭了。唉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去订棺材去吧。李主任则满脸激动：“王老弟，感觉怎么样？”“还能怎么样？王文远刚要说什么，但忽然顿住了。等等，他觉得不想咳嗽了，并且一阵暖流将其包裹，全身暖暖的，非常舒适。王文远面色变得红润，呼吸都顺畅了很多，感觉多年的老寒腿都被治好了。哎，我好像好了，你看我给你走2步。他尝试着活动自己身体，发现腰不酸，背不疼，一口气上5楼都不费劲了。就连之前多年顽疾，腰间盘突出、老寒腿、关节炎、肩周炎、风湿骨痛等，通通都好了。王文远直接扔开拐棍，脸上难掩欣喜之色：“李哥，我好了，真好的好了，你看我还能大跳大跳。”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哈哈哈哈。李主任见其手舞足蹈的样子，也为老伙计感到高兴。王文远心情激动，整个人仿佛年轻了20岁，感觉再生2儿子没啥问题。谢谢，真是谢谢林主任了，大恩大德，永世难忘呀！小事一桩。林北毫不在乎道。王文远见此更加佩服：“强啊，牛批呀，此乃神人也！异能局果然人才辈出，随便戳那么2下，就把自己的绝症治好了。这样的高人，有必要与之交好。林主任，您的大恩大德，在下永世难忘。以后有什么吩咐，尽管开口。暂时没什么吩咐，等我想到再说吧。”林北摆手说道。是。王文远连连点头，千恩万谢。好一会过后，才和李主任一起离开房间。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这老头可真磨叽，林北嘀咕道。可很快，李主任送走王文远，又噔噔噔跑回来了，满脸谄媚的笑意。“林主任，现在还方便不？什么事？能不能给我也打一针呀？”“滚！”接下来的日子倒没什么大事发生，似乎一切都很平静。但忽然在某一天，一则消息让整个龙国都沸腾起来。本台报道，龙国 S 级兽魂觉醒者李天明战死，李老奋战半生，守护龙国太平，逝者已逝，生者如斯，愿天上人间共安好。另外，与李天明共同战死的还有顾飞宇、廖文博、潘龙等守序者，他们皆是 A 级兽魂觉醒者。据有关部门分析，是有新觉醒的很高级兽魂者，正在进行4处狩猎，将他们击杀。此人实力极强，十分危险。本台提示，请广大兽魂系觉醒者一定多加防范，多加小心。如若遇到情况，及时向当地异能局汇报。此消息一出，很快引爆电视和网络。卧槽，李老战死了？不是吧？一定是假的，我不信！呜！对，李老那么强，怎么会战死呢？那可是 S 级觉醒者呀！李天明在龙国名声显赫，因为曾经几次爆发变异灾难，都是李老转战龙国各地，杀强敌、镇灾祸，
拯救数万百姓于水火，所以他在人们心中就像守护神一样，曾被封为龙国第一守序者，受无数人追捧爱戴。但是今日竟传出战死的消息，而且是被人狩猎，人们心情沮丧。我听说了，李老死后被人击碎头颅，将魂晶取走了。卧槽，究竟是谁？谁这么畜生？是啊，李老守护龙国半生，最终被人狩猎了。他妈的，要是没有李老，估计这家伙早死翘翘，连觉醒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反过来狩猎李老，啊！畜生啊！我受不了了，他到底是多高级的觉醒者？杀了那么多保护我们的人，就没人能管得了他了吗？操！不管了，老子要和他拼命！人们皆气愤不已。啪嗒，林北正在自己家200平卧室里吃着苹果，将电视画面调成了小猪佩奇。哥，你看见我那件白色连衣裙没？江怡收拾着行李箱，因为江东大学已经开学了，他决定搬到寝室住去。第42章，江东大学。林北随手一指，那不是在地上的吗？啊，那是我的裙子。江怡低眼一看，发现衣服上被水彩笔画的都是道道，愣没看出是白色。好家伙，不用说，又是出自林北大师之手。好吧，哥，我收拾完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林北扔掉苹果核，连忙跑去换衣服，因为他打算一起和表妹去江东大学玩玩。江东大学已经是100年名校了，校园内不少建筑都保持着上个世纪风格，看上去充满文化底蕴。校园内还有人工湖、吊桥、草坪、花丛，风景美如画。学生们穿着靓丽，熙熙攘攘，充满青春的气息。林北正和表妹在湖边散步，由于超高的颜值，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。哇，好帅啊！是大一新生吗？那个女孩也好可爱啊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看来校花校草地位不保了呀。哎，你看那面不是沈大校花吗？我去，还真是啊！没想到还能偶遇沈大校花，今天太幸运了吧！人们议论纷纷。在林北对面走来一位身材窈窕的女孩。哎，林北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沈雨薇美眸惊喜，主动上前打招呼。周围人见此皆有些惊讶。咦，沈大校花居然主动和男生打招呼了，真的假的？不会是我眼花了吧？我去，看来沈大校花也难挡帅哥的诱惑呀！我太羡慕了，沈大校花什么时候能和我说句话啊？周围的同学都暗中观察着，林北却打量问道：“你谁啊？”噗！周围人一听都抓狂了，沈大校花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他居然不认识，即便看过一眼，也应该印象很深吧？沈雨薇同样颇为尴尬：“我是沈家的沈雨薇啊，您不记得了吗？”哦，想起来了。林北有点印象，他爷爷和陈轩一样，都是中了吸血鬼美人计被咬了。沈雨薇明媚笑道：“你今天是来玩的吗？”“不，我送我妹妹上学。”林北说道。旁边江怡明眸闪闪，热情地打个招呼：“沈姐姐你好，我是这届大一新生，你好漂亮呀。”“你也很漂亮。”沈雨薇被夸得美滋滋。既然今天这么有缘在这偶遇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就在学校食堂，咱尝尝江东大学食堂味道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。林北点点头，对于吃的，他没有拒绝的理由。随即，林北和2位校花级美女一起走向食堂。周围同学见其离开的背影，都发出一声极度羡慕恨的叹息。哎，沈大校花竟然主动请人吃饭，爷青结。那个男生到底是谁啊？沈大校花请他吃饭？谁知道呢？不过他也真敢去，这是要让东哥知道了，估计他连校门都走不出去。对啊，东哥追沈大校花那么久了，结果连根毛都没捞着，要知道这是肯定气死了。嘘，可千万别乱说话。食堂里干净明亮，正值午饭时间，来的学生不少，但每路过林北这桌的人，都会忍不住偷偷瞄上眼，因为桌上3人的颜值实在太爆表，男女通吃那种。沈雨薇热情地点了一桌子菜，而且江东大学食堂手艺很好。林北吃得满嘴流油。哎呀，哥，你慢点吃。江怡习惯性伺候老哥哥，拿着纸巾给他擦嘴。噗！沈雨薇轻笑一声，同样拿纸给林北擦了擦手。周围同学见此，彻底绷不住了。那男的什么情况？生活不能自理啊！卧槽！卧槽！2大美女伺候他，人们惊异的同时，更多的是羡慕，自己要有这待遇该多好呀！但很快，他们就不羡慕了，连忙低头老实吃饭，仿佛看到了凶神恶煞盘。因为有一位青年面色阴沉，身后带着一众小弟，气冲冲向林北那桌走去。沈雨薇，我需要你给我个解释。为首青年冷声道。沈雨薇见到他，面色一变：“王东，我请朋友吃饭，给你解释什么？你不要总缠着我了，我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哦，
王东转头打量林北，沈雨薇，我看这家伙脑子好像不正常啊，你不会喜欢上个傻子吧？他哪里比我强？王东，咱们俩之间的事，请你不要为难我的朋友。沈雨薇神色不悦，听其说自己哥哥，江怡当然也不同意。我哥才不傻，他哪里都比你强，而且比你强多了。哟呵，周围人眼睛瞪起，王东身后小弟满脸嚣张。卧槽，你是大一新生吧？知道我东哥什么身份吗？他可是学生会主席，江东大学校长的儿子，想开除你分分钟的事，来到这就得听他管，其他人谁也不好使。林北神色淡然，拿过饮料吸溜吸溜喝2口，心想这群人在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。王东神色更加嚣张了。沈雨薇，你不是说不让我为难你朋友吗？那老子今天就要为难他，看看能怎么样。哥，林北打了个饱嗝，依旧没搭理他。周围同学们默默低头吃饭，不过心里都想着，王东这家伙也太嚣张了，简直败坏校园风气啊！可恶啊！校长的儿子走后门进来的，确实没人能管了他。沈雨薇倏然站起身，我警告你，对我朋友客气点，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哎呦卧槽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惹不起他。傻子，智障，脑残一个，我就骂他怎么了？王东气焰嚣张，其身后的小弟们也开始撸胳膊挽袖子，一副随时要动手的架势。小子，有种站出来，别总让女人护着你，像个娘们似的。王东指向林北。此时林北终于转过头，斜眸打量他一眼。第43章双标现场。嘴那么臭，我看你是吃屎了吧？林北淡淡说道。叮 M， 本统觉得也是，奖励他吃屎。系统声音传来。王东怒极，哎呀卧槽，兄弟们给我无偶 you。 他话说到一半，便觉得喉咙里有异物出现，并且恶臭扑鼻，直冲到头皮，一坨屎出现在他嘴里。哦，可 you。 王东顿时弯腰呕吐起来，周围的人面露惊色，同时闻到那股恶臭气味。卧槽，什么东西？尼玛，这是屎啊！东哥，你咋还吐屎了呢？人们眼眸瞪起，才发现王东还有这种绝活。沈雨薇和江怡都捂住鼻子，好恶心！王东不断呕吐着，双眼泛红，被屎呛得快要窒息。哦，快救我，我要不行了 ！You， 身后小弟们神色焦急，快去找人啊！东哥吐屎吐得不行了。一时间，整个食堂都沸腾起来。没想到王东竟然吐屎了，消息传得很快，老师和保安等闻讯匆匆跑进食堂，都来欣赏这一盛事。教导主任急忙跑进校长室，校长，不好了，你儿子王东在食堂吐屎了，快去看看吧。啥？王文远老眼圆瞪，吐屎？什么情况？一众人火急火燎地来到食堂，顿时闻到一股恶臭扑鼻。我儿子真吐屎了！王文远连忙跑上前，小东，你怎么了？咋还吐出屎了呢？他只记得儿子小时候样奶，没听说过还有吐屎的呀。王东此时连胆汁都快吐了出来，因为实在太恶心了。是他，一定是他施展的妖术。爸，你得帮我做主啊！王东恶狠狠指向林北，周围保安、老师等一众人都在场。王东人多势众，看热闹同学们都觉得大事不妙。完了完了，得罪了王东，我看他要彻底完蛋了。是啊，他爸毕竟是校长啊，哎，太可怜了。沈雨薇连忙说道，校长，这里面有误会，你不能听王东的一面之词。哼，有什么误会？把我儿子弄成这样，我看你是。王文远说着转头一望，顿时愣住了。哎，等等，你是林主任？王文远立即认出林北。林北白了他一眼，哦，原来你就是江东大学校长啊。爸，别管他是谁了，赶紧帮我报仇呀。王东已经急不可耐了，但就在此时，王文远挥起巴掌，反手就抽在王东脸上。啪，声音清脆无比。孽障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，连林主任都敢惹。王文远怒斥道。啥？王东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彻底懵了。周围人也是面露惊讶，这怎么回事？校长怎么把王东给打了？你们没发现吗？校长好像也惹不起那个人啊。对啊，他刚才都让王东吐屎了，可能是个觉醒者吧。王文远心里清楚，林北乃是神人也，随便戳2下就可以治自己的病，估计再戳2下也能要自己的命。他可不敢惹，还想多活2年呢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给林主任道歉？王文远怒斥道。这……王东彻底傻了，现在终于明白过来，自己踢到铁板了。对不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求您原谅我吧。我觉得你污染校园环境，直接开除了吧。林北神色认真道。开除？王东一脸懵，求救目光看向自己父亲。
可王文远却点点头，是，林主任说的是，我这就把他开除了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啊，我可是您儿子呀！王东哭着求饶。王文远想想也对，确实我不应该开除自己儿子，是吧？爸，您最疼我了。所以我们断绝父子关系吧，你现在不是我儿子了，你被开除了。王文远果断说道。噗！王东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断绝父子关系，还带这样的？别呀，您再给我个机会啊！少废话，赶紧给我滚蛋，不滚我踢你了呀！王文远一脚踹了过去，他这刚被治愈的身体力道还不小，直接将王东踹出2-3米远。我走！王东见其还要踹，连滚带爬的跑出食堂外。原本跟着他的小弟们此时也彻底傻了眼，东哥都被开除了，自己可怎么办呀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求求给个机会吧。一群人接二连三的求饶道歉。王文远老眼一瞪，我江东大学没你们这样的学生，通通给老子滚蛋！是，我们这就走。一众人灰溜溜的走出食堂外。能考上江东大学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，但学习成绩能淘汰学渣，不一定能淘汰人渣。王文远换上一副谄媚笑脸，嘿嘿，林主任，刚才雨薇说的对，这确实有点误会，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任何人都不能走后门，一律严肃对待，公平公正，坚决不搞特权化，还望林主任不要见怪。没事，我就是来送表妹上学的。林北淡然开口道。林主任的表妹？王文远看向江怡，林主任的表妹就和我的亲人一样，能来江东大学是我的荣幸啊，以后寝室随便住，食堂随便吃。对了，现在学生会会长正好缺人，不如就让他来当。啊！江怡美眸圆瞪，刚开学就让自己当会长了。周围的同学们同样心中无语，他不是刚说完公平公正吗？不搞特权化，现在直接让人当会长了，简直就是大型双标现场啊！第44章开会。以江怡的性格，让他直接当学生会会长，他自然是不同意的。随即林北等人一起将其送到寝室，包括校长、教导主任、大大小小的领导以及沈大校花都跟着去了，弄得室友、宿管阿姨都紧张不已，毕竟第一次见这么大阵仗。江怡心中很是无语，我想低调就那么难吗？之后林北并没有回家，而是被陈轩开车接走了，因为有大事找他商议。自从上次有2个劫匪自投罗网，陈华和王虎答应帮林北调查遭绑架的事情，飞鹰奔犬很有效率，如今带着结果返回江东市。艺能局会议室里此时坐满了人，除了第3小队以外，其余大多都是兽魂系觉醒者，包括叶母鸡也在。哎呦，林主任您回来了，快请台上头坐。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李主任。林北扫了一眼，发现台上是领导座位，分别是陈华、黄然、李主任，旁边空着一个，看样子是给自己留的。如今他们似乎真的把林北当成领导了，但林北转身就坐在了台下。我才不上去，像公开展览似的。好吧，您随意。李主任坐到自己位置。会议开始，陈华开口道：绑架林北的事已经查清楚了，是流亡组织搞的鬼，他们在江东市有个分部，并对林北下了黑暗悬赏令。下方等人倒吸口凉气。黑暗悬赏令，那东西就像个臭鸡蛋，一旦发出，各路的苍蝇都会接踵而来。怪不得，我去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悬赏我们林主任，他们是活腻歪了。对，这个流亡组织分部必须拔除。陈轩等人义愤填膺。陈华扫视下方，继续道：大家先别急，流亡组织分部的位置我们也已经查到了，就在江东市区里，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第2件事。什么事？难道还有比干掉流亡组织更重要的吗？众人心中惊奇。黄然，这件事你来说一下吧。陈华看向旁边道。黄然点点头，脸上露出凝重之色。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，今天在座的各位多数都是兽魂系觉醒者。之前我们龙国 S 级守序者李天明老前辈被人狩猎，而那个狩猎者很可能已经来到江东市了。此话一出，下方一片哗然，人们脸上皆露出惊骇之色。李老可是 S 级觉醒者，但却被那个人狩猎了，可见其等级极高，处于食物链顶端位置。黄然继续道：他的名字叫英飞，的确是最顶级的觉醒者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在座的各位都在其狩猎范围内，当然这也包括我和陈哥。人们面面相觑，都有些紧张，唯有陈轩、白琼他们翘起2郎腿，丝毫不慌。嘿嘿，我就不怕，因为我是昆虫系的。等等，估计林主任也不怕吧？转头一看，发现林北掏出瓜子和薯片，吃的脸上沾满食物碎渣，正安静的听他们讲故事。
津津有味。其实陈轩心里也没底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那个英妃是什么等级。黄然继续道：当然，大家也不必害怕，我带来了总部研制的秘密武器，如果真遇到英妃的话，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。哦，那就好。下方人点点头，安心许多。陈华继续讲，由于李老被其狩猎，龙国所有民众都时刻关注着，所以必须将英妃拿下，稳住民心，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众人点点头，明白其中利害关系。因为英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，若得不到制裁，一定会有人对其进行效仿，到时候必将天下大乱，所有秩序彻底崩塌。弱肉强食，无论是亲戚朋友，只要在狩猎范围内，都会自相残杀。陈华叹了口气，哎，随着觉醒者越来越多，在国外很多地方已经彻底成为无序世界，那里妖魔鬼怪横行，觉醒者互相吞噬，而普通人类被圈养成血食。推动这一切的正是流亡组织，他们不断进攻边境线，暗中在龙国投放变异怪，蛊惑我们同胞相残，就是为了打破我们龙国的秩序。此话一出，下方众人都沉默了。如今形势确实不容乐观，他们每一个都是龙国的守序者，守护秩序，守护家人。陈轩倏然站起身，表达自己的决心。我虽然只想平平淡淡的活着，做好本职工作，尽自己最大努力维护一方安宁，但如果需要我做出牺牲的话，也随时都可以。你牺牲了也没什么用。黄然随口说道。陈轩顿时满头黑线，大哥，能不能给点面子？噗！白琼捂嘴偷笑，伸手拉了拉陈轩的衣袖。陈队长，你赶紧坐下吧，可别给咱第三小队丢人了。陈轩愤愤不平地坐下，表示很尴尬。台上陈华继续道：好，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，另外大家准备一下，今晚集体行动，先捣毁流亡组织的窝点。会议到此结束了，人们哗啦啦起身散去，脸上皆带着凝重之色。唯独林北搓了搓手，表示很开心。大规模行动啊！异能局所有小队一起出发，这下可真热闹了。走吧走吧，林主任，两位长官给咱们特定了任务计划呢。白琼拉起林北离开会议室，来到第三小队休息厅。林北开口问道：晚上需要咱们干什么呀？给咱们的任务那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陈轩表情夸张道。林北斜眼打量他，到底是什么？放风！陈轩重重说道。两位长官交代了，由我们第三小队放风，他们带着其余2支小队进行主攻。第45章潜入酒吧。就这，林北觉得很无趣。放风就是在外围观察敌人动向，然后及时汇报，作用仅相当于插了个眼。林北觉得自己要当主力，那个流亡组织的人悬赏自己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异能局里，人们紧张地准备着。流亡组织的分部就在西城区一间酒吧的地下。西城区是江东市最混乱的地带，小混混横行，遍地都是站街女。陈华的计划是分批前往，而且穿便装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而第三小队作为放哨人员，当然是第一批去，先观察一下情况。出发！林北都有些急不可耐了。依旧是王虎开着车，陈轩坐在副驾驶，一路向西城区驶去。脱离了市中心的繁华，周围略显荒凉，尤其是西城区的街道，满地垃圾、酒瓶、烟头，甚至是用过的计生用品随处可见。路灯年久失修，光线昏暗，周围的墙壁上面尽是各种涂鸦。头发花花绿绿的小混混们在街道上大摇大摆，也有喝醉的醉汉正在墙根处小便。一辆吉普车缓缓停了下来。流亡组织分部就在附近，大家小心点，先观察一下情况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陈轩目光四处扫视着，不远处的街边站着一排穿着清冷的妹子，各种低胸衣、短裙黑丝、红底高跟，搔首弄姿，招揽着过往的客人。私车里看不清楚，我下车去看看。陈轩眼睛发直，推门走下了车。白琼心里好奇，陈队长这是观察敌情去了吗？林北觉得有些无聊，也跟着走下车去。有不少妹子当即注意到他，连连抛媚眼，甚至撩起小裙子，露出一片马赛克。帅哥，过来玩呀！叮！系统扫描 C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林北没搭理，再望向垃圾箱旁的一位邋遢中年。叮！系统扫描 C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还有正和站街女搭话的小混混。叮！系统扫描 C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还有不少人面色蜡黄，嘴唇苍白，显然是被吸血鬼吸过血了。那些吸血鬼没有要他们的命，而是当作血食，隔三差五放点血，以保证长期鲜血供应。林主任，你发现可疑人员了没？陈轩目光依旧盯着穿着清凉的妹子。林北点了点头，附近好多吸血鬼啊！啊！陈轩眼睛一瞪，那我还是回车里观察吧。他连忙灰溜溜跑了回去，而林北则毫不在乎，举步就向人多地方走去。林主任干嘛去了？白琼坐在车上盯着林北离去的背影。陈轩摇摇头，
谁知道呢？咱们不用管他，他会不会暴露我们这次计划？应该不会吧。林北向前走着，来到最热闹的地方。前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酒吧，隐隐可听到里面躁动音乐声，门口人来人往，不少小混混抽着烟。按照陈华所说，流亡组织就在这里了。林北举步便走进去，躁动的音乐声顿时更大了。来，左边，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来，左边，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耀眼的灯光疯狂闪烁着，人们不断扭动着身姿，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烟气和酒气，甚至还有一股腥味。前方小舞台上，穿着清凉的妹子跳着钢管舞，阵阵起哄声不断。在灯光阴暗处，不少男女纠缠在一起。林北还看到一个小女生蜷缩在沙发上，不断抽搐着，脖颈处有2个牙印，显然是刚被吸过血。哦豁，还真挺热闹的呀！林北心中感叹，转头一望间，还发现个熟人。第2小队队长叶灵坐在吧台旁，鬼鬼祟祟的四处打量着。哎，叶母鸡，你已经潜伏进来了呀？林北微笑的打个招呼。叶灵当即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做个噤声的手势。嘘，不要声张，别把我暴露了。好在屋里音乐声比较大，周围没人能听见。哦，你找到目标人物了吗？林北压低声音问。叶灵摇摇头，还没呢。秦平始终没露面，这家伙太狡猾了，不知道他在哪呀。秦平便是那个流亡组织的小头目。林北稍加思索，你咋那么笨呀？找个人问问不就行了吗？别呀，那不就暴露了吗？叶灵俏脸焦急，但林北根本没管他，转头便对旁边一个妖娆女人问：喂，你知道秦平在哪吗？我知道啊。女人上下打量，发现是个大帅哥，于是颇为炫耀道：我和秦哥关系很好，曾经还陪他喝过酒呢。哦，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林北继续道。女人贪图他的美色，看你这样子，应该是来投靠秦哥的吧？姐姐倒是可以帮你引荐引荐。那咱们赶快去吧。林北迫不及待道。随即他便在女人的带领下向酒吧深处走去，原地只留下叶灵一脸懵逼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这样也可以？但他也不迟疑，立即跟在了林北后面。林北脱离喧闹人群，周围稍稍安静下来。小弟弟，放心吧，有姐帮你说话，秦哥一定会收留你的，以后好好跟着秦哥混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女人扭动着臀部，一副说教模样。吃香的可以，但是为什么要喝辣的呢？辣的好喝吗？林北开口问。女人一阵无语，感觉这家伙从头到脚都挺帅的，就是好像不太会说话。对了，秦哥的脾气可不好，待会见到他以后，你说话千万注意着点，别惹他生气。好，我不惹他生气。林北决定待会直接干掉他。走到酒吧里面，有一个通往地下的楼梯，楼梯口有人把守在左右。叮，系统扫描 B 级兽魂系觉醒者，鸭子，能力嘎嘎叫。叮，系统扫描 B 级兽魂系觉醒者，大鹅，能力泯人。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一位公鸭嗓的人问道。女人顿时有些紧张。这位大哥，我是来找秦哥的，以前我还陪他喝过酒呢，今天特意为他引荐个人。第46章，狩猎者出现。两人打量一番，觉得他们翻不起什么风浪，便放行了。林北跟着女人走下楼梯，前方出现一条长廊，两旁皆是房间，有不少人在走廊穿梭着，其中有觉醒者或者是吸血鬼。这流亡组织分布与异能局差不多，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，并且规模不小。这里就是秦哥办公室了。女人更加紧张了，整理下妆容，向下拉了拉低胸衣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壮观一些。记住，进去后千万别瞎说话，我让你说时候你再说。女人又叮嘱一句，抬手敲了敲门。谁啊？房间里传来低沉的青年音。女人连忙道：秦哥，是我，以前陪你喝过酒呢，今天有点事找你。哦，进来吧。青年音说道。女人这才推开门，心情忐忑地走了进去。屋里灯光昏暗，墙上挂着个电视，对面是沙发、茶几和你一张办公桌。沙发上坐着个青年，鹰钩鼻，颧骨突出，目光阴厉。此人正是流亡组织小头目秦平。叮，系统扫描 S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鬼面蜘蛛，能力爪刃、吐丝。居然是 S 级觉醒者，看来他就是悬赏自己的人了。林北心里念叨着。女人恭恭敬敬地对秦平鞠了一躬，然后对林北说道：这位就是咱们秦哥了，快点打个招呼呀，机灵点，说秦哥好。但林北想了想，从兜里掏出把塑料玩具枪，直直地指向了秦平。女人当即懵了，满脸黑人问号。你干什么呢？看不出来吗？当然是干掉他了。林北理所当然说道。女人张了张嘴，仿佛听到天方夜谭一样。你拿着把玩具枪想要干掉谁？这怕不是个傻子吧？
他现在终于看出来，林北不是不会说话，而是脑子有问题。秦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就带他走，打扰了。慢着，秦平缓缓抬起头，他那些小弟不认识林北，但他可是记得，异能局第3小队有个智障，实力最弱的那位，没想到今天居然主动来到这里，而且还拿着玩具枪对着自己。噗，哈哈，果然是个智障，你来这里送人头的吗？去死吧！林北没多废话，直接扣动扳机，叮，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变为能量激光炮。轰！只听轰鸣声响起，一道激光爆炸开来。卧槽！秦平惊呼一声，没想到玩具手枪有这么大威力，这什么情况？秦平顿时被炸飞出去，面色焦黑一片，头发都烧没了。啊！旁边女人也是目瞪口呆，他的枪这么厉害，同时也明白过来，他不是投靠秦平的，而是过来杀人的。妈呀！救命呀！女人惊慌失措地往外跑。此时，林北又连续扣动扳机，因为 S 级觉醒者体魄强悍，一枪打不死。轰轰轰！爆炸声连连响起，仿佛地震了般，整个屋子灰尘簌簌而落，墙壁都被炸得塌陷，而秦平被火焰包裹着，更是苦不堪言。他这是什么能力？这么猛？不是说林北是第3小队最弱的吗？当时还说挑个软柿子捏，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Bio， 林北不断开着枪，炸得秦平浑身是伤。来人呀！他立刻呼喊道。但此时外面也传来打斗声，甚至是吸血鬼的嘶吼声。异能局已经全员动手，战斗彻底爆发了。砰！房间门4分5裂碎裂开来，2道人影冲了进来，正是陈华和黄然，飞鹰奔拳组合。林北，你没事吧？二人神色焦急，因为知道秦平等级不低，但看清房间里这一幕，顿时傻了眼。嘿嘿嘿！林北给直笑着，宛如小恶魔一般，不断扣动着扳机，炮火不间断地打在秦平身上，爆炸声连连。秦平苦不堪言。片刻后，他扑通一声趴在地上，浑身黑如焦炭，连一根毛都没有，全都被炸没了。他双眼无神，浑身抽搐着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救我！不要杀我！他已经开始向陈华和黄然求救。2人目瞪口呆，原以为是场恶战，结果轻轻松松就被林北解决了。这能力也太强了吧！林主任，留个活口啊，他可是 S 级觉醒者，流亡组织头目，估计知道很多机密。黄然连忙说道。丢！林北又扣了下扳机，但这次打出来的是塑料子弹，系统强化已经失效了。塑料子弹依旧打在秦平头上，落在开裂的地面上弹了弹。好啊！没想到这么顺利啊！早知道我就不制定那么多计划了，根本用不上呀！陈华激动说道。但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一阵凶厉气息传来，随后外面走廊便传出数个歇斯底里的惨叫声，然后彻底安静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安静显得有几分诡异。怎么回事？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？不应该吧？陈华和黄然眉头一皱，觉得十分古怪。异能局的人虽然有优势，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把那些变异怪和觉醒者消灭。走，出去看看。陈华和黄然连忙跑出门外。林北觉得可能又有热闹看了，于是也跟着走了出去。但很快发现走廊里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，其中不仅是流亡组织的人，也包括异能局的人。所有的人都死了，鲜血汇聚成一滩又一滩，宛如修罗屠宰场一样，惨烈无比。这怎么会这样？陈华和黄然都傻了眼，抬头一看，发现满地尸体尽头处站着一位青年，满脸玩味地看着2人。显然这些尸体都是出于他之手，而且几乎都是一招制敌，瞬间秒杀。陈华和黄然张了张嘴，神色瞬间慌张起来。你是英飞？第47章 SSS 级。此时楼梯传来哗啦啦的脚步声，陈轩等在外面放风的人员都跑了下来。陈华面色一变，连忙提醒道：大家散开，离他远一点。一个顶级兽魂觉醒者，能狩猎 S 级李老的存在，绝对有秒杀他们的实力。谁啊？陈轩见走廊满地尸体，便觉得奇怪，转头一看向青年，瞬间神色大变。卧槽，怎么会是他？他怎么在这里？陈轩转头往回跑出数十米远，心中惊骇不已。其余赶来支援的众人也连忙退散开来，仿佛避煞星一般。英飞独自站在中间，一时间竟无人敢近身，脸上露出狂傲之色。叮！系统扫描 SSS 级兽魂觉醒者，疾风暴熊，能力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体。叮！这次宿主真的要小心，请谨慎处理。SSS 级。林北掰了掰手指，
这下有点查不过来了，等级有点高了。被烧成黑人般的秦平虚弱的走出来，哈哈，没想到吧？他已经加入我们流亡组织了，我们要打破所有秩序，建立新的规矩。江东市异能局这么弱吗？连个 S 级的都没有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殷飞目光扫视众人，因为狩猎低级觉醒者对他提升已经不大了，他喜欢猎杀高级的。陈华和黄然呼吸都变得沉重了，因为殷飞的压迫感实在太强烈，犹如面对天敌。殷飞，我劝你收手吧。陈华重重说道。殷飞摇了摇头，新的世界就要有新的规则，而新的规则需要我们强者来制定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黄然冷汗直流。殷飞嘴角轻挑，我只是想打死2位，或者被2位打死。对，殷大哥，干掉他们。秦平神色亢奋，干掉他们异能局，江东市就是我们天下了，一切规则由我们重新制定。死吧，弱者。殷飞轻轻呢喃，身形倏然而动，仿佛瞬间消失了般。SSS 级的速度不是他们能捕捉的。陈华瞳孔缩成针孔大小，飞鹰之眼发动，却惊愕地发现只能勉强捕捉到一点影子。噗呲，随后肩膀一阵剧痛，鲜血飙射而出，殷飞五指已经插入其中。原本这一击是直接贯穿心脏的，但陈华发动鹰眼本身又以速度见长，所以才勉强躲开一点点。这不可能！他心中惊骇无比，因为曾经对战 S 级觉醒者，陈华也能抵挡一招半式，没有和殷飞有这么大的差距。你到底是什么等级？你不配知道。殷飞说道，下一招便要取其性命。周围的众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叮！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变成爆裂穿刺追踪之枪。轰！炽烈火焰喷涌而出，瞬间爆燃开来，整个走廊顶部被掀翻，坍塌过半。抬起头，甚至已经仰望到星空。殷飞被爆炸包裹，衣衫破裂，脸上被炸出数道血痕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殷飞转眸望向拿着玩具枪的林北，他顶级兽魂的嗅觉也未在其身上感受到任何契机。卑微的蝼蚁竟然能伤到我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！不愧是林主任。陈轩等人仿佛看到希望，这一枪虽然不致命，但至少伤到了他，估计再来几枪就解决了。可众人欣喜之时，殷飞眼眸微凝，身上的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。顶级兽魂的自愈能力也是极强的。他这么快就痊愈了，也太变态了吧！完了呀！陈华同样目瞪口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确定了，这家伙绝逼不止 S 级，怪不得他能狩猎李篓以及那么多 A 级觉醒者。陈哥，咱们今天要栽了啊！怎么会出现这种变态？黄然心灰意冷说道。陈华还算冷静，看来只能试试秘密武器了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此时，殷飞被林北伤到，心中羞怒不已，感觉就像被虫子咬了一口。给我死！殷飞改变目标，直奔林北冲来。陈华手里握着一个银色金属球，这就是总部做的秘密武器，是用10余颗 A 级变异兽魂晶制作而成的超强炸弹，相当于10多个 A 级变异兽自爆的威力，足以炸死 S 级或者 SS 级觉醒者。陈华鹰眼发动，来不及迟疑，直接对着殷飞扔了过去。快撤！与此同时，他拉起林北和黄然，飞身向后退去。跌！轰！银色金属球红点闪烁过后，瞬间爆裂开来，宛如炸雷惊响，声音振聋发聩，强烈的能量席卷而出，气浪所过之处皆飞灰烟灭。只见一个小型蘑菇云升空，地下走廊尽数被汹涌火焰吞没，顷刻间化为乌有，彻底不见了，变成一个大坑。周围便是凌乱的街道以及满是涂鸦的建筑。一阵清冷夜风呜呜吹过，浓重烟尘开始飘散。陈轩等人满身灰尘，幸好躲够远，不然也被爆炸吞没了。只是他们目光紧张，皆死死盯着爆炸中央，到底怎么样了？殷飞死没死呀？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可就在此时，一股暴力气息从中传出来。烟尘消失过后，一道修长身影显现出来，他身上尽是露骨的伤口，但此时正在愈合。冷漠的脸上面无表情，一双眼眸里却蕴含着滔天杀意，仿佛化作实质。众人只觉一柄钢锥指在眉心处，寒意直冲头皮。死！陈华倒吸一口凉气，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都没死！黄然嘴唇发干，喉结蠕动，咽了口唾沫。陈哥，这下真完了呀！刚才那个银色金属球已是2人最强攻击手段，可击杀 S 级或重伤双 S 级觉醒者，但对面前的殷飞却没什么作用，只造成了轻伤而已。陈华用绝望的口吻道：“这家伙是3S 级觉醒者。”第48章狩猎之战。啊！黄然顿时傻眼了。
3S 级，早觉得殷飞强大，但也没想到强到这种状态，简直变态。旁边观战众人同样张大了嘴，能塞下去一个鸡蛋。真的假的？真有 3S 级觉醒者吗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天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他们彻底绝望了，因为 3S 级已经是传说中的存在，殷飞实在太强了。唯有陈轩等人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，目光看向了林北。他们知道，林北同样是最顶级的兽魂觉醒者，也许和殷飞能有一战之力。林北眼睛瞄了瞄，摇摇头道：“打不过，咱们赶紧跑路吧。”噗！陈轩差点一口老血喷出，心里暗道：“别啊，林主任，现在还能往哪逃？若他们异能局的都跑了，人民群众怎么办？江东市必将大乱。所以，即便是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，也不能后退半步。”呵，虫子们想逃了？殷飞冷笑着，有些天生的差距是你们这辈子也磨灭不了的。闭嘴吧你！林北举起玩具手枪，又给了他一枪，但殷飞早有防备，抬手便是一拳。顶级兽魂系觉醒者，力量强悍至极。砰！殷飞一拳竟将爆裂之枪轰散，强烈的拳风将火焰尽数熄灭。咦？林北刚要扣动第二枪，却意外地发现殷飞身形已经不见了。他已发挥出极致速度，下一秒便出现在林北身前。糟了！陈华等人面容惊骇。砰！殷飞一拳打在林北小腹上，那强大力量使其如炮弹般飞了出去，轰隆一声撞裂了一面墙，缓缓滑落下来，手中的玩具枪也脱手落在了地上。啊！这……陈轩也傻眼了，看来林主任也要撑不住了。痛！好痛！呜呜！林北趴在地上哭泣。我今天先杀了你！殷飞举步走了过去，众人见这一幕，心中紧张至极。林主任，不会真的死在这了吧？你的能力确实还挺奇怪的。殷飞低头看看地上的玩具手枪，轻声嘀咕了一句。不过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抬起脚，对着玩具手枪踩了下去。啪嚓！塑料玩具枪顿时四分五裂。哎！林北哭声停止了，怔怔地看着被踩碎的玩具。他踩碎了我的玩具？他竟然踩碎了我的玩具！咚咚咚咚咚咚咚！林北心跳开始加速，灵魂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，即将爆发而出。林北，林主任！陈华等人见殷飞要下杀手，忍不住要冲上前，可在这瞬间却产生一种异样之感，仿佛什么东西在苏醒，凶猛之气愈发浓重，压迫感如泰山压顶般传来。在场的人心中都是一悸，灵魂开始站立，那是自基因深处的恐惧，当然也包括殷飞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作为顶级兽魂觉醒者，竟然产生一种畏惧感。猛兽直觉告诉他，强烈的危险正在降临，仿佛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。这不可能，我已经是最顶级的觉醒者，处于食物最炼顶端，我就是无敌的存在。殷飞不断告慰着自己，但那股让人战栗的气息从林北体内散发而出。叮！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觉醒状态。呜呜！宿主又恢复正常了。本统感动的想哭。系统声音刚落，只见林北手腕上的手环红光闪烁间亮起3个字母 S。兽魂觉醒，凶猛复苏。那凶狂的气息如潮水般将众人笼罩，人们呼吸都是一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。又一个 3S 级觉醒者！天哪，林北他……我没看错吧？这是幻觉吗？陈轩心情激动万分，甚至有点想哭。来了，他终究是来了！待打上线。此时，只见林北摇晃着站起身，眼神带着清澈，已和从前截然不同。他重新上下打量一遍殷飞，忽然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。就这，你……殷飞觉得他是在轻视自己，同为 3S 级也并不比自己强哪去。哼，也好，只要将你狩猎，我的实力又会提升不少，终于来点像样的对手了。殷飞倏然发难，抬拳向其打来，而林北根本不躲闪，同样一拳迎了上去，完全是硬汉。轰！两位 3S 级觉醒者力量强悍至极，两拳相交间，宛如小山碰撞，强烈拳风四处激荡，脚下土地寸寸塌陷。太强了！陈轩等人抱头继续后退，以免被这余波席卷。咔吧吧！殷飞手臂骨裂声传来，已经呈现出诡异弧度。他眉头一拧，强忍疼痛，再一看林北，却什么事都没有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心中惊骇，想要继续发起进攻，但林北已经抬腿踢来。砰！林北速度极快，即便是殷飞也没反应过来，他只觉得小腹剧痛，整个人对折在一起，
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，轰隆隆，他直接撞他两面墙壁，然后倒在满地碎石里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英飞，如今狼狈不堪，似乎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众人惊愕不已，同时心中好奇，因为他们都是3S 级，但林北却完全碾压之势。不对啊，他们不是平级的吗？林北怎么会强这么多？白琼凝眉问道，心中万分不理解。陈轩目光直勾勾盯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记得有人说过，检测手环只能测到3S 级，难道说……众人头皮发麻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此时，英飞从碎石堆中爬起，臂骨噼啪作响，正在慢慢愈合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你？他面目狰狞，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周身狂风涌动，再次向林北冲去。他已用出全部实力，林北瞳孔一缩，竟然变成了菱形。此时他眼里的画面仿佛定格一般，空气流动的波纹，甚至漂浮着的细微灰尘都被按了暂停键，瞬间停止不动了。而英飞原本难以捕捉的动作，如今缓慢像蜗牛一样。林北挥拳而出，轻而易举地打在他脸上。砰！众人所见，仿佛英飞刚一靠近，瞬间就被弹飞出去。这怎么回事？下一秒，只见林北身形一闪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当他再次出现，已经来到英飞上方，随后一拳重重地猛砸下去。轰隆隆，整片街道都坍塌过半，无数皲裂痕迹四处蔓延，宛如地震了一般。这下众人可算是看清了，这还是个人吗？太强了吧，无敌啊！林北再挥起左拳，又一次砸了下去。轰隆隆，地面塌陷，深坑越来越大。英飞头破血流，但依旧愈合着。林北继续砸，宛如人形蛮兽一般。哐哐哐哐，有韵律的声音传来，大地跟着一颤一颤。周围楼房玻璃破碎，墙壁上也出现裂痕蔓延，人们的心都跟着颤抖不止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疯了！片刻后，英飞口鼻鲜血直流，整个头颅都变了形，愈合能力失效，已经彻底不行了。林北再次抬起手，准备结束掉他的性命。为什么？英飞放弃挣扎，不再反抗，临死之前问出他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。我们都是3S级，为什么你那么强？我的3S级吗？是因为手环上限是3S级。砰！林北说完，一拳砸了下去。英飞头颅如西瓜般爆裂开来，与此同时，一颗鸡蛋大小的红色晶体从中掉了出来。3S级的魂晶，璀璨如宝石一般，仿佛蕴含着无限能量。林北将其捡起后，心念一动间，红色能量流入其掌心，被其尽数吸收掉。叮！恭喜宿主成功狩猎 SSS 级疾风暴熊，速度与力量获得少量提升，当前复苏程度 5%。随着系统声音落下，这场战斗已经落下帷幕。街道上满地狼藉，充满战斗的痕迹，宛如刚刚发生一场天灾。夜风呼呼吹过，远处众人灰头土脸，都眼巴巴看着林北，心中惊魂未定，一时间也不敢上前。林主任，您没事吧？陈轩慢慢走过去，试探性问道。林北菱形兽瞳一缩，又恢复了原状，面色异常阴沉。我有事，而且很严重。啊？你怎么了？不会是哪里受伤了吧？陈轩面容担忧，毕竟刚才战斗惨烈，他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可林北伸手一指被踩碎的玩具手枪，顿时委屈的大哭起来。哇，我的玩具被踩坏了，呜啊！这……陈轩张了张嘴，看来是脑子又坏掉了。白琼等人连忙跑上来安慰：不哭不哭，以后再给你买。对，林主任，咱换个新的，您想要多少买多少。第49章恩将仇报。听到有人给买玩具，林北顿时不哭了，甚至有点想笑。狩猎 SSS 级疾风暴熊，战损一支玩具手枪。夜风中有个光秃秃被烧成焦炭状的人影瑟瑟发抖。秦平被陈华等人带走，其余人打扫战场，开始进行善后工作。第二天，一则报道引爆整个龙国。本台报道，狩猎李老的英飞已被人击杀，扰我龙国者必诛之。无论你是什么人，无论你有多强大，胆来犯我龙国，必将付出血的代价。嘿！人们欢呼雀跃，心中亢奋不已。牛逼啊！居然有人把英飞干掉了！到底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！李老可是 S 级觉醒者呀，英飞能狩猎李老，实力何其强大，谁又能把他干掉呢？对啊，之前听说那几位 S 级觉醒者实力还不如李老呢。啊，那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人物，咱们龙国真正的机密怎么能暴露呢？有道理，这么说来，咱们龙国隐藏着更高的觉醒者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杀器啊！也没准高手在民间呢。英飞的死让人们很解气，但都在议论到底是谁这么强大。
一时间，这个神秘人物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。正所谓三人成虎，越传越邪乎。有的说干掉英妃的根本不是人，而是龙国一大隐士家族；也有的说龙国正举全国之力收集魂晶，培养出个绝世高手；更有甚至说是天神庇佑龙国，直接降下神雷给英妃劈死的。人们想象力很强大，为英妃杜撰出1000种死法，反复鞭尸。而此时的林北已经有了新的玩具手枪，正在异能局里玩耍。bio， 林北装模作样的瞄了瞄，感觉新枪手感还不错。此时陈轩急冲冲跑进来，嘿嘿嘿，林主任，有美女来看你了。谁啊？林北转头问。陈轩手舞足蹈，面色激动，是李老的孙女李慕雪啊。李天明的孙女李慕雪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龙国知名大歌星，有着上亿的粉丝，样貌倾国倾城，犹如仙女下凡，被奉为国民女神，无数人为之疯狂。由于林北身份并未公开，李慕雪通过内部打探到他的消息，想感谢他为自己爷爷报了杀身之仇。不认识，我没空。林北继续玩新的玩具手枪。哎呀，你这……陈轩都急坏了，玩具手枪就那么好玩吗？林主任，那可是大明星、大美女，长得可漂亮了，你咋能不见啊？他带好吃的了吗？林北问。陈轩顿时语塞，心道不愧是你。这可以带，我这就让人去准备。这还差不多。林北点了点头。片刻后，异能局一阵轰动，因为国民女神李慕雪来了。请，李小姐，恭候您多时了。陈轩等一众热烈欢迎，就连肉瘤脑袋李主任也在其中，无论男女，都在悄悄议论。哎，这就是李慕雪啊，真的好美啊！是啊，感觉比电视里还漂亮啊！不愧是女神呀！李慕雪微微一笑，很有礼貌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陈轩心花怒放，国民女神居然和自己说话了！我的天，不是在做梦吧？随即，在一众人簇拥下，李慕雪来到第3小队的休息室。林主任，快看谁来看你了！陈轩连忙说道。林北转眸一瞥，只见人群之中有位女孩，身材窈窕，肤若凝脂，精致五官堪称完美，没有任何瑕疵，一双星眸中带着几缕哀伤，看上去楚楚惹人怜。如此美貌，仿佛画中仙子，确实有倾城倾国之姿。好吃的呢？林北开口便问。噗！陈轩等人差点吐血。面对如此美女，林主任竟还不忘了吃。带了，都给你。陈轩拎过2大袋零食，林北扒开验了验货，点了点头表示满意。还不错。您好，请问您就是林先生吗？李慕雪走上前，一双美眸打量林北。他和爷爷李天明的感情极深，爷爷被人杀掉后，李慕雪悲伤欲绝，几次昏倒过去，所以最近有几分憔悴。他心中恨透了英妃，爷爷那么好的人却被他杀掉了，所以曾默默地发过誓，若谁能为爷爷报这个仇，自己便以身相许，甘愿做牛做马，服侍他一辈子。你找我吗？林北开口问道。李慕雪点点头。对，我是来感谢你帮我爷爷报仇的。没什么好感谢的，我杀掉他也是为了报仇。林北目露追忆之色。你也是报仇？李慕雪心中奇怪，难道他的亲人也被英妃害死了吗？能不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为了谁报仇？我的玩具手枪。林北恨恨地说道。啊，这……李慕雪心里发懵，给玩具手枪报仇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陈轩连忙柔声细语解释道。李小姐，那个我们林主任脑子有些问题，想法比较奇特，您可不要见怪啊。哦，李慕雪明白过来，早就觉得他有点奇怪，原来是有些呆傻。可是他这样也能杀掉英妃？英妃可是比自己爷爷还强的高手，在林北身边，确实感受不到任何顶级兽魂者的威压。李慕雪开始有些纠结，自己还要不要完成当初的誓言？他咬了咬牙，终于在心里做出抉择。无论如何，你杀了英妃，就是为我爷爷报了仇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？说完，李慕雪害羞地低下头，俏脸红得像熟苹果。向她告白的人无数，但对别人表白还是第一次。花！陈轩等人听闻，当即石化了。什么情况？国民女神向林北表白？我没听错吧？哇！名花要有主了吗？爷青结。妈妈，我失恋了。林北却颇为嫌弃地看着他，当自己女朋友？哦，明白了，你这是打算恩将仇报呀？第50章，守序者勋章。什么？恩将仇报？感觉有被嫌弃到。李慕雪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对男生表白，居然失败了，而且还遭到了嫌弃。后方陈轩众人更是僵立在原地。国民女神表白被拒了，林北把她拒绝了。我的天，妈妈呀，我没听错吧？
这天大的好事，他居然不同意。为什么被表白的不是我啊？放开林主任，有事冲我来。切，林主任的格局岂是你们这些人能懂的？人群中嘀咕声不断。李慕雪听着议论纷纷，颜面更加挂不住了。为什么？难道是自己太唐突了？毕竟今天是第一次见面。林北，你是不是觉得太突然了？有点不适应？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没有，我只是单纯的拒绝你。林北随口说道。李慕雪，他已经彻底无语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难道是自己哪里不好吗？还是自己不够漂亮？他现在都开始怀疑，林北到底是脑子有问题，还是身体某个部位有问题？可是我已经发过誓了，谁为我爷爷报仇，我就嫁给他当老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没为你爷爷报仇。林北皱眉说道，感觉女人就是莫名其妙，有理也说不通，而且还会影响自己拔枪速度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李慕雪似乎想到什么，她也是一名觉醒者，植物系 B 级，所以觉得林北一定是嫌弃自己实力弱，才会拒绝自己。也许我们现在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是我会变强的，等你不嫌弃我以后，我再来嫁给你。其实自从他爷爷死后，李慕雪便打算放弃演艺事业，一心提升自身实力，变成像爷爷一样的强者，继续守护龙国的秩序。等我再次回来，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。再见。李慕雪打算去一个龙国机密地方训练，当年李天明正是出自那里，他要重走自己爷爷的变强之路。看着李慕雪坚定离去的背影，林北挠了挠头，女人不可理喻，还是自己的玩具手枪好玩。Bye bye bye。 等李慕雪走后，陈轩等人依旧痛心疾首，抓心挠肝，为此事惋惜不已。唉，这要是我一定答应下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帮李小姐完成誓言。呵呵，你做梦去吧。白琼在旁边悠悠说道。等到下午时候，又有两人赶来异能局，正是陈华和黄然。二人始终风尘仆仆，脸色带着几分疲惫。他们常年游走于龙国各地，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。李主任笑呵呵迎接，两位长官，你们又回来了。闲话少说，我们是来给林北发勋章的。陈华直奔主题，没空和他寒暄。因为击杀英妃，维护了整个江东市的秩序，这是大功一件，所以总不让陈华两人带来勋章，亲手送给林北。李主任点头表示明白，并迅速召集人手，准备开一个表彰大会。说起这个，林北倒是来了精神，因为比较热闹。走进会议室，几个小队成员都在。林主任，以后我们真的要成为你的下属了。哈哈哈！黄然爽朗笑道。怎么回事？林北觉得奇怪，不是说发勋章吗？自己又要升官了。不过这倒是件好事，我代表异能局全体领导，感谢您为维护江东市秩序做出的杰出贡献，特此为您颁发顶级荣耀守序者勋章一枚。陈华神色郑重起来，双手奉上一枚金色勋章，面容格外肃穆。周围人眼眸圆瞪。守序者勋章，这种功勋章分为好几个等级，但守序者勋章已是最高级，能得到这种勋章的人在龙国屈指可数。这枚勋章拥有极高的特权，可以自由出入龙国领土的任何地方，其他人一律不准阻拦。此勋章一出，无论是哪里的异能局或是公职人员，都要无条件配合，并享有对其指挥权。再者就是先斩后奏等等等等一系列特殊权利，已经属于龙国最高级权限。林主任，这些你记住了没？陈轩一遍一遍念着权限。啊，差不多了吧。林北只记住了第一条，那就是想去哪就去哪，以后没人能管自己。这个好，他非常喜欢。好，大家鼓掌。李主任承担起气氛组，带领众人站起来鼓掌。林北接过金光闪闪的守序者勋章，表示非常满意。李主任笑呵呵道：林主任，真没想到您现在真的成为我们领导了，以后就都听您指挥了。废话，哪次不是我指挥？林北斜了他一眼。是。李主任连忙点头答应，心道你说什么都对。陈华正色道：林北，这枚勋章给你特权的同时，也代表着人民群众对你的信任，希望你能够利用好它。没问题。林北自信满满，不就是想去哪去哪吗？这有什么不会用的？陈华点点头，沉默半晌后又开口道：林北，我觉得你应该去龙国学院一趟。龙国学院是哪啊？林北颇为好奇。陈华解释说，龙国学院是训练觉醒者的地方，到了那儿实力才会迅速增强。不是吧，阿 Sir， 你让林北去上学啊，这样能行吗？陈轩担忧问。陈华神色认真道：我知道林北实力很强，但天才不努力，也有落幕的时候，最终泯然众人矣。如今国外很多地方秩序已经彻底崩塌，他们不断厮杀着，会变得越来越强，就像是羊骨一样，命运车轮已开始转动，不变强就会沦为弱者，终究逃不过被吞噬的下场。如今在边境战场上，
那些国外觉醒者凭借高级兽魂，正肆无忌惮地狩猎我龙国战士。而林北到龙国学院训练以后，便可参与边境作战，或是去边界深山狩猎变异兽，使自身实力不断增强。总之，充满杀戮的地方才是顶级猛兽的战场。林北和陈轩抱起肩膀，歪着头听陈华的长篇大论，有些似懂非懂，感觉他是老母猪戴斯勇罩，一套又一套。但仔细想来，似乎又有那么一点道理。第51章，龙国学院。林主任，你感觉阿 Sir 说的怎么样？要去上学吗？陈轩转头问。我表妹都去上学了，我也得上，学校可好玩了。林北思索着道。陈华脸上露出某微笑。龙国学院招生考核是极为严格的，但是你可以不用考核，直接特招入院，通知书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哦，林北有些惊讶，看来他是有备而来。陈华拿出一张通知书，上面写着特招入院，各种手续齐全，还有龙国最高机构盖的印章，只有名字处是空着的。来，在这里签个名，你就可以不用考试，直接去上学了。好，林北拿起笔，歪歪扭扭的写下自己名字。林主任要去上学了，我好舍不得呀。是啊，有空一定多回来看看。你说你咋走得这么突然呢？陈轩一众人表达自己的不舍，但要说最不舍得的，还是他老父亲林向东。林北这一走，又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再见面。虽然他平时也不回家。龙国学院是无数觉醒者向往之地，只招收有战斗力的觉醒者，并且考核极其严格，很多人削尖脑袋都挤不进去。龙国很多强大的守序者都是出自那里，这象征着一种荣耀。林向东觉得儿子能去那里上学，将来一定很有出息，即便心中不舍，也很愿意让他去。几天过后，一众人送林北去上学，飞鹰奔犬、陈轩等人以及他父亲林向东都跟着去了。龙国学院距离江东市倒是不远，开车去需要3个小时。这里不属于任何省份、城市的管辖范围，完全是个独立的区域。或者说，龙国学院本身就像是个小型城市，占地面积极为宽广，里面一切东西应有尽有。快看，前面就到了。黄然开着车，伸手向前指去。林北伸脖一望，只见一扇10余米高的大门，其上雕饰着各种花鸟鱼虫图案，恢宏无比。大门上方便是龙飞凤舞的4个大字：龙国学院。似乎迈进那扇大门，就会发现全新的世界。不错。林北表示很满意，看样子比表妹的江东大学强多了。车队停在大门口，众人走下车，门卫见到陈华纷纷敬礼。陈华走上前，与其沟通一番，便对林北说道：好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好。林北有些迫不及待了。林向东却走上前，满脸的不舍，眼眶有些泛红。儿啊，我送你进去吧，省着你找不着地儿。不用，你赶快回去吧。林北摆手道。林向东抿嘴点了点头，从兜里掏出张银行卡。那好，爸就不送你了，这卡里有1个亿，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，在外面千万不要亏着自己，不够你再给爸打电话。行了，应该够了。林北拿过银行卡，你快回去吧。那好，爸走了。林向东说道。陈轩和白琼等人一起挥手向林北道别。林主任，加油啊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可千万注意安全呀，别走丢了。林北走进学院大门，街道旁林立着繁华的建筑，周围行人匆匆，都向一个方向赶去，有些14、15岁的少年还被家长领着，也不知要干什么。唯独林北神色悠闲，来回打量着四周。嘿，他嘴里不断发笑，看哪都新奇，觉得这里可真不错。很快，前方出现个广场，并传来砰砰砰打击声，声音处围着一群人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干嘛呢？林北见那人最多，便举步走了过去。挤进人群，发现中间不少觉醒者，有男有女，岁数小的有13、14岁，大的也就20左右。因为龙国招生年龄规定不能超过25，他们面色凝重，似乎非常紧张。围观的人还有默默祈祷的：儿子，千万要考过呀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加油！闺女，爸爸相信你。林北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入院考核。在人群前方处摆着一个合金测力器，入院考核10几项，但第一门就是最基础的力量。无论是什么系觉醒者，力量不合格，其他一切都白搭。考核期限为3天，给了人们充足的调整时间。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，在厚重的合金测力器旁坐着一位中年胡子男，身穿学院教师制服，神色懒洋洋。还有没有考核的了？你们搞快点，一拳力量超过500 kg， 第一项就算通过。我来。一位青年鼓足勇气站到了测力器前，周围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他身上。他到底行不行啊？感觉不太行的样子。多半是白搭。呼！青年深呼吸一口气，
集中所有力量，一拳重重地打了上去。砰！一声震响发出，测力器数值开始变化，不断上涨，最终停在了一个数值501千克。青年雀跃欢呼，因为只比及格线多了1000克，考核成功。他转身抱住来陪考的女友，喜极而泣：“亲爱的，我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哎，小伙子，在秀恩爱成绩作废啊，赶快过来登记。”胡子男老师抽出一张表格，只有通过力量测试的人才有资格登记，继续下一项考核。哈气，还有没有人了？没人我可收摊了。胡子男老师打个哈气，满眼都是困意。他话音刚落，便又走上来一位青年，这人似乎非常紧张，额头上布满汗水，手臂都微微颤抖着。他也太紧张了吧？估计这个肯定不行，明显是心虚啊。周围人又议论纷纷。胡子男老师催促道：“快点快点，别浪费我时间。”好。青年走到测力器前，呀，他暴吼一声，抬拳打在了上面。红色数字闪烁后，停在了一个数值250千克。第52章，这届新生都是怪物。周围人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这个属吉利啊，才250也太弱了吧？就是，还不如我呢。胡子男老师不耐挥挥手：“快走快走，这实力也来考试，回家养猪去吧。”青年掩面哭泣，实在太丢人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连忙灰溜溜退场。胡子男老师继续吆喝：“还有人要考核吗？有请下一位受害者。”人们面面相觑，都有点不敢上去了，因为有实力的前2天早考完了，剩下这些多半都是来碰运气的。他们心里发虚，害怕像上一个那样丢人，都想观望下情况。我来，让我也打一下。忽然间，人群中传来个兴致冲冲的声音。林北大摇大摆走上前，众人目光立刻集中在他身上。这个感觉行啊，一点都不紧张。我看未必，看神态不像个强者呀。我觉得他也不行。胡子男老师眉毛一挑，并未在林北身上感受到任何觉醒者气息。小子，一拳的力量超过500千克才算合格哦。知道了，保证没问题。林北阔步走到测力器前，人们皆凝神注视着他，因为很少有这种完全不紧张的，所以心里多了些许期待。呼呼，林北往自己拳头上哈了2口气，然后凝神盯着相册力器。他盯了好一会，似乎在酝酿什么，导致周围的人都跟着屏住了呼吸，感觉这是个高手。林北同样暴喝一声，抬拳便打了上去。咔吧，只听骨节响动声传来，林北连忙将手缩了回来，另只手捂住拳头。嘶腾腾腾，好痛啊！什么玩意啊，这么硬？再看测力器上的数值，只跳动2下便瞬间定格了，40千克。人们见状直接笑喷了。40公斤才40公斤，我的天 ，XSWL， 这家伙是来搞笑的吧？可不，真是太逗了。一时间人们大笑不止。胡子男老师脸都黑了，之前还能嘲讽几句，但面对这40千克，直接让他无语了。喂，小子，你是来逗我的吧？赶快回家吧，别让我看见你。原本考核失利几人，闻言难免幸灾乐祸。还有这样的来参加考试，我怕啥？对，我250也不是最低的了。咱们得感谢这兄弟，他是来救场的，我现在一点都不丢人。谢谢啊。而林北听闻胡子男以及人们的嘲讽，脸色一点也不急，将手伸进怀里掏了掏，拿出一张录取通知书。只见上面写着：特招入院，免试录取。我不想回家呀，我得去上学。林北拿着通知书道：胡子男老师见到通知书瞬间当即不困了，反而瞪大了眼睛。这特招入院，他现在确定了林北就是来逗他的。你特招入院来考什么试啊？哎，我有通知书不进去就是玩。林北手舞足蹈说道。你们继续考吧，我走了呀。望着林北的背影，之前嘲笑他的那些考生当场石化了，脸色青一阵紫一阵。他是免试录取的，还有这种情况？我特么心态崩了呀。此时校长室里光线明亮，隐隐能听到外面操场嘈杂声。一位中年坐在办公桌前，正是鼎鼎大名的龙国学院校长张宏达。这届招生情况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张校长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目前为止还算顺利。前方一矮胖中年说道，他是负责招生的主任。张宏达点点头。这届有特招入院的吗？有啊，总共有4个呢。赵主任说道。哦，张宏达扑通一下坐直了，因为在往届有一个特招入院的都算多，这届居然有4个，都是什么人？快把资料放出来，我看看。是，
校长，赵主任打开旁边投影仪，一份资料清晰地出现在投影板上，其上有张照片，是位年纪13、14岁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脸上带点婴儿肥，还有个小酒窝，看上去人畜无害，一副邻家少年的样子。校长，这是第一位，名字叫张天，体内蕴含着未知的能量，平时还算清醒，但觉醒会进入失控发狂状态，曾不小心毁灭半座城池，被人们称为体内住着魔的男孩。司机手啊！张宏达感觉有点头疼，好好看着点这家伙，别把学院给我毁了。是，您放心。赵主任答应一声，继续拨动幻灯片，又出现份资料。这次照片上的人面容消瘦，皮肤松弛，小眼眯眯着，还留着2撇8字胡，看上去十分猥琐。这是第二位黄凯，他身为 B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但却瞬间秒杀过3头 S 级变异兽，具体怎么做到的，谁也不清楚，真正实力不详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张宏达感觉这位倒是个人才。赵主任介绍完，又换了份资料。这次是位女孩，照片里她微微探着肩，一双死鱼眼，面无表情，但总让人感觉阴恻恻的，即便是看照片都有一种头皮发麻之感。第三位纪云清，特殊系灵类觉醒者，他有一种特殊体质，厄运招灵体，此人天生体弱多病，恶鬼缠身，据说身上集结了无数灵体，可无差别吞噬任何灵魂能量，被称为背负着万千恶鬼的少女。张宏达脸色有点黑，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不会给学院带来灾难吧？幻灯片资料变化，出现位英俊青年。张宏达瞥眼一看，可算有个正常的了。他是谁啊？第四位林北，曾狩猎过 SSS 顶级兽魂觉醒者，初步可判断他自身等级已超过 SSS。据目前统计来看，他有可能是龙国觉醒者的天花板，处于食物链最顶端，终极兽魂觉醒者。尼玛！张宏达都想爆粗口了，这学生是我能管了的吗？谁把他弄咱们学院来的？异能总局的人。赵主任回答道。张宏达一拍额头，心想那4个人在一届，别把学校砸了就好，感觉实在过于危险。这届新生都是怪物呀。第53章特殊人员。张宏达有些惆怅，他本身是 S 级觉醒者，实力倒是不弱，但和这4人比起来，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。老赵啊，你说说，咱能教他们什么？这不是来拆台的吗？咱可以教教学院文化、人文情怀吗？赵主任建议道。张宏达想了想，他说的也对，实力不行，那只能讲讲情怀了。再不济，就算讲2个笑话，也得把他们稳住，千万别在学院搞事情，万一伤到人怎么办？就算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呀。老赵，咱得找个机会，一起去找他们聊聊。没问题。赵主任点头道。此时的林北还在学院闲逛着，他来到一个小操场，周围依旧熙熙攘攘，非常热闹，可唯独在花坛处却形成片真空地带，只有一个人在那里，正撅着屁股，将头插入花丛中，似乎寻找着什么。周围的人群仿佛避瘟神一样，眼神充满忌惮，避开那道身影，即便是路过的也会绕道行走。干嘛呢？林北心中好奇，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到花坛边缘。哎，你这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啊，是问我吗？那人将头从花丛抽出来，露出一张清秀的少年脸庞，头顶还沾着几片草叶。林北点点头，不问他还能是谁？周围也别人了，我在找这个吃。少年抬起手，2指间捏着条白虫子，然后直接塞进嘴里，开始咀嚼起来，一脸的满足。咦？林北撇了撇嘴，你怎么吃虫子呀？对啊，这种虫子叫花虫，从小吃花粉长大的，味道可甜了。少年咧嘴一笑，牙缝里沾着半截虫子。随即他左右看了看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哎，对了，你不害怕我吗？我怕你干什么？林北眯眼打量他。少年挠了挠头，因为他们都说我是怪物。你不是怪物呀，我见过真正的怪物，可丑了呢。林北回忆起人脸肉瘤、吸血鬼什么的。少年眼神一亮，仿佛找到知音般。对吧，我就说我不是怪物。以前我小的时候，他们总说我是怪物，然后还用石头扔我，用木棍打我。然后呢？林北很好奇。然后吗？少年目露追忆之色，似乎是尘封很久的回忆了。味道不错。哦，林北有些似懂非懂。第一印象就是这家伙是个吃货，似乎什么都吃，什么都能和味道扯上关系。少年微微一笑，终于找到一个认可自己的人，于是又捏起一条扭动虫子问：来，给你也尝一尝。不要不要，我不吃虫子。林北摇了摇头。少年动作一僵，明亮眼神似乎暗淡几分。不过林北将手伸进兜里摸了摸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。既然你送我虫子，我请你吃块糖吧。哦，谢谢。少年眸光瞬间又明亮起来，他喜欢吃甜甜的东西，于是也不客气，拨开糖纸，
将奶糖塞进嘴里，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林北觉得这人倒是有趣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张天。两个人的友谊就这么初步建立了。和他聊了几句以后，林北便去找自己住的地方。作为特招入院的人，和其他学生不同，林北住的不是寝室，而是一户独栋小别墅。绕了几大圈，林北终于找到了，可算没走丢。3层楼小别墅看上去非常精致，还带个小院子，里面种的花花草草，景色宜人。林北对新居很满意，别墅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，甚至还准备了些零食和小玩具，这都是之前陈华找人安排好的。林北在这里休息一晚。第二天，学院考核彻底结束，已经确定录取人数，接下来就到了分配班级的环节。林北对新同学还是挺期待的。一大早，林北在广播的通知下向特定地点赶去。在座教学楼大门上方有一个电子屏幕，屏幕上面滚动着，显示出人名以及被分配的班级。屏幕前聚集着上百号人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毕竟考上龙国学院是好事，许多人兴奋劲头还没过。林北目光扫视屏幕，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名字。林北在哪呢？哦，看到了，1年级3班。林北很快找到对应的班级，按道自己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兄弟，你是3班的吗？此时身旁忽然传来一个公鸭嗓子声音。哎，林北转头一看，面前顿时出现张猥琐的脸。此人尖嘴猴腮，小眼睛，八字胡，看模样像是30-40岁了。对啊，你家孩子也是3班的吗？林北以为是送孩子来的家长。不是。那人当即愣住了，连忙解释道：我不是家长，我就是个孩子呀，我也3班的，咱们是同学。同学？那你长得也太老了吧。林北对新同学的期待瞬间破灭了。自己同学就长这样吗？八字胡很不忿。我哪老了？我今年刚18，正所谓风华正茂，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。得，打住，收了你的咒语吧，我要找班级去了。林北转头就走。哎，等会。八字胡立即跟上他的脚步，忽然嘿嘿一笑，将手伸进怀里。哥们，我这里有好东西，你扛不扛啊？啥东西？林北好奇心比较重。只见八字胡微微掀开衣服，怀里露出本小册子，封面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大字：1年级新生校花排行榜。下方还有小字：黄凯出品，必属精品。兄弟，这里面都是我新收集的一手情报，记录了咱们这届的所有美女，并备注了她们兴趣爱好，绝对是泡妞利器啊！今天你我有缘，不要998，也不要888，只要98，校花包你泡回家。原来你是卖书的呀，我不需要。林北很失望，觉得这家伙有点不太正常，像个傻子一样。第54章，这位家长。2人来到1年级3班，教室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。嘿嘿，林北觉得新奇，坐在了中间一排靠窗户的位置，觉得这里上课时可以看风景。黄凯很自然地坐在了他旁边，又悄悄地掏出他那本校花排行榜。怎样？你再考虑考虑吧，98块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物超所值啊。我不要。林北对女人不感兴趣。黄凯小眼一眯，兄弟，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？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你看一页，验验货，保证你看完就想买。他说着，转头打量下四周，然后在书桌下面悄咪咪翻开第1页，看，新生校花第1名李慕雪。李慕雪你知道吧？国民女神大明星呀，她已经退出演艺界，来咱们龙国学院了。谁？林北听这个名字有点耳熟，转头看去，发现他的小册子上还贴着一张照片，那种大明星的艺术照，正是前几天找他以身相许的李慕雪。黄凯趁热打铁，怎样？第1页就很劲爆吧？而且刚才分班的时候我看到了，李慕雪恰好和咱们一班呀。只要你买了我这本书，就能学到追求她的方法，3天之内必拿下。他还用追吗？花钱学？疯了吧？林北可不干这亏本的买卖。两人聊天之际，教室陆陆续续有人进来，几乎快坐满了。同学们熙熙攘攘，来到新环境里都有些亢奋，毕竟在座的都是觉醒者，可以互相沟通交流。在学院外面的时候可没有这种机遇。但忽然间，门口处有个女孩走进来，屋里的人仿佛商量好一般，瞬间安静下来，都直勾勾望去。因为这个女孩实在太漂亮了，而且很有名气，大家都认识，正是国民女神李慕雪。哇，真的是她啊！我之前还以为重名的呢。李慕雪真人也太漂亮了吧，不愧是我的女神呀！我靠，妈妈，我和大明星做同学了，你儿子出息了。哎，他会做哪啊？有没有同桌的机会？我的天，难以想象和女神同桌是什么感觉。同学们不论男女都嘀嘀咕咕议论着。黄凯也是小眼兴奋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兄弟快看，我没骗你吧？真的是李慕雪啊，她来咱们班了。而此时更巧的是，
李慕雪美眸扫视一圈，便举步向林北这边走来。我靠，不是吧，他向这边过来了啊！可黄凯好似发现了不得了的事，轻咳一声，挺了挺身姿，表情装作酷酷的样子，自认开启了帅哥模式。随即他惊奇地发现李慕雪依旧向这边走着，并且停在了他身边，甚至已经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淡淡香气。黄凯心脏砰砰直跳，犹如小鹿在乱撞。难道上天开眼了？传说中的桃花运降临在我身上了吗？黄凯脑海中瞬间脑补出各种网络小说里画面，什么美女校花爱上我之类的桥段。但下一秒，李慕雪开口说话了，直接击碎他所有美好幻想。这位家长，能麻烦您让一下位子吗？啥玩意？黄凯脑海里轰隆一声，犹如五雷轰顶，耳边依旧不断回荡着那4个字：这位家长，魏家长，家长，长。女神竟然以为我是家长。林北转过头，感觉终于和李慕晴达成一致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你长得老像是个家长吧。噗！黄凯捂着前胸，有种吐血的冲动，感觉受了严重内伤，暴击1万点伤害啊！本以为桃花运降临，谁知道是个雷劫，但他还是坚持着解释一句：我不是家长，我是个孩子，咱们是同学啊。哦，那这位同学，你可以让一下位置吗？李慕雪目光一直在林北身上，始终没看黄凯一眼。黄凯咬了咬牙，面对女神，依旧无法拒绝。好吧，他缓缓站起身，僵硬地走到后面一排，宛如木偶般坐下，然后亲眼看着李慕晴和林北坐在了一起。唉，黄凯叹口气，这几年情爱与时光，终究是错付了呢。随即，黄凯仔细想想，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觉得林北和他好像早就认识的样子，这就是他不买我校花排行榜的理由。于是侧耳偷听两人的对话。李慕雪目光带着希冀：林北，你是不是想开了，特意来学院找我的？没啊，我是来学习的，不知道你在这儿。哦，李慕雪目光黯淡些许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挺有缘分的，并且成了同桌。我也会努力学习，然后变强，直到你答应和我在一起。等等，后桌的黄凯整个人都骂了，女神刚才说什么？听这意思，两人岂止是认识的关系？尼玛，我要退学！他心中无助呐喊一句。此时教室里同学们差不多都到齐了，门口处走进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，他目光扫视着，发现林北身旁已经没空位了，于是咧嘴对他笑了笑，独自坐到教室最后一排的左边角落里。随后又一位微胖的秃顶中年走进来，同学们见到他彻底安静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学院的赵主任，今后也是你们的科任老师。主任好。赵老师好。同学们热情打招呼。林北听他叫赵主任，也是个主任，算是和自己平级。赵主任看了看时间，胖脸咧嘴笑道：哈哈哈，大家都到齐了吧？首先我……砰！这时门又被推开了，赵主任说了一半的话也被憋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众人感觉到一股凉意，仿佛教室里瞬间降温2度。他们心中惊疑，刚想说什么，但转眸望向门口处，却突然安静下来。静！连动作停止了。只见门口处有一个女孩，她微微探着肩，一双死鱼眼，头发乱蓬蓬的，面容显得有些木讷，身上带着阴冷的气息。那个，你……赵主任习惯性想说迟到，但想了想后，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。女孩也把他当作空气，看都没看一眼，径直走到教室最后一排，独自坐到最右边的角落里。第55章异变起源。女孩正是纪云清，号称背负万千恶鬼的少女。赵主任觉得她有点太孤僻了，按照学院文化应该给予人文关怀，但他又想起一件事情，纪云清是厄运招灵体，据说与其说话对视，甚至靠得太近都会走霉运，每次都很灵，百试不爽，邪门得很。只有传说中的天选之人自身运气极佳，才能抵消他带来的厄运。所以赵主任正在考虑还要不要和他说话了，万一倒霉怎么办？但是如今他是自己的学生，不沟通怎么教学？也许自己就是天选之人呢。赵主任想尝试一下，于是鼓足了勇气对纪云清说道：云清啊，我知道你的事情，但来到龙国学院，我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温暖，成功融入这个大家庭。教室里安静极了，纪云清坐到座位后一直低着头，始终没出声。说完话后，赵主任面色紧张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一圈，但好像也没什么坏事发生。他顿时心中一喜，看来厄运招灵体传言有虚啊，或者自己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。一定是。赵主任心里美滋滋。可就在这时，头顶处忽然传来吱嘎吱嘎的声音，好像什么要断裂了一样。赵主任抬头一看，只见棚顶风扇掉落下来，
结结实实呼在他脸上。啪嚓！啊！赵主任惨叫一声，被砸倒在地上。赵主任，你怎么样？老师，您没事吧？快快快，过来帮忙呀！同学们连忙上前，将破碎的风扇移开，把赵主任扶了起来。噗！哈哈！林北在座位乐得直拍大腿，可算有个热闹看了。学校果然好玩。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！赵主任捂着脑袋，心中惊骇万分。看来厄运招灵体是真的，谁和他说话谁倒霉。这学生怎么教？我就说我不来，校长非让我来。唉，以后别想好了。我没事，大家都回去做吧。赵主任强忍疼痛道，只是目光躲躲闪闪，看都不敢看纪云清一眼了。好，我们开始上课。今天是入学第一天，我就随便给大家讲讲吧。赵主任站在讲台上道。不过下方的同学们一个个盯着赵主任，都捂住嘴，似乎很想笑，但由于上课原因，不得不努力憋笑。因为赵主任原本就秃顶，刚刚被风扇砸了一下，正好在地中海位置鼓起个大包，画面太美，难以想象。噗，我快绷不住了，我可没受过专业训练，一看他就想笑，哈哈哈！同学们嘀嘀咕咕起来。赵主任面色一黑，大家严肃点，我们上课呢。是。同学们挺了挺身姿，都闭上了嘴，故作严肃。但一个人想笑的时候，即便嘴巴憋住了，笑意也会从眼睛里涌现出来。唉，赵主任叹了口气，但很快又强打起精神。大家转移下注意力，认真听讲我讲课的内容，不要把目光都放在我的形象上。随即，赵主任开始认真讲课了。我今天要讲的是异变起源。全球异变大概是从20年前开始的。那一年，山洪、海啸、蝗灾、病毒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灾难频发，只是当时人们还没意识到，那正是全球异变的预兆。后来出现了第一个变异兽，大家还认为是极端个例现象，直到一发不可收拾，大批变异兽出现，不断毁灭人类城市，而且人们依赖的热武器竟然失效了。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类是多么绝望。就在这危机关头，终于有一个人类觉醒了。那便是当时正值壮年的李天明，李老。他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转战龙国各地，救人民于水火。说到这里，我们需要缅怀一下，想必大家也听说了，李天明他老人家已经仙逝，而且是被其他觉醒者狩猎的。不过如今那个人也已经被手刃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座位上的李慕雪闻言，美眸眼眶又泛红了，转头悄悄看看林北，发现他依旧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，就好像没说他一样。赵主任继续讲，当然人都有善恶两面性，既然有李老这样的守序者，也有一些破坏秩序者，他们凭借觉醒出的能力，到处烧杀抢掠，胡作非为，随着后期的发展，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组织，那便是流亡。如今有很多国家已经彻底沦陷，成为无序之地，我龙国便是为数不多的太平之地，依旧延续着古老传承与文明。不过随着内忧外患增加，现已经岌岌可危了。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说声感谢，感谢你们能够加入守序者阵营。以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但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新的希望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但愿我们传承不灭，薪火不息，一切未成定局，未来由你们去开创。同学们听得心潮澎湃，一时间鼓起热烈掌声。不得不说，赵主任讲课很扎实，那也是老母猪带丝用照，一套又一套。就在这时候，班级后门窗上出现个阴恻恻的脸庞，我来看看怎么回事了。张校长实在放心不下，所以特意跑过来看看。林北等4人一个班级，并且由赵主任亲自任教，都是他安排好的。张宏达目光谨慎地扫视着，仿佛侦察兵观察敌情一般。不过班级里一片和谐，好似没什么问题。看了看张天，正老老实实坐着，观察下林北，也没闹什么幺蛾子，还好还好。可当他看向赵主任，顿时露出诧异表情。哎，怎么事儿？脑袋咋还鼓包了呢？第56章悲惨校长。不会吧不会吧，老赵不会被学生打了吧？张宏达开始脑补起来，觉得这个班级确实很危险。没一会，下课铃响起，第1节课结束，同学们熙熙攘攘走出教室，而林北懒得动，依旧坐在座位上。后方的黄凯小眼睛滴溜溜转，见李慕雪起身出去了，于是拍了拍林北肩膀，问出依旧耿耿于怀的问题：喂，兄弟，你和慕雪女神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没什么关系啊，她非要做我女朋友，我没同意，好烦啊。林北漫不经心道。黄凯微微一怔，是啊，好烦啊。这时张宏达从门口走了进来，心里承受着巨大压力，但毕竟身为校长，有必要找他们谈一谈。转头看看纪云清，算了，不能和他说话。再看看张天，觉得也不靠谱。
唯有林北似乎好说话一点，虽然他是兽魂觉醒者的天花板，但说几句话而已，又不干别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张宏达心里犯嘀咕，走上前试探性打个招呼：“林北同学，你好。”林北抬头看去，发现是个中年人，这个岁数绝对够大。哦，你一定是个学生家长了吧？不是，我是龙国学院的校长啊。张宏达讪笑道，表示很尴尬。林北点点头，原来是校长。他知道校长这个职位，当时被他医治的王文远就是江东大学校长。林北眼睛滴溜溜转了转，校长应该是学校里最大的官僚吧？哈哈，那是当然，学校里的大事小情或者人员安排都是由我说的算。张宏达拍了拍胸脯，颇为自豪道，心里想着，果然这个林北还是比较好沟通的，知道自己是校长，最大的官，也许会对自己尊重一些。可林北却开口道：“好，那以后我就是校长了。”噗！张宏达差点吐血。咋的？说两句话就把自己撤职了？反客为主了？就连后方的黄凯都竖起大拇指，已经被林北深深折服了。这波操作厉害啊，简直就是麻雀啄牛屁股，确实牛批。张宏达了解过林北资料，知道他脑回路有点问题，也只能答应下来，就当哄他玩了。好，你是校长还不行吗？不错，林校长对他的表现很满意。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得听我指挥。啊？你要指挥啥呀？张宏达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林北给一笑道：“我饿了，但我又不认识路，你帮我跑个腿呗，买点好吃的去。”跑腿？张宏达一怔，想自己堂堂大校长，居然让自己跑腿。但转念一想，似乎也不是啥大事，至少很容易办到，总比他闹出别的幺蛾子强。先稳住。行啊，跑就跑吧，你要买啥呀？我帮你去。林北将手伸进兜里摸了摸，似乎想给他掏钱，然后拿出个1块钱硬币，放进他手里。1块钱能买啥？2片辣条吗？张宏达心里纳闷。林北开口道：“帮我买30根棒棒糖，5瓶6个核弹饮料，10包大白兔奶糖，10包辣条，1箱小浣熊，再来瓶可乐，要冰镇的，冰阔落。就先这么多，你去吧。”张宏达，他看着手心的1块钱硬币，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样。我尼玛，1块钱让自己买这么多东西，这是赤果的敲诈啊！哎，你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，一会我还得上课呢。林北催促道。张宏达牙关紧咬着，自己好歹也是个校长，怎么能被学生给欺负了？不过转念一想，林北的实力，去就去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丈夫能伸能屈。随即，张宏达便灰溜溜下楼了。后座的黄凯见此，整个人更懵了。看来林北不是学识牛批那么简单，简直是社交牛批症啊！居然让校长给他买东西，关键是还真去了。没一会，张宏达便大包小裹的回来了，满脸的不情愿。你要的东西买来了。嘿嘿，谢谢啊。林北将吃的接过来，全部摆在桌子上，然后又对张宏达伸出手。张校长一脸懵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找回来的零钱给我呀。林北理所当然道。张宏达整个人都快炸了，我他妈井号美元百分号 amp 星号 amp 百分号 amp 井号 at 井号百分号，最后他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，认命了，服了。于是又把1块钱硬币还给了林北。还差这1块钱吗？张宏达心里开始后悔了，感觉还不如找纪云清谈谈了，就算倒点霉也比这强吧。他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先溜再说。而林北倒是大方，打开包装袋后拿出几根棒棒糖，转头扔给张天，反正也是白嫖来的。小天儿，请你吃糖，校长给买的。谢谢。张天道了声谢，并由衷的夸奖一句，校长还帮着买东西啊，还挺不错的。刚走到门口的张宏达听闻，心里忽然感受到一丝温暖，还好，至少有个领情的，看来以后可以和张天沟通沟通，他对自己有好感了。可正当张宏达正琢磨着，却听张天对林北道：“那下次我也让校长买东西，然后再请你吃。”好呀。林北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两人已经商量好。尼玛，造孽啊！张宏达心中呐喊着：“恶魔，魔鬼，以后我不来了还不行？”上课的第一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过去了。林北觉得在学校生活还不错，比在家里和异能局有趣的多。但他父亲林向东此时正在家里来回踱步，心中对林北挂念不已，也不知儿子怎么样了，能不能适应校园生活，吃的好不好，遇没遇到麻烦，会不会被同学欺负呀？于是他拨打了异能局陈轩的电话，打探内部消息。喂，陈队长，我是林向东。哦，林总啊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
陈轩大大咧咧问。林向东继续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，有我儿子的林北的消息没？他在学校怎么样了？”“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始终关注着呢。你儿子已经当上校长了。”啊！第57章实践课。张校长现在很郁闷，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就被人给谋权篡位了，而且还让自己跑腿买零食，简直是毫无颜面。张校长表示不服，想自己也是堂堂一校之长，有必要重振雄风，好好给他们上一课，把丢失的颜面找回来。可是该教他们点什么呢？张宏达默默思索，关于自身实力方面，那肯定是不行了，直接排除。不过说能教导的东西，他还真有一个，那就是如何使用兵器。觉醒者的兵器当然与普通刀剑不同，而是用特殊合金打造，再由魂金加持，被称作魂器。催发魂器的力量需要用灵魂之力引导，达到人兵合一的状态，才能发挥出最大力量。普通觉醒者还真就不会用，就像人类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，难以与魂器达成共鸣。魂器的开发与使用也是近几年才有，而张宏达正是创始人之一，在此项目里被尊称为武器大师。就他了，不展示一下真正的技术，还以为我这个校长是吃素的。张宏达下定决心，好好教育教育林北，让他知道自己这个校长并非浪得虚名。一大早，同学都赶来教室入座。林北鼻翼抽动间，闻到一股奶油的香味，随后一份奶油蛋糕被推到了他面前。吃吧，我特意早起做的草莓奶油蛋糕。转过头看见李慕雪明媚笑颜，他已经改变套路，不对林北死缠烂打了，而是决定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，否则表白多了容易引人反感。林北低头看了看奶油蛋糕，上面还有草莓水果，非常的精致，气味诱人。看在美食的份上，倒没必要拒绝。好。林北拿起塑料叉子吃起来。李慕雪明眸一喜，看来他是慢慢接受自己了呢，我才没有被人嫌弃。李慕雪拄着下巴，面带笑意，满眼都是小星星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林北吃东西。过往的同学们见这一幕，心情可想而知。TMD 干啥呢？我早上都没吃饭，一进教室就饱了。暮雪女神真名花有主了吗？我看那小子好像不太正常的样子。暮雪女神为啥喜欢他呢？我究竟输在哪儿？你们昨天没看见吗？校长都给他买东西，估计家里关系硬吧。人们议论纷纷，大部分都是羡慕嫉妒恨。后座黄凯抱着肩膀，同样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心里默默叹息着。唉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呀。来，喝点水吧，别噎着。李慕雪主动拧开瓶矿泉水，林北接过后，蹲，发现他的水还挺甜的。噗，看你吃的，都吃到脸上去了。李慕雪又噗呲一笑，然后伸出玉葱指抹下林北脸上的奶油，然后放到自己嘴里。卧槽！同学们见这一幕，彻底绷不住了。这他妈的造孽啊！狗粮来的猝不及防啊！你搞偷袭，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没有实力啊你！后座黄凯离得最近，双手撕扯着头发，心里已经抓狂了。尼玛！如果我有罪，请让法律来制裁我。为什么让我看这一幕呢？好在片刻之后，林北吃完了，上课铃响起，同学们终于解脱了。此时，张宏达推开门，走到讲台上，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。哈哈，大家看见我不要意外，因为本校长决定亲自给你们上一节课。可惜他说完话，下方却无人回应，一片鸦雀无声。哎，怎么事儿？张宏达心里纳闷，此处不是应该有掌声吗？难道自己这校长真一点牌面都没有了？他仔细一打量，发现同学们都垂头丧气的，好像受了什么刺激。同学们，你们今天好像都不太开心啊。下方同学依旧无人回应，他们表示不想说话。狗粮吃撑着了。咳，张宏达轻咳一声，感觉很尴尬，确实没啥牌面，不过也没关系。他觉得接下来授课内容一定会挽回颜面，重振校长雄风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不学理论课，而是要实践。哦，果然，此话一出，下方终于有人打起精神来。因为正常情况下，开学前几天都是理论，到后期才有实践课。今天就要实践了吗？同学们很意外，张宏达对他们的反应很满意。铺垫完第一步，他要继续烘托气氛。没错，而且这是龙国最顶级的实践课，能教你们的人绝对不出五指之数，那就是如何使用魂器。哗！此话一出，同学们顿时哗然，课堂气氛热烈起来。使用魂器有点超纲了吧？开学第二天就学这个？是啊，我以前只是听说过，感觉好难呀。张宏达嘿嘿一笑，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让他们知道校长的厉害。余光悄悄瞄向林北，却发现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，依旧老神在在的坐在那，面色毫无波澜。哎，
这小子不知道我的厉害吗？于是继续说道：可想必大家也听说过，关于魂器使用方面，我正是创始人之一，获得过武器大师的称号，所以没人比我更懂魂器。哇，厉害啊！有这样的老师教，我一定能学会。咱们得好好学呀。同学们顿时更激动了，都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。张宏达再看向林北，却发现他依旧没什么变化，还是老样子。他不会是听不懂吧？张宏达对他反应很失望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待会让我好好给你上一课。第58章，一刀之力。实践课当然不能在教室里。张宏达将学生们带到一所大型体育馆，这里整洁明亮，地板被擦拭得一尘不染。中间处竖立着10余个合金长方体，足有1人高，上面有尽是刀剑劈过的痕迹，显然是当靶子进行魂器练习。哇，这里好壮观啊！待会要劈合金块吗？这怎么劈得动啊？那不会是钨钢吧？传说中最硬的合金，硬度高达14。同学们目露惊叹，四处扫量着。林北好奇地走上前2指敲了敲，疼！他连忙缩了回来。嘿嘿，张宏达嘴角微翘，同学们的反应让他很是满意。这个体育馆是他亲手设计，曾经用于研制魂器的实验室。同学们看了当然觉得震撼。接下来便到了张宏达找场子时间。他走到旁边的架子上，取下一柄唐刀，刀身修长，散发着寒光，极为锋利。但与普通刀剑不同是，在其刀柄部位有一个凹槽，里面镶嵌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红色魂晶，晶莹剔透，如梦似幻，隐隐有银光流转。同学们，这就是魂器。张宏达道：哎，好漂亮呀！牛啊牛啊！这能劈动钨钢吗？哈哈！张宏达爽朗一笑，心想岂只是劈动那么简单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讲解一下。张宏达手持长刀站到了一个合金块前，同学们见状心潮澎湃，连忙后退，给其让出足够的空间。林北倒是觉得此时就像是一群观众在街头围着看杂耍一般。下一秒，张宏达神色认真起来。此刀我将其命名为斩钢刀，是一把 B 级魂器，因为它里面镶嵌的魂晶是 B 级。同学们互相看了看，这还用解释吗？感觉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呢。张宏达继续道：催发魂器就是要用我们的灵魂之力，引动魂器中魂晶力量，达到无坚不摧，可斩杀变异兽或觉醒者的效果。话音刚落，张宏达凝神，只见刀柄上魂晶红芒闪烁，缓缓蔓延至刀身。他整个人的气势瞬间变了，空气中似乎有股锐利之息弥漫，让人后脊发寒。同学们倒吸一口凉气，甚至心中有点小紧张，皆屏住呼吸，认真观看着。唰！只听一阵破风声，张宏达已将长刀挥下。他速度极快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气呵成，确实很帅气。可是前方的钨钢柱却没什么变化，依旧屹立在原地。哎，咋回事？也没劈动啊，连个划痕都没有。校长砍了寂寞吗？可就在人们惊疑之时，钨钢柱刺啦一声，竟缓缓开始错位。哐当！随着错位幅度越来越大，断裂的部分掉落在地上。再一看，钨钢柱已被切成2半，切面部分平整光滑，宛如镜面一般。就算最精密的仪器，也达不到这种效果。哗！同学们见此炸开了锅。我的天，这太厉害了吧！怎么做到的？真的可以吗？好帅啊！原本同学们以为张宏达将刀砍进去，或者将钨钢柱破坏掉，就已经很厉害了，没想到竟直接一刀2断，而且如此干净利落。啪啪啪啪啪啪！一时间，同学们鼓起热烈掌声，心中佩服不已，暗叹不愧是校长。哈哈！张宏达面容得意，心里美滋滋，感觉这才是校长应有的待遇。目光瞟向林北，却发现他东张西望着，打量周围环境，目光根本不在自己这里。哎，难道还没被我折服吗？张宏达心里想着道：大家好好学习，以后也会达到我这种程度。接下来有同学想来练习练习吗？我来。一位男生跃跃欲试，早就迫不及待。好。张宏达将刀递给他，不忘提醒一句：这刀非常锋利，可不要伤到自己。校长放心。男生接过刀，酝酿了一下，抬手便对钨钢柱斩去。枪！哎呦，疼，好疼！一声金属铮鸣过后，男生捂着手哀嚎起来，因为虎口已经被震裂了，而被他砍的钨钢柱却一道划痕都没有。哈哈哈哈！同学们哄堂大笑。太笨了吧？就是你得引动魂器魂晶的力量，硬砍能行吗？来，让我也试试。
同学们接二连三的实验起来，体育馆内劈砍声不断，可从始至终也无一人成功。有些人控制自身魂精力量都难，更别说牵引外物的魂精，这对他们来说确实超纲了。同学们试得火热，张宏达目光一转，发现林北依旧东张西望着。可，林北，你刚才的学会了吗？我不会啊，林北说道。哦豁，张宏达眉头一挑，还知道自己不会啊？不会还这么有理？没关系，你也去试试吧，不会我可以教你啊。那就试试呗。其实，林北觉得那把刀挺好玩的，至少比自己的玩具金箍棒好玩。林北走上前，从张宏达手里接过长刀，同学们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他身上。林北，加油啊！你一定能行的。李暮雪为其呐喊加油，而其他同学则嘀嘀咕咕起来，能让暮雪女神倾心，看看她有啥本事。切，有啥本事啊？考核那天我看见她打测力器呢，才40千克。噗，不是吧？那咋进咱们学院的？她是特招啊，估计后台关系硬吧，走后门来的呗。嗨，那她要学会用魂器就怪了。人们对她完全没信心，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没成功的。而林北站在乌钢柱前，缓缓抬起斩钢刀，发现还挺沉的。随之系统声音传来，叮！系统强化，斩钢刀成为裂空之刃。系统提醒，由于本次强化的是真实武器，所以威力巨大，请宿主不要误伤到自己。之前系统强化的玩具都可以发挥出巨大威力，如今真正的兵刃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导致系统都温馨地提醒了他一句。霎时间，只见林北手中金光乍现，逐渐蔓延，将刀身尽数覆盖，宛如升腾起金色的火焰。顿时锐利之息弥漫，仿佛空间都凝固了，让人感觉如针扎一般，遍体生寒。同学们头皮发麻，心里瞬间产生畏惧之感，但炽烈的金光依旧攀升着，如小太阳般耀眼。林北手持长刀如燃火，锐利锋芒达到极致。斩！他重重的挥砍而下，只听刀芒破空，空气都发出阵阵哀鸣，刀锋所向，根本无物可挡。长刀如怒龙出海，摧枯拉朽，所过之处皆灰飞烟灭。嗡！仿佛龙吟炸响，乌钢柱直接被搅碎成齑粉。不仅如此，炽烈刀芒喷涌而出，横扫一切阻碍，后方10余根乌钢柱接连破碎。轰隆隆，整座体育馆都是一颤。在锐利气息下，地板被掀飞，又搅碎成齑粉，簌簌而落。前方墙壁上也被划出长长缺口，皲裂痕迹不断蔓延，一直到棚顶，半面墙壁都快坍塌了，犹如经历过天灾。至此，林北前方呈现出一片真空地带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哦豁，成功！林北一手握着刀，另手比出个胜利的手势。但周围的同学们此时灰头土脸，怔怔地看着这一切，表情难以置信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可能是在梦里吧。这都是真的吗？卧槽，太强了吧！哗！几息过后，同学们炸开了锅，爆发出热烈的讨论声。这种场面真是第一次见，无敌啊！同学们看着林北的眼光都变了，有敬畏，有佩服，实在太强了。这会是靠关系进学校的吗？那让自己情何以堪？李暮雪美眸满眼小星星，充满了崇拜。她还是第一次见林北展露实力，怪不得可以狩猎鹰飞，给自己爷爷报仇。刚才那一刀实在太帅了，不愧是自己以身相许的男人。而旁边的张宏达此刻也是目瞪口呆，脑子里只有3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什么？他发现自己可能对林北有点误解，那可是终极兽魂觉醒者，龙国天花板级别的存在，也许仅凭天赋就可催发自己钻研已久的魂器。擦，教个屁！张宏达郁闷不已，校长雄风没振起来。忽然间，棚顶碎裂的一个小石块掉落在他脑袋上。张宏达上下看了看，又左右看了看，顿时又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尼玛，老子的体育馆啊！全毁了！同学们激动心情慢慢平复，刚才林北那一刀让人们心中大为震撼，同时也受到鼓舞，决心以后加倍练习。张校长，咱们还练不练了？一位同学问。张宏达正欲哭无泪，琢磨着重建体育馆得花多少钱，场地都毁了，还练个毛线？啥也不是。下课，这就下课了。林北觉得今天够早的，于是不管其他人，自己拎着刀就往外走。张宏达转头一瞥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哎，等等，特么的咋还把我刀顺走了？第59章，来自林校长的安慰。那把刀林北肯定是不会还了，凭自己本事拿出来的，凭什么还回去？第二天，林北依旧早早的来到教室，书桌上面放着一盒刚烘焙好的饼干和
和一杯热腾腾的奶茶。李慕雪坐在旁边，眼睛眯成月牙状看着他。早啊，尝尝我今天的手艺。好。林北依旧没拒绝，感觉摊上这样的同桌至少得胖10斤，当然也让旁边的同学们一阵羡慕。不一会，黄凯乐呵呵地走进来，一屁股坐到林北后座。哎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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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他坐下以后就止不住的傻笑。林北转过头瞄了他一眼，好奇问：“你笑啥呢？有啥好玩的吗？”哈哈哈哈，可好玩了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哥们，我要脱单了！嘿嘿嘿。黄凯老脸笑得越发猥琐。要说别人脱单也没什么意思，但他脱单确实好玩。咋？你穿2件衣服了？林北问。不是。黄凯很无语，道：不是穿衣服的脱单，是找到女朋友的脱单。李慕雪身为女生，对这些八卦感兴趣，关键看黄凯也不像能找到女朋友的人。你女朋友是哪个呀？是隔壁班的女生，长得可漂亮了，我昨晚写了封情书，今早刚放在她书桌上，估计她下课就该找我约会了。黄凯满脸甜蜜，已经幻想出约会时候的情景。李慕雪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你这叫脱单吗？这应该叫表白吧，人家答不答应还不一定呢。切，想我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他怎么可能不答应？待会你们就瞧好吧，下课后保证有个大美女来咱班约我出去玩。黄凯很自信。哦，行吧。林北两人假装信了。不一会，上课铃响起，赵主任走到讲台上，开始今天的课程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魔怪的划分。魔怪大致分为2大类，感染类和强攻类。感染类又细化为吸血鬼、尸怪、寄生体3小类。赵主任讲起理论知识，夸夸其谈，非常专业。随后又讲了一些常规魔怪的弱点，以及曾经造成的灾害案例。如果以后遇到，应该怎样进行损失最小化处理。林北在实践课上东张西望，但理论课却听得格外仔细，感觉就像听故事一样，津津有味。而后方的黄凯心里仿佛长草了，不停地看表，心里思念着隔壁班的姑娘，不知她是否像自己一样正煎熬地等待着。可发现越看表，时间走得越慢，都快要崩溃了。咋还不下课啊？终于宛如天籁的下课铃声响起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下次再见，下课。赵主任收拾收拾书本，径直走出教室外。哦耶，下课！黄凯宛如解放了般，教室里同样嘈杂起来。没一块，还真的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封粉色情书来到他们班级门前。林北和李慕雪抬头望去，发现竟是一个身高7尺的壮汉，虎背熊腰，宛如铁塔般，护心毛都快长到脸上了，形象极为粗犷。林北转头问道：哎，这就是你女朋友吗？果然很丰满呀。不是。黄凯也有点蒙圈，昨天他不这样啊，难道情书放错桌子了？大汉站在门口，袁木怒瞪黄凯，就你这丑八怪也敢跟我女朋友表白，赶紧回去撒泡尿照照吧，别太恶心人了，行吗？丑八怪，原来人家名花也有主了，这位是她男朋友。我去！黄凯当即不乐意了，林校长，你听见没？就他这样也好意思说我是丑八怪？林北凑到黄凯面前，对他仔细打量起来，随后悠悠说道：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。黄凯，怎么回事？咋还向着外人说话呢？大汉满脸不屑，丑八怪，丑八怪，就说你丑怎么了？吃屎去吧你！卧槽！今天谁也别拦着我，我不把他屎打出来，都算他拉得干净。黄凯站起身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就要向大汉冲去。周围看热闹的同学们赶紧上来拉住他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学院里禁止私斗呀。凯哥，就他那长相，还好意思说你呢？他也没比你强哪去。再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其实你一点也不丑，就是有点怪。哎，好像也不对。黄凯顿时石化了，这是在安慰自己吗？怎么感觉直戳心窝子呢？大汉满脸嘲笑，将情书撕碎向其扔了过来。拜拜吧您，和我女朋友约会去了，你自己玩吧，丑八怪。说完，大汉一溜烟跑没影了。黄凯仿佛失了线的木偶，扑通坐回座位上，心中疑惑，我真的那么丑吗？其实也没有啦，把事情看开就好。对，外表不重要，人活着快乐最重要，就是不要在乎那么多嘛。同学们连连安慰。停，打住，你们可别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黄凯抬手打断道。这，周围的人直挠头，感觉自己安慰他不起作用呀。于是想了想，转头看向林北。林校长，我们不会安慰人，你那么厉害，要不你来吧，他肯定听你的话。我来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脑子里已经开始组织语言。我来就我来。黄凯，其实你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，
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要乐观，不要悲观，要热情，不要苦情。至少你人挺不错的。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，其他都不算什么，关键是长得丑，这事真不能怪你啊。第60章，一朵向阳花。噗！李慕雪噗呲一笑，还以为赵主任的课没白上。林北前面说的话可真不错，但后面的转折实在让人猝不及防。不愧是他。反观黄凯，满脸委屈。我长得丑吗？也许只是帅得不明显而已。承认别人帅有那么难吗？好了，别想太多了。中午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？李慕雪明媚一笑，继续道：我知道学院里有一家餐馆，厨师都是觉醒者，做菜可好吃了呢。哦，黄凯顿时来了精神，感觉还是慕雪女神好呀，竟然请我吃饭。其实李慕雪主要是想找林北，但怕单独约他不去，所以只能带上个黄凯，掩饰自己的目的。果然，林北点了点头。觉醒者都当厨子了吗？那可得去见识见识。时间到了中午，三人一起离开班级，向学院深处走去。那家餐馆似乎极为偏僻，他们走了良久也没到地方，甚至周围已经出现树林，人烟罕寂，彻底没什么人了。我说慕雪女神，这地方真有餐馆吗？你不是带错路了吧？黄凯怀疑道。李慕雪同样有些不解，我也是听说的，这里有餐馆，具体不太了解，但是应该没走错吧？那你听谁说的啊？林北好奇问。我爷爷。李慕雪解释说，我爷爷当年在这里当过老师，他很早以前就和我说过，如果有机会来龙国学院的话，一定要去那家餐馆吃顿饭。这……黄凯很无语。李慕雪的爷爷李天明，李老大姐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，这么长时间过去，他说的餐馆早黄摊子了吧？应该不会的，咱们再找找吧。李慕雪开口道。随即三人顺着前方林间小路一直向深处走去，几人吃顿午饭，好像到野外探险一样。可走了没多久，在小路尽头还真发现一间屋子，明亮的大窗户，外表整洁干净。哎我去，好像真有餐馆呀！黄凯目露惊讶，心想把餐馆开在这种地方，有人来吃饭吗？三人走近一看，门上确实挂着块七扭八歪的木头牌子，上面写着三鲜餐馆。没错，就是这儿了。李慕雪明眸闪闪，黄凯觉得很稀奇，当初李老来吃过饭的地方，如今竟然还开着，这也是多年历史老店了。林北不管那么多，进去干饭就完了。三人推门进去，里面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以及她的2个弟弟，三位老人岁数都不小。哎呦，欢迎欢迎，稀客呀，快请坐。老婆婆微笑，满脸皱纹堆积在一起。屋子里整洁干净，木质桌椅上一尘不染，有种古色古香的气息。林北等人坐了下来，他记得李慕雪说是觉醒者开的餐馆，于是转头打量三位老人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植物系觉醒者土豆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植物系觉醒者青椒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植物系觉醒者茄子。哎，还真都是觉醒者，并且全是植物系，分别为土豆、青椒、茄子。林北也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儿为什么要叫三鲜餐馆了，因为这是第3鲜啊。老婆婆，那你就给我来盘第3鲜吧。林北开口道。没问题，拿手好菜。老婆婆笑呵呵道，随后对身后吆喝：2弟、3弟，去给客人做个第3鲜。好嘞，请稍等。2位老头答应一声，便跑到后厨去了。李慕雪打量四周，开口对老人家道：老婆婆您好，我叫李慕雪，请问您认识我爷爷李天明吗？哎呦呦，老婆婆眼睛瞪起，我当然认识他了，天明那小子以前就爱吃我做的菜。原来你是他孙女啊，啧，都长这么大了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提起故人，老人家唏嘘不已，感叹时光飞逝，一双老眼不住地打量李慕雪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他想起赵主任讲课时说过，李天明是第一批觉醒者。老婆婆，那你也是第一批觉醒的人吧？哈哈，是啊，可惜咱也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开个餐馆糊口。老人家讪笑着说。您请慢回身，菜来了。几人说话之间，身后传来一声吆喝，老大爷将一盘第3鲜摆在桌子上，霎时间香气扑鼻，确实是一道人间美味。老婆婆为他们盛了米饭，年轻人多吃点。谢谢。李慕雪道了声谢，三人大快朵颐起来，林北吃的脸上都是米饭粒。不愧第3鲜，真香。老婆婆看着他们，神情唏嘘不已，似乎回忆起从前，以前天明那小子就和你们现在一样，充满了斗志。哎，可惜啊，上次见他还是10年前的事，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了。李慕雪听闻，止住吃饭的动作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，想起爷爷以前也坐在这吃过饭，美眸雾气升腾，随后便低声抽泣起来，温热眼泪划过他的脸庞，
止不住滴在了餐桌上。林北咀嚼着大米饭，支支吾吾地岔开话题：“老婆婆，你们做的菜可真香啊，这算你们觉醒的能力吗？”哈哈，植物系的能力可不止做饭那么简单，最厉害的应该是植物感知。老婆婆表情忽然变得神秘。哦，林北很好奇，觉得植物系属于很特殊的存在。曾经的边明俊练过植物伪装，只可惜被大黑狗刺成了狗尿苔。这植物感知又是什么？植物感知就是……老婆婆话说到一半，忽然闭上了眼睛，然后伸出双手，掌心朝上，似乎正感知着什么。这三人立马盯向她，李慕雪也顾不上哭了，因为老婆婆气息变化，身上散发出一股宁静、清新、自然之感。植物感知就可以察觉到能量，并且距离极其遥远，可达万万里。老婆婆闭着眼说。李慕雪神情惊讶，万万里，那么远，岂不是可以覆盖全球了？黄凯小眼眯起，忽然觉得老婆婆不简单，毕竟是第一批觉醒者，可能有什么隐藏手段。高手，这是个高手。林北对其上下打量，实在忍不住心里好奇。老婆婆，那您现在感知到万万里远的能量了吗？到底是什么啊？天上的太阳。老人忽然睁开眼，手指天空的方向。林北沉默了半晌，头顶仿佛有只乌鸦飞过，心里很是失望。太阳，太阳能呗，这确实有万万里那么遥远，不过自己天天都能感知得到，一点都不好玩。黄凯目光错愕，发现自己误会了，这算哪门子高手？逗小孩玩啊？切！接着干饭。三人吃完第三鲜，肚子圆滚滚的，心满意足。李慕雪付了钱，礼貌道：“三位前辈，那我们先走了呀，有时间再来看您。”哎嘿嘿，闺女慢走啊。老人慈祥的笑。当三人走出门，正好一缕明媚阳光洒落。李慕雪抬头凝望，阳光映在她娇艳脸上，温暖又舒适，竟显得有几分圣洁。感受太阳吗？林北和黄凯两人都没当回事，可唯独李慕雪当真了，因为她觉醒的正是 B 级植物系向阳花。第61章买东西。吃饱喝足后，回去的路上，李慕雪打算去商场买点东西。学院里的商场当然与外面不一样，其中出售觉醒者使用的物品，例如魂器、魂晶等。李慕雪正是需要买一把魂器，因为下午是实践课，张宏达既然教了，自是不能半途而废，还得继续教下去，并且他制定了条很针对的规矩，今后学院概不提供练习魂器，请学生自备。当然林北就不用买了，但由于顺路，便跟着一起去了。商场里非常热闹，同学们熙熙攘攘，两旁摆着许多展示柜，里面皆是魂器和不同种类的魂晶。林北三人不停地走着，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应接不暇，都快看花了眼。嘿嘿嘿，不戳呀，那个可真漂亮。这已经是黄凯第3次感叹，他目光盯着远处身穿超短裙的妹子，觉得身材真是一级棒。猥琐，来看魂器还是看妹子的？李慕雪撇了撇嘴，此时脸上戴着面纱，以遮住绝美容颜。这是他以前当明星时的习惯，在人多的地方怕被认出来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记得曾经他在马路上走着，有位司机大哥看得入了神，然后一下撞到电线杆，造成了个车祸现场。不过很快，他的目光就被一把剑吸引了。哇，这把剑不错，多少钱？美女，你眼光可真好，这把剑名青丝剑 ，B 级魂器，售价10万元。服务员小姐姐微笑解释道，看样子也是学院做兼职的学生。其实魂器本身并不值钱，而是其中镶嵌的魂晶很值钱。行，那就买了吧。李慕雪很豪横，毕竟明星出身，身价早已过亿，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买。服务员小姐姐顿时更加热情。好，我这就帮你拿出来。旁边的黄凯见状感叹，啧，有钱可真好呀。李慕雪目光扫视间，又注意到柜台里有2把匕首，似乎是成对的，上面雕刻的花纹相辅相成，看上去十分般配。哎，小姐姐，那对匕首是什么？哎呦，这匕首可不简单，左边那把叫贪玩，右边那把叫蓝月，象征着朋友间深厚友谊。贪玩蓝月，是兄弟就来砍我吧。服务员介绍道。李慕雪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就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，而且匕首确实很好看。多少钱？2把匕首总价20万。好，我买了。李慕雪直接敲定下来。豪横啊！黄凯再次感叹，此乃真富婆也。服务员将匕首拿出来，李慕雪一手一个掂了掂，感觉还挺有分量的。随后拿出其中的贪玩，觉得这个适合林北。喏，这柄匕首送给你吧。送我吗？林北虽然有一把魂器，倒也不嫌多，他挠了挠头道，不过我也不能白要你东西，我得给你钱。不用，真的不。李慕雪话刚说到一半，只见林北摸了摸兜里，
然后掏出枚1块钱硬币递到他面前。这行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李慕雪将硬币收起，觉得可以当做幸运币。林北点点头道：好，零钱就不用找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。是。李慕雪连连点头应和。心道你可真大方呢。旁边的黄凯默默佩服，林北这1块钱也太值钱了吧。之前让张校长买了一堆吃的，现在又买了李慕雪的魂器。不过林北对李慕雪还是不错的，因为没让他找零钱。黄凯心里突然有点发酸，总是觉得他俩是在秀恩爱。唉，难过呀。自己上午写情书表白，结果引来妹子男朋友，宣告失败，还被说成丑八怪。但黄凯觉得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他得继续追寻真爱。而眼下似乎就是个大好机会，因为商场里妹子太多了，可以找一个搭搭讪。黄凯是个实干派，小眼睛立马搜寻起来。可好巧不巧，他发现一道目光也正盯着自己。瞥眼望去，一时间两人四目相对。黄凯发现对方确实是个妹子，有些微胖，但面容清秀，也算还不错。现在不是挑食的时候，脱单最重要。于是他对着胖妹挤眉弄眼起来，释放自己爱的信号。噗！胖妹还真被他弄笑了，然后转头对旁边姐妹说道：哎，快看，那边有个缺心眼。黄凯买完东西后，三人就各自回去了，休息一下，准备接下来的实践课。下午2点，张校长双手叉腰站在一处小操场上，身旁摆着数个合金桩，正等待着同学集合。此时阳光正浓，晃得人睁不开眼，照在身上火辣辣的。这样的环境并不利于练习催发魂器，会使同学们无法集中精神，但也实在没办法，因为室内体育馆已被某人一刀劈成危房了，目前正在重建当中。不多时，同学们陆陆续续赶来集合，并且都会问候一声校长好。哎，好。张宏达微笑点头答应，可目光始终注视着远方，心想林北咋还不来呢？他正琢磨着看看能否借今天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斩钢刀要回来。直到同学们集合的差不多，林北的身影才悠哉悠哉地走过来。张校长立马迎上前去：你可算来了呀。哎，你有事吗？林北斜了他一眼。那个，嘿嘿嘿。张宏达讪笑一声，搓了搓手道：你看咱学院的经费有限啊，最近修体育馆又花了不少钱，而且还不收你们学费，所以我那把刀什么时候还给我啊？刀？什么刀？你哪有刀啊？林北满脸莫名其妙。第62章如意神剑。你这……张宏达眼睛瞪起，心中很是无语，看来他是不打算给了呀。上下打量林北，确实发现他两手空空。你没带武器来吗？我带了呀。林北将手伸进兜里，很快掏出一个东西。张宏达一看，竟然是个滋水枪。尼玛，这算啥武器？主要是天太热，林北想玩会儿滋水枪。他贼兮兮地瞄了眼张宏达：你没带武器吗？没带，我可啥都没带。张宏达连连摆手。林北点了点头：哦，上课啥都不带，你这老师不敬业啊。我特么……张宏达已经不知说什么好。叮，宿主的不要脸程度已有本统3分风采。接下来同学们都到齐了，张宏达开始上课。他讲解些使用魂器的细节，然后又演示了一遍。好了，你们先自己练吧，待会我再过来检查。老师放心。同学们答应一声，开始自顾自练习。张宏达觉得今天太热了，不想在这待着，主要是办公室里还有2个西瓜，冰镇的一会都该不凉了，所以先回去吃西瓜，待会再下来检查。张宏达一走，有些学生便开始偷懒，但大部分都很努力，在炎热天气下汗流浃背，砍得合金桩噼啪作响，勤奋练习着。但要说彻底不练的，也有几位，那便是林北、张天、黄凯、纪云清。尤其是张天，在校长没走的时候就已经不知跑哪去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拎着2个西瓜回来了，走到林北面前：嘿嘿嘿，北哥，请你吃西瓜，可甜了呢，还是冰镇的。好啊。大热天吃点冰镇西瓜确实很酸爽。林北2人直接坐地上开吃起来，清清凉凉，冰冰爽爽。哎，对了，这西瓜哪来的？林北好奇问。张天咔嚓咔嚓啃着西瓜，头也不抬的道：从校长室拿的。干得漂亮。林北非常肯定道。而以黄凯不要脸的性格，当然也不能错过，很快就凑过来分享冰镇西瓜。唯独纪云清站得很远，躲在一棵杨树树荫下，他微微探着肩，蓬松杂乱的长发，一双死鱼眼直勾勾盯着人群，眸光哀怨，但似乎对他们还有一丝丝羡慕。苦练魂器的同学们现在可累惨了，顶着炽烈的太阳，还得放下浮躁，
屏息凝神，不断的砍向何金庄。关键是一点成效都没有，反而虎口震得生疼，浑身大汗淋漓，上气不接下气，累呀，太惨了吧！什么时候是个头呀？但转头一看，林北正美滋滋啃西瓜，吧呦吧呦的玩着滋水枪，就像沙滩度假一样。不过他们倒也是心服口服，谁让人家是大佬呢？李慕雪同样满身香汗，肺部如破风箱般呼哧带喘，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而对于魂器的使用，依旧毫无头绪。何金庄上连道划痕都没劈出来，他心中苦恼，转头看了看林北，沮丧地走上前哀求道：“你能不能教我一下，到底怎样才能催发魂器啊？”你问这个问题，算是撞我枪口上了。林北自信满满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李慕雪明眸闪烁，他现在急需高人指点，就连身后的同学们闻言也都停止了训练，悄悄侧耳倾听着，想知道林北究竟有何窍门。林北眼睛滴溜溜转，想催发魂器，你得需要口诀啊。口诀？什么口诀？李慕雪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东西。林北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对，口诀就是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，你挥剑的时候大声喊出来就好了。真的吗？李慕雪觉得很奇怪，就连后方同学们也悄悄议论着，咋还有口诀啊？就是校长也没给我们讲啊，难道校长藏私了？我感觉是假的吧，喊个口诀就能成功了，咱还是看看暮雪女神怎么说吧。最后李慕雪当然是相信了林北，反正试一试也无妨。他调匀气息，重新站到何金庄前，周围同学都凝神关注着，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。只见李慕雪双手举起青丝剑，慢慢闭上双眼，用心感受起来。此时炽烈的阳光洒在他身上，竟显出几许圣洁之感。手中青丝剑也被镀上一层金光，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。他大声娇喝一声，重重的挥剑斩了下去。唰！也许是因为信仰的力量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，青丝剑竟真的没入合金桩中，将其展开了一道缺口来。李慕雪睁开双眼，表情瞬间变得惊喜。天哪，我真的成功了！这一剑虽不像张宏达将合金桩斩断，或是林北直接把体育馆劈成危房，但对李慕雪来说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。哗！身后的同学们顿时哗然一片，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。我去，原来是真的呀！催发魂器需要口诀啊，那我原来白练了。张校长也没说清楚呀，他应该是忘了吧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试试。我也来。同学们都迫不及待了，一个个仿佛打了鸡血般，拿起魂器便往合金桩上砍，并且高喊着林北教的口诀：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；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；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。破音，此起彼伏的呼喊声中，林北 gay 直笑，暗道大家都充满斗志，练得真不错。而此时的张宏达则心里郁闷不已，自己的两个西瓜哪去了？出去讲个课的功夫就不见了，难道自己长腿跑了？算了，他只能喝口水，然后去检查同学们练习效果。可走到操场附近，便听到一阵奇怪的呐喊声，怎么回事？张宏达心中好奇，急忙小跑过去，离近了却发现同学们都高喊着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。人们脸红脖子粗，甚至嗓子都喊哑了，依旧呐喊着，就像傻子一样，声音此起彼伏，场面极为混乱。张宏达愣在原地，这都是一群啥？第63章狩猎场，都给我停下来！张宏达怒吼一声：“你们这是干嘛呢？”同学们都很诧异，还用问吗？这不是在练习魂器吗？就是林北教的口诀挺管用的，我感觉自己都快成功了。嘿嘿嘿，我已经成功了。毕竟这么多人练习，总有那么几个成功的，所以同学们对口诀更是深信不疑。林北，张校长转头一望，发现林北正盘坐在地上，美滋滋地啃着西瓜，地上一堆西瓜皮。卧槽！张宏达感觉这西瓜似曾相识的样子，他怒气冲冲走上前问：“西瓜哪来的？从校长室拿的呀？”旁边的张天理所当然道：“你们。”张宏达咬牙切齿，心道还好意思说，怪不得自己的西瓜没了，原来是被他们拿走了。林北斜了他一眼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张宏达原本要发火，但看了看林北，又看了看张天，整个人宛如泄了气的气球。没事，就是想问问这瓜熟没熟。接下来一段日子，倒没什么事发生。同学们日常学习与训练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张校长已经学聪明了，除了上课以外，平时尽量避开林北，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在诸多老师的教导下，同学们基础常识都学会了。但要说觉醒者提升实力的核心方法，依旧是吸收魂晶。所以接下来
就到了龙国学院最有特色的地方——狩猎时刻。学院为提升学生实力，特意建了个狩猎场，并且会定期往里投放变异怪，让学生们与变异怪战斗，不仅能提升实战能力，还可以获得魂金。同学听闻这个消息，心情非常亢奋，为了这场狩猎，提前1个星期就开始准备起来。其实他们中大部分学生至今为止都没见过变异怪，想到自己要与其战斗，觉得紧张又激动。林北当然没什么要准备的，平日依旧带着黄凯、张天两人在学院里闲逛，去商场里买些零食、玩具，偶尔也会和李慕雪去吃顿地三鲜。终于，日子到了去狩猎场这一天，同学们准备很充沛，不仅带了魂器，还背着大包小裹，里面是些水和口粮，心想万一短时间内回不来怎么办？狩猎一头变异怪，怎么也得2、3天吧。而林北几人依旧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，并且瞄了瞄张校长，发现他身上背了个包，有个人带就行了。随后，众人在操场集合完毕，便准备出发了。由于去狩猎场具有一定危险性，所以张宏达亲自带队。到了狩猎场以后，大家千万注意安全，不能乱跑，而且要随时保持警惕。你们也可以自行组成小队，互相团结协作，这样不仅能保证安全，狩猎成功率也会大大提升。一路上，张宏达耐心讲解着，而林北对狩猎场也很期待，因为纯正的变异怪，他只见过一只大脑斧，其他都是人为操作，人脸肉瘤吸血鬼什么的，不知这次会遇见什么小动物。不过，林北此时有点小郁闷，因为他们是走着去的，步行到狩猎场，足足需要2个多小时。偌大的学院，竟然连个校车都没有，张校长实在太抠了。而且，由于正值盛夏，天空中烈日炎炎，烤制的皮肤发烫，让人有种口干舌燥之感。诺，给你喝可乐，冰镇的，趁凉喝了吧。李慕雪弟来瓶可乐，林北也没客气，接过来直接拧开。蹲蹲蹲蹲蹲，哥，舒服。同学们成群结队走着，熙熙攘攘，谈笑风生，互相表达着自己激动之情。唯独一位头发乱蓬蓬的女孩，离人群很远，独自一个人默默走着。她似乎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。林北忽然想起件事，那就是离纪云清近了，便会有种阴冷之感，非常的凉快。林北眉头一挑，这是个避暑的好办法呀。于是连忙向纪云清望去。纪云清感知很敏锐，瞬间察觉出那道目光，同样转头望过来。可就在两人目光相交瞬间，纪云清便迅速将头扭开了，并且加快了步伐，大步向前走去。切，真小气，蹭下空调都不给。林北撇嘴嘀咕一句。终于，走了2个小时过后，他们来到了狩猎场。眼前是一片偌大的原始森林，里面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，树干粗壮，不乏千百年的古树。一阵清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其中隐隐夹杂着不知名的兽吼。同学们都安静下来，心里忽然有点小紧张。据张校长说，学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里面投放些 C 级或 B 级的变异怪，然后让他们互相厮杀吞噬，其中一些强大的变异怪就会成长到 A 级，将这些变异怪狩猎就可以获得 A 级的魂金，这算是一种人工培育。当然，一旦有变异怪达到 A 级，就必须立即将它们杀掉，否则让其继续成长下去，可能会发展成不可控制的局面。林北忽然觉得，如今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型狩猎场。走吧，咱们进去，我先带你们找一只极变异怪。张宏达说道。因为整座狩猎场都有人实时监控一些高级变异怪的领地分布，他们都十分了解。随即，同学们紧张地跟着张宏达走进茂密森林中。现在人们都不说话了，谨慎地打量四周，生怕茂密丛林深处忽然窜出什么东西来。脚下枯叶杂草被踩得吱嘎作响，耳边时不时传来怪异的鸟鸣，空气中依旧潮湿闷热。林北一手扇着风，眼眸不住地四处打量着。这深山老林倒是很新奇。哎，快看呐，有个大脚印呀！黄凯小眼瞪起，指向前方。哦，林北噔噔噔跑过去，蹲下身一看，发现确实有个大脚印，足有脸盆那么大，而且凭借踩下的深度，可判断出这绝对是个庞然大物。第64章，厄运之铁。张宏达咧嘴一笑，有同学能根据这个脚印判断出是哪种变异怪吗？根据周围痕迹以及环境分析出是那种变异怪的领地，也是他们平时理论课内容之一。同学们纷纷围了过来。哇，这么大的脚印，不会是哥斯拉吧？噗，哈哈，你搞笑的吧？哥斯拉脚印比这还得大，所以这应该是小哥斯拉。你们够了，科幻电影看多了吗？就是我觉得没准是金刚的脚印呢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，东扯西扯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张宏达面色发黑，平时咋学的？此时林北开口说道：“这是蛮蜥兽的脚印，犀牛变异后的一种 A 级变异兽，
体重大概在3吨左右，防御力极强，弱点是后背第3节脊骨，习性昼伏夜出。按这个时间点算，他现在应该还在睡觉。哦，张宏达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因为林北说的简直分毫不差。这里正是蛮西兽的领地，以林北的脑子能记住这些，张宏达非常惊讶。其实每次赵主任讲理论课，林北都听得津津有味，就像听故事一样，听了一遍后顺便记下来了。此时张宏达忽然想起赵主任对林北有一句评价：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。没错，林北说的完全正确。张宏达公布道。哥，同学们震惊的目光立即集中在林北身上，这也太强了吧，不愧是大佬啊，不仅实力强，理论也这么猛。就是，而且连变异兽在睡觉都推测出来了，牛批啊，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，牛批上天了呀。叮，恭喜宿主都学会抢答了，6666666归零。随即在张宏达带领下，人们顺着蛮西兽的足迹找去，一路上开始出现断裂的树木以及其他变异兽的尸骨，可以看出战斗过的痕迹。显然这些尸体都是蛮西兽战利品的。树木开始稀疏起来，前方出现一片空地，有几块厚重的花岗岩堆积在那里，空气中已隐隐有股腥气。而一只巨大怪兽正趴在岩石当中，假装自己也像块石头一样。他双眼紧闭，随着鼻息间喘着粗气，腹部一鼓一鼓的，此时正睡得香甜。这就是蛮西兽吗？我去，大佬说的对啊，他真的在睡觉啊。这家伙体型好大，的确有3吨以上。同学们把声音压得最低，生怕将蛮西兽吵醒。林北见这么大的犀牛，觉得挺好玩的。张宏达开口道：没错，那就是 A 级变异怪蛮西兽。接下来有同学想与他战斗吗？这就战斗了吗？同学们面面相觑，显然都有些从心。他们大多数都是 B 级，只有部分优等生才能达到 A 级。面对体型庞大的蛮西兽，一时间无人敢上前。没关系，大家不要怕，蛮西兽速度很慢的，对你们威胁不大。张宏达鼓励道。可在这时，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女孩身影轻飘飘的走了过去。张宏达一看，正是纪云清。他要出手了吗？人们都知道他背负万千恶鬼的称号，谁靠近他谁倒霉，从来没见他出手过，所以好奇的关注起来。纪云清死鱼眼直勾勾盯着蛮西兽，脸上面无表情。但同学似乎都感觉周围的温度变低了，凉快。林北美滋滋。霎时间，丛林里阴风骤起，隐隐传来狼哭鬼嚎的声音。随着声音加剧，纪云清背后竟窜出数道黑色怨灵，张牙舞爪的向蛮西兽扑去。那些怨灵嘶吼着，癫狂且暴躁。瞬间，蛮西兽感到危险，从睡觉中惊醒，瞪起红彤彤的双眼，嘴里发出不安的吼声。但为时已晚，他醒了，同时也死了。那些怨灵钻进蛮西兽身体，开始啃食他的灵魂。蛮西兽仿佛遭受巨大痛苦，不住的哀嚎咆哮，宛如杀猪的声音不断在林间回荡着。同学们倒吸一口凉气，太猛了啊！蛮西兽根本没有一合之敌，这就是纪云清吗？果然，不出一息时间，蛮西兽双眼红光暗灭，身躯轰隆倒地，数道怨灵钻出来，又回到纪云清体内。不知此时他身上背负着的是否又多了一个惨死的灵魂？可厉害厉害！张宏达看了都心惊不已，不过得假装镇定下来。同学们看见了吧？你们也要这样狩猎变异怪。接下来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，自己去找些合适的变异怪进行狩猎。当然，最好几个人一组，保证自身安全。张宏达刚告诉他们自己找狩猎目标，忽然又感觉到一阵阴风骤起，无数怨灵哀嚎声传来。人们心头一惊，看向远处的纪云清，只见他蹲在地上，双手按在地面，双眸紧闭着，似乎在感受着什么。百鬼夜行，无数怨灵顺着纪云清手臂钻入地面，然后咆哮着四散开来，疯狂地向周围疾掠而去。整片森林都被一股阴森气息笼罩，不禁让人汗毛竖立，一股凉意直传心底。但不出多时，四面八方的变异怪都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声，那些痛苦的声音连绵不断，此起彼伏，使森林仿佛变成了九幽炼狱。同学们倒吸一口凉气，已经知道纪云清在干什么了。因为张校长刚说完自由狩猎，他已经行动了，要杀死森林所有的变异怪。果然，没多久的功夫，那些惨叫声停止了，整片森林重归于安静。这下是彻底安静了，诡异的寂静。纪云清收回所有怨灵，从地上缓缓站起身。狩猎完毕。此时，张宏达肩头的对讲机滋啦滋啦响起，里面传来监测员惊恐的声音：张校长，狩猎场所有变异怪在刚才一瞬间全部离奇死亡了。这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还有，给你们放假了，
回家休息吧。张宏达直接挂断，变异怪已经全部死亡，这还监测个屁！完事了，感觉又是提前下课的一天呢。同学们面面相觑，变态啊！原本他们大包小裹的准备在这狩猎个3-2天，结果人家一个技能直接秒全图，自己还没开始都已经结束了，这 AOE 伤害太高了吧，简直是 bug 级存在。林北也十分好奇，悠悠走到纪云清身边，上上下下的对他打量起来，身上真的有鬼啊，离我远一点。纪云清皱眉冷冷的说道。林北表情诧异，哎，原来你会说话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，因为入学这么多天从没听纪云清说过话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周围同学们心惊不已，谁都知道纪云清是厄运招灵体，离他太近或者是对视都会走霉运，而林北直接和他对话了，这不得倒大霉吗？林北，你快点回来啊，别和他说话，会倒霉的。你忘了赵主任秃顶起的大包了吗？同学们为他担心，而林北毫不在乎，反而伸出手在纪云清后背拍了拍。刚才那些鬼啊，都跑哪去了？叫出来给我康康呀！同学们全都屏住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了。林北居然碰了纪云清，这还不得倒霉到死呀！而纪云清身体一颤，瞳孔缩成了针形。他从小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家人，10几年来和别人说话都不超过10次，从始至终都是自己孤身一个人。而林北居然触碰了他的身体，这种感觉可想而知。叮！本统庇佑，厄运退散。哎，你那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不过你身边真的好凉快啊！林北微微一笑，觉得很满意。包括纪云清在内，其余所有人都惊了。怎么回事？林北好像没倒霉啊？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？众人观察着林北，发现他始终生龙活虎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听说天选之人可以退散霉运呀，我也过去试试。黄凯心很大，迈步便走上前去。他来到纪云清身边，扭了扭身体，果然同样什么事都没有。嘿嘿，真没事啊，林北果然是天选之人啊，有他在身边，厄运之体都失效了。黄凯疯狂扭动身体，如果给他放段音乐的话，都能跳出一段社会摇来。纪云清表情呆滞了，直勾勾看着林北两人。作为常年孤独的人，已经有了很严重的社交恐惧症，忽然有人在身边，他一时间难以适应，于是连忙转身躲开了，和两人拉开一段距离。哎，你这人可真小气啊！林北撇了撇嘴。张宏达主持大局，好了，本次狩猎到此结束，下次我给你们重新找一个狩猎场，咱们就先回去吧。啊！同学都面露苦色，原本精心准备1个星期，然后步行2个小时，好不容易才到这，结果刚一来就要回去了。但是这也没办法，毕竟纪云清太强了。好吧好吧，回去了，不过也挺好，今天算放假了呀。哎，对哦，回去就没事了。同学们交谈着，转身原路返回。只是此时正值中午，天上的太阳更大了，仿佛下火一般，热得让人窒息。林北的冰阔落早都喝完了，此时没了降温设施，于是他眼睛瞄了瞄，快速走到纪云清身边，两人肩并着肩。这次知道不会给林北带来厄运，纪云清没有躲开，只是他咬了咬牙，心里似乎在挣扎。作为厄运之体，从小独自一个人长大，他也曾经幻想过有个人可以靠近他，甚至成为朋友。他实在太孤独了，可真有这一天的时候，他忽然莫名的有些惧怕。不过纪云清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，依旧和林北肩并肩走着，只是谁也没说话。林北转头盯向他，目露思索之色。喂，温度可以调低点吗？哦，好吧。第65章，生日快乐。走在纪云清身边，果然凉快了很多。林北心里美滋滋，按照这个空调朋友，我交定了，至少在11月7号之前交定了。黄凯小眼睛瞄了瞄，也慢慢凑了过来。反正有林北在，不会走霉运，空调不蹭白不蹭啊。嘿嘿，这好事咋能不带我呢？我也应该去感受感受。我也来。张天和李慕雪屁颠跑过来，几人将纪云清围在中间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时不时还传来几声猥琐或 gay 的笑声，气氛一片欢乐。纪云清抿着嘴唇，身体微微颤抖着，心里有些社恐，也有些激动。他身边第一次出现这么多人，难道我也有被人需要的时候吗？他们一路向学院走着，几个的背影在欢声笑语中渐行渐远。回到学院，一切一如往常。这一天早上，李慕雪做了个特大号水果奶油蛋糕，这并不是给林北一个人准备的。由于最近和张天、黄凯两人混得都不错，互相比较熟了，恰好他们也是吃货，所以打算叫上两人一起吃。黄凯感动得差点哭了，没想到吃了这么多天狗粮，蛋糕竟然还有自己的份，
这种恩爱以后多秀秀也无妨。眼前的大蛋糕足够5、6人的份，上面点缀着各种水果，晶莹剔透，看上去非常精致美味。李慕雪的手艺进步很大。此时，一股凉意飘进班级里，纪云清从门口走进来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快过来。林北对他勾了勾手指，然后又指了指桌上的大蛋糕，意思非常明显，给大家蹭个空调，顺便请他吃点。可纪云清走过来后，双眼死死盯着桌上蛋糕，瞳孔猛然缩成针孔大小，并且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，表示他此刻内心无比的激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没见过蛋糕吗？包括林北在内，几人都觉得非常古怪。可纪云清感动的声音颤抖：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哥，林北挠了挠头，生日？我不知道啊，真的这妖巧吗？啪啪啪啪！旁边的黄凯反应够快，已经鼓起掌声，并唱起生日快乐歌，顺着杆往上爬，简直毫无违和感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李慕雪也立马反应过来，对，生日快乐。他也立即鼓起掌，然后跟着一起唱。曾经的大明星，唱歌是专业的，声音清澈明亮，宛如百灵鸟般，好听极了。这里的动静立即吸引到其他的同学。哇，他们在给纪云清过生日呀，这太有爱了吧，还准备了那么大的蛋糕，真好。同学们也觉得林北几人有心了，非常的感动，于是一起跟着拍手，唱起了生日快乐歌。一时间，人们共同拍手哼唱，教室里气氛温馨极了。纪云清微张着嘴，目光扫视周围众人。对于一个从小孤独到大的人来说，哪经历过这种场面？他甚至想都不敢想，自己竟然有这一天。呜！纪云清感动的哭了，不住的抽泣起来。此刻冰封的心似乎彻底融化了。按赵主任开学第一天所讲，成功的融入这个大家庭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你来切蛋糕吧。林北招呼道。纪云清小心翼翼将蛋糕切得整整齐齐。这个蛋糕对他来说似乎格外珍贵，拿起一块放在嘴里，觉得香甜无比。他不仅第一次过生日，也是第一次吃蛋糕。有了纪云清的加入，队伍又壮大了，几人终究凑到了一起，并且随着时间的飞逝，友谊越发牢固。这一天，窗外阳光明媚，张校长和赵主任趴在校长室的窗台上，看着楼下草坪里坐着5个人，正在聊天打屁，分别是林北、张天、纪云清、黄凯、李慕雪。张宏达盯着各具特色的5人，皱眉思索起来，咋回事？在他印象中，张天和纪云清不是这样的呀，他们为人孤僻，从不与人说话，但现在都已经笑开花了，都变了，人设都崩塌了。然而这一切似乎是从认识林北开始的。张宏达转念一想，似乎知道艺能局把他送学院来干嘛了。原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人格缺陷，但相互认识之后，似乎没那么明显了。校长，你还欠学生们一次狩猎场呢，新一批变异怪短时间内培养不起来，这可咋办啊？赵主任担忧问道。学院里最有特色的狩猎时刻被纪云清弄没有了。哼！张宏达冷哼一声，似乎早有定计。我打算带他们去真正的战场，不是能秒全图吗？到时候再秒一个给我看看。赵主任面色一惊，校长，这太危险了吧？你说清楚，谁危险？张宏达瞄向草坪上那几个人。赵主任稍加思索，我觉得都危险，边界战场不容有失，也不是实力强大就能去的啊。纪云清的厄运之体可以给人带来霉运，张天觉醒时会陷入失控癫狂状态，而战场上铁令如山，稍有不慎就会错失全盘，所以一切最好在可控范围内。张天和纪云清确实有些不适合。张宏达摆了摆手，似乎一点都不担心。没事，那不是还有林北呢吗？林北，他那个脑子时傻时不傻，也不是很稳定啊。赵主任说道。你就放心吧。张宏达很有信心，自己被林北坑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吗？所以他肯定没问题啊。现在已经没时间再等了，前线压力很大，我先带他们去个小地方试试吧。郝校长，那您自己也得注意安全，您可是流亡组织重点狩猎对象之一啊。赵主任不忘提醒句。第66章边境营地。教室里，张宏达迈着沉稳步伐走上了讲台，嘴角带着丝微笑，准备宣布他的大计。同学们安静下来，都直勾勾盯着他，感觉今天的校长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张宏达仰起头说道，听说我欠你们一次狩猎场啊？还用听说吗？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？就是练习这么久，连施展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还想猎杀变异怪呢。我也想啊。同学们嘈杂起来。张宏达点了点头，狩猎场短期内是建不起来了，既然你们那么想杀变异怪，
不如我直接带你们去边境战场怎么样？话音刚落，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了3秒。啥玩意？上战场？开玩笑呢吧？校长，真的假的？你逗我们玩的吧？同学们难以置信，因为龙国学院培养觉醒者，为边境输送战斗力，但一般都是毕业才去，这些人刚学习1个月之久，现在去超纲了呀。张宏达微微一笑，我没开玩笑，你们刚才不是嚷嚷着猎杀变异怪吗？边境战场有的是，怎么现在不敢去了？同学们沉默了。可恶，被他装到了。张宏达继续说，但你们也不要怕，这次去的不是核心区域，而是边缘的小地方，考虑到确实有一定危险性，所以这次是自愿的，你们想去的可以去，不想就在学校待着呗。自己选择吗？座位上的林北想了想，这个好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可那个林北你得去啊。张宏达顿时垮了下来，因为林北是此次计划的关键，他要不去，谁驱散纪云清的厄运之体？而且林北不去，其他那几位大神也未必会去。不去，留在学校多好玩。林北果断拒绝道。张宏达无语，你不想变强吗？不想。林北回答很干脆。张宏达满头黑线，转念一想，可能是与林北聊天的频道不对，然后换了一个思路。林北，您可是我们的校长啊，您不去谁带领我们行动呀？这还差不多，密码正确。林北微笑着点点头。其他同学议论起来，有要去的，也有不去的。敢参加此次行动，大多都是 A 级觉醒者，至少有些自保能力。当然，也有 B 级。李慕雪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决定跟着林北抱紧大腿，给他们几个做点好吃的，当个小保姆就好了。战斗时自己捡个漏什么的，还能提升实力。最后经过同学们深思熟虑，要去边境战场的有10多个人。此事敲定下来，由于到边境的距离比较远，所以这次的交通工具是辆运输直升机。这一天，人们准备完毕，陆续登上直升机，已经坐了20余人，不仅有林北班的新生同学，还有一些高年级毕业的学生，他们正好要去边境战场，所以顺路就一起过去了。人们面色沉重，大包小裹，全副武装，怀里抱着各种魂器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什么种类的都有。由于要去战场的原因，机舱里充满肃杀之气。不过很快便欢乐起来。林北这次没有空手，而是拎着2个大袋子，里面尽是些棒棒糖、巧克力、薯片、妙角脆之类的小零食。来，可以开吃了。这是林北别墅里的零食，由于要出门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，放着过期了咋办？索性拿出来通通吃掉。哗啦啦，林北将零食倒在椅子上。张天、黄凯等人围了过来，撕开包装袋开吃。纪云清挠了挠头，这里面哪个好吃啊？你都没吃过吗？林北望向他，给他找了块榴莲糖，给你这个好吃。哦，好。纪云清打开包装袋放在嘴里，怎么感觉味道怪怪的？林北则转过头给偷笑。周围同学见他们的样子都有些懵逼，不是说上战场吗？怎么搞得和春游一样？左右看了看，自己也没上错飞机啊。张宏达扫量一圈，表示早都习惯了，而且觉得这样挺好。他们关系越好就越放心，总比打起来强，不然哪都不用去了。随着螺旋桨轰鸣声起，直升机缓缓起飞。呜呼，林北开心地趴在窗户看风景。以前他只坐过自家的私人飞机，这种直升运输机还是头一次，感觉很新奇。总之，自从林北上飞机后，原本肃杀气息全无，反而像出去旅游一样。大约3个小时后，林北发现天空的云层变得厚重，周围灰蒙蒙的，阳光被遮住，环境变得昏暗起来，而直升机已经开始降落了。张宏达说道，同学们，我们到了边境营地，这里经常遭到变异怪袭击，但一般都是小规模的，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。直升机停稳之后，张宏达带着众人走下来。外面的风有点大，撕扯着林北的头发。他眯眼四处打量，周围是个营地，而且站着一圈身穿作战服的人，显然是来迎接他们的。哈哈哈，老张啊，好久不见啊，没想到这次是你亲自带队来的呀。一位国字脸的中年人爽朗地笑着走上前和张宏达握手，两人关系很熟络。张宏达拍了拍他肩膀，老许，我这不是特意来看看你吗？得了吧，我可不敢当。你来的还正是时候，我现在人手不够。你这次带来的学生怎么样？有没有指挥能力强、战斗能力高的人才啊？老许目露期许。林北侧耳一听，这不是叫自己呢吗？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就完了呗。他悠悠走上前，你在找我吗？我经常指挥的行动，而且从来没失败过。张宏达汗颜，觉得他现在搭话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，感觉很尴尬。可他刚要解释一下，却听老许哈哈大笑起来。好，很好，小伙子很自信，
我们龙国就需要有自信的年轻人。啊！张宏达一愣，心道他岂是自信那么简单？待会社交牛逼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第67章，地狱也天堂。果然，林北打量着问：“你应该是这里最大的官僚吧？”哈哈，没错，我就是边境营地的总指挥官许建国。老许笑着道。林北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咱俩算是同行了，以后就由我来指挥，你歇着去吧。”啊！许建国眼睛瞪起，周围的人也面面相觑，感觉这个年轻人很嚣张啊。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可张宏达连忙打圆场：“行了行了，咱有事进去说吧。你这有什么情况？咱先了解一下。”对，老许连忙点头，因为外面有几个监测站正遭到攻击，他现在急缺人手支援。人们来到一间会议室，前方有个大屏幕，上面显示的是周边地图，3D 立体，十分详细。可以看到，在营地外面有10余个标记，那里便是监测站，主要用于监测外围是否有大批量变异怪，以及他们的动向会不会对关卡发动进攻等。从昨天开始，外围4座监测站同时遭到变异怪进攻，尤其是2号监测站还发现了流亡组织的踪迹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每个监测站都在请求增援，可我们已经没有人手了。老张，你可得帮忙啊！许建国语速很快地说道。张宏达眉头一挑，一来就接个大活呀。可是4个地方同时需要增援，他带来学生就得分组行动了。报告，2号监测站遭到流亡组织袭击，而且目前已经失去通讯信号了。一位战士满头大汗地跑进来道。老许听闻面色发黑，心中怒气横生。他妈的，一定是流亡组织发现我们遭到变异怪进攻，然后趁乱打劫来了。那我把学生分为4组，我亲自带一队人去对付流亡组织，其他3组同学去对付变异怪。张宏达迅速制定出计划。变异怪虽然凶猛，但不如人心1/1000险恶，流亡组织才是最难对付的。张宏达作为 S 级觉醒者，准备亲自出马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可旁边的林北一摆手：“哎，你去打变异怪吧，我去找流亡组织。”许建国闻言眉头一挑，看来这家伙真不是自信那么简单，而是很狂妄呀。刚出来的学生就敢去找流亡组织吗？周围的战士们面面相觑，觉得让他去增援不靠谱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不是儿戏，弄不好忙没帮到，反而去送人头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张宏达却点点头，欣然同意了。这个好，那你去找流亡组织吧，我到别的地方增援。其实相对于林北，张宏达更担心其他同学，即便他们去对付变异怪也十分危险，这样一来张宏达就可以帮他们了。老张，这样能行吗？许建国皱眉问。只见张宏达摆了摆手：“放心吧，我带的学生我还不知道吗？有些事情等忙完再跟你说。”行，那准备，抓紧行动吧。许建国还是比较相信老朋友，而且现在事态紧急，2号监测站都失联了，那里什么情况谁都不知道，估计会很危险。可瞄了林北一眼，发现他兴致冲冲的，好像要出去玩一样。接下来，人们领取了一套战斗装备、作战服，还有通讯器。林北穿上作战服，干净利落，非常帅气。他觉得新衣服不错，随手将通讯器别在衣领处，好像执行任务的特工一样。拉起领子歪头说道：“土豆，我是地瓜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”黄凯十分无语的走了过来：“喂，林长官，我就在你身后呢，咱能不能别用通讯器喊了？”也好。林北点了点头。走，咱们出发。他们这个小队当然就是林北、张天、纪云清、黄凯、李慕雪5人。起初，张宏达觉得他们共同增援一处有些浪费战斗力了，但考虑到第一次行动，而且面对流亡组织，这样更靠谱一点。另外，这几人多多少少有些问题。黄凯整天吊儿郎当，神经大条，心很大。林北、张天和纪云清这3人更不用多说，唯独李慕雪算个纯粹的正常人。张宏达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盯着点他们，万一出现意外情况，及时向其汇报。林北5人整装完毕，一路向营地外走去。过了前方10余道关卡，便可到达传说中的无序之地。其实，张宏达带林北等人来，看似很容易，但背地里做了很多准备工作。首先就是得给异能局总部报备，当时还引起不小轰动。毕竟林北号称龙国觉醒者的天花板，很多人都默默关注着。总部又通知了江东市异能局，然后还联系了林北的父亲林向东。林向东得知林北上战场的消息，心中自是担忧不已。咋回事？林北不刚当上校长吗？现在怎么就上战场了呢？菩萨保佑啊，千万让我儿子平安回来。江东异能局第3小队，白小馒头，我靠，林主任去边境战场了呀。边明俊，这是好事呀，他在边境，青天就有了，龙国太平了。
陈轩感慨万分：“哎，林主任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”呜呜呜！总部办公室里，飞鹰奔犬也感叹着，恍然面露回忆：“爱边境战场啊，想当年我就是从那的死人堆里爬回来的，实在太凶险了。”陈华嘴角微翘：“那是对你而言，边境战场才是林北该去的地方，对别人来说是地狱，但对他来说也许就是天堂。总之，猛兽登场了。”此时，猛兽确实登场了。林北走过重重关卡，正式踏上了无序之地。只见周围土地坑坑洼洼的，到处都是战斗过的痕迹，变异怪的尸体以及人类枯骨随处可见，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。一阵风吹过，拂起林北的头发，他眼眸仔细打量着四周，然后掏出张地图。哎，咱们增援的地方在哪来着？第68章支援。其余几人连忙凑过来帮忙查看地图。张天道：“2号监测站，应该往左走吧？”黄凯：“大哥，你看的是4号啊？幼儿园没毕业吗？连数字都不认识。”张天：“不是，我根本没上过学。”纪云清：“你顺着4号往下查，应该距离不远吧？”黄凯：“等等，下面是5号和6号，咱应该往上找才对。”李慕雪望着他们，一脸懵逼，心里跟着直着急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增援了，可以直接去收尸。此时，在2号监测站响起魔怪嘶吼，有20余只变异蜘蛛围在一起。这些蜘蛛以锋利爪子出名，被称作利爪蜘蛛、B 级变异怪。但这些蜘蛛仿佛受人控制般，围成一圈，不断嘶吼着，却也没急着发动攻击。在中间处，有位满头冷汗的青年，反握匕首，大口喘息着，神情紧张不已。他是监测站护卫队队长龙飞。在青年身后还站在着位穿白大褂的女孩，名叫张小曼，是一名科研人员。她跟着老师来监测站收集变异怪资料，取一些脚印之类的样本，拿回去后进行分析，判断出变异怪习性、能力，甚至找出他们的弱点。林北在学院学习的理论知识，不少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，但没想到今天来此取样，却遭遇了袭击。别怕，我带你杀出去。龙飞紧咬着牙关道。张小曼浑身颤抖着，泪水哗哗直流，内心已到崩溃的边缘。可是我的老师他怎么办？在不远处，还有10多个人被蜘蛛网缠得像粽子一样，正剧烈挣扎着。可惜无济于事，里面就有张小曼的老师以及监测站其他守卫和工作人员。现在管不了他们了，先活下去再说。龙飞目光急转，感觉希望十分渺茫。啊，龙飞，我倒挺欣赏你的，不如加入我们流亡组织吧。在变异蜘蛛群中站着位红衣女子，她是流亡组织的人，号称蜘蛛女皇， A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可以控制饲养变异蜘蛛。在女人旁边还有一个高大壮汉，金发碧眼，明显是个歪果人，身形极为健壮，像小山一般。 A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蚂蚁，能力具有超强的力量，大力出奇迹。这两人虽然都是 A 级，但天赋不错，如果遇到弱一点 S 级，甚至可以做到越级击杀，实力非常强劲。被蛛网困成粽子都老学究，此时满脸悲愤：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现在就杀了我。哟，李博士，你想的可真美。蜘蛛女语气轻佻：你不是要研究我的变异蜘蛛吗？正好有几只要下载了，我就让它下在你肚子里，用你做培育器皿。此话一出，被捆住的人们纷纷变色，因为那些蜘蛛需要将卵产在人类身体里，才可培育出下一代，而这一过程极为痛苦，被产卵的人生不如死。听说要将卵产在自己体内，人们瞬间产生自杀的心理，但他们被捆得结实，想死都不能死。Very good。 旁边外国壮汉竖起大拇指，脸上露出一抹坏笑，他喜欢看人痛苦或恐惧的表情。小曼，快跑！此时龙飞身形一闪，直奔一头蜘蛛冲去，其手中魂器匕首催发，蒙上层淡淡光晕，唰！只见锋芒破空，直接将蜘蛛头颅豁开，绿色血液喷溅。龙飞身为 A 级觉醒者，杀一只 B 级蜘蛛没问题。快走啊，别管我！龙飞对张小曼吼道。张小曼泪水喷涌着，连忙从蜘蛛包围的缺口跑出去，而龙飞并没有逃，毅然决然地转过身，面对其余那些蜘蛛，无数蛛网如利刃般喷向他。龙飞辗转腾挪，竭力躲避着，并暗中寻找机会继续出手。啧，龙国的守序者果然很优秀啊，拼了命也要掩护队友逃走，还杀了我一只小蜘蛛。红衣蜘蛛女啧舌说道，看表情一点都不在乎。旁边壮汉微微一笑，身影倏然而动，挥拳便向龙飞打去。他力量极大，拳头宛如炮弹一般，都打出了音爆之声。砰！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龙飞腹部，只见其口吐鲜血，身体倒飞而出，在地上翻滚数圈后，才终于停下来。龙飞紧咬牙关，竭力挣扎几下，可惜再也站不起来了。You're rubbish！
壮汉露出很不屑的表情，转眸一望，发现张小曼还在逃跑，可惜他跑得太慢了，一头变异蜘蛛窜出，蛛丝喷吐而出，倏然将其小腿缠住，扑通，张小曼直接趴倒地上，随后蛛丝迅速收缩，将其硬生生拖了回来，并且吊在半空中。嘿嘿嘿，壮汉看着他狼狈模样，露出邪邪的笑容，并且伸手抓向他的衣领。你，张小曼彻底崩溃了，她太明白这个男人要对她做什么。流亡组织的人根本不遵守任何秩序，毫无道德可言，只会凭借自己的意愿肆意妄为。你搞快点，给你1分钟时间解决，咱们还有其他的事呢。红衣蜘蛛女不耐地催促道。壮汉眉头一皱，似乎觉得1分钟不够，看来得抓紧时间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交谈声。咱们没走错吧？应该是这了。肯定没错呀，林长官，不信你再看看地图。哎，地图咋和刚才不一样了？你拿反了呀？正过来看。哦，好，就是这里。我的怨灵早感知到有活物了，感知到你不早说。靠！几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当即吸引到这边的注意，人们顺声望去，发现有5道身影向这边走来，而且看上去都很年轻，除了黄凯。很快，林北抬头一望，也发现了这边的蜘蛛以及红衣女和壮汉，还有一群被捆成粽子的人。就是这，可算找到了。Who are you？ 壮汉瞥眼望去，眉头倏然皱起。哎，他说啥？林北根本听不懂。纪云清分析，我觉得是外语啊。张天，外语是啥？多少钱1斤？黄凯，这都听不出来吗？肯定是外语啊。这4人虽然实力很强，但确实是个文化有限团体，几人都没怎么上过学。林北看向黄凯，那你会说外语吗？我当然会啊，有我不会的东西吗？黄凯拍了拍胸脯，继续道，你们看好了呀，我去和他沟通沟通。蜘蛛女等人看他们嘀嘀咕咕的，更是一头雾水，这是哪来的奇葩，在那研究什么呢？就连受伤的龙飞也慢慢从地上站起，觉得几个人很奇怪。自从他们来了之后，原本凝重肃杀气氛全无，画风突变。在一众人的凝视下，黄凯大摇大摆走上前，嗨嗨，他清了清嗓子道，对面的外国佬你听好，我要说外语了，王德发。侯立谢，法克游。第69章神兵出鞘。听着黄凯的外语，壮汉面色发黑，黄凯则是洋洋自得，因为他就会那么2句，看样子还起效果了。而李慕雪则满头黑线，作为曾经的大明星，他还是比较有文化的。喂，他刚才的意思是问你是谁啊？黄凯眉头微皱，那刚才好像有点我骂我自己的意思。算了，也无妨。红衣蜘蛛女盯着他们，好奇怎么会有这种奇葩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龙国学院的，特地过来增援。黄凯直言说道。呵，红衣女嘴角轻笑，怪不得看几人那么年轻，原来是学校里的学生。学生也赶到战场增援，简直是找死。他打量起黄凯，这么说你就是带队来的老师喽？我特么。黄凯面色一沉，谁是老师？自己咋一会家长一会老师的？真有那么老吗？你他妈眼瞎了吗？老子也是学生，是学生知道不？都是学生啊。红衣女听闻，嘴角笑容更放肆了，看来自己蜘蛛的繁殖器皿又多了几个。远处的龙飞听闻眉头紧皱，没想到居然派学生来增援，而且这几人两手空空，连剑魂器都没有，根本不像是战斗人员。呵，看来你们营地真没人了，居然派几个学生增援。红衣女冷笑道。此时黄凯小眼睛一扫，很快就看见了被吊起来的张小曼。只见她五官精致，面容姣好，眼眶红红的，满脸泪水，模样楚楚惹人怜。而在她身前，外国壮汉满脸坏笑。我靠！黄凯最见不到这种画面，毕竟他脱单愿望一直没实现，见漂亮妹子被外国人欺负，这还了得？林长官，今天你们都不要出手，让我来弄死他们。来吧，展示。林北点了点头，表示只要能看热闹就行，大言不惭。红衣女露出不屑的笑，脸上杀意隐现。看这些人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残酷。忽然间，一只利爪蜘蛛窜出，它3米高的身躯犹如小山，瞪着2排猩红树眼，外表狰狞恐怖，身下的利爪犹如钢刀般以极快的速度带着破风声挥斩而来。而黄凯依旧站在原地，躲都不躲，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反应这么慢吗？估计 B 级都不到吧。红衣女更加不屑了。远处的龙飞此时双眼怒瞪着，心中焦急万分，快点躲开啊，要来不及了。甚至他已脑补出黄凯被斩成2段的画面。枪！可黄凯一抬手，却轻易的将蜘蛛利爪给抓住了，
并且发出如金属铮鸣的声音。这也行。黄凯消瘦的身躯居然抓住3米高的蜘蛛，而且任凭其嘶吼挣扎，硬是纹丝未动，场面极具视觉震撼。利爪蜘蛛挣脱不开，顿时暴躁无比，另外几条腿并用，共同向黄凯刺来。可黄凯抓着蜘蛛腿，猛然向旁边一甩，啪叽！巨大的力量使蜘蛛重重摔在地上，整个身体都摔扁到土里，扣都扣不下来那种。蜘蛛顿时绿血横流，抽搐2下后便彻底死亡了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什么情况？这么猛啊！随手一摔就干死一头蜘蛛。李暮雪同样美眸诧异，由于关系混得不错，平时他也询问过黄凯，只说自己是 B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并且是臭名昭著的蟑螂，具备2种能力，不死和再生。这种能力在低级觉醒者里可算得上是强悍，不过到了高级却变得不值一提，因为顶级的觉醒者都具备超强的自愈能力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黄凯面色难得的严肃起来，举步走向红衣女和壮汉以及蜘蛛群，他步伐沉稳有力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边走着边伸出手解自己衣服扣子。林北等人诧异，他这是干嘛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大可不便。可随着黄凯的步伐，他气势不断攀升。红衣女和壮汉莫名的感受到一股压迫感，就连凶狂的蜘蛛群也变得惶恐不安。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啊！红衣女和壮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此时黄凯已经解开最后一个衣服扣子，将衣服潇洒的随手一丢，露出赤裸的上身来。众人一看他身上，皆露出极为惊讶的目光，表情犹如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彻底呆住了。这是啥？只见黄凯身上红芒流转，在其肘部、肩部、后颈以及脊椎部竟都镶嵌着大大小小的魂晶，红芒闪烁，如梦似幻。那些魂晶似乎与他的身体长在了一起，根据其中能量判断，10余颗都是 S 级，10多颗 S 级魂晶吗？怪物啊！知道为什么我不使用魂器吗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件魂器。黄凯喃喃自语道，他这副身体与魂器几乎是一个原理，利用蟑螂不死和再生的能力，将魂晶镶嵌到自己身上，并且和他们融为一体。我知道以我的天赋，即便升到高级也很难有强悍的战斗力，所以只能利用自身能力进行强化身体。黄凯认真说道，这一过程极为痛苦，每镶嵌一颗魂晶到身体接纳都是一种煎熬，无数个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楚。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周围人面色哑然，这才是真正的怪物呀！原本以为流亡组织已经够疯狂了，但在黄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毁灭吧！黄凯轻声呢喃，身上数十颗 S 级魂晶共同亮起，气势攀升到极点，仿佛绝世神兵出鞘盘。那剧烈能量波动使其脚下土地寸寸皲裂，他身形一闪，倏然消失在原地，仿佛化身红色闪电，红光在怪物群穿梭而过，画了 Z 字形，又重归于原点。这短短的一瞬，仿佛就在眨眼之间，黄凯身影重新显现，身上光芒暗淡，捡起地上的衣服拍了拍灰尘，都没再看红衣女等人一眼。狩猎结束！砰砰砰砰砰！大约一息过后，那些蜘蛛怪头颅开始纷纷爆裂开来，宛如砸碎的西瓜，血液四溅。当然也包括红衣女和外国壮汉，他们无头尸体接二连三倒在地面。之后周围彻底安静了，仍然是瞬秒全场。黄凯很是满意，单手将衣服搭在肩上，另只手叉腰，摆了帅气的姿势，自认开启了帅哥模式。这下英雄救美，妹子还不来以身相许吗？可过了半晌，他觉得隐隐有些不对劲，咋还没人来夸我呢？转过头一看，发现林北几人已将张小曼从蛛丝中解救下来，而张小曼握住林北的手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谢谢你们来增援，救了我们一命。黄凯一脸黑人问号，咋回事？第70章回归。龙飞也激动地走到林北身旁，谢谢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你是这里最大的领导吗？林北打量他问。龙飞汗颜一笑，我只是守卫队的队长而已，不算什么领导。哦，这我不跟你抢。林北点点头说。嗨！黄凯走过来，并重重咳嗽2声，故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心想妹子还不稍微表示一下，以身相的许什么的。果然，他感受到张小曼的惊叹目光终于放在了自己身上，心里开始期待。张小曼却开口问道，你真是个学生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不像吗？黄凯老脸一黑，不是。张小曼连忙摇头解释，我只是觉得你太厉害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哈哈，刚才那都不算什么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以后我可以保护你。听闻夸自己厉害，黄凯心花怒放，
随后，老学究和其他战士此时也被从蛛网中解救出来，人们唏嘘不已，都有种劫后余生之感。几人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，尤其是龙飞最为严重，需要回营地休养。林北等人任务完成，并且觉得毫无挑战性，于是便跟着一起回去了。只是临走前，人们打扫一下战场，将那些变异蜘蛛的爪子卸下来带了回去。据张小曼说，他们最近有个科研项目，是将变异怪的骨骼铸造到魂器里，这样可以使魂器坚硬程度大大增强。这个项目一旦研发成功，魂器威力也得到质的飞跃。当然，林北对这些魂金科技不感兴趣。他们返回营地，经历了各种仪器扫描和检查，走过层层关卡，这是进入营地必备流程，因为很难保证外面回来的人是否被魔怪寄生或被吸血鬼感染等等，所以检查非常严格。据说以前就有个案例，一位战士感染尸怪病毒，返回营地后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，这都是血的教训。许建国等人在营地焦急等待着，原本他以为最先回来的会是张宏达以及带领的学生们，但没想到居然是林北他们，这么快就回来了。算算时间，差不多也只够一个往返。他起初还觉得可能是流亡组织是自己退走了，直到龙飞汇报情况后，许建国目露惊叹地看向黄凯，瞬杀2名流亡组织 A 级成员以及数十头变异蜘蛛怪，太强了，简直是战斗机器啊！营地里的人得知这个消息，也是士气大振。黄凯很得意，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眼神看着哥。纪云清，可恶，被他装到了呢。随后，张宏达带着学生们陆续回来了，人们神态各异，有的面色苍白，有的心有余悸，似乎回忆起刚才的经历，依旧后怕不已。变异怪实在太恐怖了，杀人饮血，凶狂无比，吓死我了！我们遇见变异狼群了，一个个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呢。嗨，变异狼群算什么？我们遇见的是变异飞蚊，有小轿车那么大，数量上百只，要不是张校长的话，估计我都回不来啊。是啊，实在太惊险了。同学们神色夸张，唏嘘不已。林北几人嘴里叼着根棒棒糖，一脸平静地看着他们，显得格格不入。好无聊啊。直到许建国说晚上要开一个联欢会，庆祝下成功防守监测站，以及正式欢迎同学们到来。林北眉头一挑，觉得还是这个好玩。晚上的时候，营地灯火通明，战士们载歌载舞，表演各种才艺，气氛非常欢乐。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从龙国学院毕业，算是同学们的师哥师姐，很容易打成一片。而林北则是在座位上大吃特吃，旁边的黄凯小眼睛盯着远处的张小曼，时不时嘿嘿嘿傻笑，不知心里想着什么美事。林北转头打量黄凯，好似忽然想起什么事，伸手便在其身上摸起来。想美事的黄凯被吓一跳，连忙起身躲闪。林长官，你干什么？魂金扣下来我看看。黄凯，相比于营地热烈气氛，流亡组织基地里却有些阴霾。今天莫名其妙损失2名成员，红猪狩猎失败，竟然被人反杀了，谁能给我个解释？一位中年头目面色阴沉，坐在会议主位上问。两旁的人有些沉默。片刻，一人缓缓说道：据说龙国学院校长张宏达带学生来边境战场了，我想能击杀红猪他们的也只有张宏达了吧。张宏达？头目眉毛一挑，似乎觉得很意外。他不在壳里缩着，居然赶到这来了。张宏达可是流亡组织重点猎杀对象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 S 级实力，是龙国鼎鼎有名的人物，更是因为他参与开发魂金科技魂器的创始人之一，做出巨大贡献。另外还是龙国学院的校长，不断培养人才，为边境输送战斗力。这样的人物，流亡组织岂能放过啊？他带学生来战场试炼吗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。头目冷笑一声，眼里杀意弥漫。既然有 S 级人物参与，看来真的动点真格的了。去，启用咱们的猎兽小队，告诉他们猎物登场了。头目冷声说道。啊！两旁的人面面相觑，神色有些惊讶。看来老大是真发火了呀。猎兽小队就是专门为狩猎龙国 S 级觉醒者而成立的，早已凶名赫赫，宛如战场上幽灵，从未失手过。随着他们狩猎成功次数越来越多，实力也越发强劲。如今没人知道他们达到了何种地步，绝对是流亡组织核心战力。呵，龙国学院校长嘛，杀掉他还真是大功一件呢。头目面露期待之色。第71章，多喝热水。休息室里，林北和李慕雪坐在沙发上，一人嘴里叼着根棒棒糖，用游戏手柄打游戏，玩的是魂斗罗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定睛一看原地杵。你可太菜了，咋不往前走啊？林北嫌弃道。我以前没玩过游戏啊。李慕雪俏脸微红，颇为不好意思。他实在没什么游戏天赋，主要是想陪林北玩一回。此时
黄凯心里不知琢磨着什么，悠悠走过来问：“哎，你们说我和张小曼是不是挺般配的？你吗？配吗？”林北瞥了他一眼，黄凯连连点头：“当然配啊，我已经想好要追她了，兄弟，这次不开玩笑，我很认真的。”哦，当时还不如让魔怪杀了他呢。林北想了想道：“不是，林长官，你不能这么说我啊。”黄凯当然很不忿，继续道：“我一定会对小曼好的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把我最好的都给她，到时候她一定会被我感动，对吧？”李慕雪连忙摇头说：“别，答应我，千万别当舔狗，你那样做只能感动自己，遭人嫌弃，不计一切的对她好，她只会慢慢远离你，根本追不到女生的。爱一个人可以卑微到尘土里，但没谁会喜欢尘土里的人呀。”哎，有道理啊。黄凯眸光闪闪，不愧是国民女神，曾经的大明星，情商还是很高的。那你快说说，我应该怎么追女生呢？女生嘛，都缺乏安全感，只要给她满满的安全感就行了。李慕雪说着，下意识看了林北一眼，在他身边就安全感十足。学废了，学废了。黄凯发现自己确实没啥恋爱经验，需要好好学习学习。他看向林北，知道他是顶级富二代，曾经身边美女如云，绝对是个泡妞高手。嘿嘿嘿，林长官，你以前是怎么追女生的？能不能教我2招啊？追女生？林北眼睛转了转，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啊，那玩意还用追吗？不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告诉他们多喝热水。噗！黄凯差点吐血，见他犹豫半天，还以为会说出什么来。多喝热水，不是钢铁直男才说的吗？如果那样说的话，很容易遭到妹子嫌弃。看来以林长官现在的脑回路，真不适合追妹子了。算了吧，跟人说多喝热水，这肯定不管用啊。怎么不管用？本长官告诉你，多喝热水能治百病，无论是感冒、发烧、脑袋疼，你就给他转个1000万，告诉他买点热水喝，保证啥事都没有了。林北理所当然道。这……黄凯和李慕雪都无语了。这个办法对一般女生都挺无敌的，但好像和热水关系不大。林北的方法果然简单粗暴，高手，依旧是个高手。只可惜黄凯学不会。算了，想点别的办法吧。黄凯正琢磨着，手机忽然响了一下，他拿出一看，瞬间眼睛瞪起，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，脸上很快充满惊喜。是小曼，她问我有时间没，要主动约我。哈哈哈。哦，林北两人眉头一挑，张小曼主动约他，这确实挺稀奇。没时间跟你们说了，这次兄弟真要脱单了，等待我胜利的消息吧。哈哈哈哈。再见。黄凯火急火燎地跑出房间。此时营地指挥中心，许建国等人一脸愁色，因为刚才收到监测站传来的消息，据说在营地周边竟然发现了 S 级变异怪的踪迹，是一只生有3个头的比特犬。有6座监测站人员说，他们都看见了那恐怖的变异怪，像只小牛犊子似的，在附近不断游走，虽然没发动攻击，但始终虎视眈眈，处处都透露出危险的气息，弄得人们紧张不已，战士们都不敢外出巡逻了。这里怎么会出现 S 级变异怪呢？张宏达眉头紧锁起来，因为这座营地并不处于战场核心位置，只是边缘地带，算个小地方。平时 A 级变异怪都很少见，今天却出现了 S 级，我不知道啊，而且还是条狗，它是怎么升到 S 级的？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许建国同样百思不得其解。张宏达想了想，也幸好只是条狗，战斗力不强，估计是 S 级中最弱的，我看不如由我去干掉它吧。许建国沉思片刻，觉此事有些诡异，但 S 级变异怪在附近游走，总得有个解决措施。正所谓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S 级变异怪在外面盯着，确实让人很有压力。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那好吧。许建国点点头，我让2位队长龙飞、徐兰跟你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张宏达点点头，在营地里倒也不是就他一人具有 S 级实力，而是其他人员都有自己的任务。张宏达 S 级，再加上龙飞、徐兰2个 A 级副手，消灭只 S 级的比特犬，可谓是万无一失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你在这观察变异怪动向，随时向我传达他的位置。张宏达站起身道：“好，没问题。”许建国点头，最后不忘叮嘱了一句：“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，你一定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大意。”放心吧。张宏达咧嘴笑道。他心里一琢磨，既然许指挥让自己不要大意，那不如干脆叫上林北吧，这个绝对稳妥。主要是遇上个 S 级变异怪不容易，这只比特犬绝对在林北的食谱之内，它的魂晶也许对林北有些作用，虽说只是微乎其微，但也聊胜于无。于是张宏达去叫了林北，而且林北很快爽快地同意下来，主要是他不想和李慕雪玩游戏了，
他实在太菜，菜的抠脚那种，带都带不动。另外，林北也很好奇，长3个脑袋的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第72章追狗。由于黄凯去找张小曼约会了，张天和季云清留在营地守驾。至于李慕雪，不带他，太菜了，所以几人中只有林北跟着张宏达去猎杀 S 级变异怪。另外2名副手分别是龙飞和徐兰，他们都是 A 级觉醒者，2支护卫队的队长，算得上营地中的精英。龙飞上次见过一面，当时他还受了伤，不过现在已经痊愈。而徐兰是位英姿飒爽的妹子，梳着马尾辫，身穿作战服，给人一种极为干练的感觉。4人走出层层关卡，踏上了无序之地。林北眼睛一扫，发现张宏达背后竟然又背了一把刀，刀柄处镶嵌着红芒流转的魂晶，看上去非常漂亮。这是一把 S 级魂器，也是张宏达最好的武器。他曾用这把刀斩杀过无数魔怪，所以为之取名为灭魔刀。如今猎杀 S 级变异怪，他当然得带着。啧，不错啊！林北咂舌感叹道。张宏达转头发现他的目光停留在灭魔刀上，吓得连忙向旁边躲了躲。你想干嘛？没事，我就看看。林北眯眼一笑，看着他的笑容，张宏达莫名有种不祥之感。上次刀被林北顺走的阴影再次浮现上心头。可一把破刀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张宏达说道。哦，破刀啊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林北点点头，收回了目光，心里不知想着什么。呼！张宏达见此长舒一口气，还好林北脑子不正常，说是破刀都信了，顺利躲过一劫呀。如果破魔刀被林北要去，足够张宏达肉疼1年的了。不愧是张校长，出来猎杀 S 级变异兽，还带着自己的学生，果然是尽职尽责。徐兰佩服地说道。过奖。张宏达有些尴尬，带林北来其实是为了更加稳妥。龙飞眉头紧锁，有些担忧。S 级变异怪我一共就见过3次，而且每次都让我记忆犹新，那种级别的东西真是太恐怖了。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，只是一条狗而已，属于 S 级里面最弱的。徐兰分析道。因为他和龙飞2人加一起的实力，便可与弱一些的 S 级怪物抗衡。这次还有张宏达，龙国学院校长，身负 S 级魂器的武器大师，所以肯定没问题。此时通讯器里传来许建国的声音，那只变异怪又在3号监测站附近出现了，基本可以锁定它的大致活动范围。哦，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张宏达答应一声，4人向3号站走去，没多久便到了附近。小心点，变异怪就在这片区域了，它随时都可能出现。张宏达扫视着周围，龙飞2人也仔细地观察着，每一片泥土，每一块石头都没放过，没准上面就会留下变异怪的蛛丝马迹。他们都是有经验的狩猎者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果然，在一块巨石根部发现了泥土湿润的痕迹。张宏达走上前，用手指沾了下，然后放在鼻尖闻了闻，顿时骚气熏鼻，是狗尿。哦，龙飞2人点点头，其实他们早有预感，但只有张宏达做了实践。林北瞥眼打量他问，好闻吗？张宏达满头黑线。此时在无序之地深处屹立着4道身影，3男1女，身姿挺拔，散发出肃杀之气。他们正是流亡组织凶名赫赫的猎兽小队，为首的是一名光头外国大汉，从其眉心处一直到天灵盖上方有道长长的疤痕，就像脑袋裂开一样，看上去狰狞恐怖。哼，有些猎物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是猎手，真是可悲啊。大汉用外语说道。旁边女人嘴角轻挑，不知龙国学院校长被杀以后，龙国的那些可怜虫会是什么反应？哈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是很期待呢。大汉狰狞一笑，让你的小宝贝把他们引过来吧，咱们的狩猎要开始了。女人轻轻点头。他们思维缜密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避免营地有人支援张宏达，决定把他引得远一点。另一边，张宏达发现变异狗的尿液，顺着踪迹向前寻找，很快又发现一串硕大脚印。这家伙体型不小啊，体重大概在600斤左右。张宏达分析道，可以想象出这只狗足有老虎那么大。龙飞等人目光扫视，发现脚印一直延伸到前方，关键是再往深处走，便是他们从未到达过的区域。此时通讯器里也传来许建国的声音，看来变异怪已经走远了，你们所在位置营地已无法快速支援，我建议不要继续追下去了。知道了，我们这就回去。张宏达还是非常谨慎的，合格的猎手需要足够的耐心，猎杀 S 级变异怪很少有一次性成功。林北眉头一挑，回去？自己走这么久，3个脑袋的狗还没看见，这就回去了？难道你出来就是喂闻狗尿的吗？不过这时候，远处一块巨石后忽然传来阵低吼，只见体型硕大的黑狗顶着3个脑袋从巨石后缓缓走出，它6只眼睛通红似血，3张嘴里
尖锐獠牙呲护，还挂着亮晶晶的唾液，凶相毕露。黑狗身上浑身肌肉虬结，已经到了极为夸张的程度。终于出现了！林北目露新奇，觉得这狗确实很奇特，这一身肌肉，绝对是健身房钻石年度会员。就是他！龙飞眼眸一凝，倒是十分勇猛，抽出腰间匕首，飞身便向大黑狗扑去。而旁边的徐兰见状，也不敢耽搁，和他一齐攻向大黑狗。小心！张宏达提醒，虽说是条狗，但怎么也是 S 级变异兽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大黑狗根本不与其战斗，转身掉头撒腿就跑。还想跑？龙飞和徐兰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立即追了上去。张宏达见状，眉头皱了皱，但也来不及迟疑，迅速跟在他们身后。你们等会我呀！林北挠了挠头，发现不到眨眼的功法，几人都快跑没影了。这些人刚才还说回去呢，现在又跑得这么快，脑子多少有些不正常。林北心里琢磨着，倒是也不着急，一步一步慢慢向前走。张宏达三人飞奔着，不断在岩石上跳跃，两旁景色飞速后退，同时与大黑狗的距离迅速缩短，眼看就要追上了。但忽然间，三人察觉到有些不对，身形急止，瞬间停在了原地。他是谁？这里怎么会有人？因为在前方出现到女子身影，而那只狗就停在了他身旁，并且蹦蹦跳跳的撒起欢来。女子满脸宠溺，在大黑狗脖子上撸了几下。小宝贝儿，辛苦啦，待会请你吃肉肉。张宏达等人见状倒吸一口凉气，怎么回事？难道那只 S 级的狗是他的宠物？他到底什么人？可想而知，女人实力有多强大。凭借三人的直觉，已经察觉到极度危险的气息。而就在这时，又有3道身影出现在女人身边，他们气息只强不弱，尤其是为首外国大汉，从眉心到天灵盖有道长疤，整个人都透露股杀戮之息。张宏达见到伤疤大汉，瞳孔顿时猛缩，露出极为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你是罗迪？哟，真没想到，张校长还认识我。壮汉嘴角微翘，张宏达此时面色凝重的快要滴出水来。如此说来，没错，我们就是流亡组织猎兽小队。壮汉直言说道。哈！龙飞两人听闻这4个字，身体都是一抖。猎兽小队凶名显赫，专为猎杀 S 级觉醒者而生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被自己遇到了。通讯器里，由于距离较远，传来许建国滋啦滋啦的声音。喂，老张，你那边什么情况了？不太妙，我们遇到流亡的猎兽小队了。张宏达交代道。猎兽小队？许建国瞬间反应过来，咱们上当了呀。不过也无妨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应该能活着回去。张宏达还算冷静，旁边的龙飞和徐兰听闻都有些不敢相信，遇见猎兽小队，真的能活着回去吗？伤疤大汉眼睛微眯，还想活着回去？可笑，谁给你的勇气？话音刚落，后方便传来阵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我说你们3个撵个狗跑那么快干嘛？就不知道等本长官一会吗？林北从块石头跳下，满脸不忿地走过来。哎呦，这么多人还挺热闹的嘛。他发现多了几个陌生人，感觉很奇怪。喂，他们是谁啊？帮你们撵狗的吗？不是啊，林长官，他们是流亡组织的猎兽小队，咱们的敌人。张宏达连忙解释。哦，林北明眸闪闪，更加好奇了。流亡组织，那看来都是觉醒者了。他抬眸打量外国大汉，发现这人长得非常奇怪，眉心中间有道竖疤，一直延伸到头顶，就像脑袋裂开一样。林北思考片刻，好像突然想出了什么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开心果觉醒了吧？第73章，最终 BOSS， 开心果。外国大汉一听，脸色瞬间黑下来，自己堂堂猎兽小队队长 S 级觉醒者，居然被他说成了开心果。噗！张宏达都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对不起，笑场了。原本凝重气氛随着林北到来瞬间欢乐起来。居然还敢笑！大汉当即怒火升腾，一双3角眼恶毒地盯向张宏达，希望你待会儿也能笑得出来。给我上！话音一落，猎兽小队行动起来，狩猎开始。他们4人虽然都是 S 级觉醒者，但是属于 S 级中顶级强者，战斗经验丰富，出手极为狠辣。只见一位高大的队员用脚猛踏地面，顿时地动山摇，无数粗壮树干破土而出，将张宏达几人围困在中间。他是 S 级植物系觉醒者大树，另一位消瘦青年双臂一甩间，竟然化作利刃。S 级昆虫系觉醒者刺花螳螂，这人跳跃能力极强，踩踏着破土而出的树干，在其中辗转腾挪，如道魅影般向几人收割而来。
看得出他们配合极为默契。糟了！张宏达眉头一皱，周围地上冒出的树干不仅将其围困住，更是风挡住他的视线。张宏达是 S 级觉醒者，棱皮龟，主要以防御力见长，不具备任何感知能力。此时他眼前尽是粗壮树干，已经捕捉不到敌人的踪迹了。霎时间，耳边破风升起，螳螂利刃从头顶力劈而来。张宏达双手抽出背后灭魔刀，顺着横在了上方。枪！两者相交间，竟发出金属争鸣之音。而此时，一道黑影又从其侧身袭来，正是队长罗迪 S 级觉醒者猎豹，极致速度的代表。砰！罗迪一掌便拍在张宏达侧肋，使其整个人横向飞了出去。但张宏达双腿一蹬，踩踏了下粗壮树干，随后翻身落在地面，竟稳住了身形。只见其肋骨处竟有绿光闪烁，正是他天赋能力防御龟甲。哦，罗迪眼睛微眯，不愧是龙国学院校长，还挺硬。在另一边，猎兽小队的女队员正带着她的狗和龙飞、徐兰交战在一起，只不过完全碾压之势。龙飞和徐兰互相掩护着，不断躲避，才能强行坚持一下不被击杀。显然，他们的主要目标只有张宏达，将其杀掉之后，其他人不足挂齿。一时间，居然无人管林北。猎兽小队看出他是学生，并且脑袋不太正常，直接忽略战斗力了。嘿嘿，林北给给一笑，干脆在旁边看起了热闹。只见那植物系树木觉醒者挥手间，地面长出树干，竟然开始移动。张宏达皱眉，原本刚观察好地形，现在又被其打乱了。砰砰砰！下一刻，张宏达两旁的树干竟不断向其夹击而来，他急忙跳跃闪躲，但在其正前方，有4根树干合并在一起，像堵墙似的迎面撞来。尼玛！张宏达见没地方躲了，只好抄起灭魔刀，魂器催发，横扫向前。轰隆隆 ！S 级魂器威力极大，刀芒横扫而出，将树干尽数搅碎。S 级觉醒者 S 级魂器果然有2把刷子。簌簌而落的木屑中，罗迪和螳螂再次出现其身边。砰！两人合力一击，直接将张宏达打飞，但他身上绿光闪烁，形成一幅完整龟甲图案，抵挡住大部分伤害。张宏达在地上翻滚数圈后，又顺势站了起来。他凝眸盯着前方，猎兽小队果然很难缠。张宏达作为棱皮龟觉醒，本身防御力极为强悍，只可惜没有什么攻击手段，所以他才投身研发魂器，弥补攻击上的短板。如今 S 级的超强防御，再配上 S 级魂器，张宏达绝对算得上 S 级中顶尖战力之一。不过面对猎兽小队，依旧有点捉襟见肘了。此时，一名女子带着大黑狗又出现在张宏达身后。呼，那2个家伙还挺能跑的。女子感叹道。显然，龙飞和徐兰已经被搞定了。转头一看，他们被粗树干夹在中间，彻底被困住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两人依旧奋力挣扎着，可惜无济于事。而那名植物系觉醒者从一根树干跳下来，站在张宏达左边。他们4人一狗呈现包围之势，张宏达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可恶！张宏达眸光扫视，心道林北干嘛去了？转眸一看，发现他正蹲在地上，手里拿出一罐薯片，不断往嘴里塞，吃得满脸都是碎渣，眼睛兴致冲冲盯着自己这边，好像并没有出手的意思。这林长官还看热闹啊？帮忙啊！张宏达心里无助呐喊，他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果然，猎兽小队再次对他发起进攻。张宏达对战4人一狗，只剩下挨打的份，已经彻底没机会还手了。砰砰砰砰！张宏达的身体仿佛排球似的不断飞起，还没等落地，然后又被打飞，循环往复。他只能凭借龟壳防御苦苦抵挡，只不过身上的绿光越发暗淡，毕竟能量是有限的。龙飞咬着钢牙，紧咬着，牙缝里都是血丝，此时心中后悔不已。按道刚才就不该追到这里来，早就应该回去的。由于自己的冲动，上了猎兽小队的当了。砰！咔嚓！随着一声震响，出现了碎裂的声音。张宏达龟甲防御彻底被击碎，化作绿色光点飘散，他整个人从空中坠落，扑通，重重砸在林北旁边，灭魔刀也从手中脱落了。没了龟甲防御，这一下着实摔得不轻。张宏达龇牙咧嘴，疼啊！一切都结束了。罗迪嘴角微翘，举步走过来，即将结束张宏达的性命。可此时林北薯片吃完了，将薯片罐子随手一丢，抹掉脸上碎渣，缓缓站起身来。他来到张宏达身边，俯身捡起他的灭魔刀。嘿嘿，这下是我的了吧？张宏达满头黑线，原来在这等着呢。行，算你狠。罗迪等人眼眸打量他，觉得有些奇怪。都这时候了，
还捡刀呢，心可真够大。之前几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，心思都放在张宏达身上。此时，只见林北手持 S 级灭魔刀，转头看向猎兽小队，脸上忽然露出一抹微笑。给，其实我才是最终 BOSS。叮，我也是。第74章一刀超人。罗迪眯眼看着林北，早发现他脑子不正常，也不知是疯还是傻。刚才还说自己是开心果来着。他头顶的树疤是以前狩猎时被人一刀劈出来的，于是便留下警示自己，始终没消除。龙国学院咋还有脑子不好使的学生呢？给我杀掉他！罗迪开口说道。旁边高大的植物系觉醒者一挥手，只见根粗壮树干迎面向林北撞来，觉得杀个学生，挥手间足矣。叮，系统强化，灭魔刀成为猎天之刃。叮，系统温馨提示：由于本次强化的是 S 级魂器，威力巨大，请宿主小心，以免误伤自己。系统话音刚落，一缕金光升腾而起，如燃火般，瞬间将林北手中长刀覆盖。枪！长刀轻颤，竟发出一声狰鸣之音，锐利气息开始弥漫。瞬间，人们只觉头皮一麻，浑身汗毛炸立起来。林北将长刀举起，璀璨金光更加耀眼，宛如一轮太阳升出地平线，光芒攀升到极限，锐利刀芒升腾而起，仿佛即将失控般。斩！林北挥刀而落，那狂暴的力量似乎终于找到宣泄口，炽烈刀芒横扫而出，所过之处尽数飞灰烟灭。此时空间仿佛都被割裂，空气发出刺耳哀鸣。嗡！刀芒掠过之处，大地纷纷塌陷，那些粗壮树干脆弱如纸糊一般，仅凭刀芒的余风便搅成齑粉飘散。那位植物系觉醒者懵了，看着眼前这毁天灭地之威，就像蝼蚁面对巨龙一样，根本无法阻挡。下一秒，他身躯寸断，就像木头般瞬间泯灭在刀芒之下。快跑啊！罗迪大惊失色，因为那刀芒并没有停下来，犹如阵风暴席卷，即将毁灭一切。面对天灾般的场景，他们瞬间失去斗志，甚至心里有些崩溃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养黑狗的女人无法理解，这一刀为何会有如此威力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不过，这已经是他脑海中最后一个问题。刀芒划过之后，他连人带狗都被粉碎成渣。而罗迪和那位螳螂觉醒者，也只是凭借自身速度优势，象征性挣扎了一下。两人刚回头跑没多远，便觉得后背如针扎般，下一秒便被刀芒吞噬。这一天有一道长芒划过无须大地，甚至监测站的人都看到，一缕金光拔地而起，宛如流星升空，将天上云层都搅散，最后变成一个闪烁光点，消失于天际。此时，林北身边，整个世界的都安静了，只有碎石不断滚落的声音。抬头一看，在其前方形成片深坑，滚石依旧在塌陷，一直蔓延到远处，仿佛裂开做骨般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林北衣衫猎猎作响。狩猎结束，咕咚！张宏达看着眼前，嘴唇发干，咽了口唾沫。他记得入学资料里，黄凯曾瞬杀过3名 S 级觉醒者。张宏达知道，林北一样可以做到，但实在没想到，这也太强了吧！这一刀的威力犹如天灾洗礼。龙飞两人同样目瞪口呆，甚至以为这是幻觉。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已然超出他们认知。哎，魂晶哪去了？林北眉头倏然皱起。由于这一刀威力确实巨大，人都粉碎成渣了，魂晶更是不知哪去。不会吧，不会被我劈没了吧？不会，我们帮你找找。张宏达连忙说道，因为魂晶非常坚固，不会轻易被摧毁。随即，张宏达三人跳下深坑里，全方位的搜索起来。觉醒者对魂晶能量有一定的感知力，但也找了好久，才终于找回来。因为飞得实在太远了，张宏达发现以后跟着林北出来，别的不用干，帮他找魂晶就行了。喂，张宏达，你们还在吗？通讯器里传来许建国悲痛的声音。因为在林北那一刀时，由于能量波动巨大，信号都中断了。许建国此时悲痛不已，觉得张宏达遇到猎兽小队，现在肯定是凉了，都准备在营地里开席了。只不过刚才见信号又连上，然后试探性问一句，其实心里并没抱太大希望。可此时张宏达却沉声说道，我们没事，猎兽小队已经全部阵亡了。啊！随即他们四人原路返回营地，人们仍在欢呼沸腾，都在关卡前等候着。见张宏达三人真的回来，并且只受了轻伤，神情难以置信。你们真的把猎兽小队干掉了？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确定是真的猎兽小队吗？人们仿佛化身为10万个为什么。许建国准备开一个战后总结会议，具体分析他们作战情况。林北就不参加了，开会什么的挺无聊的。他转头向住处走去。哎，林长官，等一下。
张宏达叫住了他，瞄了瞄他手里还握着灭魔刀。您看我的刀，你已经没有刀了。林北盯着他道，之前不说是破刀吗？我拿走他不会心疼吧？这好吧。张宏达点点头。其实今天他有决策上的失误，追狗追得太紧，上了猎兽小队的当，犯了错误就需要承担代价，不能完全让林北来抹平。那把刀就真心送给他了，以报救命之恩。吃一堑长一智，吸取这次的教训。而且自从张宏达看完灭魔刀在林北手上的威力，忽然觉得是自己不配。林北回到休息室，发现张天、黄凯等人都在，而黄凯则满脸郁闷，坐在沙发上气呼呼的，神情非常不忿。其他人还时不时安慰他两句。林北挠了挠头，他记得黄凯是约会去了，走时候非常开心，还让自己等待他胜利的消息。你咋了？有啥不开心的事吗？林北瞥眼问。嗨，别提了，小曼找我根本不是约会，等我去了以后，屋里有7、8个老学究，说要研究我身上的魂经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光膀子被群老头看了一上午。第75章检查身体。另一边，许建国等人的战后分析会也开完了，人们惊叹林北那一刀的威力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张宏达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学生。营地里也开始盘点起来，林北、张天、纪云清、黄凯这4人中谁的战斗力最强？最后经过一致分析，林北号称龙国战力天花板，而黄凯是最强魂器，所以可得出结论，林北拎着黄凯战斗力最强。猎兽小队全员阵亡的捷报也很快传回龙国去，人们心中震撼，欢呼不已。猎兽小队被干掉了吗？可真是太好了！哼，让他们为非作歹，狩猎我龙国的英雄，死的好流亡组织全死了才好。江东市异能局，陈轩4人正打着麻将，脸色美滋滋。哈，猎兽小队暴毙了，4个人都死了，报应啊，他们早就该死了。哼，那是咱们林主任没早去，我就说嘛，林主任去了战场，保证有大事发生。我觉得叫林主任不恰当，他现在肯定又升官了啊。此时林北在休息室里打游戏，而黄凯依旧闷闷不乐，被7、8个老头看一上午，这事已经成为他的笑柄之一。咚咚咚，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请问有人在吗？听声音，正是科研所的张小曼。黄凯立即站起身，小曼是来安慰我的吧？毕竟被老头研究一上午也太惨了。请进，快请进。你是来找我的吧？黄凯立刻打开门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找林北的。张小曼微微一笑。啊，黄凯神情一怔，看来是误会了，不是来安慰自己的。不过他找林北干嘛？林北放下游戏手柄，好奇地盯向他。你找我？我想邀请你到科研所一趟。张小曼开口道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不去，我没空。旁边的黄凯闻言一喜，看来不能就让自己受罪。张小曼来找林北，估计也是要请老头研究一番。想到这里，黄凯心情好了不少。可张小曼却微笑道：你放心，没有别人研究你，只有我自己，想给你单独检查下身体。哦，那还行。林北点点头同意了。他在江东市异能局的时候，每天都会被大西瓜检查身体，当然偶尔也会给他检查检查。旁边的黄凯小眼睛一瞪，什么事儿？单独检查身体吗？咋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啊？我也想被单独检查身体啊。可此时林北已经站起身，跟着张小曼走去。临出门前，张小曼还不忘微笑着对黄凯说一句：感谢您之前为我们科研工作做出的贡献。黄凯，我 TMD 流亡组织里一片肃杀之气，就连头目也战战兢兢，跪倒在地上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在他面前是位身材修长的青年，青年长相英俊，但最让人瞩目的是，他竟然拥有一双蛇的眼睛，猩黄色的瞳孔，看上去让人心惊不已。我精心培养的猎兽小队，就这么被人狩猎了？大人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龙国营地里来了高级觉醒者。头目语气颤抖的道：高级觉醒者？蛇瞳青年神色诧异，是龙族的人来了吗？不是，据我手下说，他们看见了2位非常特殊人物，就是传言中体内铸着魔的男孩和背负万千恶鬼的少女。头目解释道：张天和纪云清是龙国的特殊人物，流亡组织之前也听说过，并且见过照片，所以只认出他们2人来。蛇瞳青年眉头微皱，这2人确实挺强的，不过他们也敢来战场。张天和纪云清虽强，但具有很大不稳定性，尤其是张天，在彻底觉醒状态下会失去所有理智。此时黑暗中又走出一男一女，男人虎背熊腰，身高接近2米，一双3角眼里透露着死气，他的嘴里并不是人类的牙齿，而是满口锋利獠牙。旁边的女人身材窈窕，金发碧眼，看上去比较正常，但姣好的面容上
总透露着几分疯狂之意。两人的气场都很强，丝毫不弱于蛇瞳男，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。老大，有把握狩猎张天和纪云清吗？女人舔了舔红唇，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。蛇瞳男嘴角微翘，他们两个很强啊，实力不容小觑，但是弱点也十分明显。哼，我听说猎兽小队阵亡后，龙国营地里的人都在庆祝呢。满口獠牙的男人很不忿地说道。庆祝吗？提起此事，蛇瞳男同样杀机毕现，看来是时候给他们制造点混乱了。另一边，张小曼非常好奇，林北这具身体为何能爆发出那么强大的威力，一刀瞬杀猎兽小队。但给他做完各种仪器后，却任何发现都没有。因为林北在未觉醒状态下，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。至于猎兽小队那几颗兽魂系魂晶，被林北吸收后，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对他实力的提升，只是微乎其微。他需要狩猎更高级的兽魂系觉醒者。检查完身体后，林北便回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营地倒没什么事发生，外面偶尔出现几只变异怪，也都没造成威胁，被战士们猎杀了。可忽然某一天，许建国收到一份求援文件，说是在营地附近的一座小城里爆发了尸怪病毒，有数百人被感染，都变成了杀人饮血的丧尸，场面极为恐怖。当地的异能局已经无法应对，由于距离边境营地比较近，所以干脆向他们求援。许建国一听，这是得管呀！尸怪病毒无孔不入，经常通过飞禽、走兽或者人为传入龙国境内，对人们危害极大。而且求援文件里还说，可能存在高级尸怪感染者潜伏在群众百姓中，很难将其揪出来。这次尸怪爆发是人为。第76章失乱。由于事态紧急，许建国连忙召集人手去平复失乱。林北一听能进城，便立即决定跟着去了。主要营地里没有卖零食的，他带来那些都快吃完了，现在库存严重不足，所以打算去城里找点吃的去。而这次，李慕雪打算跟着他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也就杀一杀低级尸怪有些用武之地。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2个人，林北也认识，分别是龙飞、徐兰2名队长。很好，这次行动由我来指挥。林北盯着3人道：好吧。龙飞微怔了下，心想你实力强说什么都对。林北虽然脑回路清奇，但和他一起执行任务还是比较放心的。行了，快出发吧，我都有点饿了。林北对他们勾了勾手。饿了？这是要干嘛？去吃丧尸吗？龙飞等人一脸懵逼，都不知道林北在想什么。随后4人坐上辆军绿色吉普车，直奔事发地点赶去。爆发尸怪的地方只是个边陲小城，人口并不密集，但此时的街道上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血迹和尸体，有很多小汽车连环相撞在一起，满地都是碎玻璃。街旁热闹的店铺也已经人去楼空了，人们都悄悄地躲起。一只满脸是血的丧尸，嘴里獠牙锋利，狰狞又恐怖，癫狂地向前飞奔扑去。噗呲，龙飞匕首一划，轻松没入其脖颈内，宛如切豆腐般将其脑袋斩了下来。尸怪无头尸体轰然倒地，鲜血顺着街边流淌，缓缓流入下水道里。咦惹！李慕雪第一次见这场面，觉得有些反胃。显然这些只是低级尸怪，根本不堪一击。林北等人看着血腥画面，面色毫无波澜。龙飞说道：这里的尸怪必须杀得一干二净，如果留下一只，都可能酿成大患。异能局已经联系我了，说是在前面与尸怪战斗呢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徐兰急着去支援。林北眼睛瞄了瞄，发现街旁有家规模不小的超市。别着急，咱们先去那里。去超市干嘛？听我指挥。林北兴致冲冲地跑了进去。超市的玻璃都已经破碎，随处可见猩红的血迹，周围安静极了，没有任何活物的气息。林北望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各种小零食都有，应接不暇。他眼睛放光，很好，现在没人了，这些不都是我的了吗？帮他们杀丧尸，顺手拿点吃的不过分吧？林北举步往前走，咔吧，他脚踩到地上玻璃，发出清脆的碎裂之音。后方货架中隐隐传来低沉嘶吼声。龙飞和徐兰连忙手持匕首上前。有丧尸，怪不得林长官要来这里，原来早就察觉到了。清理掉他们。其实林北只是单纯的来这里拿零食。总共3只丧尸从货架中冲出来，他们都是最低级存在，只会凭借本能啃食血肉，当然不是龙飞和徐兰的对手。2人3下5除2，将尸怪脑袋砍了下来，猩红鲜血流满地。林北从货架上取下灌薯片，打开包装，直接吃起来，根本没把地上尸体当回事。旁边的李慕雪直撇嘴，面对这么血腥画面，他还能吃得下去？这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说。喂，你愣着干嘛？去给本长官拿2个塑料袋，要最大号那种。
林北指挥道：“哦，行吧。”李慕雪点点头，看来他不仅吃，还要打包带走。林北挑选些自己喜欢的零食，装进袋子里，心里美滋滋，给的笑着。而且，这超市里还有小玩具，林北也拿了几样。诺，你帮我拎着吧。林北总共装了3袋子，给李慕雪2个最大的，自己拎1个小的。至于龙飞和徐兰，他们是杀丧尸的主要战斗力，暂时没让他俩拿东西。走吧，走吧，换下一个地方。林北出了超市，沿着马路继续向前行走，其余3人跟在后面。没多久，前方便传来呼救以及异能局疏散人员的声音。大家不要怕，请有序地躲到楼里，我的队员正在与丧尸战斗，请诸位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次事故，将损失降到最低点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现在左方发现尸怪，请大家往右侧走。一位身穿异能局制服的中年正对人群疏散道，他正是当地异能局的一个队长，名字叫李明亮。周围人们都对他都是感恩戴德。谢谢李队长，李队长辛苦了，你们也要保重自己啊。听着感谢的话语，李明亮嘴角露出一丝不可察觉的笑容。林北目光一扫，据说有高级尸怪隐匿在人们群众里，而那些群众倒是没事，但扫在李明亮身上时，叮！系统扫描 A 级尸怪感染体。李明亮望着人们疏散的方向，眼神闪过一丝疯狂。去吧，那里有更血腥的盛宴在等着你们。他是在一次行动中感染的尸怪病毒，然后被拉入流亡组织中，但在明面上保持着队长身份，暗地里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。喂，你好！李明亮耳边一个声音响起，并且肩膀被拍了拍，回头望去，发现是位面露好奇的青年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在他手里还拎着满满一袋零食。你快往右走啊，待会丧尸要过来了。李明亮催促道，还以为他是需要疏散的群众，不是已经过来了吗？林北问。什么东西？李明亮眉头微皱，而龙飞大步走上来，开口解释道：李队长，我们不是群众，我们是从营地过来，特意增援你的。哦，李明亮恍然大悟，但目光扫量，总感觉不太对。林北和李慕雪手里都拎着零食，仿佛出来度假一样，也就龙飞和徐兰英姿飒爽，像是个合格的战士。感觉营地增援有点弱呀，不过这样也好，可以在这儿制造更大的混乱了。李明亮心里琢磨道。第77章，清理尸怪。喂，你们不能往那边走了，一会走着走着就死了。林北面色平静地对周围群众说道。啊！人们听闻顿时一愣，什么情况？右边不是安全的吗？对啊，李队长都说那边没怪物的啊，我们到底该听谁的？李明亮闻言眉头皱起，连忙说道：你不要瞎指挥好不好？现在左边都是尸怪，右边才安全。龙飞几人面面相觑，都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林北很少提醒别人，他似乎只在乎自己的零食和玩具，可林北却盯着李明亮道：你不就是尸怪吗？这……李明亮呆住了，心想他怎么知道？难道被看穿了吗？不过眼下这种状况，他决定伪装下去。喂，小子，你是来捣乱来的吧？我是异能局的队长，怎么可能是尸怪？对啊，李队长咋可能是尸怪？李队长想救我们的呀，这家伙哪来的？不要污蔑我们李队长啊！周围群众议论纷纷。李明亮听闻，嘴角露出一抹不可察觉的笑容，不枉自己辛辛苦苦伪装这么久，在民众当中口碑还是不错的，就连龙飞几人也难以置信，林北说的到底是真假？他脑回路不正常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但这事也不能乱说呀。林北目光扫视一圈，忽然点了点头。好吧，你先等一下，我找点东西。什么？李明亮满头雾水，只见林北低下头，在自己的塑料袋中翻找起来，半晌，他拿出一个玩具塑料手枪。就是他。林北点了点头，包括李明亮在内，周围的人都懵了。这是啥？他拿个玩具干嘛？这人是个疯子吧？李明亮都忍不住有些想笑，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这家伙脑子不正常，多半是个傻子，就这智力也想揭穿自己。叮！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。砰！下一刻，林北直接对着李明亮扣动扳机，只见一道火光喷发而出，打在李明亮胸口上，轰隆一声，巨大能量爆裂开来，李明亮胸口直接被炸穿，出现个大窟窿，里面内脏都清晰可见。李明亮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胸前的窟窿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嘴里发出尖锐嘶吼声，振聋发聩，脸上皮肤开始腐烂，满口獠牙伸展而出。尸怪生命力异常顽强，只要不打烂脑袋就不会死亡，何况李明亮身为 A 级尸怪，等级不算低，胸前的窟窿竟有隐隐愈合的迹象。这周围群众都傻了眼，
发现李明亮彻底变身成尸怪。啊，怪物啊！李队长，真的是怪物！我的天，救命啊！人们惊呼起来，乱作一锅粥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信任的李队长竟然真的是怪物。砰！而林北面无表情，再次扣动扳机，这次直接炸在李明亮头颅上。他的嘶吼声戛然而止了，残破身躯轰然倒地，已经彻底死亡。人们惊恐看着这一幕，目瞪口呆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可是李明亮的死亡仿佛导火索一般，在他倒地之后，整座城市中到处传来尖锐嘶吼声，尸乱彻底爆发了。只见街道左边马路剧烈塌陷，数只半人高的老鼠从地下窜出来，它们也感染了尸怪病毒，双眼透露着死气，面色癫狂且嗜血，两颗獠牙如匕首般锋利，见人扑上去就咬。原本向左边撤离的群众都被吓丢了魂，很多人血溅当场。李明亮让他们过去就是喂老鼠的。龙飞等人反应迅速，快保护群众！他和徐兰飞身上前斩杀丧尸老鼠。而此时在街道右边街角处，也有大量尸怪狂奔而来，周围人们都吓傻了，一时间都慌了神。林北则举起手枪 ，bio bio bio， 他不断扣动扳机，一团团火光爆裂开来，将丧尸炸得稀巴烂。这就是打丧尸游戏真人版。而李慕雪发现其他地方有尸怪袭击群众，也连忙加入战团，保护人们安全。一时间场面混乱起来，嘶吼声、咆哮声以及爆炸声接连不断。林北手持玩具手枪横扫一片，即便有 A 级尸怪也扛不住他2枪，几乎是无差别屠杀，甚至空余时间还能撕开个棒棒糖塞进嘴里。前方尸怪很快被他杀戮殆尽。此时右侧一阵脚步声响起，有人向他冲了过来，林北直接拿枪瞄过去，那人顿时被吓一跳。林长官，别开枪，是我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。林北将手枪收起。龙飞和徐兰赶了回来，两人喘着粗气，看样子消耗不少体力。附近的尸怪已经被清理干净，可徐兰目光扫视，眼里依旧非常急切。你们谁看见暮雪了？他跑哪去了？我不知道啊。林北摇了摇头，刚才根本没注意他。龙飞眉头皱起，因为李暮雪实力最弱，只是 B 级植物系，如果遇到 A 级尸怪，处境会很危险。平时大家都会刻意照顾他，保护他安全，但今天却走散了。快，咱们赶紧去找找他吧，他遇到 A 级尸怪就麻烦了呀。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林北眼睛转了转，似乎并不怎么担心。此时只听扑通一声，李暮雪娇柔的身躯摔进个小巷子里，她满脸是泥，狼狈不堪。后方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见这一幕，脸色惊恐，缩在她母亲怀里。妈妈，我好害怕。宝贝，不要哭，坚强一点，咱们要活下去。女人虽然安抚着女儿，但她的手同样在颤抖着，泪流不止。因为在巷口处有一只巨大的漆黑老鼠，它足有1人高，浑身散发着恶臭，眼神癫狂暴力，嘴里不断发出滋滋刺耳尖鸣，看上去恐怖至极。老鼠正在一步步逼近，李暮雪银牙紧咬着，强忍身体疼痛爬起，握紧手中青丝剑，毅然决绝地站在丧尸老鼠和群众之间。他心里清楚，这老鼠是只 A 级变异怪，但是今天该他保护别人了。第78章，好戏开场了。李暮雪手持青丝剑，站在巷子中间，面对凶恶 A 级丧尸鼠，已经没有退路可言。他飞身冲上，长剑力劈向前。吱！老鼠尖笑一声，挥爪横扫，两者相交间，竟发出一声金属铮鸣。李暮雪虎口震裂，已经渗出丝丝血迹。老鼠长尾一摆，如钢鞭般抽在他身上。砰！李暮雪摔倒在地，身体剧痛难忍。还是不行吗？自己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些。身后那对母女见状，心里急切，已然哭成泪人。可此时李暮雪又一次挣扎着站起，依旧紧握青丝剑，眼眸紧盯老鼠怪。她仍然没有放弃。如果这样就放弃，怎么能和林北他们成为队友呢？李暮雪眼神越发犀利，心中的执念已让她忘记身体的疼痛以及心中的恐惧。滋滋，老鼠怪叫一声，飞扑着向她冲来。我才不用被人保护，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战士，去保护其他人。李暮雪执念越来越深，她需要证明自己。如今林北他们都不在身边，只能靠自己。如果没了巨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霎时间，李暮雪整个人身上蒙上一层金色光晕，体内能力汹涌而来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她竟然突破了，成为了一位 A 级觉醒者，一刀两断，如意神剑。面对飞扑而来的老鼠，李暮雪挥剑便斩了下去。唰！只听一阵钢铁与骨头摩擦之音，猩红的鲜血挥洒到小巷墙壁上，青丝剑没入老鼠脖颈，他的头颅被一剑斩了下去。那硕大身躯栽倒在地上，
向前滑出3-4米远。看着地上那还在抽搐的尸体，李慕雪俏脸涌现出欣喜，成功了。而身后那对母女也是目瞪口呆。妈妈，这位姐姐好厉害啊！小女孩面色惊叹道。女人喜极而泣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而在巷口处，忽然探出3个脑袋，正是林北、龙飞、徐兰。哦豁，慕雪厉害啊，竟然干掉只 A 级变异怪。徐兰眼眸惊叹。3人走过来，确认老鼠已经死透了。龙飞笑呵呵道：可以啊，我刚才还担心你呢，没想到都能干掉 A 级怪物了。还好吧，一般般，刚才一不小心突破到了 A 级。李慕雪多少有些凡尔赛。龙飞2人更为惊讶。啊，真的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恭喜恭喜，慕雪妹子成为 A 级觉醒者了，真是天赋异禀呀。自我突破可不容易。觉醒者升级有2种途径，一种是吸收魂晶，另一种是自我修炼，后者更为困难些。听着2人夸赞，李慕雪心里美滋滋，终于得到别人的认可了。她美眸盯向林北，心想他不来夸自己2句。终于，在他的注视下，林北举步走上前。李慕雪满心期待，因为相比其他人，他更想得到林北的认可。自己斩杀 A 级变异怪可不容易，他不会一点夸奖都没有吧？可林北低头打量，发现李慕雪手里之前拎着的塑料袋没有了，于是悠悠开口问道：喂，我好吃的呢？这营地里此时气氛凝重异常，尤其是许建国额头上布满冷汗，因为刚刚得到监测站传来的消息，有大批量的尸怪正从无序之地深处赶来，数量难以估测，至少1000万级。而且在尸怪后方还有庞然大兽出现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但等级绝对不低，来者不善啊！许建国双拳紧握，因为他这座营地从未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击，可以说史无前例。但作为指挥者，许建国迫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必须得拿出对策。同志们，舍弃所有监测站，全部人员退回营地防守。监测站就是为了监测变异怪的，但现在一打眼，遍地都是怪物，还监测个屁！许建国的策略是一边坚守，一边求援，无论如何也要守住。非战斗人员请撤离，其他所有人和我一起迎战。许建国下达第2条指令，让科研所的人赶紧撤，其余所有人留下参战，这也包括他自己。指挥官亲自上阵，可见他的决心，舍弃一切，背水一战。这一战终将载入史册，没有人会退缩，没有人会逃避，只需要勇往直前，战死即荣耀。出发！这是许建国的第3条指令，简洁明了，义无反顾。营地所有战士集结，来到最外围的关卡。许建国登上瞭望台，向无序大地深处望去，发现地平线处涌现出无数尸怪，密密麻麻，漫山遍野，宛如蝗灾过境般。张宏达眉头皱起，老许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啊。现在已经没有对与错了，我已经向上面求援了，希望咱们能挺到他们来吧。许建国凝重说道。人群中的黄凯正抱着肩膀，眯起小眼，打量那越来越近的尸怪，见他们一个个皮肤腐烂，满口獠牙，长相狰狞无比。哎，小天儿，等林长官和暮雪女神回来，得让他们看看，我就说我长得不是最丑的吧。啊！张天看了看黄凯，又看了看远处尸怪，确实你比他们强一点。而其他战士们见大批尸怪来袭，一个个都心惊不已，不过也暗自庆幸，幸好只是最低等级的尸怪，对于觉醒者来说杀伤力不强，咱们只要坚持到援军来就行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我杀他个3天3夜。奥利给，干了，兄弟们！战士们纷纷抽出魂器，锐利的锋芒闪烁着寒光，杀机毕现。可在尸怪大军最后方，有一只擎天巨蟒，身体粗壮无比，足需数十人合抱。巨蟒尾巴处盘踞着，像座小山一样，仅是前方昂起的头颅部分便高达近100米。在那硕大的蛇头上，有位蛇童青年正抱着肩膀凌立在上方，目光遥望营地方向，嘴角露出抹残忍微笑。好戏开场了。第79章恶战。眼看着丧尸大军靠近，战士们摆成3角阵势，杀！众人如猛虎出笼，冲进丧尸群中，手起刀落，血崩，残肢断臂飞舞，血腥味扑鼻，空气都蒙上一层猩红之色。丧尸嘶吼，人类咆哮，丑八怪息内！黄凯身形闪烁，速度快到极致，所过之处如割麦子般，丧尸头颅纷纷爆裂开来，仿佛一柄尖刀，直接将丧尸大军撕开一道缺口。人们见状备受鼓舞，好强，不愧是最强魂器啊！这下稳了，有多少丧尸也过不来啊！而就在这一时刻，耳边又响起厉鬼嚎哭，周围阴风阵阵，宛如地狱降临。纪云清双手按在地面，百鬼夜行，万千道怨灵四散开来，嚎叫着席卷而出。
怨灵所致，丧尸如失了线的木偶，噼里啪啦的倒在地上。几秒钟的功夫，便可杀戮成千上万的丧尸，瞬间形成一片真空地带。我去，还是纪云清强啊，简直是杀戮机器啊！感觉这些丧尸不够他杀的呀。人们目露惊叹，张宏达也在杀戮着丧尸，见状长舒一口气，幸好有他们在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数量再多也是徒劳。这场战斗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前方忽然亮起2只灯笼大小的蛇瞳，那猩黄色眼眸充满嗜杀之意，凶恶无比。一只硕大蛇头昂首而起，犹如小山一般，压迫感十足。这什么东西？张宏达哑然。随即，粗壮蛇尾从天而降，宛如泰山压顶。不好，快闪开！人们纷纷向侧面躲闪。轰隆隆，蟒蛇巨尾砸在地面，大地塌陷，沙石崩飞，宛若地震一般。战士们的阵型被这一尾巴打乱。纪云清望着如山岳般的巨蛇，眉头微微皱起，刚想要过去支援，但在他身前出现一名身材修长青年，面容英俊，一双蛇瞳极为瞩目。纪云清，特殊系灵类觉醒者，久仰大名啊！纪云清知道他来者不善，也不多废话，身后无数道怨灵飞出，铺天盖地，张牙舞爪地向其扑来，场面极为恐怖。但青年站在原地不动，蛇瞳猛然一缩，一抹乌光闪过，盯上纪云清的眼睛。四目相对间，纪云清忽然愣住了。置换，青年为 SSS 极兽魂系觉醒，9头魔蛇最强大的能力正是置换。纪云清实力虽强，但内心却太脆弱了，满是孤独的伤口。即便后来和林北几人当朋友，可也始终小心翼翼维系着这份友谊，生怕失去什么。此时，他孤独的伤口仿佛在幻境中重新被撕裂了。没有人知道他看见了什么。纪云清身体开始颤抖，眼里充满惊恐。他双手撕扯着头发，忽然跪地哀嚎起来，似乎心态彻底崩溃了。周身那些怨灵被他的情绪感染，共同嘶吼起来，声音响彻无序大地。所有人心头一凉，转头凝望过来。张宏达看见那青年，瞳孔猛缩成针孔大小。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。人们都叫他幻童，而流亡组织的人都称其为教官，绝对的核心人员之一。幻童居然在这里！许建国目瞪欲裂，甚至心里都在想，我何德何能可以和他站在一片战场？那可是龙国重点悬赏的危险人物。糟了，看来纪云清不是他对手呀。张宏达心中焦急，而幻童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果然，自己的能力是克制他的，只要将纪云清牵制住，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喂，老大，他可是厄运之体啊，据说和他说话或对视要倒霉的。后方走出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子道：他人都陷入幻境中了，我还怕什么厄运之体吗？幻童当然不相信，但他话音刚落，忽然有股劲风袭来，一只拳头重重砸在他脸上，幻童如遭巨力，整个人被打飞近100米远。老子最见不得别人欺负妹子了。黄凯身影出现在原地，面色阴沉道，可他刚站稳身形，后背便挨了一拳。黄凯飞了出去，扑倒在地上，摔了个狗抢屎，吃了一嘴灰尘，摔不过3秒。而袭击他的正是金发碧眼的女子，名为朱迪亚，同样是 SSS 级血族伯爵，号称血腥女王，拥有强悍的体魄与至极的愈合能力。呸！不讲武德，偷袭我18岁的小同志！黄凯站起身，揉了揉后腰。朱迪亚面露奇怪之色，当然不是好奇他18岁，而是挨了自己一下，竟然还站得起来。幻童刚才被打得不轻，整个下巴都变了形，他揉了2下，嘎巴作响，便立即恢复原状，面色森冷地向黄凯走来。在黄凯身后，一个庞然大物身影屹立而起，正是那如小山般的巨蟒。被包围了呢。黄凯小眼来回打量，感觉到这次不是一般的对手，他神情变得认真起来，身上隐隐有红光闪烁。死吧！他速度快到极致，竟主动出击，直奔偷袭自己的女人，抬手一拳打去。哗啦啦！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女人的身体竟瞬间化作一群蝙蝠散开。黄凯满脸发懵，拳头也落了个空。而蝠群飞舞之后，前方出现幻童的身影，他一只拳头迎面袭来，砰！黄凯脸上重重挨了一拳，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，倒飞而回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这一刻，原本四散的蝙蝠快速在他面前集结，瞬间聚合成女人模样。女人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，满脸暴力疯狂，张开血盆大口向其脖子咬来。尼玛！黄凯一惊，双手抵住他的头颅，用尽全身力气，钢牙紧咬着。但女子头颅依旧不断向他靠近。他妈的，老子终于有女人缘了吗？黄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，
然后浑身红光亮起，双手抱着女子头颅，直接将她整个人抡起，然后重重摔倒在地。第80章，凶魔降世。轰隆隆，这一下力量极大，女人被砸在地上，周围土地龟裂蔓延，她同样吃了一嘴灰。但在黄凯身后，一条粗壮蛇尾如小山般重重拍下来。轰隆隆，大地彻底塌陷了。但蛇尾依旧不停，再次抬起来后又重重拍下去，就这么循环往复好几下。附近烟尘暴起，巨石坍塌，宛如地震了一般。黄凯、张宏达等人见状目瞪欲裂，但一时间也不敢上前。血腥女王朱迪亚站起身，刚才那一下没咬到黄凯，还被他摔了一下，显然心有不甘。老大，刚才那家伙实力不弱呀。幻童点点头，没想到这里除了纪云清和张天外，还有能跟自己抗衡的家伙。不过也无妨，一切还在可控范围内。而且估计他在蛇尾拍击下，估计早已碎成渣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一道红光大作，原本落下的蛇尾瞬间停滞在半空。幻童等人感觉有些不对，随即只听巨蛇一声嘶吼，整个庞大身躯都被掀翻了过去，一道人影在蛇身下出现。黄凯衣衫破裂，浑身是血，甚至骨头都变形了，但他正慢慢愈合着，周身红光弥漫，数十颗魂晶亮起。老子才没那么脆弱呢！这家伙，幻童眼眸微凝，看着他身上的魂晶，露出极为惊讶表情。怪物啊！而且他还发现自己的幻术对他竟然不起作用，可能是黄凯心太大了，已经达到无法创伤的地步。没办法了，一起上吧！幻童双脚猛踏地面，身体如炮弹般冲了过去，速度快到极致。血腥女王身形闪烁，又化成一团蝙蝠，跟着一起攻去。来啊！黄凯紧咬牙关，强撑起伤体，独占2位 SSS 极强者，三人的速度已快到常人难以捕捉。拳头碰撞之音不断响起，气浪激荡席卷，所到之处土地寸寸龟裂。黄凯一拳打在女人脸上，可后背一阵剧痛，被幻童踹了一脚。而女人体魄强悍，伤口快速愈合，回身又在黄凯身上补了一拳。三人你来我往，黄凯双拳难敌四手，挨揍居多。不过两人越打越心惊，因为黄凯就像打不死一样，每次倒下都能再站起来。去死吧你！幻童面色狰狞，已经怒不可遏，一脚踢在黄凯下巴，使其整个人飞起。趁他滞空之际，纵身一跃，两手紧握，猛然垂击而下，砸向他的腹部。咔吧吧，黄凯整个身体都变了形，骨骼噼啪作响，巨大力量使其重重砸进地面，出现一个巨大深坑。呼！幻童落在地上，长吐一口气。血腥女王朱迪亚重新站在他身旁，只是他呼吸已有些沉重，凭他血族强横体魄，打人都快坚持不住了。这下该结束了吧？可两人正琢磨着，忽然一只手搭在坑边上，黄凯残破身躯，再次爬了出来。他踉踉跄跄地站起，此时浑身是血，身上魂晶暗淡，甚至有的出现细密裂痕。黄凯活动活动下巴，骨头咔吧咔吧作响。喂，还没完呢！他从小为了淬炼这副身体，承受了无尽痛苦，现在这点伤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幻童和女人直勾勾看着他，此刻心情已无法形容。这是个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吼！此刻忽然传来一阵魔吼之音，只见张天浑身黑气升腾，越发浓烈。我不是怪物，我不是怪物啊！他嘶吼着，重重一拳挥出，打在满口獠牙的壮汉身上。壮汉虽然双臂抵挡，但整个人依旧飞了出去，身体撞碎块巨石，才勉强停了下来。他双臂都扭曲变形了，但甩手间又瞬间愈合了。嘿嘿，獠牙壮汉挨了一拳，神情不怒反喜，道：“你就是个怪物，释放你的力量吧！龙国的秩序根本不配束缚你，他们都是你的食物而已。”我不是怪物，你闭嘴啊！张天眼里满是泪水，仿佛受了委屈的孩子。他正努力压制着，但体内那个东西已经在蠢蠢欲动了，缭绕的黑气越发浓重，仿佛即将透体而出。轰！张天又是一拳挥出，强烈的拳劲摧枯拉朽，连石头带壮汉一并击飞出老远。壮汉浑身骨头变形，但他紧咬着獠牙，正努力恢复着。他同样是 SSS 觉醒者，2代尸怪感染体，号称2代尸王，和血腥女王一样，只要脑袋不爆掉就不会死亡，自身愈合能力极强。两人是流亡组织的金牌打手，他妈的，这还真是个苦差事啊！壮汉心中感叹，他的任务就是让张天彻底发狂，但张天目前释放出的力量就让他有些难以抵挡。来啊，继续啊！还说你不是怪物，不敢正视自己吗？你一直在逃避对吧？其实你就是一只怪物！怪物！我不是怪物！张天满脸泪痕，但哭泣戛然而止。
他的双眼已彻底被黑色占据，黑色魔焰如燃火般升腾而起，身旁炽烈的能量波动便让周围土地巨石寸寸皲裂，一股毁灭性的力量直冲云霄，天上厚重云层都围着他翻滚起来。吼！魔吼声再次从其体内传出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跨越荒谷而来，凶悍狂戾气息弥漫，在其身后竟出现一双巨大兽眼虚影，原本紧闭的兽眼在此刻突然睁开了。凶魔彻底降世，张天抬手一拳砸出，仿佛灭世一般，全部力量倾泻而出，彻底陷入疯狂。轰隆隆，所有尸怪通通化成齑粉，大地尽数塌陷，犹如末日降临。妈耶，快跑啊！就连 SSS 级的獠牙大汉都一溜烟的开逃，营地战士们更是心惊不已。撤退，撤退，退回营地里，大家快撤啊！都先回去，别管那么多了。原本战成一团的战场，由于张天发狂，纷纷丢盔弃甲，连忙撤退。而就连幻童和血腥女王也顾不上黄凯和纪云清，迅速向后方退走，因为张天才是他们主要目标。幻童带着2个金牌打手，一直退出2里地远，望着前方魔云搅动，眼里皆有些兴奋。幻童一双蛇眸里竟带着向往，看啊，这就是魔神级觉醒者上古4凶之一恶石饕餮，我真想看看他的魂晶是什么颜色的。而另一边，许建国满头冷汗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按眼下这么发展，龙族的支援怕是等不到了。他们最担心的情况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而张宏达眸光急转，快去请林长官。第81章，请你吃糖。此时林北坐在吉普车后座，悠闲地吃着薯片。城里尸怪清理完了，恰好往回赶。正在开车的龙飞接到消息后面色大变，不好了，营地遭到尸怪攻击，还有 SSS 级觉醒者，情况已经超出可控范围。啊！徐兰和李慕雪眼眸瞪起，营地被攻击了吗？感觉有些恐怖啊。3S 级觉醒者都出现了。龙飞继续道，他们是流亡组织的人，其中一个叫幻童，流亡组织教官，还有2个分别是狮王和血腥女王，都是 SSS 级觉醒者，实力强大无比。我去！李慕雪觉得越听越恐怖，一时间都不知说什么好。林北抱紧自己的小零食，那咱们还回去干嘛？不如赶紧逃吧。别呀，张校长说了，等你回去主持大局呢。龙飞连忙说道。哦，林北点点头，那也行吧。几人没想到出来执行任务，竟然有人偷驾，不讲武德。龙飞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吉普车开得飞快，没多久便赶回营地之中。离得老远就能看见远处魔云翻滚，变幻莫测，时不时传出一声魔吼，随之大地颤抖。龙飞等人见状震撼不已，同时心里非常担忧，急忙向关卡处赶去。张宏达和许建国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心中焦急万分。不过还好，失控的张天暂时没有攻击营地。2人见林北走过来，立即迎了上去。林长官，您可算回来了，现在张天发狂了，黄凯和纪云清也都受了伤，还有3个顶级强者虎视眈眈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呀？张宏达急得直跺脚，眼下这种局面实在有些失控了，也不知道林北能否顶得住。林北扫目打量无序大地，发现被破坏的一片狼藉，地上堆满残肢断臂以及腐臭的尸体，场景犹如修罗地狱。而黄凯和纪云清站在远处，2人都受伤了，尤其是黄凯被人揍得浑身是血，整个人犹如血葫芦似的，让林北觉得比尸怪还丑。张天周身魔焰升腾，已经彻底进入失控状态，他强悍力量不断破坏着，凶狂无比。我去把他带回来。林北说道。啊，真去啊！周围人们面面相觑，如今幻童等人都不敢直面张天的力量，直接跑路了。现在去能行吗？不过张宏达依旧很信任林北，毕竟他号称龙国天花板级战力，相信他有这个实力。随后林北全副武装，背上 S 级魂器灭魔刀，孤身一人走向无序大地。众人望着他的背影，都为其捏了把冷汗。林长官一定要成功啊！劲风撕扯着林北的头发，脚下大地不断震颤着，周围尽是残破尸体，甚至还有没死透的半截尸怪，狰狞地向他爬来。但林北都没看一眼，才踏着血淋淋的尸堆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老大，你看，他们有人过去了。远处满口獠牙的壮汉目露惊讶道。幻童眼睛一眯，始终盯着下方的情况，当然也注意到林北的身影。去送死的吗？龙国的人太天真了，不过真以为能唤醒张天的理智吧。如今张天已经彻底疯狂，六亲不认，只有疯长的破坏欲，而他强大力量无人可挡。前方能量波动越发浓烈，但林北脚步不停，依旧向前走着。不远处的张天
似乎感受到活物的气息，倏然转头望来，他一双漆黑的眸子里跳动着黑色火焰，散发着摄人的光芒。若寻常人被他盯上一眼，定会吓得直接瘫软。林北则抱起肩膀：“小天儿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张天歪起头，身上升腾的魔焰忽然摇曳了一下，好似真的在回忆什么。疯狂的他，竟一时间没有攻击。张宏达等人见状，心中一喜，感觉有戏啊！看看，还得是林长官，能唤醒神智就好，希望他们别打起来啊。谁受伤了都不好。其他人默默祈祷。好。可此时，张天忽然发出咆哮之音，身上魔焰升腾，双眼盯着林北，小脸紧紧皱起，似乎心里正在挣扎着。张天紧握着双拳，其上能量忽强忽弱，表情逐渐痛苦起来。林北就静静地看着他，并在多说什么。张宏达等人此刻紧张到极点，都不敢说话了。他们知道张天正努力克制着，能不能恢复神智，胜败在此一举。但下一刻，众人面色巨变。糟了！因为张天魔焰躁动而起，再次失控，身形移动间如阵风暴般向林北席卷而来。完了！看来林长官失败了啊！众人目瞪欲裂。而此时，林北对着那强绝的力量，抬手一拳挥了出去。但人意外的是，下一秒，张天的身形竟倏然间停住了，他的鼻梁距离林北的拳头不足5厘米，时间仿佛在此刻凝固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。只见林北缓缓松开握拳的手，开口道：“别哭了，请你吃糖。”在其掌心中，赫然有一颗大白兔奶糖。而张天神情错愕，身上的魔焰竟开始慢慢收敛了，周围能量波动逐渐平复下来，双眸一闪间，黑眸消散，已然变回了正常模样。对不起。恢复神智的张天泪流满面，身体微微颤抖着，已经进入虚弱状态。林北和煦一笑，如沐春风，拍了拍他的柔软的头发：“没关系，这不怪你。”成功了！张宏达等人见状面色狂喜，林长官真的把张天唤醒了，太好了！我感动的想哭，这也太温暖了吧！可就在这温馨时刻，3道危险的气息又从黑暗中涌来。幻童等人再次出现，并将林北和张天围在中间。幻童目光阴沉，没想到真有人可以唤醒张天的神智，不过也没关系了。哦，这么说，看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了。林北打量他，幻童的主要目标就是张天，他急需一颗魔神级的魂晶。现在张天虽然清醒，但处于虚弱状态，而远处的黄凯和纪云清也没什么战斗力了，所以幻童有恃无恐，一切仍在掌控之内。没错，张天必须留下来。你不会觉得凭你自己可以把他从我们3人手上就走吧？我没打算就走他。林北声音越发冷漠，强烈杀意开始弥漫。当他再次抬起头，双眼已然缩成兽瞳。只要将你们杀光就好了。第82章觉醒之战。林北进入觉醒状态，一股悍然凶气再次弥漫无序大地，比刚才只强不弱。众人心中都是一悸，幻童等3人下意识退了半步。这是什么？望着林北那双眼，他们心中竟产生一种畏惧，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。张宏达等人也个个张大了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激动万分。林北终于觉醒了吗？龙国天花板级战力，终极兽魂在此刻复苏，凶猛来袭。林北只身立于无序大地，周围劲风四起，他一双眼眸狭长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轻挑着露出一抹笑意，狂放不羁，睥睨四野。就连李慕雪此刻都抱紧粉拳，如花痴一般望着那张脸，实在太帅了，帅得一塌涂地，恨不得现在就以身相许。可惜林北不要自己。龙国战士们感受到那强大威势，个个心潮澎湃，气势大振，心里直呼无敌。什么流亡教官，什么金牌打手，在林长官面前就是一道菜而已。此时幻童眉头拧起，凭他敏锐直觉，已经感知到强烈危机正在降临。眼前这个人绝对打破 SSS 级的壁垒，恐怖如斯。本以为张天就是这里的最强者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。他到底是谁？老大，怎么办？獠牙壮汉语气沉重。幻童目光凝视，我们还有逃走的机会吗？明白了。大汉双拳紧握，如今这个局面只能死战到底，逃也是死，朕也许能博得一线生机。3人在强大压力下爆发出心中狠戾。下一刻，他们共同向林北冲来。林北兽瞳凝视，动魄虚妄，抬手一拳打去，强绝之力如火山爆发般，轰隆隆，霎时间飞沙走石，空气哀鸣，仿佛要粉碎一切。幻童3人在拳风冲击下，如一叶孤舟在巨浪中摇曳。血腥女王利齿紧咬，
身体再次化作蝙蝠四散。林北兽瞳扫视，抽出身后灭魔刀，挥刀便斩了过去，顿时长芒大作，锐利锋芒，势不可挡。嗡！蝙蝠群在长芒中泯灭，半空发出凄厉哀嚎，血腥女王破烂身躯从中掉了出来，她被这一刀伤得不轻。旁边狮王怒吼，视死如归，疯了般的扑到林北身前，已然要用命相搏。可林北身形一闪，横向躲开，就仿佛平移一样，同时手中金芒迸发，挥刀又是一斩。唰！他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根本难以捕捉，只在电光石火之间便将狮王脑袋切了下来。狮王的确生命力强大，那被砍下的头颅依旧在半空中不断嘶吼着。林北纵身跃起，抬腿就是一脚，轰！强大力量爆发，顷刻间将狮王头颅踢得粉碎，周围血雾弥漫，腥味刺鼻。与此同时，一颗魂晶崩飞出来，林北凌空一抓，直接将其握在手里。幻瞳蛇眸猛缩，没想到 SSS 级的狮王2招就被林北干掉了，这就是打破壁垒的力量吗？下一秒，林北动作不停，身形晃动间倏然消失。血腥女王只感觉劲风扑来，随后头颅剧痛，反应过来后发现一只手已经按在自己头顶，她的身体还没愈合完毕，根本躲闪不及。头颅剧痛仿佛被钢钳夹住，已让她忍不住嚎叫起来。但下一刻，嚎叫声戛然而止。砰！林北五指发力，直接捏得粉碎。血雾爆散之际，一颗魂晶正好被其握在手里。就剩你了。林北凝视前方，缓缓说道。幻瞳身体都是一抖，心里承受着巨大压力。他一双蛇眸闪烁，想尝试发动幻术，但林北兽瞳早已洞破虚妄。为什么？幻瞳目瞪欲裂，为什么会有如此强者出现在这里？自己明明就差一点了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好！幻瞳怒吼一声，皮肤竟开始脱离，体型迅速膨胀，满身蛇鳞显露出来。在其背后，身体开裂，又伸出数个蛇头，看上去恐怖无比。几息之间，幻瞳彻底幻化成蛇身，并长出9个脑袋，瞪着18只如铜铃般的蛇眼，凶光毕露。幻瞳复苏程度极高，已显化9头魔蛇本体。他的实力是 SSS 级的顶点，只差一颗魔神级魂晶，就可以打破壁垒，成为魔神级9头相留。所以他今天才来狩猎张天，追寻那强大无比的力量。魔神级，多么让人向往！可惜，蛇瞳幻化9头魔蛇，若是在别人眼里，定是恐怖至极，堪比天灾。毕竟他是3S 级顶尖强者，在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不可小觑的力量。不过在林北看来，只是个小小的魔术罢了。活人变蛇，好！9头蛇对他暴吼一声，似乎发泄着心里的不甘。为什么自己苦苦追求的力量，别人却唾手可得？后世的觉醒者又该怎样打破那层枷锁？死吧！林北不顾那么多，挥刀一斩。叮！系统打个酱油强化，灭魔刀成为裂空之刃。霎时间，长刀破空，金光大作，顿时一道锋芒横断天际，无与伦比的力量迸发，长芒所至，皆飞灰烟灭，空间都被撕裂。无序大地中，仿佛升起一轮明亮的太阳。9头魔蛇庞大身躯在其中破裂、泯灭、搅碎成渣，他的所有不甘也在此刻化作虚无。最终，刀芒呼啸划过天空，化作星光点点，消失于天际之中。一颗 SSS 顶级魂晶从半空中坠落，林北抬手间便将其接住。3颗顶级魂晶被其尽数吸收到体内。叮！恭喜宿主成功狩猎 SSS 级9头魔蛇， SSS 级尸怪感染体， SSS 级血鬼伯爵，当前复苏程度 18%。 系统声音传来。此刻无序大地彻底安静了，微风吹拂而过，林北只身而立，周围尽是残破尸体。望着那修长身影，张宏达等人看呆了，片刻后才爆发出热烈欢呼。爷，林北打赢了，那一刀也太强了吧，亮瞎我太合金狗眼呀！无敌，林长官牛批！此时林北望向营地方向，兽瞳一闪，瞬间恢复原状。溜了溜了，该回去吃好吃的了。第83章分别。大战结束了，人们心中仍然久久不能平静。许建国派出人手清扫战场，接英雄们回家。黄凯伤得不轻，不愧是打不死的小强，硬刚2位顶级强者。人们觉得应该给他换个名字，叫黄刚强。此时他正对许建国等人哀嚎着：“哎呦，许长官，你看我受伤了，伤得很严重，快要不行了。”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强烈要求让小曼给我单独检查身体。黄凯忽然说道。他这次战斗功劳不小，按理来说检查身体也是正常的，可许建国却很为难。那个大战之前
我已经让科研人员撤退了啊，张小曼早就走了。啊，走了？黄凯小眼瞪起，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此去一别，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面都难说。他一拍额头，艾玛，不行了，我脑瓜子疼，屁股迷糊。片刻之后，一架直升机螺旋桨呼啸降落在营地，龙组的支援到了，那是一股强大又神秘的力量，龙国真正的王牌。许建国等人早早便到场等候迎接。只见一个青年从直升机缓缓走下来，他唏嘘的胡茬子，模样懒散，双眼生有一瞳，一绿一蓝。哎，天天到处跑，好难啊！我当初就应该伪装成 S 级，在国内维护治安，不仅能受民众爱戴，任务也简单，哪像现在整天执行机密任务，累得要死不说，还没几个人知道。青年一下飞机就骂骂咧咧的抱怨。许建国连忙笑呵呵安慰：瞧您说的，边境没有您不行啊。哦，这不也没用上吗？幻童被人干掉了。青年眯眼问。许建国连连点头，想起此事依旧唏嘘不已。是被林北干掉的。哦，青年点点头，似乎一点也不例外。他身为龙组成员，早就听说过林北的事，只不过始终没见过面。带我去见见他吧。好。此时林北正盘坐在沙发上，嘴里叼着根棒棒糖，在休息室打游戏。许建国笑呵呵走进来，先打个汇报。林长官，有人来看你了。谁啊？林北头也不回道。在许建国身后又出现个青年身影，一绿一蓝，异色瞳孔。林北这才转头望去，仔细一打量，发现他两手空空。来看人也不知道带点东西吗？啊，先欠着吧，下次给你补上。青年倒也不恼火，反而微笑自我介绍道：你好啊，我是龙组成员叶枫。哦，你好，我是林长官。林北随口说道。叶枫一同打量他，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，身体没有任何波动，而且脑回路有些不正常。这就是天花板级伪装吗？此时张天走出来，身体还有些虚弱，脸色很意外。咦，叶枫，是你来了呀？我来跑腿的。叶枫开口说道。显然两人早就认识，因为没去龙国学院之前，张天始终待在异能局总部里，出于某些原因，他认识龙组成员。其实纪云清也是从异能局总部来的，他们之间都认识，只是从来没说过话而已。虽然幻童已经被林北干掉了，但上头怕这里再来别的东西，所以让我过来盯几天。叶枫解释道。由于龙组成员的到来，营地的战士们都很安心，而经历了那场大战，张宏达觉得身心疲惫，他这辈子都没那么紧张过，于是决定带着学生们回龙国学院了。这次试炼结束，但黄凯却不能回去，他基本伤势虽然可以愈合，但身上的魂晶出现问题，需要特殊方法调养，所以他决定回家找他师傅去。众人都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个师傅，到底是什么人能教出这样的奇葩？据黄凯说，他师傅是第一批觉醒者，非常的了不起，并邀请林北一起去他家见师傅。林北一琢磨，正好回学院也没什么意思，便答应和他一起去了。随着他做出决定，李慕雪自然选择跟着，另外还有纪云清，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，他可不想重拾孤独的自己，于是也打算跟着一起去，就当是送黄凯回家了。至于张天，身体处于虚弱状态，而且精神上有些萎靡，需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这一天，众人在营地分别。原本在学院时候，张宏达被林北气得牙痒痒，但现在要分开的时候，竟隐隐有些不舍，好像自己最得意学生毕业了一样。等你们忙完了，有空就回学院看看啊。我可是校长，当然得回去。林北点头说道。随后许建国、龙飞等人也和林北等一一挥手道别，互相祝福。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，但也算一份战友情分。你说小曼咋走得那么早呢？她要是在的话多好。黄凯依旧很惋惜。行了，就你现在这身体，小曼在的话你能干啥？李慕雪开口道。黄凯眉头一挑，我怀疑你在开车呀，但我好像又没有证据。好啦，赶紧走吧，送你回家。李慕雪催促道。随后他们几人坐上一辆吉普车，这次李慕雪真的开车，带着林北、纪云清一起送黄凯回家找他师傅。而黄凯的家其实距离营地并不远，也处于边境地带，但却不是战场，因为外面有片山脉隔绝，被人称作边界深山，那里是变异怪的天下，号称人类禁区，即便流亡组织也不敢轻易踏足深处。黄凯的一身 S 级魂晶就是从那里来的，由此可见，他师傅可能的确是个高人。没多久，李慕雪开着车便驶入一片城区，这里叫灵山市。林北发现这座城市还挺繁华的，街上车流涌动，两旁高楼林立，绿化也做得非常好。遥遥一望，远处还有个巨大摩天轮。那是游乐场啊。第84章灵山市。按理来说，
这座边境城市不该如此繁华。可正是因为临近边界深山，有不少觉醒者组成探险队，在外围狩猎魂晶，并且形成不小的交易市场，反而带动了经济增长。所以这座城市发展的飞快。而大多数变异怪领地意识极强，一般不会出山攻击城市，当然也有少数例外。不过这些都在人类可控范围内，并不会造成过多混乱。真不错呀！林北望着车窗外，已经看到不少好玩的地方，感觉都挺新鲜的。这趟没白来。片刻之后，李慕雪将车停在一片住宅区，这里都是独门独院，一栋栋2层小楼，虽不如别墅繁华，但也挺精致的。据黄凯说，他师傅家就在这里，看得出生活条件不错。由于很长时间没回家了，黄凯眼里涌现出思乡之情，跑下车后扣动门环，咚咚咚砸向院门。师傅，你徒弟我回来了，快开门啊！汪汪汪汪汪汪！可过了半晌也没动静，回应他的只有一阵狗叫。喂，你师傅好像不会开门呀？林北怀疑地问。黄凯满头黑线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喂，你不会把狗当我师傅了吧？那是我家养的宠物。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林北恍然大悟。黄凯、李慕雪和纪云清两人忍不住捂嘴偷笑。不过很明显，黄凯师傅不在家。隔壁的2层楼里，闻声走出一名妖艳妇女。谁在那敲门呢？大白天的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人家晚上还得上班呢。李姐，是我啊，我回来了，我师傅去哪了？黄凯对邻居问道。妇女见他眼睛一瞪，更是不耐烦。哟，原来是你啊，可别在这敲了，你师傅那糟老头子蹦迪去了，等会就回来了。砰！妇女说完，把房门一摔，头也不回的进屋了。好家伙，李慕雪等人都懵了，黄凯师傅居然蹦迪去了。隔壁邻居大姐还是晚上上班的，这一片住的都是什么人啊？那咋办？咱在外面等着吗？哎，等等，我好像有钥匙。黄凯摸了摸裤兜，果然掏出一把钥匙来。特么有钥匙不早说，非逼我这文明人骂人是不是？李慕雪此刻都无语了。很快，黄凯将院门打开，只见一只黄色柴犬冲了出来，一下扑到黄凯怀里，并用舌头舔他的脸，看上去格外亲切，对他非常想念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家养的狗，名字叫小黄。小黄？这几人一听，好似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快请进吧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当自己家一样。黄凯连忙邀请道。林北几人经过院子，走进2层小楼里，客厅明亮宽敞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，貌似是个正常人家。黄凯倒是很热情，给他们倒了杯水，并洗了几个水果。林北一看有吃的，倒也不客气，拿起苹果开吃起来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一阵马达轰鸣，有辆车停在了门口。哎，黄凯顿时激动起来，是我师傅回来了。林北等人转头一望，果然发现院门外走进一位老者，大约50-60岁。只见其戴着墨镜，脖子挂着金链子，梳着大背头，一身花衣服，造型非常独特，这还挺潮的。不过既然他是黄凯师傅，想必也是个觉醒者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跳蚤，能力跳跃。哦，怪不得爱蹦迪呢。林北心中暗道。老者看见黄凯，面色也很激动。大黄，你回来了。大黄，大黄。几人听这个称呼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并且林北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人来，就是飞鹰奔泉里的黄然，感觉没准他们可能是好兄弟。黄凯泪奔了，见到师傅很感动，像乳燕归巢般扑到其怀里，似乎受了数不清委屈。师傅，我被人打伤了，还有他们都说我丑，您说我真的有那么丑吗？可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，在外人面前别叫我师傅。老者目光扫视一圈，压低声音叮嘱说。黄凯心中无语，那行吧，大哥。噗！李慕雪等人噗呲一笑，忽然觉得黄凯叫他大哥其实一点都不违和。你们是大黄的朋友吧？稀客呀，真没想到他还能交到朋友。你们在这千万不要客气啊。老者对林北几人打招呼道。谢谢老伯。李慕雪很有礼貌，但老头看向他时，直接把墨镜摘了，眼睛圆圆瞪起。哎，你是那个李慕雪吧？我以前是你的粉丝呀，来，快帮我签个名。看来黄凯奇葩的根源找到了，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，和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啊。这老头不应该是个高人吗？拿错剧本了吗？现在见也见完了，黄凯也送到家了。李慕雪开口道。老伯，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别急着走啊，既然到了灵山市，不去边界深山里探探险多可惜啊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提升实力啊。老者眉飞色舞道。也对哦。李慕雪点点头，觉得很有道理。
转眸看向林北，询问他的意思。我觉得也是，那咱们现在就去吧。林北说道。现在吗？李慕雪觉得有点仓促，不过林北都发话了，他当然没什么意见。老者挽留道，也别那么急嘛，不如吃个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林北似乎很着急。那行吧。老者点点头。由于黄凯受了伤，需要在家调养，所以只有林北、纪云清、李慕雪三人走出院子，坐上吉普车。李慕雪一脚油门踩下，开车向前走，但林北却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喂，掉头，咱们往后走。”啊，可是边界深山是前面啊！李慕雪十分不解，林北却兴致冲冲，给一笑道：“去个毛线边界深山，咱去游乐场。”第85章鬼屋。李慕雪一想，打了这么久的仗，确实也该放松了，于是立马掉头，开车去游乐场。游乐场门前人头耸动，熙熙攘攘，非常的热闹，两旁有各种零食小吃。按照老规矩，林北先去买冰淇淋。喂，你那个粉红色是什么味的？他对李慕雪问。我这个是草莓味的呀。李慕雪开口道。哦，能不能给我尝尝啊？林北问。当然没问题。李慕雪欣然同意，觉得和林北共同吃一个冰淇淋也算是间接接吻了。谁知林北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咬下去，整根冰淇淋直接到底了，都差点咬到李慕雪的手。这好吧。李慕雪很无语，间接接吻是没有了，差点被咬手。而纪云清到了人多的地方，似乎觉得有点别扭，他双眸四处扫视着，安静地跟在林北身后。三人随着人潮一起走进游乐场中。号外，本游乐场最大鬼屋今天隆重开业了，本店老板亲自保证，绝对惊险刺激，非常恐怖。如果有人能走到最后，还有玩偶等丰厚奖励，任您挑选，赶紧过来参加吧。前方有位中年人拿着大喇叭打广告，在其身后摆着许多玩偶，当做鬼屋通关奖励。他的声音吸引了许多吃瓜群众。今天真的开业了呀！我早就听说过，这是最吓人鬼屋，光工作人员就几百个，筹备好久了。那咱们要不要进去试试？我害怕呀。怕啥？大不了咱们原路退回来呗。林北对此饶有兴致，转头对两人说道：“走啊，咱们去鬼屋里玩啊。”啥？去鬼屋？纪云清整个人呆住了，似乎有些难以置信。你确定要带我去鬼屋？对啊，你不是害怕了吧？林北兴致冲冲问。纪云清满头黑线，她号称背负万千恶鬼的少女，去鬼屋简直一点挑战性没有，还不如给她扔在一个人多的地方。对于社交恐惧症来说，在人多的地方待着更别扭。行吧，就进去溜达溜达吧。随后，李慕雪买了3张门票，从入口处进入鬼屋当中。和他们一批的还有4个人，分别是3女1男，都20岁左右，看似是上大学的学生，放假出来玩的。这4人神情紧张，甚至有个女生身体都微微颤抖。我好怕呀，要不咱们别玩了吧？没事，票都买完了，进去看看嘛，到时候跟紧我就好。男生开口鼓励道。鬼屋中光线昏暗下来，走廊洁白墙壁上出现一道道鲜血洒上的痕迹，棚顶灯光一闪一闪，忽然变成了血红色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蒙上层血腥之气，气氛渲染的着实有些恐怖。在不远处隐隐传来尸怪吼声，并且越来越清晰了。这也太吓人了吧，要不咱们出去吧。刚一进来，有位身材娇小的女生心里就打起退堂鼓，感觉顶不住了。没事，都是假的，咱怕啥？那名男生鼓励道，但声音明显有些颤抖。他们3女1男刚一进来就不敢往前走了，因为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，未知的东西最为恐怖。而林北则没什么感觉，真实尸怪他都见过很多，眼前场景简直毫无压力。他举步向前走去，纪云清更是面无表情跟在他身后。那4名大学生见有人往前走，心里受到鼓舞，这才敢小心翼翼地跟上他们脚步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随着向前走，前方长廊不远处，墙壁上倚靠着几具尸体，头颅鲜血横流，空气中都弥漫起一股血腥之气。棚顶的红灯也变得一闪一闪，仿佛接触不良般，场面着实恐怖。这太吓人了吧？不会是真的吧？后方4人心底犯嘀咕。不过林北已经向那几具尸体走了过去，就在他要抬腿迈过去的时候，倏的一下，红灯彻底暗灭了，周围漆黑一片，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而当红灯再次亮起，其中一具尸体竟已经爬起来，一张狰狞的脸凑到林北面前，近在咫尺，都快贴上他的鼻尖。面前的尸怪吼叫起来。丧尸啊！后方的几人都被吓得连连后撤，但林北依旧站在那里，不为所动，根本一点不害怕，甚至心里有些想笑。这个尸怪当然是工作人员扮演的，他此时非常意外。
他不害怕我吗？难道自己出场方式不够吓人？呀！他又模仿着尸怪，继续咆哮了几声，但林北依旧站在那，眼睛直勾勾看着他。这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，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如果自己这么退走，仿佛很没面子，但继续吼下去，人家也不害怕，咋弄？此时，林北一只手抵住他的脸，将他推到了一边去，嘴里遗憾地嘀咕了句：“还没黄凯吓人呢。”随后继续向前走。后方4人见此都很佩服，这家伙也太强了吧，胆子好大啊，一点都不在怕的。而纪云清始终面色毫无波澜，李慕雪也没啥太大反应。又走了一段后，周围场景变化，红灯变成绿色，声音也变成厉鬼嚎哭声，给人极度的阴森之感，气氛更加吓人了。4个大学生腿肚子开始颤抖，小心翼翼地跟在林北身后，让他在前面探路。可没走多久，绿灯开始闪烁起来，长廊尽头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，她背对着众人，长发披散而下，看不见面容。这有鬼啊！妈耶，好吓人啊！怎么办？4位学生慌了神，而那只女鬼也是工作人员扮演的，并且极为自信，自己这个绝对吓人。她看似背对着众人，其实不过是将衣服反穿，然后将长发全部梳在额头前，制造出背对众人的假象。此时，她双手将头发向两旁拨开，露出苍白又布满血丝的脸，嘴里发出尖笑声，飞奔着向几人冲去。遥遥看去，就像是只头旋转了180度的女鬼，倒退着向他们扑来，画风诡异至极，令人胆寒。第86章吓鬼啊！后方顿时惊叫声响起，4人都快被吓哭了，连连后退，缩在一起。妈耶，有鬼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救命啊！工作人员很得意，他干这行很多年，扮鬼无数次，用这一招从来没失败过。在周围气氛渲染下，确实很吓人。哦豁！纪云清眉头一挑，觉得他确实很有创意，而且看着工作人员扮鬼的形象，莫名的感觉很亲切，于是对他挥了挥手，心想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，那咱也吓吓他吧。心念一动间，身边有怨灵凝现，漆黑的鬼影也很有礼貌，像纪云清一样对女鬼挥了挥手，亲切的打了个招呼。哎，工作人员愣住了，他诧异的发现有人居然不害怕，并且挥手和自己打招呼，开始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再仔细一看，在女孩身边竟凝现出道鬼魂虚影，同样在和自己招手。这有鬼啊！工作人员反应过来，惊叫起来。他很确信那不是鬼屋里的东西，而是一只真的鬼。女孩整个人都傻了，吓得花容失色，也顾不上其他，转头就跑，屁滚尿流，不一会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咦？后方4人觉得不对劲，他们刚才被吓得不轻，注意力全在女鬼身上，并没注意纪云清身边恶灵虚影。咋回事？鬼被自己吓跑了？4人一脸懵逼。噗哈哈哈哈哈！林北见状捧腹大笑，眼泪都快笑出来了，觉得非常有趣。李慕雪见状很无语，他似乎发现林北来鬼屋的真正乐趣在哪了。几人继续往前走，这个鬼屋确实很有创意，各种风格的鬼都有，气氛渲染的也很强烈。不过有林北几人在，彻底把鬼屋玩坏了。林北看见鬼之后，不仅不害怕，反而给直乐，时不时还会把鬼给吓一跳。跟着他们一起的4人，在林北的感染下，慢慢的也不害怕了，同时也非常佩服，这人胆子可真大，牛批啊！大约半个小时后，他们走出了鬼屋，明媚阳光重新洒在脸上，周围人声鼎沸，熙熙攘攘。哎，有人出来了，这是第一批出来的吧？可真厉害啊，我走到一半都不敢走了呢。周围人们议论纷纷，老板也很意外，没想到真有人能走完全程。恭喜几位顺利通关，你们可以挑选一个玩偶作为通关奖励。他开门做生意的，倒不至于食言。嘿嘿，林北噔噔噔跑过去，拿了一个蓝色小海豚的毛绒玩具，心里美滋滋。兄弟，你很勇哦。有一位男生满脸佩服的走过来道。林北抱紧自己的小海豚，抬眼望去，是位高高瘦瘦青年。哎，你谁啊？我叫宋南，刚才跟你一起进鬼屋的呀，始终跟在你后面。青年有些无语道，心想刚一出鬼屋就把自己忘了。其实林北都没正眼看过他。哦，找我干嘛？有啥好玩的吗？有啊有啊。宋南连连点头，面露期待道，我只是觉得你们胆子很大，超勇的哦。我们晚上要去一个鬼楼探险，据说那里有真的鬼，所以想邀请你们一起去。真鬼？林北眼睛转了转，觉得探险挺有意思的，于是点点头道，行啊行啊，那真鬼在哪啊？就在游乐场附近一座废弃的医院里，我们打算晚上8点过去。你要是想去的话，
咱们可以一起。宋南此时也发现眼前这人很天真的样子，自己说是有真鬼，他居然还相信了。其实那些都是传言而已，为废弃医院蒙上层神秘的色彩，听上去更加刺激，怎么可能会有真鬼？林北点点头，同意下来，非说要去找真鬼。晚上8点，不见不散。旋即，由于时间还早，和宋南分别后，林北3人又去玩其他东西，过山车、海盗船、大摆锤、神舟飞碟等各种惊险又刺激的项目。林北当然一点不害怕，他只是看别人背下的尖叫，出现各种奇怪表情，觉得很搞笑而已。在游乐场玩了一圈，天色渐渐擦黑了，林北等人找了高档餐厅吃晚餐。喂，咱们真要去探险呀？李慕雪问。林北点点头，去呀去呀，不挺热闹的吗？好吧。李慕雪再一琢磨，这里是灵山市，他们第一天来，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可能要去酒店开房了。对了，林长官，咱们晚上得住酒店呀，我没带身份证呀，所以只能和你。啊，那你睡走廊吧。林北打断道，他可不想和别人挤一间房。李慕雪在餐厅吃完饭后就已经7点多，在游乐场玩一天，林北非常开心，所以他打算继续玩，去那个什么鬼楼探险。根据宋南说的地方，李慕雪带着林北一路找去。虽然位置距离游乐场不远，但已脱离市区，年久失修的街道上坑坑洼洼，两旁的建筑也尽是塌陷的痕迹。我在网上查过了，这片区域曾经现过变异怪，死伤了不少人呢，后来就没人住了，只留下废弃的建筑。李慕雪开着车道，但很快他一脚刹车，将吉普停住了，因为前方尽是砖头瓦砾的废墟，凌乱的植物树木等盘踞着，已经没有路了。于是3人只能下车步行。夜风呼呼刮着，附近一片狼藉，漆黑中树木挥舞着枝桠，仿佛在向他们招手一般。纪云清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似乎在感知到了什么。这里好像真的有点东西。第87章探险。在漆黑的夜里，无人的废墟中总会有孤魂野鬼在游荡。有东西好啊，越多越热闹。林北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方走去。迈过坍塌的废墟和野蛮滋生的杂草，几人来到这片区域中心地带。前方有一栋废弃的医院，墙体长满青苔，门窗和玻璃都被打碎了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一阵夜风吹过，发出呜呜的响声。这里就是白天宋南约定的地点。林北瞥眼一望，发现不远处有几道手电筒光柱摇晃着，正是宋南带着几个小伙伴，大约5、6个人，有男有女。他们神情紧张，走路小心翼翼的。其中一个女生道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楼吗？里面不会真的有鬼吧？”“哪有什么鬼，都是别人瞎编出来的。”“虽然这里出过变异怪，但都被异能局消灭了。就是如果真有鬼的话，异能局早就封锁了，也不能让人进来啊。走吧走吧，咱们出来玩，不就是找刺激的吗？”这时林北走到其身后，拍了拍宋南肩膀。“妈呀，谁？”宋南被吓得一激灵，手电筒都差点扔了。转头一看，发现是林北后，才长舒一口气。“呼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你啊，高手兄。”其他的小伙伴们也被宋南的反应吓了一跳。宋南介绍道：“各位，这就是我白天在鬼屋遇到的高手，一点都不带怕的，真是超勇的哦。”其他几人纷纷表示佩服，欢迎他们的加入。林北明眸闪闪：“你们说的真鬼在哪呢？快点找出来给我康康。”这……宋南直挠头，他只是为了增加神秘色彩，随口一说而已，没想到还真当真了。大概在废弃医院里面吧。好，那咱们进去。林北噔噔噔几步走迈上台阶，前方是扇碎裂玻璃门，里面黑洞洞的。林北手捧成喇叭状，对着里面大喊一声：“真鬼，你在哪？快点出来，让我康！”声音非常嘹亮，在空洞的鬼楼中回荡，阵阵回声响彻了夜空。这……宋南呆住了，小伙伴呆住加5，几人面面相觑，感觉这家伙脑回路不太正常。大哥，有这么找鬼的吗？可就在这时，忽然夜风猛然刮起，更剧烈3分，发出呜呜嚎叫声，仿佛真的在回应林北一样。啊！宋南等人张了张嘴，不会真的有吧？自己只是说着玩的呀。一定只是巧合而已。但此时纪云清默默感受着，他已经感受到缕缕阴气，阴气就是他使用的能量，对此非常敏锐。林长官，这里面确实有东西。纪云清提醒道。很好，咱们去把他抓出来。林北更有兴趣了，而宋南几人都有点懵。真有东西？不会吧，感觉有点玩大了呀。此时林北已经走入黑洞洞大厅，转头对宋南几人勾了勾手：“快进来啊，你们不是也想看真鬼吗？”宋南张了张嘴，
表情仿佛吃了苍蝇一般。他可不是故意看真鬼，但事已至此，也迈不跟进去，毕竟来都来了，再说有没有真鬼还不一定呢。林北很开心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今天必须抓一只真鬼给他们看看。进入医院，里面漆黑一片，隐隐有股铁锈和发霉的味道。林北噔噔噔跑上楼，待会又噔噔噔从另一面跑下来，每个房间都找一遍，遇到锁门的便直接扑通一脚踹开，弄得漆黑医院中噼里啪啦乱响。宋楠等人神情错愕，这和他们想象中的探险不一样啊！这叫探险吗？确定不是拆房来了？经过林北这么一折腾，原本紧张气氛全无，几人也彻底不害怕了。不愧是气氛破坏者，纪云清就在后面跟着，在这种漆黑气氛中更是悠然自得。他虽然知道这里有真鬼，但并不认为那些东西能伤到林北，索性也由他随便玩了。嘻嘻嘻嘻嘻嘻嘻，几人就这么走着，忽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阵阴森森的女人笑声。咦？刚放松下来的宋楠眉头再次拧起来，回头对女性同伴们问：“你们刚才笑了吗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我也没有呀。”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几名女孩连连摇头。宋楠感觉不对劲：“刚才你们没听见有女人笑吗？千万别吓我呀！”“听见了，但是我们真没笑。”“哥！”此时跑在前面的林北也忽然止住脚步，一双眼眸来回寻找着。嘻嘻嘻嘻嘻，果然，黑暗之中再次传来虚无缥缈的笑声。在那里，哐当！林北再次一脚踹开扇门，整个门板都扣在地上，灰尘四起。眼前是间病房，但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在哪呢？林北一双眼眸在黑暗中扫视。叮！系统扫描发现 C 级特殊系灵类变异怪。听着系统声音，林北眉头一挑，看来真鬼就在这房间里。但他眼眸寻找，四周依旧空荡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显然，对于灵类魔怪，系统能扫描到，但林北看不到。身后的宋楠等人也哗啦啦赶过来，他们站在病房门口，一个个神情紧张。发现什么了吗？发现了，真鬼就在这房间里，可惜我们看不到。林北摊手说道。啊！宋楠几人汗毛竖立，真的假的？感觉很恐怖啊！霎时间，一阵阴风骤起，众人脖梗发凉。那阵嘻嘻嘻的阴森笑声越发清晰了。林北能感觉到，就在自己身后，逐渐的一道虚影开始凝聚，慢慢显形，出现一个白衣女子身影。她长发披散下来，遮住一只眼睛，而另一只眼睛的瞳孔只有针尖般大小。她的脸上满布着尸斑，咧嘴微笑着，看上去狰狞又恐怖。女鬼脖子伸得老长，从林北背后慢慢凑到侧脸处，几乎都要挨上了。啊，鬼啊！我的妈啊！这是真的啊！真有鬼啊！宋楠等人见这恐怖景象，手电光乱晃，吓得失声尖叫，有的直接腿脚发软，瘫坐在地上，实在太吓人了。而此时，林北眼睛微眯，慢慢转过头去，正好对上了那张鬼脸，两者近在咫尺，鼻尖都快贴上了。下一秒，林北忽然抡起胳膊，一巴掌呼了上去，啪！只听清脆响亮的打脸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。刚才就是你在这笑呢。第88章被害往事。女鬼用手捂住脸，整个鬼都呆住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是什么鬼？呜呜呜！女鬼不知所措，一时间竟嘤嘤抽泣起来。宋楠等人哑然，他居然把鬼打哭了！我的天！你过来！林北伸手就向女鬼抓去，女鬼连连后退，不要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但最终也没有逃出林北的魔爪，被他一把拎着后脖梗提起来。看看，快看看，这是一只真鬼吧？林北之前见纪云清的怨灵都是无意识的灵魂能量体，和这具独立意识的鬼有很大差异。他拎着鬼对到宋楠面前，怎么样，好不好玩？说让你看真鬼就看真鬼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赶快拿走吧。呜呜呜！宋楠望着面前女鬼，真是一点都不敢动，直接被吓哭了。而身后那些人一个个也吓得屁滚尿流，哭着往外跑。林北还将鬼凑到李慕雪面前，给他看了看。李慕雪连连摆手，嫌弃道：“一惹，拿走拿走。”林北本还想给纪云清看看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还是算了吧，他不配。就这样，林北拎着女鬼展览一圈。女鬼心里想：我虽然是只鬼，但你真不是人。说说吧，你是什么鬼？林北问。呜，我是好鬼啊，从来没害过人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吧。女鬼嚎哭起来，鬼话连篇，小心我弄死你哦。林北威胁道。女鬼面容惊惧，心道哪来的这尊煞神，连忙求饶道：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有秘密告诉你。哦，一听有秘密，林北就不困了，
勾起他严重好奇。说吧，要是很无聊的话，我就难死你。别呀别呀，我是死在边界深山里的，那有个探险俱乐部，假借做导游的幌子，把人骗进深山去，然后谋财害命。说起这事，女鬼怨气横生，气得直翻白眼。林北摇了摇头，这算啥秘密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还有，我去边界深山是为了寻找一处隐秘之地，据说和全球异变的起源有关系，谁知没走多久就被导游害死了。呜呜呜！女鬼又嘤嘤抽泣起来。行了，别总提你被害死的事了。林北对他的事不感兴趣，对变异起源倒是充满好奇，因为在龙国学院上课时，赵主任讲过这些，林北都记下了。对于理论课，他绝对是学霸级别，但总觉得赵主任讲变异起源里面存在一些缺陷，可能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。毕竟书本上的知识也未必都是正确的，而且当时赵主任也提出过，其中很多人类未解之谜存在很大争议，有待后人去追寻、补充、完善。边界深山之前就是片无人区、野生动物的天堂，在全球异变初始最早出现变异怪的地方之一。女鬼哭着说，我父亲是一名探险家，在异变没开始的时候就经常在边界深山里探险，有30多年时间了，直到上一次他进山后遇到了巨大危机，回来受了很严重的伤，用最后一口气给我描绘了张地图，告诉我有机会一定要去那里，然后他就咽气了。地图呢？林北问。我这不是想雇人进山找吗？可还没等走几步，我就被人害死了。但是地图的事他们不知道，被我临死前悄悄埋在一棵树底下了。呜，我好惨啊！他们不是人，谋财害命，一群畜生。女鬼又提起她被害往事，痛苦的嚎哭起来。你别嚎了，林北打断道。旁边的李慕雪则有些动容。哎，我感觉他好惨呀，边界深山还有人干这种事吗？也太缺德了吧！你以为边界深山是啥好地方吗？纪云清接过话，继续道，那里面其实和边境战场一样，都是无序之地啊，根本没人管的，弱肉强食，杀人越货最常见不过了。甚至还有一些极端觉醒者或是犯了罪的人，既不想遵守龙国秩序，又不想加入流亡组织，然后都躲进边界深山里去了。想当初我也有过躲进山里的想法。纪云清虽然没犯过什么罪，但体质太过于特殊，会给人带来厄运。反正他也没什么亲人，曾经想过躲进那深山中一走了之，自己孤独的自生自灭去。林北点了点头，行，那明天我就带你躲进深山里去。噗，好啊！纪云清竟然噗呲一下笑了。李慕雪美眸扫视，一时间有些愣神，在他印象中似乎是第一次见到纪云清笑，还是在这漆黑阴森的废弃医院里。原本他们的行程就是打算去边界深山，只是林北心血来潮，先来游乐场玩，没想到遇见这么一档子事。女鬼确实没害过人，她只不过心头有一股执念，平时躲在废弃区域，甚至连人多的地方都不敢去，生怕让人发现后报警，被异能局消灭了。林北将女鬼交给纪云清，让她暂时保管了。作为厄运招灵体，可以承载无数鬼魂，当然也不差女鬼这个。随即几人离家废弃医院，回到闹市区后找一个酒店住下了。当然林北并没从了李慕雪的院和他开一个房间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慕雪开着车带他们赶到边界深山。遥遥一望，巍峨山脉连绵无际，有几座高耸的山峰直插进云霄里。面对如此庞然大物，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。挺好的呀。林北坐在车里感叹。临近山脚下，有各种探险俱乐部的人过来发传单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，资深向导，专业代打，带你去边界深山探险。帅哥，你看我怎么样？B 级觉醒者，干这想好几年了，费用不贵，10万一单。找我吧，找我吧，我知道哪里可以狩猎变异怪，C 级魂金随便拿呀，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。一众人横着排在街道上，开始争相揽客，个个热情洋溢，推销着自己。看着他们的样子，也不知昨天女鬼是被谁带进去害死的。第89章进山。林北三人走下车，立刻吸引到不少目光，因为他们造型比较奇特。纪云清头发乱蓬蓬的，微微探着肩，瞪着一双死鱼眼，而林北双手叉腰，裤兜里别着把玩具手枪，双眼滴溜溜转，好奇的四处打量。唯独李慕雪看上去英姿飒爽，她虽然戴着面纱，但一双星眸如炬，依旧可以看出是个大美人。尤其是背后背着2把兵刃，一把是青丝剑，一把是灭魔刀，看上去极为帅气。由于林北嫌灭魔刀带着太沉，就交给李慕雪保管了。他现在属于林北的御前带刀侍卫。哎，这几人好奇怪啊。是啊，你看那人带着玩具枪，好像脑子不太正常。算了算了，还是看看别人吧。向导们议论纷纷，一时间竟没人来和林北等人搭话。唯独远处有2人，目光时不时瞥向这边，嘀嘀咕咕议论着。大哥，你瞧那个戴面纱的女孩眼熟不？高大魁梧的汉子好奇问。其旁边精瘦青年转头打量，
那个不会是之前的大明星李慕雪吧？是吧？我看着也像啊，应该就是他了。壮汉此时确定下来，大明星呀，嘿嘿嘿。金瘦男说着，竟咧嘴坏笑起来，模样比黄凯还猥琐。走，过去瞧瞧。金瘦男走上前，先是看了看纪云清，发现他身体瘦弱，仿佛营养不良似的，感受不到任何能量波动。而林北更不用说，气息上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腰间别着的玩具手枪又严重拉低了分数，给人感觉还不如普通人了。只有李慕雪气宇轩昂，无论是气息还是外表都无可挑剔，预测可能达到 A 级的实力。所以金瘦男断定这三人中李慕雪实力最强。他心里筹划着，不如把他们带进深山里，直接吃掉。那可是大明星啊，不仅有钱，还有……嘿嘿嘿，你们好啊，专业向导考虑一下吗？要是自己进山，很容易迷路的呀。金瘦男微笑说道。此时林北耳边忽然响起女鬼愤恨声音：就是他们俩把我带进山里害死的。哦，这俩人都能害死你，那你可真够蠢的了。林北嘀咕着，目光扫视两人。叮，系统扫描 A 级兽魂系觉醒者豹猫，能力反应迅速。叮，系统扫描 A 级兽魂系觉醒者野牛，能力蛮力。两人都是兽魂系觉醒者，金兽男为豹猫，大汉为野牛。林北点点头，行啊，那就一起进山呗，人多热闹。多谢多谢，哈哈哈哈。金兽男原以为要费点口舌，没想到他根本没怀疑自己，直接同意了，顿时心中大喜。那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猛，这是我兄弟李虎，我们都是 B 级兽魂系觉醒者，进山经验丰富，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显然两人故意隐藏了实力。林北不管那么多，点头同意下来。可旁边出现一个妇女，伸手拉住他，苦口婆心劝道：小兄弟，我也是这边的向导，听我说哈，李猛和李虎口碑最差了，好几次把人带进去都没出来，说是出事故了，其实啊都是被他们暗害死了。你相信姐，李家兄弟可不是傻好人。这样啊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似乎重新思考起来。李家兄弟眉头一皱，他们在附近的口碑确实很差，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感觉好事要被人搅和了。李家兄弟阴狠地望向妇女，似乎马上就要撕破脸皮。但林北忽然说道：那我更得找他俩了。啊？妇女张了张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都说了李家兄弟不是好人，还非要找人家，这是找死呢吧？唉。妇女叹了口气，自己好心相劝，但人家不听，也实在没办法。李家兄弟同样不可思议，没想到林北居然这么相信自己，也太好骗了吧。这家伙果然有点傻。可你们刚才可别听他瞎说啊，他就是想抢生意罢了，我们兄弟人好着呢。大汉李虎连连解释道。李猛也连连点头。对对对，咱们赶紧进山吧，要不外围的变异怪都被人打完了，他怕再出现什么意外，催促着赶紧进山。到了无序之地后，一切就妥当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件事。林北忽然说道。啥？李家兄弟眉头一皱，心想他还要干啥啊？事咋那么多呢？还能不能进山了？林北指了指不远处，买点零食。对于林北来说，进山游玩不带点零食是没有灵魂的。心情好的话，还能搞个野餐什么的。于是他到入山口的便利店里买了一大袋子零食，有巧克力、可比克、卫龙辣条呀、土豆、冰镇可乐等等。虽然自己拎着挺沉的，但也并没有让李慕雪拿，怕他把零食弄丢了，这家伙可是有前科的。李家兄弟都无语了，发现林北脑子真的有问题，脑袋好像缺根筋一样。真当进山玩的吗？那里可是无序之地啊。心里琢磨着，到时候抢了他的小零食，让他知道社会的险恶。五人走向边界深山，周围人烟稀少起来，瞭望荒野处同样建立着一座座监测站。虽然深山里的变异怪正常情况下不会进攻人类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有人24小时监测的。逐渐的，周围树木茂盛起来，林间杂草中只剩下一条狭窄小路，这是被进山人踩出来的。正所谓世间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变成了路。此时精瘦的李虎开口讲解道：过了监测站范围，咱们就彻底到达无序之地了。在这里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，因为没有秩序的环境下，人心往往比变异怪更可怕。但是你们放心，咱们这次要走的是最常规路线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。第90章，怕不怕？安全多无聊啊，来点危险的才有意思呢。林北对他们表示很失望。李家兄弟闻言一怔，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要求的。咋地？安全还不乐意了？转头打量林北，发现他拎着一兜小零食，裤都别着玩具枪，傻里傻气的。现在都怀疑他是咋活到这么大，还能跟李慕雪混到一起去。想到大明星李慕雪，两人心头邪念疯狂滋生，不禁加快了脚步。既然如此，等会就给你来的危险的。随着向深山里面走，高大树木遮天蔽日，空气闷热，
周围时不时传来怪异鸟鸣。一路上，林北发现不少变异怪的尸骨，当然也有一些人类的。挑眼望去，发现前方一棵大树上就吊着巨人尸，并已彻底腐烂，只剩下骷髅架子了。呜呜呜，那是我的尸体！纪云清身上隐隐传来女鬼哭诉的声。林北撇了撇嘴，都快烂没了呀，影响食欲。而李猛和李虎二人也就此停下脚步，转过头，原本热情之色忽然变得阴森，仿佛变了个人一样。你们知道树上挂着的人是怎么死的吗？被你们弄死的。林北开口道。啊，李家两兄弟都有点懵，这不应该是自己下句台词吗？咋被他抢答了呢？原本想给几人制造点压迫感，但林北一开口，气氛全无。李猛只好强行提起气势。没错，正是被我们杀掉的。哦，林北点了点头后便没了其他反应。而李慕雪和纪云清面色也没什么变化，这显然没达到李猛李虎的心理预期。难道都不害怕吗？两人转念一想，估计是林北太傻了，根本不知道害怕。于是望向瘦弱的纪云清，喂，你不害怕我们吗？啊，我吗？纪云清用食指挠了挠头，也许平时很少和人说话的缘故，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，不过出于礼貌，还是决定配合他们一下。哦，我害怕，对，很害怕。这也太敷衍了吧，还敢再假一点吗？这些人都是什么奇葩？别的我也不多说了，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老子心情好的话，没准放你们一马。李猛恶狠狠说道。此刻已经彻底撕破脸皮，决定在这里动手了。两人凶相毕露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身上气势不断攀升。哼，没想到吧？其实我们都是 A 级觉醒者，刚才对你们隐藏了实力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？你们那点实力有必要隐藏吗？林北单手把灵石藏在身后，另只手拔出玩具手枪，叮，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成为爆裂之枪。轰！林北扣动扳机，强大力量瞬间炸裂开来。李家两兄弟猝不及防，被炸得遍体鳞伤，一个狗强屎爬在地上。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两人吃了满嘴枯草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此时，纪云清心念一动，无数怨灵从其背后窜出，其中也包括昨晚的女鬼。林间顿时阴风骤起，鬼哭狼嚎，犹如地狱降临。数道怨灵围着李家兄弟飞舞，似乎下一秒就要将他们吞噬。那个，你们怕不怕？纪云清开口问。李家兄弟都快吓傻了，瘫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裤裆一阵湿热，直接被吓尿了。他们是真怕，同时心里也明白过来，这几人都是大佬，实力强悍，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错了，求求你们饶过我吧。你是在和我道歉吗？忽然一道阴森森的声音传来，昨晚女鬼身影显现。她一袭白衣，凌乱长发披散着，瞳孔只有针孔般大小，脸上遍布着尸斑，恐怖至极。正所谓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女鬼直奔两人便冲了过去。你们两个畜生，还我命来，我要让你们偿命！啊，鬼啊！两兄弟缩在一起，失声尖叫。亲眼看到被自己害死的人来索命，心中惊恐万分。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姑奶奶饶了我们吧！两人痛哭着道歉，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下次了。女鬼当然不会放过两人，在纪云清的力量帮助下，直接撕咬两人的灵魂。啊！李家兄弟灵魂被撕裂，歇斯底里的惨叫声炸响林间，惊起远处飞鸟翩翩。两人双手抱头，不断在地上翻滚着，承受着钻心的痛苦。没一会，惨叫声停止了，两兄弟双眼无神，口吐白沫，以诡异姿势躺在林间，已经彻底死亡了。女鬼的身影重新显现，她低着头，似乎非常感动。谢谢你们帮我报仇。不客气，你不是有藏宝图吗？快点拿出来给我康康，搞快点！林北迫不及待道。女鬼扫量四周环境，然后指向一棵大树，就在那，我临死前悄悄埋在树根下了。林北答应一声，几步跑过去，蹲在树根下，发现枯叶、泥土等确实有松动痕迹。他直接双手开挖，没挖几下，果然发现一张非常结实的牛皮纸。林北一打量，绝对不是别人拉粑粑擦屁股用的，于是将其打开，只见上面画着的似乎是一张地图，横七竖八的都是线条，导致一时间有些看不明白。李慕雪和纪云清也很好奇，小脑袋立刻凑过来，三人一起分析着，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啊？李慕雪凝眉，林北笨呀，明显是个地图啊！我知道是地图，可都哪是哪啊？李慕雪无语。纪云清伸手一指，你看这个位置，会不会是我们所在的树林？本长官觉得很有可能。林北点了点头。这时，女鬼悠悠地飘过来，犹豫了一下，弱弱地对三人问道：“那个，我可以提个建议吗？”有什么建议？你快点说啊！
林北催促道。女鬼不好意思说，我觉得咱们应该把地图正过来看。第91章收编队伍。林北觉得他这个建议很有价值，于是欣然采纳了，连忙将地图正过来后，三人很快看清楚了，确定自己所在位置，并沿着路线继续寻找，发现想要到女鬼父亲标记的秘密之地在这片山脉深处。那走吧，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。林北很好奇。纪云清点点头，若是寻常人深入大山简直是找死，但对他们俩说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女鬼也想知道父亲临死前留下的地图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纪云清心念一动间，数道怨灵从其体内窜出，向四面八方散去。他正在使用怨灵探路，每道怨灵都成为他的眼睛，方圆1000米之内，无论是风吹草动都在他感知之中，一切尽在掌控。帅啊！李慕雪都有些佩服，不知道自己啥时候能学会这种招数。有纪云清在，林北几人一路畅通无阻，因为还没等变异怪靠近，就已被他的怨灵杀死。周围时不时传来怪物痛苦嘶吼，前面有2只 C 级怪和1只 B 级怪已经被我杀掉了。纪云清汇报道。真不错。林北点点头，发现纪云清不仅能当小空调，还能当小雷达，杀伤力也很强，简直是全能选手。林北吃着薯片，在树林里闲逛，当真和春游一样。不过片刻后，纪云清停下了脚步，前面有5个人，6只变异怪，能量波动剧烈，正在发生战斗。哦，林北眉头一挑，好像有热闹看了呀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林北不禁加快脚步，果然，还没走多远，便听前方传来野兽咆哮，人类嘶吼，战况似乎非常惨烈。走上前一看，发现有2男1女正在和一群变异狼战斗。3人服装非常奇特，并不是进山的探险队伍，而竟然穿着当地异能局的制服。异能局的人，林北微微一笑，看来是自己的手下呀。在3人身后，还有1名老者和1名戴眼镜的青年，正看着狼群瑟瑟发抖，表情惊恐，显然是非战斗人员。3位异能局的人保护着他们，和变异狼的战斗非常焦灼。因为狼群的狼王是 A 级变异怪，身形像小牛犊的似的，强健无比，凶相毕露。其他几只变异狼也都具有 B 级实力，而异能局3人中，有2人是 A 级觉醒者，还有1个 B 级。从战斗力上看，虽然比江东市的陈轩等人强多了，不过那变异狼群团队协作默契，并且耐力很强，即便3个人能打赢，估计也得损伤惨重。蔡队长，不如你带着李专家先走，我先拖住狼群，待会再找机会逃走。一名青年双拳紧握道，如今想杀死狼群是不可能了，只能互相掩护着逃走了。异能局3人中唯一的女孩就是他们队长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的实力拖不住的，还是让我来吧，你带李专家他们走。队长，服从命令。女孩脖梗青筋暴起，娇声喝道，随后向左侧一扑，躲过变异狼王的攻击，但她白皙侧脸也被狼爪划出3道血痕，太惊险了。其他2名男队员目瞪欲裂，连忙赶过来支援，但女孩却呵斥道，快带李专家走啊，不用管我。哦豁，挺敢赢的呀。远处的林北抱着肩膀看热闹。纪云清挠了挠头说，林长官，我建议咱们应该帮帮他们。采纳了。林北话音刚落，纪云清身后数道怨灵窜出，疯狂哀嚎着向那群变异狼冲去，周围阴风阵阵，杀意弥漫。原本凶恶的变异狼感受到这股气机，身体都是一抖，不过很快便被怨灵缠绕住，灵魂力量被吞噬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其余几只变异狼也同样如此，瞬间被秒杀，如失陷木偶般接二连三地瘫倒在地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原本恶战的异能局3人此刻都懵了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因为实在太突然了。本来已经做好以身殉职的准备，结果战斗结束了，他们只感受到股强大气机，瞬杀了变异狼群，直到怨灵飞舞而回，重新隐没在纪云清体内。他们顺势望来，只见3道人影站在不远处，造型略显奇特，尤其是林北，腰间别着玩具手枪，手里拎着一兜小零食。这也吹来了吗？他们依旧不敢动，因为在无序之地遇见其他人同样很危险，尤其是刚才那股恐怖力量，3人根本无法抵抗。不会是流亡组织的人吧？对面望着林北3人，依旧很紧张。李慕雪微微一笑，走上前解释道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是龙国的守序者，没什么恶意的。哦，几人闻言这才稍微放松下来，大家都是守护秩序的人，属于同一阵营。那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刚才出手帮忙。蔡队长满脸感激走过来，你们是异能局的人吗？林北对他们制服很熟悉。女孩点点头，没错，我叫蔡秋华，灵山市异能局第2小队的队长，
我是 A 级觉醒者兽魂系云雀。为了表达诚意，他将自己底细全盘托出。云雀，林北转念一想，就是天上飞的小鸟呗。行，那我以后叫你菜鸟好了。啊，这……蔡秋华当即一怔，不过想想刚才的表现，确实挺菜的，倒也无力反驳。后方的李专家狼口脱险，此时也缓过神来。他研究边界深山20年了，近日取得重大突破，所以找到异能局的人护送他进山做科研。不过越往里走越凶险，比他想象中要艰难。此刻见到林北等人，心中顿时一喜，因为他们实力强劲，而且又都是手续者。于是心里冒出个想法，几步走上前道：小同志，你们的实力很强啊，所以我决定将你们收编到队伍里，带领你们一起深入到大山里。收编？林北斜了他一眼，心里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这老头搞科研搞傻了吧？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第92章，亡灵村，还想收编我？分不清大小王是不是？林北开口说道：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被我收编了，以后听我指挥。啊！蔡秋华等人都是一愣，尤其是李专家，老脸上充满大大的疑惑。其旁边的学生走过来：喂，我老师可是著名勘探专家，授予过官衔的，请问你哪个单位的？既然你诚心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我是江东市异能局主任，龙国学院校长，边境营地总指挥官林北。林北抱起肩膀道：啊！众人更懵了，他这么大的官吗？真的假的？几人都有些不信。不说别的，龙国学院校长张宏达鼎鼎大名，曾参加过魂晶科技的研发，他们都认识。我看你这是在瞎说啊，你拿过什么荣耀奖章吗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。青年撇了撇嘴道。李专家同样劝说，我已经在这里研究几十年了，得过很多奖章，没人比我更懂边界深山。小伙子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。我看你是少壮不努力，老大乱发言。林北很不屑，不就是奖章吗？好像谁没得过似的。他将手伸进裤兜里，来回摸了摸，半晌掏出一个金色圆形勋章，上面赫然写着5个大字：秩序守护者。在阳光照射下，金光闪闪，亮瞎几人狗眼。这是守序者勋章？蔡秋华瞪大眼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守序者勋章已是最顶级荣耀，享有极高特权，持有者寥寥无几。别的不知道，反正指挥他们异能局的人是足够了。长官好！蔡秋华带着2名队员立即挺直身板道：灵山市异能局第2小队，听从您的指挥。懂事懂事。林北很满意，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。而李专家和他的学生顿时傻了，没想到他能拿出个守序者勋章来。看着勋章的质地以及上面图案，货真价实，如假包换。这尴尬了，李专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林北对蔡秋华招呼一声：菜鸟，带着你的队员和本长官走吧。好。蔡秋华点了点头，抬腿就要走。李专家顿时反应过来，这不对啊，他们都走了，自己怎么办？他和他的学生都是非战斗人员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将这2人扔在深山里，与直接位变异怪无异，根本离不开他们。那个你们带我一个呀！李专家连忙招呼：请叫我林长官。林北说道：是，林长官，现在本长官不想带你了。别呀，我听你指挥，以后我们都听你指挥。李专家苦着老脸道：这还差不多。林北心里嘿嘿一乐，他收编了几人，队伍又壮大不少。片刻后，蔡秋华等人忽然认出了李慕雪。你是那个大明星李慕雪吧？是我。李慕雪微微一笑，反正到了深山里，干脆摘掉了面纱，那绝美的容颜带着明媚笑容，宛如花一般盛开，美的惊心动魄。蔡秋华等人都觉得很惊艳。哇，不愧是国民女神啊，太漂亮了吧！我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你的，可以合影签名吗？李慕雪很大方，当然没有拒绝。场面一时间热闹起来，人们有说有笑，而纪云清依旧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走在队伍最前面，默默感知着周围变异怪，为他们清扫一切阻碍。林北对李专家勾了勾手指：老头，你过来和本长官说说，你们进山找什么来的？这……李专家微微迟疑，原本他那个发现属于重大机密，轻易不能向外界透露，但现在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而林北又是守序者勋章持有者，有权知道那个秘密。林长官，不瞒您说啊，通过我们的勘探研究表明，边界深山里可能存在神迹。李专家压低声音，表情神神秘秘。若是其他人听闻，可能觉得李专家是疯子。这个世界怪物倒是不少，再怎么可能会有神？但林北却点了点头。行啊，今天要是找不到神迹，我就把你丢在深山里。别呀，林长官，这不还有待考究吗？李专家急得连连摆手。
随着越往里走，变异怪越多了，甚至开始出现 S 级。不过依旧没等靠近，就被纪云清扫平了。但片刻后，纪云清忽然停下脚步，面色变得疑惑起来。前面好像有个村子。众人都是一怔，这深山老林的，变异怪横生，怎么会有村子？纪云清又继续道：里面确实没有生命痕迹，但有亡灵的气息。我们一定是到亡灵村了。李专家面色激动起来，他早听说过边界深山里有个亡灵村，已经不知道存在多少年，许多探险者都遇到过。据说是村民死后，亡灵不肯离去，依旧停留在腐烂的尸体里，仅凭借着一缕残石，无限重复生前的活动轨迹，进行耕田、种地、织布等。这些听上去比较诡异，但亡灵们并不会对过往的探险者发动攻击。林北听他解释完，觉得这个非常新奇，于是连忙向亡灵村赶去。没多久，周围树林稀疏起来，前面果真有一片空地，几座低矮茅草屋出现在几人视线里。林北眯眼一望，发现有几具骷髅架子正在里面徘徊着，他们每一个都很诡异。其中一具骷髅正拿着根木棍在那里锄地，仿佛像是耕种一样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他每次动作完全一致，而且永不停息，锄的也是同一块地。还有其他骷髅正不断重复捡杂草的姿势，好似要修缮自己的房屋。也有几具小孩骷髅在自家门前不断奔跑，他们互相追逐，跑了一圈又一圈，每次轨迹都会重复，仿佛永远不会停止。放眼望去，每具骷髅都保持着生前的习惯。这就是亡灵村吗？林北见这一幕啧啧称奇。显然那些人早就死了，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还活着，每天都重复做一件事情。第93章从天而降。见到这么新奇的景象，林北当然不能错过。他几步走上前去，伸手一推，啪叽，那具锄地骷髅应声倒地，发出骨骼碰撞的声音。李专家等人见状直撇嘴，并吓得连忙后退，不知主动招惹这些骷髅，他们会不会发动攻击？可是那具骷髅倒地后，只是慢慢爬起来，继续捡起木棍锄地，并没其他多余动作。喂，你已经死了。林北想着把他们叫醒，但骷髅依旧无动于衷，继续锄地。林北见其没反应，只好用出绝招了。他从零食袋里拿出根棒棒糖，在骷髅面前比划比划，想吃不？可等待他的依然没有回应。骷髅继续锄地。这是彻底叫不醒了。林北立刻做出定论，让我来试试。纪云清的声音响起，他身为厄运招灵体，可以将亡灵召唤出来，与其进行对话。只见他的手掌按在骷髅肩膀，随后往外一扯，一道灵魂虚影被抓了出来，是位中年大叔形象，显然是骷髅生前模样。中年大叔目光呆滞，扫视过众人，竟然开口说话了：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打扰我的生活？你既然已经死了，为何还不散去？纪云清问。中年大叔很是疑惑：我没有死，我的老婆孩子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众人听眉头微凝，都觉得十分诡异。纪云清指了指其身后，说：你看看他们，是你老婆和孩子的模样吗？中年大叔的头如木偶般一顿一顿地转了过去。只见茅草屋附近不少骷髅重复着同一动作，里面有大人也有孩童。中年大叔见状，眼里闪过一抹挣扎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一切都是假象，我们都还活着。你看，我就说叫不醒了吧。林北确信说道：正如有位鲁先生所言，你永远刺不醒一个张嘴结尿的人。既然人家愿意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没有必要去打扰。李专家见此啧啧称奇，他没想到竟然可以和亡灵对话，这可不能错过。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山脉的深处到底有什么？有力量，不可抵抗的力量。亡灵忽然手指天空方向，说：他们从天而降。众人听闻百思不得其解，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林北却明眸闪闪：我知道是什么了。什么？是如来神掌。众人原本挺好奇他能说出什么来，却没想到是如来神掌。感情林长官不看动画片，改看功夫了呗。李专家则面色狂热起来：从天而降，那一定是神呀！我早说过，边界深山里有神迹的啊！李慕雪等人迟疑起来，怎么感觉还没有如来神掌靠谱呢？这李专家好像跟林北差不多，和正常人思维不一样，也是个疯子。咱们继续走吧，到里面看看就知道有什么了。纪云清提议道。林北点点头，采纳。众人离开诡异亡灵村，继续向前行走。周围杂草丛生，树木茂盛。纪云清依旧在最前面，用怨灵感知着，击杀变异怪，为众人开路。变异怪的惨嚎声此起彼伏，显然越来越密集了。李专家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同时也佩服纪云清的实力，太强悍了。变异怪没露面就被统统杀死，若不是抱上大腿，
自己很难走到这里。而林北依旧吃着小零食，像好奇宝宝一样四处打量着。他们已经来到山脉深处，走在前面的纪云清又倏然停下脚步，并且将所有探路的怨灵都收回了体内。众人见状都知道发生情况了，神情变得紧张。小同志，前面又怎么了？李专家担忧地问。纪云清微微思考，也没什么，只是出现了 S 级以上的生命体，我不想打草惊蛇。啊！李专家整个人都傻了。S 级以上生命体，这叫没什么？是很强大的变异怪了吗？李专家紧张问。并不是，不止一只，还有很多，而且其中还有觉醒者。纪云清分析着，继续说，我的单个怨灵远距离无法秒杀他们，反而会被感知到，暴露自己位置，所以咱们只好过去杀掉他们了。啊，这……李专家不知说什么好，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么多 S 级以上生命体，还有觉醒者，这很反常呀。不会是流亡组织吧？确定能杀掉他们吗？林北吃完一罐薯片，拍掉手上碎渣，双眼眸光闪闪，终于要热闹起来了呢，这才是边界深山该有的样子。李专家皱眉道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，今天勘探到这里已经算是重大突破了。老头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们继续往前走了。林北颇为嫌弃道。啊，别啊！李专家张了张嘴，如今走到这步田地，让他自己回都回不去，只能跟着了，没有退路可言。对，我忽然想起来，身为一名专家，要有随时为科学献身的准备，所以我坚决不能回去。那好，咱们继续走吧。林北迈步向前，蔡秋华等人也紧张起来，心里犯嘀咕 ：S 级以上的生命体，而且还不止一个，很难想象前方到底有什么。不知何时，天边浓重乌云席卷而来，犹如张牙舞爪的恶魔将阳光尽数吞噬。前方视野开阔起来，草木不见了，反而出现一块块凌厉的巨石，石头表面坑坑洼洼的，周围尽是被砸出的大坑。几人都很奇怪，树林为何突然冒出这么多石头来？这是陨石呀！李专家立刻分辨出，并且目露惊愕。他忽然想起那只亡灵所说，不可抵抗的力量从天而降，难道是陨石吗？可就在这时，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古怪的祭歌声，深沉且厚重，好似无数人一同哼唱。几人神情诧异，显然在这深山中有人正祭祀着什么。第94章域外文明。那祭歌声时而低沉，时而高昂，古怪的音阶不是这颗星球上任何国家的语言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天空中乌云转动，前方亮起霞光阵阵，此时祭歌声更加虔诚了。众人眺望那道光芒，怪异感油然而生，这是有人大合唱啊！你瞧，还有拆家。虚影男子表情终于动容，没想到居然有人敢冒犯自己。低等生物，你竟然敢冒犯至高无上的神，难道你不想获得力量了吗？不想。林北摇摇头，迈步就向其走去。男子眉头一皱，隐隐觉得不太对劲。你过来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继续拆呗。林北抓向金字塔的石块，上面符文立马暗灭，然后用力一拽，直接将石块拽出来，随手啪叽一声扔在旁边。林北说把这东西拆掉就必须把它拆完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话没说完呢，你别拆我家啊！虚影男子顿时绷不住了，他严肃神色全无，反而有点慌张。林北可不管那些，继续拆金字塔的石块。这李专家都看傻了，没想到林北这么猛，连神的家都敢拆。李暮雪和纪云清看了看，也走上前帮忙。哎，你们！虚影男子目露错愕，感觉有不太对啊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低等文明生物见了自己都是顶礼膜拜，然后祈求自己赐予他们力量。这几个人咋拆我家呢？他们拿错剧本了吧？先别拆啊，没有我的帮助，你们是打不赢流亡组织的。虚影男子吼道。哟呵，他居然还知道流亡组织。林北也不管那么多，继续拆。随着符文不断暗灭，男子虚影仿佛信号不好似的晃动了两下，仿佛马上就要消散盘。你们听我说，流亡组织接受了和我同等级文明指引，即将统治整个星球，没有我你们不可能打赢的。哎，你们咋还拆啊？咱们合作还不行吗？男子虚影越发暗淡了，发现他们根本不鸟自己，语气都变了。林北当然不顾，就是拆。李专家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原本以为高高在上的神，此时竟有些祈求之意，变得卑微了不少。男子虚影闪烁，已经若隐若现，白色光柱随之暗淡。这最后时刻，发现他们怎么都不听自己的，男子面色一变，已经彻底愤怒了。愚蠢的低级生物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，我发誓，等我降临这颗星球，必让你……话没说完，金字塔符文彻底暗灭，顶部白色光柱消散，那个男子的虚影也随之不见了。可林北等人还在拆，原本5、6米高的金字塔
已经被拆除一半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在建筑的中间位置，林北终于发现有东西，那里漂浮着一块七彩斑斓的晶体，其中光晕流转，发散出如彩虹般的光芒，瑰丽无比，如梦似幻。林北一把抓在手里，其中并不是魂晶能量，无法吸入体内，然后用牙咬了咬，坚硬无比，完全咬不动。牙疼。林北撇了撇嘴，感觉这石头除了好看一点，完全没什么用，还挺沉的。哎，果然没什么好东西啊。生活不易，林北叹气。不过李专家却眼巴巴地望着那块石头，想必是外域一种能源，通过符文科技才能释放出来。这若是研究明白了，绝对是科技史上里程碑式进步呀。那个林主任、林长官，你能不能把那块石头给我啊？李专家盯着晶体，宛如流氓盯着美女一样。林北摇摇头，不给。别呀，我就是想把这东西研究明白，其他的都无所谓，到时候把所有成果都给你，你就是咱龙国的符文科技的创始人，没有之一，怎么样？李专家恳求道。林北眼睛转了转，对于成果什么的他都不在意，那玩意没用，主要是现在官衔挺多的，确实少一个科学界的称号。想起张宏达都号称魂器创始人之一，林北觉得搞一个也可以。行吧，那就给你研究去吧。谢谢。李专家连忙道谢，接过彩色晶石，如获至宝一般捧在手心里。随即他们开始清扫战场，至于林北拆下来那些刻有符文的石头，也打算搬回去。这种搬砖的活当然是交给蔡秋华等人，他们虽然实力不咋地，但毕竟是觉醒者，有一膀子力气，每人搬几十块不是问题。今天发生的事让他们心中震撼无比，没想到边界深山里竟然发现了域外文明，而且感觉他们不是好东西，蛊惑别人建立新秩序，这绝对是一场阴谋，一场对于人类的阴谋，也是对于整个世界的阴谋。另外，此行还打击了徐宏才等一众逃犯。其实那伙人并不弱，而且实力提升飞快，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，也会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。尤其是徐宏才，几个月不见成为双 S 级，已经踏入强者之列，无论再放在哪里，都会成为祸乱一方的存在。也就是遇到林北等人，就显得他们很呆。众人原路返回，将发现的一切，包括搬回来的石块，都送到灵山市异能局。他们向总部汇报后，顿时引起整个龙国科学界的震荡。无论是专家、教授、老学究，一听发现域外文明，都像打了鸡血似的，说要赶过来看看。毕竟此事听上去太离奇。一时间，无数科学家、科研队伍纷纷踏至灵山市，要举办一场科研盛会。原本在家养伤的黄凯也听说了这个消息，他小眼睛滴溜溜转，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一个鲤鱼打挺，直接从床上蹦起。如果科研队伍都来了的话，那岂不是说不行，我得去异能局。他一边穿着衣服，一边往外跑，火急火燎。而林北等人这几天一直住在灵山市异能局里，环境和江东市差不多，一人一个房间。林北的房间已被他打造成主任办公室了，各种好吃的、好玩的摆了满地。此时他正盘坐在床上看小猪佩奇。咚咚咚，一阵敲门声响起后，房间门被推开了，显露出黄凯猥琐的脸。林北余光瞄了眼，哎，你到这来干什么？我那个不是想你了吗？第97章科学家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林北盯着他道。骂人？我没有啊。黄凯有点懵，感觉很冤枉，自己说想他了，怎么成骂人了呢？那个林长官，我听说科研队都来了，小麦来没来啊？黄凯期待地问。你还想骂他啊？林北白了他一眼。黄凯，由于符文科技是林北发现的，并且要冠名为创始人，所以科研队伍到达后都等待着他讲话，讲述一下发现符文的过程以及对他的了解。李专家对此环节有些担忧，毕竟林北不是专业的科学界人士，而且脑回路还有些不正常，他能讲明白吗？李专家来到林北房间。林长官，科研队都到齐了，准备探讨符文科技，都等你去讲话呢。好，我他们开个会去。林北丝毫不放在心上。黄凯小眼睛滴溜溜转，一听科研队都到了，屁颠跟在身后。李专家很意外。咦，你谁啊？搞科研的吗？跟着我们干嘛？哦，我对科学很感兴趣，抱以追求真相的态度，想去旁听一下。黄凯故作认真道。李专家听闻很是欣慰。好啊，没想到你这个年纪竟对科学感兴趣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以后可以找老哥我探讨。黄凯小眼眯起，打量李专家那张脸，此刻真有种想骂人的冲动。来到会议厅门前，一队科研人员等待着，他们神色亢奋，面露期待。黄凯小眼扫视寻找起来，并且心里有些紧张，仿佛有小鹿乱撞。小曼到底来没来啊？
如果真遇到他，自己说什么开场白？黄凯心里已经默默演练无数遍。终于，他在人群中发现一道俏丽身影。女孩齐肩短发，穿着白大褂，姣好面容上戴着圆框眼镜，多了几分知性的美感。小曼！黄凯张了张嘴，激动地喊出那个名字。张小曼转过头来，秀发随着摆动，来了个回眸杀，时间仿佛定格了。张小曼的脸上浮现出笑意，大眼睛眯成月牙状，露出2个小酒窝。黄凯顿时如触电般，浑身骨头都麻了。小曼居然对我笑了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她一定也是想念自己的，对吧？甚至在黄凯心中已经配上了 BGM 想你的夜。随后，张小曼举步向这边走来，激动地握住林北的手。林长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可算来了呀！真没想到你竟然发现了符文科技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黄凯心中 BGM 戛然而止，心脏都差点跟着骤停了。这剧本不对啊！林北微微一笑，不过是几块破石头而已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对了，我还得感谢你，上次在边境战场救了我的命啊！张小曼同样笑道。黄凯见这一幕石化了，心中呈现出尔康招手表情包。小曼，等一下，我在边境战场受伤了呀，你能不能关心我一下？相比身上的伤，心好痛。随即，众人走进会议室落座。林北和李专家作为发现者坐在了台上，科研探讨大会开始。很快，下方便有人对林北问道：“您好，请问您是怎样发现和探索符文科技的呢？”这个很简单啊，主要就是靠差。林北信誓旦旦道。啊！下方众人面面相觑，靠差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旁边的李专家满头黑线，暗道果然不靠谱啊。不过心思急转，连忙打圆场。可咱们林专家说的靠差是拆细分解，一个一个研究的意思。哦，下方人们恍然大悟，感觉很厉害啊。符文科技到底是怎样的存在？听说十分高级啊，会对我们研究的魂晶科技产生推动作用吗？又一人问道。林北随口道，不是很高级，而且根本没什么用，不能吃也不能玩。这，众人又愣住了，一点用都没有吗？那自己来研究它干啥？李专家心念急转，道：这个符文科技确实不能吃也不能玩，而且在没研究透彻之前，的确没什么用，所以还得请大家一起攻克这个难题。林专家的意思是，咱们任重而道远呀。哦，这样啊，人们明白过来，研究符文科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林专家这是在鼓舞自己，看来咱们得努力了呀。一定要把符文科技研究透彻，这绝对是里程碑式进步呀！人们满腔热血地议论着。好了，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李专家接过话，心想可别让林北说了，自己圆不过来。随后，他们还搬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石块，众人一起观察研究。时隔多日以后，这个消息也就传开了，林北成为符文科技发起者，也可以说是龙国的创始人。为了鼓舞民心，官方直接将这事公布出去，很快惊爆网络以及各大电视台，民众议论纷纷。我的天，也太厉害了吧！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很高级的样子。我觉得这符文科技可能和6G网差不多吧，现在只是公布，等真正开发出来才有用。不过创始人林北是谁啊？是很厉害的科学家吗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？嗨，真正大佬都是隐藏身份低，有些事情得等到能公布的时候才会往外说。我估计他智商一定超级高。这个消息当然也传回了江东市豪华大别墅里。林向东看着这些报道，一脸莫名其妙，咋回事？林北不是去边境了吗？凭他那个智力都当上科学家了。第98章智谋。消息传得风声鹊起，并且经过几天的研究，还真研究出点东西来。科研人员发现，将某个符文刻印在魂器上，可以达到强化效果，使威力增加，变得很好催发，不必再进行过多练习。张宏达得到这个消息，已经哭晕在新建好的体育馆里，失业危机啊，感觉自己以后都不用上课了呢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也传到流亡组织总部里。此时，一位西装革履的外国人面色凝重，他正是流亡组织领袖之一。看来龙国也找到域外文明了呀。领袖大人，我觉得此事不能不管啊，任由其发展下去会对我们造成不利。其旁边一人建议道。中年人点点头，听说发起人叫林北，他是很厉害的科学家吗？这手下迟疑片刻，也觉得很奇怪。据我们掌控的资料，林北原本是个富二代，而且患有智力障碍，我们的人曾经悬赏过他。啥？智力障碍？即便是流亡领袖，现在都懵了。智障科学家？其下属继续道，他曾在江东市异能局待过一段时间，还去过边境战场，就是幻童他们战死那次。提起此事，中年人气势一变，散发出浓重威压，
使其身旁下属身体都是一抖。幻童的死亡对流亡组织是巨大的损失。原本幻童带着2个金牌打手，在核心战场如鱼得水，打得守序者们节节败退，只能躲在营地里。但其死亡后，龙组成员带领守序者发起进攻，直接将流亡组织打退数百里。之前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，而且幻童的死亡始终是个谜。手下只听说他去狩猎张天和纪云清了，从此就再也没回来。毕竟见过那场战斗的流亡组织成员已经都死光了，所以人们一直怀疑是幻童狩猎张天的时候失误了。毕竟那是4大凶兽之一，魔神级觉醒者，稍有不慎就有丧命的危险。唉，看来从龙国外部是打不进去了，只能从其内部慢慢瓦解了。流亡领袖叹了口气，如今龙国战事不仅势如破竹，而且还在发掘出了符文科技，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慢慢倾斜。大人，如今龙国的科学家，包括林北在内，都聚集在灵山市啊，如果将他们一网打尽，龙国必遭受重大损失。手下建议道，因为聚集在灵山市的科研人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每个人都有杰出贡献。领袖微微思考，不对，龙国既然放出林北这个消息，想必就不怕我们知道，他们似乎对林北很有信心呀，会不会是故意勾引我们对他动手的？下属听闻倒吸口凉气，论智谋方面，龙国绝对是无敌的存在，曾经吃过不少亏，否则早凭借强大武力攻破他们的防线。可是他们哪来的信心？龙组的成员都在边境战场，应该没有强者保护他们。哦，对了，据我们的眼线说，纪云清在灵山市。下属忽然想起来，领袖目露思考之色，只有一个纪云清吗？他虽然不弱，但龙国的人未免太相信他了吧，感觉有点小瞧自己啊。领袖琢磨着，看来龙国目的正是如此，放出林北的消息当诱饵，勾引我们的人出现，然后再让纪云清将他们狩猎。呼，下属听闻直冒冷汗，幸好没有贸然行动，否则又上了龙国的当了。多亏领袖大人英明神武，将他们的计谋拆穿，实在太阴险了。领袖大人，目前我们潜伏进龙国的人确实没有是纪云清对手，但是我知道一个人能牵制他一回，时间足够猎杀林北他们了。领袖嘴角微翘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好办了。勾引我们动手是吧？我记得龙国有个计谋叫做将计就计，这次我们就反过来给他们上一课。领袖大人英明，在下明白了，这就去准备。下属同样露出笑容，玩计谋方面他们从来没赢过，感觉这次可以扳回一城了。临走前，流亡领袖又提醒句，猎杀他们只是个开始，别忘了我们的最终大计。是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下属眼中目露狂热。另一边，林北在异能局里好吃好喝玩了好几天，而黄凯也赖在这，说什么也不走了，非要陪着人们搞科研。结果他一问三不知，连基本算术都不会，没少遭人白眼，毕竟是文化有限人员。小曼，天天研究这东西挺累的吧？我觉得下班应该出去放松放松，比如说到隔壁的酒吧 happy 一下。黄凯满脸期待道。张小曼却摇了摇头，不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加班。这好吧。黄凯很是失望。可此时李专家走过来说道，咱们林专家说了，最近大家表现的都很不错，取得了重大突破，所以晚上准备聚个餐，想参加的可以先报个名一起去。我去。张小曼连忙挥手道，其他人也纷纷应和。哇，林专家找吃饭呀，那我肯定得去啊。是啊，我正好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呢，想和他去探讨探讨。林专家平时都不怎么露面的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我也得参加。黄凯看着眼前画面，整个人都骂了。咋地？林北一说吃饭都不加班了。其实林北主要是想到外面转转，叫的人多热闹些，而且这些人平时废寝忘食，连饭都不按时吃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林北觉得这一行为十分古怪，简直不可理喻，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，所以决定带他们吃个饭去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黄凯撇着嘴，心里很不忿，哼，林北找吃饭全都去，自己连一个都叫不去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我也去。第99章附题。时至傍晚，一众科研人员换上便装，来到灵山市大酒店，这里也是本市的地标性建筑。灯火辉煌的酒店里，装饰非常奢华，能来这里吃饭的人个个着装整齐，非富即贵。林北等人坐在一个豪华包间里，足足摆了3大桌子，纪云清、黄凯、李慕雪以及蔡秋华都在，气氛非常热闹。来，为咱们研究项目取得重大突破，咱们敬林专家一杯。李专家奉承道。人们纷纷举杯，将香槟一饮而尽。林专家，你既然是符文科技的创始人，那你会使用符文科技了吗？一位科研人员问。林北毫不谦虚道，用那么简单的东西，还不是有手就行？好吧。科研人员不知说什么好，心里多少有点怀疑。
张小曼给林北夹了一只大虾，并岔开话题道：“咱们出来玩，主要是放松，就不谈公事了吧？来，林长官，吃个大虾，很有营养的，补补身体。”黄凯在旁边眼巴巴看着，多少有些羡慕，寻思他咋不给自己加只虾呢？我也需要补身体啊。于是开口道：“小妈，你家的那个虾是什么味的呀？我都没吃过。”那你就吃呗，不是还有一盘的吗？张小曼开口说道。好吧。黄凯自顾自加了一只，没人给加，那咱自己加。不过转头看去，发现张小曼又笑嘻嘻道：“林长官，我帮你把虾皮剥掉吧。”哦，好啊。林北点头答应了。黄凯旁边的李慕雪美眸瞥了眼，感觉张小曼抢自己的活啊，于是也不甘示弱。来，林长官，我给你剥螃蟹。桌上气氛欢快，非常热闹。林北大快朵颐，吃得满嘴流油，李慕雪时不时用纸巾给他擦嘴。在两大美女的照顾下，林北吃得非常开心。黄凯单手拄着胳膊，小眼呆滞地看着三人，麻了。面对满桌美味佳肴，却一点食欲都没有，啥菜都不香了，狗粮吃到饱。不过林北正吃着，忽然感觉一股凉意，不知从何处涌来阵阴气。他抬头看向纪云清，哎，在酒店里就不用开空调了吧？不是我呀。纪云清觉得很冤枉，那阴气可不是他释放出来的。林北有些疑惑，那是谁开空调？外面。纪云清扭头示意，凭借他的体质对阴气非常敏感，可以感知到来源。李慕雪听着两人对话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们在说啥呢？外面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”可能是吧。纪云清对此根本不在意，继续扒着手里的螃蟹。啊！李慕雪则面色一变，她还是有些害怕的，抬头扫望一圈，发现科研人员们依旧谈笑风生，都没察觉到什么，于是转头对林北问：“那怎么办？要不要出去看看呀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容我先吃个虾。”林北更是不在乎。李慕雪满头黑线，可是那股阴气越来越重了，好似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这间包房靠近。咚咚咚，忽然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。众人们安静下来，同时转头望去。谁啊？刚才有人出去了吗？不知道啊。请进。最后不知谁说了句。李慕雪凝神关注着，心中莫名的有些紧张，也不知敲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啪嗒一声，包房门被打开了。只见位身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手里端着托盘，上面是一大碗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抱歉，打扰各位了，我们经理说给各位赠送一道菜，略表心意，还请笑纳。哦，众人明白过来，居然还有赠菜，于是纷纷道谢，说是酒店有心了。但李慕雪美眸微凝，望着服务员走过来，眉头越皱越深，因为她发现服务员步伐轻浮，走路时只用脚尖，后脚跟根本不着地，姿势十分的怪异。她曾经听说过，据说被鬼附体的人走路时候脚跟才不着地。喂，你站住，先别过来。李慕雪倏然站起身，挡在服务员身前。其他人神情诧异，咦，怎么回事？慕雪姑娘吃出鬼了？老鬼脱离了女孩身体后就没什么其他本事了。纪云清一念之间便将其控制住，而被鬼附体的女孩也渐渐恢复了神智，但刚才发生的事已经全部忘记了。此时只感觉有一个人正紧紧抱着自己的腰，并且还念叨着：挣扎呀，反抗呀，怎么不继续了呢？嘿嘿。啊！流氓！女孩转过头，当即看到一张猥琐的脸，下意识回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包房里弄出的动静小，外面的服务员也都听到惨嚎声，一个个战战兢兢，连忙叫来酒店经理。那个，您好，请问刚刚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一位西装革履青年走进来问。林北瞥了一眼，没出什么问题，出了一只鬼而已。啊！青年张大了嘴，出了一只鬼而已。在酒店吃出苍蝇和飞虫什么的，以前倒是见过，但吃出鬼还是第一次听说，这场面真没见过。各位，你们可别开玩笑啊！不信你自己看吧。纪云清挥手间，那道老鬼身影再次凝现，脸上皱纹堆积，阴森又恐怖。啊！青年惊叫一声，下意识退了半步。真的有鬼啊！林北开口问：你说怎么办吧？在你们酒店吃出鬼了，免单，这肯定得免单啊！而且不仅这次，以后你们再来吃饭，我们都免单。经理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其实在林北等人来之前，酒店就知道他们是异能局的人。这还差不多。林北很满意，道：那再给我们上几盘龙虾和帝王蟹，我们还没吃完呢。啊？还吃呀？经理张了张嘴，暗叹不愧是异能局的人，遇到鬼跟没事人似的，竟然还能吃下去，真是艺高人胆大啊。随即便为他们去准备了。
一众科研人员重新落座，暗叹林北的强大，小猪佩奇都能驱鬼，不愧是符文科技创始人。看来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探索呀。今天遇见鬼这事，当然不是巧合。纪云清开口说道：“刚才我抽取了老鬼的灵石，他是被流亡组织养出来的，但只不过是炮灰而已，来骚扰咱们的。”啊，这人们面色不太好看。流亡组织竟然养鬼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？怎么办？看来咱们被流亡组织盯上了，就是实在太危险了。要不咱们请求保护吧？流亡组织声名狼藉，众人谈虎变色。蔡秋华思考着说，在灵山市确实存在流亡组织的势力，我们始终在追查中，可他们谨慎得很，轻易不露面，这些家伙就会暗中使坏，确实挺棘手的。李慕雪美眸思考，然后转头对纪云清问道：“对了，那只鬼来历如何？能不能通过它找到流亡组织？”不能，那只鬼虽然是被人养出来的，但关于流亡组织部分记忆已被抹除了。纪云清开口道：“人们倒吸口凉气，还能抹除鬼的记忆，感觉这手法有点恐怖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那养鬼的人应该很强吧？会不会是流亡组织调来强援了？”蔡秋华担忧地问。纪云清摇了摇头，不是很强，初步判断也就在 S 级和或者 SS 级左右吧。蔡秋华等人无语，这还不强吗？ S 级的强者足以引发一个城市的灾难，而且那家伙还可能是 SS 级，众人心里非常担忧。此时林北吃完大虾，满嘴流油。没事，我待会就出去把流亡组织找出来。人们望向他，心中奇怪，没想到林长官居然主动请缨去干这么危险的事，真是忧国忧民，为大家操碎了心。人们对他充满了感激，只有李慕雪觉得有些不对。以他对林北的了解，说是找流亡组织多半是个说辞，待会指不定就跑到哪玩去了。黄凯连忙举手表态，虽然他刚才被女服务员扇了一巴掌，但皮糙肉厚，尤其是脸皮根本什么事都没有，而且觉得抓鬼这件事是个美差，他还没抓够呢。我身为灵山市本地人，找流亡组织义不容辞，必须和林长官一起去。那我也去吧。李慕雪说道。林北瞥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科研人员。不行，我们去找流亡组织很危险的，你和纪云清送他们回异能局。李慕雪很无语，真的危险吗？明明就是出去玩，不想带自己。而蔡秋华等人则很感激，林长官身先士卒，让我非常佩服呀。就是，林专家有勇有谋，真是当代英才。林专家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人们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快把林北夸上天了。林北很是满意。简短的会议过后，众人决定离开酒店了。纪云清和李慕雪送科研人员回局里，林北和黄凯说是要去找流亡组织。分别前，人们不免担心提醒道：“林长官，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”千万别太冒险。对，我们都很担心你啊，我们都等着你回来。行了，你们快点走吧。林北对他们摆了摆手，随后目送众人上车，慢慢的远去。林北忽然咧嘴一笑，转头对黄凯道：“走啊，找个热闹地方玩去。”不找流亡组织了吗？黄凯面色诧异，不过说到完，他当然不会拒绝。嘿嘿，你说找热闹地方，算是问对人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可热闹了，而且就在这附近。走，咱俩一起去。两人瞬间达成共识，勾肩搭背，满脸笑嘻嘻。第102章路边摊。没走多远，两人便来到一处步行街，这里是灵山市最繁华地带。街道旁是各种小吃摊，灯火通明，飘香四溢。街道上满是行人，声音鼎沸，人影绰绰，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。扫目望去，整条街道上全是人。怎么样，林长官，这里热闹吧？黄凯目光扫视着，寻找那些穿着清凉、露着大长腿的妹子。林北点了点头，人还真不少呀。两人随着人潮走进熙熙攘攘的街道。林北左顾右盼，想找点饭后甜点或水果之类好吃的，但鼻息闻了闻，忽然闻到一股烧烤的香气。转头看去，是一个烤猪蹄的摊位，上面猪蹄烤得金黄，滋啦啦直冒油，看上去很有食欲。算了，还是来点烤猪蹄吧。这个摊位还算火爆，旁边摆着桌椅，有不少人坐在那，喝着冰镇啤酒，啃着小猪蹄，十分惬意。摊主阿姨非常热情，吃烤猪蹄吗？50块钱一份，100块钱3份。好呀，给我来2份。林北点点头说道。阿姨微微一怔，突然感觉有点不会算账了。随即，林北和黄凯坐到街边，等候他们的小猪蹄。黄凯四处打量着，忽然挺直身板，小声道：“林长官，这里美女不少吧？你看，那边还有妹子在看我呢。”林北顺势望去，立即和一个妹子对上了眼。妹子害羞的小脸一红，羞答答的低下了头。黄凯心中一喜，林长官看见没？那妹子见我害羞了呢。
你说一会我要不要去搭个讪呀？我觉得嘛，大可不必。林北认真分析道。周围美女确实不少，但都是看林北的。他长相英俊帅气，毕竟是让李慕雪那种明星级大美女都犯过花痴的人。猪蹄来喽，请慢用。摊主阿姨端上来2份切好的猪蹄，周围顿时香气四溢。林北拿起块放在嘴里，外酥里嫩，确实很美味。真不错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有2道目光直勾勾盯上林北。他们并不是流亡组织成员，而是2个女人，大概40左右岁，其中一个体重足有200多斤，穿金戴银，染着黄头发，远远一看就像是金毛狮王一样。尤其是他那双大象腿，还穿着渔网丝袜。哎，那边有个小帅哥呀，正吃路边摊呢。我早就看见了，长得确实挺帅。旁边同样浓妆艳抹的女人说。胖女人咧嘴一笑，脸上肥肉颤抖，眼睛都快挤没了。看样子好像大学生呀，在这吃路边摊，估计没什么钱。姐带你过去找他玩玩。2人说着向路边摊走去。途中，胖女人从挎包里掏出2沓红彤彤钞票，估计至少也得有2万块。林北正吃着香喷喷猪蹄，忽然闻到股刺鼻的香水味，他顿时眉头一皱，不好，有妖气。随即便发现个小山般的肥胖身影出现在旁边，遮住了光线。啪叽，2沓钞票摔在桌子上。小帅哥，有没有兴趣陪姐姐玩玩？女人浑厚嗓音传来。林北转头望去，顿时愣住了。见惯妖魔鬼怪的他，此时都惊讶不已，回身便对摊主喊：老板，你家猪站起来了。噗！周围顾客闻声望来，都忍不住一笑。猪站起来了，别说，还挺形象的。胖女人脸上横肉顿时拉下来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？姐姐可不是猪。咦，会说话的。林北再次仔细打量，惊讶地发现这好像是个人，于是很快明白过来。哦，你一定是猪变异了吧？胖女人满头黑线，继续说自己的条件。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，给你2万块钱，陪姐姐玩一晚上怎么样？如果伺候好了，再给你10万。我去！周围顾客听闻，嘘声四起。富婆包养小帅哥啊，有种放开他，这是冲我来。对，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就喜欢开坦克。林北挠了挠头，感觉莫名其妙，于是指了指旁边。我觉得吧，你和那东西挺般配。啥？女人顺势望去，顿时脸色黑了下来，因为林北指的是摊主阿姨装水的大水缸，而且还是最粗的那种。你竟然说我和水缸配？找死是吧？胖女人顿时怒了，伸手就要向林北抓来，可林北轻轻伸腿一绊，胖女人当即重心不稳，惊慌怪叫几声，扑通，重重砸在地上，明显感觉的都是一颤。哎，霞姐，你没事吧？旁边浓妆女人连忙上前，用出吃奶力气将胖女人扶起。胖女人此时喘着粗气，不依不饶，继续对林北吼道：好啊，你竟然敢打我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大黄，有变异怪要袭击我，你快给我上！林北对旁边的黄凯指挥说。可是黄凯此时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虽然爱借机揩油，但要是换个差不多的，估计他也就上了。不过眼下这位确实无从下手啊。林长官，你说的这个上是那种正经的上吗？黄凯迟疑问。林北想了想道，我说的上就是揍他，懂不懂？哦，黄凯点了点头，感觉这个可以接受，于是趁女人再次冲上来之际，抬腿一脚踹在其屁股上，这下力道不轻，胖女人浑身肥肉颤抖着，直直的摔出5-6米远，扑了狗墙屎。哎呦，疼，好疼！女人胖脸皱成一团，忍不住哀嚎起来。之前那浓妆艳抹的女子再次跑上前搀扶，只是这次好一会，胖女人才重新站起。她没想到竟然真敢对自己动手，心里多少有些忌惮，也不敢再上前叫嚣了，只能远远的放狠话威胁道：你给老娘等着，我记住你了，这事没完，我早晚得好好教训你。第103章，有算就行。胖女人骂骂咧咧的走了，林北也没放在心上，自顾自拿起可乐喝了口，咕咚咕咚咕咚，哥，舒服。可他刚放下杯子，却发现街上有个青年正熟熟碎碎的用衣服蒙着不知什么东西，紧紧抱在怀里，在人群中跌跌撞撞向前走，时不时慌张的回头看看，好似生怕有人追来一样。叮，系统扫描 C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咦，林北对吸血鬼很熟悉，他心里有些好奇，那个人怀里抱的什么东西？再一望去，发现青年踉踉跄跄已经拐进街口小巷里。小巷是附近摊主堆放杂物和放垃圾箱的地方，里面脏得很，而且根本没什么人。林北从摊位站起身，大黄，咱们走，带你抓鬼去。哦，发现目标了吗？黄凯小眼睛一亮，暗叹不愧林长官，就是不知道是男鬼
还是女鬼？两人离开烧烤摊，随着人潮，很快走到那个巷子口。林北向里面望去，发现满地杂物，两旁堆放着成排的垃圾桶，散发着浓浓恶臭。由于路灯年久失修，有些接触不良，不断闪烁着昏黄灯光。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就喜欢躲在这种阴暗角落里。林北两人迈过地上杂物，一步一步向前走去。他们脱离了喧嚣人潮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昏暗的灯光将两人身影吞没。这个巷子是个死胡同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只吸血鬼就在巷子尽头处。果然，没走多久，林北便发现前方昏暗中有个人影轮廓，此时正背对着他们，蹲在地上，双手不知捧着什么东西，正不断吮吸着，嘴里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。咦，你不会在吃屎吧？林北好奇说道。青年听到他的声音，啃食动作瞬间停住了。他慢慢转过头来，只见其下巴上沾满了鲜血，两颗獠牙呲出，狰狞又恐怖。但在青年怀里，却抱着一个血袋，这是他刚从附近医院偷出来的。其实，青年并没有害人，他的名字叫宋小健，原本是灵山市的富二代，前几天在外面鬼混，不小心被流亡组织的吸血鬼感染了。但宋小健比较怂，不敢加入流亡组织，可又无法融入正常人类社会，每天只能东躲西藏，喝点动物的血，或者去医院偷点血袋喝。没想到今天却被人发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见两人注视着自己，宋小健顿时慌张起来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自己现在可是吸血鬼啊，眼前这两人应该很怕自己吧。于是心生一计，决定干脆将他们吓走。只见宋小健昂起头颅，呲出獠牙，开始怪叫起来：饿呀，饿呀，咿呀哟，啊哈呀，马哈吼。林北盯着他，他咋像狗一样啊？可，嗨嗨！宋小健怪叫半晌，喉咙都干了，但意外的发现，眼前这两人根本无动于衷，仿佛静静的看自己表演。哎，他们不怕自己啊！砰！此时，黄凯忽然抬起腿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宋小健应声飞出去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才终于停下来。呜呜痛，好痛啊！呜呜！宋小健捂脸嚎哭，他们可真不是人，欺负自己一只弱小吸血鬼。黄凯嘴里不满嘀咕着：他妈的，竟然是只男鬼，好失望啊！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别，好汉饶命！宋小健瘫在地上，连忙摆手求饶：您是想要女鬼吗？那我女装行不行？千万别杀我呀！哎嘿，黄凯猥琐一笑，感觉女装也行啊，自己咋没想到呢？就先对付一下呗。林北斜眼打量问：你是流亡组织的鬼吗？不是啊，我没加入流亡组织，他们也正四处找我，打算要杀掉我呢。呜！宋小健很委屈，他被流亡组织感染，却又拒绝加入，偷跑出来，流亡组织当然不会放过他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流亡组织也杀他，龙国守续者也杀他，从之前养尊处优的富二代变成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这巨大落差让宋小健无法接受。等一下，你让我捋一捋，既然流亡组织在找你，而我又要找流亡组织，既然如此，那你找我们不就行了吗？林北终于捋明白了，心里美滋滋，暗叹自己可太机智了。黄凯也呱唧呱唧的鼓起掌，这逻辑很强啊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不愧是林长官。宋小健当即愣住了，我找你？对，你帮我找流亡组织，不然就让你女装，然后再打死你。林北很认真的说道。宋小健比较怂，找流亡组织他可不敢，但是想到让自己女装，再看一旁虎视眈眈的黄凯，找，我找，啥都找。宋小健连忙答应下来。行，那咱们走吧。林北非常满意。随即，宋小健将嘴擦干净，重新伪装成人类，一起走出小巷。对他来说，找流亡组织太简单了，因为平时躲都来不及。你们是异能局的人吗？宋小健试探性问道。没错，我是异能局的主任。林北点头说。主任？宋小健张了张嘴，觉得非常古怪，以前也没听说异能局有这号主任，但他没想到异能局的人竟然不杀自己，在之前像他这样的魔怪无论如何都要被肃清的。你们不会是想先利用我找到流亡组织，然后再将我干掉吧？宋小健人比较怂，所以想得多。林北忽然停下脚步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也对哦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原本还想把你变回人呢，但感觉直接干掉比较省事啊。哎，不是。宋小健面色发苦，连连摆手。他已经确定了，这家伙脑回路不太正常，自己多那个嘴干嘛？我刚才都是瞎说的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哦，林北点点头，也没再难为他。不过宋小健眼中生出久违希冀的光芒，他这个养尊处优的富二代可不想过人人喊打的生活了。您真的能把我变回人类吗？
当然了，那还不是有算就行。第104章酒吧。宋小健决定相信他，流亡组织虽然很可怕，但即便是死，他也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。我是被一个外国女人咬的，她叫乔伊，伪装成夜店的钢管舞女郎，然后我就反正被咬了。兄弟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黄凯咧嘴一笑，拍了拍胸脯，道：你放心，这是包在凯哥我身上，保证帮你报仇。好，谢谢大哥。乔伊邀请我加入流亡组织，并让我把家产都给他，我没答应，偷偷跑出来了。这段时间一直遭到流亡组织追杀。宋小健说着都想哭，因为实在太惨了。那些流亡组织的人暗中搜刮资源，绑架、暗杀、敲诈一些富豪，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想当初，林北也有过这种遭遇，只不过流亡组织失败了。三人走出繁华步行街，来到一家霓虹闪烁的夜场门前，即使在外面，也能听到里面躁动的音乐声。我就是在这被咬的，不知道乔伊还在不在里面。好地方，热闹啊。林北不管能不能找到，主要是进去玩一玩。推门走进其中，各种灯光闪烁着，并且传来动感的音乐。UR BBR GR ON， 无数穿着清冷的妹子在舞池中疯狂扭摇摆，空气中弥漫着酒气与香水味。嘿嘿嘿，黄凯也开始随着动感音乐点头。好啊，这里好啊。此时，在中间舞台的周围爆发出剧烈欢呼声。黄凯目光望去，顿时小眼发直，感觉血脉喷张。我靠！只见那舞台上立着一根钢管，上面有个金发碧眼的妹子正在上面不断扭动着。她穿的特别少，几乎可以看成是片马赛克。周围很多有钱人正拿着钞往她身上扔，每扔一些，女孩身上的马赛克就多一点。哎，我当年就是这么玩的。宋小健叹气道，脸上满是懊悔之色。若不是过于放纵，也不会变成今天这副惨样。显然，台上那个女孩就是感染她的人，乔伊。叮，系统扫描 A 级吸血鬼感染体。林北目光扫视着，除了台上外国女人外，其他地方也存在些低级吸血鬼，不过具有感染能力的只有他一个。此时，外国女人蹲在舞台边缘，伸出一根手指挑起下方青年下巴，脸上充满魅惑之色。周围其他人纷纷起哄。喔，张少今天艳福不浅呀！哈哈哈哈，牙签搅大缸喽！我看是绣花针搅大海吧。林北挠了挠头，心里觉得奇怪，这些人在说啥呢？他完全听不懂。随即，只见那个青年将外国女人抱下舞台，两人互相依偎着，一起向酒吧里面走去。啧，真会玩呀！黄凯不禁感叹道。他干嘛去了？怎么不跳舞了呢？林北好奇问。走啊，林长官，咱们赶紧过去看看，他们双人跳舞去了，这个更好看。黄凯连忙走上前。三人来到酒吧里面，前方出现个走廊，内部是 VIP 区域，都是各种客房等休息场所，旁边站着黑衣安保人员。站住，贵宾区域，其他人禁止入内。林北瞄了他一眼，正准备掏出秘密武器，可此时宋小健走上来。小李啊，是我。咦，你是宋少爷？安保人员神情诧异，差点没认出来。宋少爷，几天不见，你咋这么憔悴了？没事，带我两个朋友进去休息一下。宋小健是这里的常客，以前也是夜夜笙歌的主。安保人员当然认识。好吧。一众安保人员连忙让开路，不过也很奇怪，因为宋少爷以前都是带妹子来玩，今天怎么带了一个帅哥和一位大叔呢？换口味了。林北三人走进贵宾区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，环境也变得优雅很多。他们来到乔伊走进的房间门前，黄凯嘿嘿笑着搓了搓手，然后抬腿一脚将门踹开，如脱缰的野狗般冲了进去。都别动，异能局扫黄，把裤子都脱了。里面，乔伊和青年坐在床上，正准备下一步动作，但此时都呆住了。什么情况？林长官，您看，就是他们，请检阅。黄凯摆手说道。林北走进房间，看两人的姿势，确实要跳双人舞蹈，但牙签大纲什么都没看到。宋小健则是握紧双拳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乔伊，你不是想杀我吗？我今天来找你了。竟然是你！乔伊看见他很惊讶，随后露出玩味的笑，没想到你这个怂包还敢主动找我。旁边的青年见状，神色顿时不悦起来。宋少爷，你什么意思？来搅和我好事的吧？宋小健也不废话，直接呲出血鬼獠牙，对他进行恐吓。呀，咿呀哟，啊哈呀，马哈吼，妈呀，鬼呀！青年面色巨变，被吓得瘫软在地上。宋小健很满意，看来自己还是能吓到人的。可转头一看，发现乔伊摆动修长双腿，已向自己走来。他面色开始变化，脸上青筋暴起，两颗獠牙呲出，同样狰狞无比。我的妈耶！宋小健顿时也怂了，
毕竟不是对手，连连向后躲闪。此时，黄凯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弓起胳膊，挥拳便向女人脸上砸去。虽然你是个女鬼，不过也太丑了些。砰！黄凯这一拳将血鬼2颗獠牙都打飞了，乔伊整个人向仰飞去，重重的砸在地上。咔嚓嚓，名贵的地板都被撞出皲裂痕迹。当然，黄凯根本没用什么力气，否则血鬼脑袋直接就没了。林北走上前去，来来回回打量一番，见乔伊满脸是血，鼻梁骨都塌陷进去。现在黄凯不是最丑的了。喂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是流亡组织成员吗？第105章开始行动。旁边的宋小健懵了，感觉确实挺井号39，冒昧。井号39，差点都给人打死了。这是个狠人。吸血鬼此时也惊惧无比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强，怪不得宋小健敢主动找自己，他不是变吸血鬼了吗？异能局怎么会跟他合作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乔伊咬牙说道。不知道是吧？我看你是渴了，给你喝点水。林北将手伸进裤腰里，开始摸索起来。周围人愣住了，他这是要干嘛？但下一刻，只见林北掏出个滋水枪来，叮！系统强化，滋水枪成为净化圣水。呲呲呲！林北扣动滋水枪，将净化圣水喷了他一脸。啊！净化圣水宛如硫酸般迅速腐蚀吸血鬼的皮肤，没过多久都露出了森森白骨。乔伊发出惨烈哀嚎声，承受着巨大痛苦。但他身为 A 级吸血鬼，有着不弱的自愈能力，没过多久，脸上皮肤开始愈合。可是林北再次扣动滋水枪，又喷在他脸上。嘿嘿嘿嘿，林北露出病娇般的笑容。乔伊痛苦惨嚎声不绝于耳。宋小健倒吸口凉气，心中惊惧不已，太凶残了吧！同时心里庆幸，幸亏没跟林北作对，不然被呲这一下子，自己直接疼死了。别，我全都交代，别呲我了。乔伊痛苦声音说道。哦，林北点了点头，感觉这吸血鬼不太坚挺呀，自己还没玩够呢，他居然就交代了，那就等他交代完再玩。乔伊连忙说道。我是流亡组织成员，但我只负责帮他们圈钱，感染灵山市的富豪，收拢其产业，别的真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流亡组织有什么产业啊？林北开口问道。乔伊眼里闪过一抹挣扎，因为这要说出去，几乎与将组织暴露无异，不用眼前的人杀自己，组织的人也会让自己生不如死。但是既然都是死，还不如来点痛快的。反正从此以后，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和自己没关系了。流亡组织的产业有赌场、KTV、酒吧、酒店、足疗一条街。乔伊如实招来，并且将名字都交代清楚。流亡组织的产业几乎都是娱乐场所。我现在只求你们给我一个痛快！呜呜！吸血鬼抽泣的道。黄凯心有感触，他最见不得女人哭了，于是抬起腿，对着她的头颅一脚踩了下去。砰！哭声停止，吸血鬼的头颅已经被踩碎，他杀人太多，已经无法获得救赎。林北慢慢转过头，眯眼盯向黄凯，半晌没有说话。黄凯被他看得发毛，挠了挠头问：林长官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他刚才说的地方你都记住了？林北问。黄凯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没记住啊。那咱们是不是白问了？好像是哦。MDZZ。林北发现黄凯智商太低，以后不能带他玩了，像个智障一样。旁边的宋小健看着两人，心里直发懵，这是哪路来的神仙？好像都不太正常。不过，如果正常人的话，也不会和吸血鬼合作，相信自己说的话。此时，宋小健弱弱的举起手：“那个，两位大哥，他刚才说的地方我记住了。”不错不错。林北开心的搂住他肩膀，幸好带了个记性好的。你表现不错，待会奖励你一头大蒜。解决完这里的事，林北两人便带着宋小健回到异能局。蔡秋华得知消息后，非常惊讶，没想到林北竟然在短短几小时之内，竟将流亡组织产业查了出来。毕竟他们找好几年也都没找到，并且在宋小健的复述下，列出产业清单，开始逐一分析起来。结果惊讶地发现，这些产业的老板很多都是灵山市名流，甚至以前还见过面。真没想到流亡组织竟在我身边。蔡秋华惊叹道：“队长，我认为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后加入流亡组织的。”队员分析道：“就像宋小健一样被感染成吸血鬼，如果他选择加入流亡组织，家里的产业也会一同并入旗下。只是他坚守住了最后的底线，即便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，也没彻底投身于黑暗。”异能局当即决定召集人手，分头行动，明天就去拜访这些产业，将其统统铲除掉。林北自然也闲不住，决定参与此次行动。那个赌场交给我吧，你们去别的地方就好了。好的好的，有您去，我们放心呀。蔡秋华连连点头。黄凯凑了上来，
嘿嘿嘿，我觉得足疗一条街适合我啊，明天哪个队伍去带我一个呗？喂，你还想不想追小曼了？别那么猥琐行不行？李慕雪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果然，黄凯开始犹豫起来，感觉确实有损自己伟岸形象，被小曼知道不太好。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也对哦，那明天我哪都不去了，陪小曼继续搞科研。李慕雪连连点头，表示非常赞同，然后美眸转向林北，羞涩一笑问：那我明天陪你去赌场好不好？林北转头望向他，半晌道：你不要那么黄凯好不好？黄凯。第二天，异能局开始行动了，目标捣毁流亡组织产业，揪出藏在幕后的人。此时，林北也坐在车上，准备去一家赌场。由于自己找不着道，便让李慕雪跟着了，给他做司机向导。林长官，待会咱们怎么行动啊？李慕雪问。林北则有些期待，先去玩一玩呀，没看过电影吗？我就是赌圣。李慕雪很无语，以林北的脑回路，还能赌？你在赌场里会玩吗？不会啊。林北理所当然道。不过我会赢。第106章欧皇附体。李慕雪开着车带林北来到市中心处，周围高楼林立，车流涌动，一片繁华之景。前面就是流亡组织的赌场了。李慕雪望着前方道。林北抬眼一看，是座欧式风格建筑，装饰的奢华无比，上方有6个金色大字拉斯维加穆斯，在阳光照射下明晃晃的，亮瞎人的眼。前方停车场处更是豪车云集，各种商务、超跑等，非常炫酷。不错呀，都快赶上我家车库了。林北赞叹道。二人走下车，直奔奢华大门走去，出入人不多，但一个个珠光宝气，非富即贵。欢迎光临。2位迎宾小姐欠身微笑。走入门内，是个富丽堂皇的大厅，还有假山、水池等装饰，看上去非常大气。先生您好，想要进入这里，您最少得有20万本钱，可以先证明一下吗？服务员迎上来道。意思就是想进赌场，至少得带20万，这里可不对穷人开放。前台的服务员都很有眼力，但看林北的样子，可不像什么有钱人，因为他腰间的玩具手枪实在太瞩目了。这样啊，林北听懂了，他对钱没什么概念，随手掏出张银行卡扔给他。你看看这里有20万没？哦，好的。服务员拿着银行卡来到前台，心里也不知道卡里到底有没有钱，希望自己别白忙活吧。他插在查询机器上。先生，请在这里按下指纹。好。林北走过去，轻轻一按，屏幕上显示出卡里余额。霎时间，服务员顿时眼睛直了。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哥、爹、爷，整整9位数，1个亿！我去，这是祖宗啊！服务员惊叹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的人竟然是亿万富豪，这样太有钱了吧？女孩看向林北的目光都变了。林北问道：里面的钱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可太够了！女孩像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请问你要换多少筹码呀？筹码？林北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那就全换了吧。啊？服务员呆住了。全换？1亿的筹码？先生，请问您确定将1个亿都换成筹码吗？你咋那么多废话呢？林北有些不耐烦。卡里这1个亿是林向东给他的这个月零花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服务员连忙兑换，心想今天遇到大主顾了呀。1个亿足足换了2箱子筹码，每个筹码面值1万块。林北直接升级成赌场贵宾中的贵宾 VIP 中 P。李慕雪自然承担起苦力，帮林北拎着2箱筹码。这些不是小零食，林北自然也不怕他弄丢了。2人一起向赌场里面走去。前台的服务员望着2人背影，立即拿起对讲机。喂，刚才有人兑换1亿筹码进去了，我看他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大家多关照他一下啊。林北刚走进贵宾厅，又有位女孩迎上来，她身穿着淡蓝色包臀裙，露出笔直双腿，长发梳到一侧，妆容精致靓丽。先生您好，我叫小晴，由于您是我们赌场的贵宾，所以我可以当您的私人助理，为您介绍这里的玩法，或者有什么其他需求，我也都可以满足您。哦，好吧。林北点了点头，而后方李慕雪则满脸敌意，翻了个大白眼，心里只有4个字：妖艳贱货。其实，女孩是赌场专门安排陪有钱人玩的，但她还有一条目的，就是尽量忽悠顾客输钱，把所有钱都留到这里。顾客输的钱多，他们可以从中抽成。所以，小晴现在想的是，眼前这人输的越多越好。听说他有1个亿。先生，那请问你想玩点什么呢？小晴娇媚一笑问。林北想了想，道：当然是哪个赢钱多玩哪个。这。小晴微微一怔，她长期混迹这种场合，反应倒是很快。那我带您玩摇头子吧，那个下注没有上限，你下多少就能赢多少，可快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小晴微微一笑，
完全看不出心中险恶。随即，他带着林北来到一张桌前，周围已经有不少顾客，一个个面红耳赤，歇斯底里，状若疯狂地喊着：“大，大，大！这局千万要开大啊！我的全部家当呀！娶老婆的彩礼就靠这把了呀！”摇头子的荷官是位英俊青年，抬起头中公布道：“224，八点小。”我特么，完了呀！操，咋又是小？周围众人都快抓狂了，一个个宛如急了眼的公牛盘。荷官嘴角轻挑，完全不理他们，继续摇头子。嘿嘿，林北则微微一笑，感觉确实挺有趣。哎，这东西咋玩的？小琴眯眼打量，感觉林北好像真有点傻，什么都不会玩，竟敢换一亿筹码。不过也好，这不是给自己送钱吗？老板，总共3个骰子，8点及以下就算小，以上就是大，压多少赔多少。小琴笑盈盈解释道。林北掰了掰手指头，感觉有点查不过来了。算了吧，咱们就先压一次小。啊，这么草率的吗？小琴有些意外，但下一幕更让他目瞪口呆。只见林北接过李慕雪拎的2箱筹码，通通倒在了赌桌上。1个亿，全压小。周围人倒吸口冷气，瞬间安静下来。1个亿，全压小，玩这么大的吗？就连摇头子的荷官动作都停顿了一下。这里虽然是贵宾厅，但上来就赌1个亿的还是第一次见。先生，你确定吗？买定离手。废什么话，赶紧摇！林北催促道。后方的小琴同样很紧张，如果让他输掉1个亿的话，自己能提成不少钱呢。这把一定要开出大啊！他内心祈祷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荷官摇着头钟，里面哗啦作响。砰！他将头钟重重扣在桌子上。答案即将揭晓。众人紧张凝望，毕竟是1个亿的赌局，就在这那几颗骰子上。叮！检测到宿主在玩摇骰子，获得欧皇附体，逢赌必赢。第107章，他又赢了。系统声音传来之后，荷官猛然掀开头钟，1、2、3， 6点，小！周围人望着骰子上的数字，眼睛都直了，顿时惊呼声四起。我去，真的是小啊！他赢了1个亿！我的妈耶！荷官眉头皱起，没想到这家伙运气还真挺好，第一局竟然赢了。旁边的小琴面色灰暗，心里觉得非常遗憾。林北倒觉得没什么，我这就赢了吗？赢钱果然很简单呀！众人心中无语，赢钱很简单，人言否？我老婆本都输没了。荷官重新打起精神，不相信他运气一直那么好。他在这里工作，见惯了赌局，之前赢1个亿的也不是没有，但有一句话叫做久赌必输，没有人可以一直赢下去，而且开始赢得越多，贪念随之膨胀，终将被欲望吞没，最后彻底跌入无底深渊中。先生，你赢了，这里是1个亿筹码，请问还有继续吗？荷官开口说道。旁边一位服务员又拎来2箱筹码。林北点点头，当然继续了，我还是全压小吧。人们眼睛一瞪，我的天，还全压小，这回可是2个亿啊，连着开好几局小，这次该大了吧？我觉得也是啊。荷官微微一笑，赌场不怕客人赢钱，就怕客人不赌。像这样每局都全压，总有一次会输完的吧？旁边的小琴同样长舒一口气，连连赞同道：我看就得全压小，这局保证还能赢。那当然。林北点点头，小琴则心里偷笑，还敢全压，这下就让你全输掉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荷官继续熟练地摇起骰子，周围人都屏息凝神，紧紧盯着这场紧张又刺激的赌局。砰！头钟重重扣在桌面上。开！荷官轻喝一声，猛然掀开，3个骰子映入眼帘。不出意外，1、1、2，加起来总共才4点。卧槽，比刚才还小，那岂不是说他又赢了？简直神了呀！周围众人炸开了锅。荷官盯着3个骰子，眉头微微皱起。可恶，居然又被他赢到了，连赢2局的几率已经不算大，运气真的那么好吗？小琴同样目瞪口呆，这怎么肥四？咋又赢了？哎，我赢了你不开心吗？林北转头问。开心开心，我可太开心了，哈哈哈哈！小琴强行挤出笑容，比哭都难看。林北的筹码再次翻一翻，已经4个亿。就连旁边的李慕雪也很纳闷，他为啥总能赢？先生，请问还继续吗？荷官开口问。当然，继续全压小。林北无所谓道，就感觉赢钱挺好玩的。周围人面面相觑，心里难免有些想法。他运气很好啊，我也跟一注买小，可是已经连续好几局小了呀。我觉得这局得开大，不能再跟了。人们互相议论着。
但也有不少人跟着林北买小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荷官继续摇头子，他心里不信这局还能开出小。砰，头中扣在桌子上，买定离手，我要开了呀！其实荷官心里也犯嘀咕，这局不能还是小吧？可当他掀开头中，2、3、3、8点，依旧是小。卧槽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他跟荷官合伙作弊了吧？周围人都开始怀疑。我特么的！荷官有种想骂娘的冲动，感觉自己都冤枉死了。以为我愿意开小的吗？他望着那3个头子，这是亲手摇出来的，不应该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荷官实在无法理解。林北赢了这局，筹码到了8个亿，这对赌场来说已经是不可小觑的数目，不能再让他赢下去了。荷官额头布满细汗，并暗中对小晴使眼色。哦，小晴立马会意，强撑起微笑道：“小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居然赢这么多，我还知道个赢钱更多的方法，你要不要玩？”还有赢钱更多的方法吗？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林北目光责怪道。小晴面露尴尬，开口道：“那个想赢钱更多的话，你得压豹子呀，能翻150倍的，赢钱最多了。”哦，林北点点头，表示自己明白了。周围众人眼睛一瞪，没想到小晴竟然让他压豹子，这不是忽悠人的吗？就是压豹子能赢就怪了。小兄弟，他是在骗你啊，可不能听他的。周所周知，豹子就是必须3个头子数字都一样，这种概率极低，每几百局才出一次。就连李暮雪都忍不住说道：“林长官，不能压豹子呀，那个概率太小了吧？”你懂什么？人家都说赢钱多了，咱们肯定得压啊！林北理所当然道。这人们都没想到他居然那么相信小晴。随即林北直接将全部筹码推到豹子处，我这把就全压豹子了。人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8个亿全压豹子，还有这么玩的？不是给人送钱吗？荷官则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压豹子他就放心了，毕竟东西很难出一次。小晴对他眨眨眼，脸上露出窃喜，表示任务完场，这一下就把钱全赢回来。荷官不可察觉的点点头，意思是干得漂亮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头子再次重新摇起。荷官不相信这局压豹子还能赢，所以心情比较轻松。砰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我要开了呀，千万不能反悔。荷官说完，直接将头中掀开。当人们看到其中的画面，宛如五雷轰顶一般，顿时都僵住原地。静，寂静，整个贵宾厅鸦雀无声，仿佛画面在此定格了。因为头子上的数字赫然是666豹子。哗！片刻过后，人们瞬间沸腾起来。卧槽，真的开出豹子了！我不会眼花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众人惊骇万分，8个亿压豹子，结果还中了。这种场面他们真没见过，甚至有心脏不好的觉得血压急剧上升，差点直接晕过去了。而荷官扑通一声直接瘫倒在座位上，眼睛直勾勾盯着3个头子，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般。他又赢了。第108章赌命。嗨嘿嘿，我又赢了。林北非常开心，转头对小晴夸奖道：“你这个提议真不错，帮我算算，我赢多少钱？”小晴整个人都傻了，原本想坑他钱，所以才让压豹子，没想到这把就真出了豹子。我特么心态崩了呀！大哥，您一共赢了1200亿。哦，才1200亿啊，我还要继续玩。林北开口说道。噗，周围的人都要吐血了。什么叫才1200亿？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林北对钱没什么概念，那对他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，主要是能赢，觉得比较有趣。李暮雪不禁暗暗竖起大拇指，他虽然不缺钱，但也没有1200亿，不过赢了这么多钱，估计整个赌场也拿不出来吧。荷官整个人都处于懵逼状态，没想到他赢这么多钱，还要继续赌，想法很天真。以他对赌场老板的了解，钱是不会让他拿走的。荷官擦了擦额头冷汗，从椅子上重新站起来。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他能掌控的了。可你赢了这么多钱，我做不了主，让我老板来跟你谈吧。行啊，林北表示无所谓，谁来都行。此时赌场豪华办公室里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，他接了个电话后目光阴沉。有人在赌场赢了1200亿，这还像话吗？反正这些钱他是绝对不会给的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中年人走出办公室门，对2排黑衣保镖招呼道。他们一行人气势汹汹来到贵宾厅，打眼一望便知道怎么回事。只见一个青年悠闲坐在赌桌旁，神色吊儿郎当，身后还有个女伴，而荷官和小晴都面色沉重，仿佛都快哭了。众人转头望来，神色各异。荷官连忙小跑过来，战战兢兢道：老板，就是他，
赢了咱们1200亿，真是太邪门了！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他压啥中啥，每把都能赢。哼，废物，看我的！中年人举步走上前，林北转头一打量，叮，系统扫描 A 级昆虫系觉醒者，绿豆蝇，能力嗡嗡叫。在他身后那些保镖中，也不乏一些 B 级或 C 级觉醒者。其他顾客见中年人，都露出惊叹之色。挖去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拉斯维加穆斯的赌神高进？没错了，就是他，我在电视上看过。高进都出来了啊！我觉得这1200亿是不能给了。李慕雪美眸凝视，觉得他们要找的人出现了。这家伙很可能是流亡组织成员。听说你赢了1200亿，还要继续赌？高进开口问道。林北点点头，对啊，接着玩呗。好，很好。高进打量着他，重重点点头。从林北身上并没感到任何觉醒者气息。那我来陪你赌。可以。林北表示无所谓。高进眉头一皱，感觉这家伙很嚣张啊，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。难道没听说过自己赌神名号吗？今天必须得让他知道厉害。钱，咱们不赌了，我要和你赌命。哗！众人一片哗然。高老板果然够狠啊，上来直接赌命。这下对面该怂了吧？但让人意外的是，林北依旧不在乎，反而继续说道：好啊，我还压豹子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就得给我多少来着？150。李慕雪提醒道。对，150条人命。林北轻描淡写说着，仿佛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。众人傻眼了，感觉这家伙更狠，赌命还压豹子，而且是和赌场老板高进赌，直接要人家150条人命，是个狼面。旁边荷官眉头紧皱，喂，你故意找茬是吧？怎么害怕了？待会要命的时候，其中就有你一条。林北伸手对他指了指。高进拦住荷官，坐到林北对面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。好，我跟你赌。那摇头子吧。林北说道。哗啦啦，哗啦啦。高进拿起头钟摇起来。他之所以有赌神之名，是因为对音波非常敏感，而且可以通过嗡嗡叫的音波改变骰子的走向，就等同于他想摇出什么就能摇出什么来。砰！高进将头钟扣到桌子上，根据他的音波控制，摇出了1、2、3点，反正不是豹子。他心里非常确定。哼！高进嘴角翘起一抹冷笑，心中非常自信。这把赢定了，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买定离手，你确定压豹子了吗？这局我们可是赌命哦。我很确定。林北随口说道。叮！系统检测，对面使用能力改变骰子走向，本统将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周围人都不敢说话了，而那些黑衣保镖已经靠拢上前，并隐隐呈现包围姿态，似乎等头钟一打开就准备动手。他们知道老板是觉醒者，所以非常有信心。呵呵，那我可开了呀，你的命今天我要定了。高进冷笑一声，猛然掀开头钟，但接下来的画面让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因为还是666豹子。这不可能！高进盯着骰子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自己明明改变骰子走向，怎么还是3个6？但他再仔细一看，立刻发现了端倪，因为那3颗骰子的6个面竟然都变成了6点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他再怎么摇，也只能摇出3个6，没有其他选项了。这就是系统的魔法。李慕雪瞪着美眸，同样十分惊讶，骰子6个面咋都变6点了？这不666666啊！砰！高进满脸怒容，拍案而起，所有骰子都是6点，这怎么玩？你出老千，你耍诈！哦，林北眯眼看向他，有些不开心了，因为这是他的骰子，也是他摇出来的，竟然说自己耍诈。你玩不起了是吗？好，那咱们不玩了，我办点正事吧。第109章最高礼仪。赌场老板如果多陪林北玩一会，没准他还能活得久一点，但现在他已经恼羞成怒了。给我上，先把他的腿打断。一众保镖们早就摩拳擦掌，看不惯林北嚣张的态度，此刻一拥而上。李慕雪美眸微凝，腰间抽出井号39蓝月。井号39匕首，锐利锋芒，闪烁着寒光。唰！匕首挥舞间，刀刃破空，直接没入一名保镖脖颈，将其脖子削断一半。温热鲜血飙射，溅了旁边小晴一脸。小晴瞪大双眼，面容呆滞，心里尽是惊恐。妖艳贱货，你也给我去死！李慕雪修长双腿如钢鞭般重重抽在小晴脸上，将其整个人踢飞出10余米远，脖子一歪，直接晕死过去。李慕雪早就想揍他，毕竟有勾引林北的嫌疑啊！周围顾客见这一幕，纷纷失声惊叫。没想到他们一言不合就动手，并且如此凶狠。我的妈呀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跑呀！救命啊！不要杀我呀！人们纷纷抱头鼠窜，
惊慌失措。而李慕雪的匕首不停，再次挥舞之间又割断一人动脉，鲜血喷出数丈远。他毕竟是 A 级觉醒者，经过战场历练，如今回到城市里，实力不可小觑。赌场老板眉头微凝，没想到林北居然有如此强悍的美女保镖。转眸一望，发现林北依旧神色悠闲，似乎正在看热闹，于是心中冒出个想法：擒贼先擒王，先把他给我抓过来。中年老板决定将林北先将控制住，再用其威胁李慕雪。荷官第一个动手，他直接跳上赌桌，向林北飞奔而去。林北余光一瞄，抽出玩具手枪，来送命的吗？叮，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变成爆裂之枪。轰！一道火舌喷出，瞬间在眼前炸响，声音振聋发聩。那狂暴力量将荷官吞噬，把他炸得渣都不剩，仿佛在空气中直接蒸发一般。这中年老板眼眸瞪起，咋感觉灵更猛呀？玩具手枪这么强，幸好自己没有第一个上，否则死的就是自己。转眸看去，李慕雪势如破竹，出手狠辣，匕首如死神镰刀般不断收割着保镖性命，几乎都是一刀毙命。中年老板倒吸口凉气，隐隐感觉不太对劲，自己好像不是他们对手。他心中惊惧，已然生出退意，于是眼神瞄了瞄，趁没人注意自己，脚步慢慢往后撤。林北目光扫视，再次扣动手枪，轰隆隆，整个房间都是一颤，灰尘簌簌而落。这一枪炸死数个保镖，强烈的冲击波横扫在老板身上，他痛嚎一声，摔了个狗强屎。而另一边，李慕雪的人也杀完了，数具尸体倒在地上，鲜血横流，汇聚成一滩，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味道以及血腥味。原本豪华贵宾厅，此时宛如修罗浴场。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顾客们，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了，双手抱头蹲在原地，好似将头插入沙堆的鸵鸟，瑟瑟发抖着。这俩到底是什么人？太凶狠了吧！面对如此血腥场景，林北依旧面不改色，反而饶有兴致地从椅子跳下来，走到赌场老板身边。你说说，刚才谁作弊？我作弊。我作弊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老板趴在地上，不断颤抖着，再无半分嚣张之色，都不敢抬头看林北一眼。那好，1200亿和150条命，你得给我了吧？林北虽说是办正事，但欠自己的东西必须得要回来。老板都快哭了。大哥，1200亿啊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没有吗？林北抬起手枪对准他。别，我有。老板吓得连连改口，眼前这人简直就是魔鬼。我给你钱，你能放我条命吗？好呀。林北狡黠一笑。老板长舒口气，我现在就去办公室里给你凑。随即，林北和李慕雪和老板一起来到奢华办公室。他身为赌场老板，同时也掌控着流亡组织资金。这些年以来，流亡组织绑架、敲诈、勒索富豪以及其他产业获得利润，都要经过其手里。他就属于流亡组织财务部。于是东拼西凑，赌场所有盈利加上私自调动资金，反正是能弄来的都弄了。终于勉勉强强凑够了1200亿，全部转到林北银行卡里。大哥，所有钱都给你了，可以放过我了吧？老板苦着脸说道。嘿嘿，你上当了，我骗你的，就算你给我钱，你也得死。林北举起玩具手枪，直接扣动扳机。轰！老板瞪大眼睛，惊恐之色在火光中定格，整个人被炸得粉碎。临死之前，脑海中只有4个字：不讲武德。李慕雪用手指碰了碰林北胳膊。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啊，你咋直接把他弄死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林北莫名其妙，心想弄死就弄死了呗。李慕雪无语，咱好像还没问他到底是不是流亡组织成员呢。也对啊。林北挠了挠头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确实没确定他的身份，不过他应该是流亡组织成员吧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咱们走吧，先买点好吃的再说。林北也不管那么多。李慕雪满头黑线，感觉他这个正事办了，但又好像没办，最终还是买好吃的去。林北身价飞速上涨，短短几个小时内，银行卡里有了1200亿，成为了1000亿富豪。赚了这么多钱，他倒是很大方，决定给李慕雪也买点好吃的。于是两人走出赌场后，转身走进旁边小卖部。林北买了2根棒棒糖，并递给李慕雪1根。诺，今天赚钱了，请你吃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好吧。李慕雪点点头，倒也不嫌林北小气，因为他对钱没什么概念，而且送别人棒棒糖已经算是林北的最高礼仪。第110章不成熟的想法。捣毁赌场后，林北两人返回异能局，而蔡秋华等人可没有他们这么效率，依旧在外面行动着。一众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研究符文科技，如火如荼。黄凯也在其中，时不时给张小曼端茶倒水。
满脸笑嘻嘻。林北看了一眼后，觉得无趣，便回自己房间打游戏。而此时的流亡组织里，弥漫着一片阴霾之气。异能局正疯狂捣毁他们的产业，并且就在刚不久，所有账户的钱都被转走，现在一分都没有了。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，就是人还在，结果钱没了。一位身穿唐装的老者，面色阴沉，散发着邪异气息，在他脸上刻画着一道道奇特符号，看上去就像满脸的纹身，极为瞩目。老者正是养鬼之人，本想放出只老鬼，探查异能局实力，顺便恶心他们一下，结果没想到迎来异能局疯狂报复。在其旁边有位寸头青年，他是这个分部的头目，名叫杨鹏 ，S 级觉醒者。赵老，您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呀？上面任务没完成，产业又被人端了。别急，咱们的任务主要是干掉科研人员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老者沙哑声音说道。杨鹏点点头。如果您能限制住纪云清的话，我有信心杀掉他们。现在异能局全体出动，都在外面执行任务。你说他们现在防备是不是很空虚？老者目露思考之色。杨鹏似乎明白了什么。您是说咱们趁现在袭击异能局？没错。老者露出狠厉之色。啊，这……杨鹏面容一呆。如果那样做的话，灵山市就再也没有他们立足之地了。因为即便能成功，也会招来龙族追杀，那是他们无法反抗的力量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反正现在产业都没了，倒不如和他们鱼死网破。袭击异能局成功后，直接躲进边界深山。最重要的是把上面的任务完成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组织所有作战人员去异能局杀掉那些科学家。杨鹏下定决心。老者点点头，你放心，我会拖住纪云清的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得赶紧行动。是。大约2个小时之后，有一辆小轿车停在异能局门前，上面走出个青年，风风火火的就要往异能局里闯。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警卫立马将其拦住。嘿嘿嘿，我告诉你们，灵山市马上就有大事发生了。青年神色疯疯癫癫。什么大事啊？你说清楚。警卫眉头皱着，只见青年脸色忽然变得癫狂。我要袭击异能局！话音刚落，青年伸出双手，各捏着一个银色圆筒状物体。警卫见状，面色巨变。不好，这是魂晶炸弹！轰隆隆，轰隆隆。转瞬之间，青年直接将2枚炸弹丢了出去。巨大爆炸声使整栋大楼都是一颤，异能局大厅玻璃顷刻间被震碎，周围民众们惊慌逃窜，烟尘四起，狼狈不堪。嘿嘿嘿，青年咧嘴一笑，似乎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，尽显癫狂之色。流亡组织毕竟不是善类，每一个都是泯灭人性的疯子，也就是在林北等人面前显得比较呆，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是梦魇级别。此时林北叼着棒棒糖打游戏，玩的是魂斗罗，恰好刚打完个 BOSS， 整栋大楼就是一颤。这游戏啥时候这么真实了？林北挠了挠头道。但很快就听走廊里有人惊慌喊道：不好了不好了，异能局遭到袭击了！与此同时，一股阴气逐渐蔓延，将异能局整座大楼覆盖，其中的所有人都感觉到股凉意，心底发寒。又是谁乱开空调？咱也出去瞧瞧。林北撇了撇嘴道。而纪云清对于阴气最为敏感，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向自己靠近。他从床上站起身，小手伸躯走出房间，出门扭头一看，发现走廊尽头处站着一名老者。他身穿唐装，满脸纹身，双眼凝重且阴厉。即便老者实力不弱，但面对纪云清依旧感觉到莫大压力。风灵符咒开！老者当即暴喝一声，其脸上的符文全部亮起，发出漆黑光芒，并顺着脚下蔓延。在其脚下似乎展开一座法阵，其中都是密密麻麻的符号，迅速爬满走廊墙壁，棚顶将纪云清包裹起来。纪云清一念之间，铺天盖地的怨灵挤满整个走廊，宛如洪水般向老者涌来。老者痛嚎一声，脸上刻印符号，光芒大作，一时间竟抵住怨灵吞噬，但看得出他也极为痛苦。快，趁现在去杀掉那些科学家，我要撑不住了。后方杨鹏等人倒吸口凉气，不说能挺一会吗？咋刚开始就撑不住了？但也不敢耽搁，如今正如老者所料，异能局防御确实很空虚，一路上根本没遇到什么人。杨鹏连忙带人向实验室方向冲去。此时一众科研人员皆面色焦急，个个惊慌不已。怎么办？异能局遭到袭击了，一定是流亡组织，他们来杀咱们了。流亡组织是疯了吗？竟敢袭击异能局？人群中的黄凯反而小眼一亮，嘴角露出笑容。这不是给凯哥机会吗？他当即大手一挥，挡在张小曼身前。小曼，不要怕，你的安全由我来守护。砰！忽然间，一个人影冲进来，
抬拳便打在了黄凯脸上，正是流亡组织头目杨鹏。黄凯小眼望去，他刚才故意没有躲闪，因为杨鹏虽然是 S 级，但依旧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后面的科研人员倒是心惊不已，包括张小曼也慌了神。黄凯，你没事吧？对啊，凯哥，不要紧吧？你千万小心一点呀。听着人们关心自己，黄凯有种莫名的情绪，感动的想哭。终于有人在意自己了吗？这是他从未感受过的。于是目光望向杨鹏，心里忽然冒出个不成熟的想法。第111章，不用感谢我，来啊，继续打我啊！黄凯盯向杨鹏，露出挑衅之色。有何？杨鹏心中很不忿，抬手又一拳打过去。砰！黄凯依旧没有闪躲，反而装作踉踉跄跄的样子，顺势推到张小曼身边。小曼，敌人实在太强了，打得我好疼呀！呜啊，那怎么办？你要加油呀！张小曼焦急说道。其他科研人员也纷纷为其打气。对啊，振作起来啊！我们相信你，一定要打败他。嘿嘿嘿。黄凯表面装可怜，心里却是美滋滋，这苦肉计很成功啊，没准再挨2下，小曼一心疼自己就爱上自己了呢。于是转头看向杨鹏，示意他继续。杨鹏眉头皱起，已经觉得不对劲，这家伙明明没有任何强横气息，挨了自己2拳却什么事都没有。去死！杨鹏再次一拳打出，正中黄凯面门，可他依旧没有倒下。今天我就不信还打不死你！杨鹏心中发狠，有点不信邪。膝内，砰砰砰砰砰砰！杨鹏一套组合拳，手腿并用，对着黄凯拳打脚踢。另一边，林北拎着玩具手枪在走廊里晃悠着，在前方走廊拐角处窜出数个流亡组织成员，脸上皆带着凝重杀气。找到了，他就是符文科技创始人林北。就他一个人吗？简直找死！大家一起上！几人露出残忍之意，飞奔着向林北扑来。哦豁，真人版魂斗罗，果然够真实啊！林北举起玩具手枪，叮，系统强化，玩具手枪变成魂斗罗 S 弹散花枪。bio， 林北扣动扳机，顿时无数子弹飙射，四散着向前打出，覆盖面积极大，火力十分密集，几乎充斥着整个走廊。砰砰砰砰，那些子弹打在墙壁或是地面，瞬间炸出个碗大的坑。如果打在人身上，当即炸得血肉模糊，不死也残废。卧槽，这什么枪？这么猛！流亡组织成员惊呼声四起，哀嚎不断，残肢断臂被炸满地都是，鲜血飞溅。转眼间就被干掉4、5个。嘿嘿嘿 ，bio， 林北非常开心，嘴里配着音，继续不断开枪。此时只剩下2、3个流亡组织成员，躲在同伴尸体后，侥幸的存活下来。林北不是科研人员吗？咋这么厉害？你没看见吗？他的玩具手枪一定是经过符文科技强化，这是新型杀伤性武器啊！卧槽，这也太猛了吧！也许咱们毁掉他的手枪，他就没什么战斗力了。几人商量着对策，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叮，系统再次强化，玩具手枪升级成魂斗罗 S 弹激光枪。林北扣动扳机，原来散射的子弹立马变换，成为一道长条状激光，破坏力大大增强，具有了穿透效果，直接打穿流亡组织尸体人墙，将后方躲藏的人射杀。轰轰轰！他们身体逐一炸开，临死前皆目光错愕，脸上露出惊骇的神情。这家伙的武器也太强了吧！清理完这里的人后，林北举步走向科研室。此时杨鹏已经满头大汗，不断喘着粗气，体力快要耗尽，他实在是打不动了。但面前的黄凯依旧眉飞色舞，不断对杨鹏挤着小眼睛，意思是你来啊，继续啊，不要停。杨鹏面色凝重，他已经察觉出什么，眼前这家伙就像打不死一样，而且故意让自己打。但黄凯却回头诉着苦，小曼，这家伙好强啊，打得我好疼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谢谢你。张小曼双眼泛红，确实有点感动了，因为他知道黄凯的实力。当初在监测站时，他瞬杀一众变异怪，而此时敌人能和他僵持这么久，由此可见实力确实很强悍。怎么办？一定要加油啊！张小曼心中默默祈祷着。杨鹏再次提起精神，又对着黄凯一顿暴揍，弄得众人紧张不已。恰巧在这时候，林北的身影走进来，他瞥眼一看，神色有些诧异，黄凯怎么挨揍了？这自己都帮帮他啊！于是抬起玩具手枪，对着杨鹏就是一枪。砰！一道激光飙射，直接将杨鹏胸口炸出个碗大的窟窿。杨鹏瞪大着双眼，低头看了看自己鲜血横流的伤口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身体便轰然倒地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咦？
黄凯眉头皱起，看着那倒地的尸体，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自己苦肉计还没演完，他怎么就死了呢？而张小曼等人非常惊讶，下巴都快掉在地上。能和黄凯僵持这么久的高手，居然被林北一枪给打死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还是林长官强啊！张小曼心中激动，一时间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上前一把抱住林北，嘤嘤哭泣起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又救我一命。其他科研人员同样围上前，厉害啊！多亏了林专家及时赶到呀，要不我们就被流亡组织杀掉了。是啊是啊，实在太惊险了，一枪就把他打死了，林专家也太强了吧。您救了我们一命啊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人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，唯独一人僵立在原地，仿佛石化般呆呆地看着这一切。黄凯的世界在此刻失去色彩，变成灰暗一片。这剧本不对啊，英雄救美的不应该是自己吗？终究是错付了吗？林北走过来，上上下下打量他。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黄凯怔怔说道。林北点点头。那就好，我看他在揍你啊，所以帮你解个围，不用太感谢我。黄凯满头黑线，有种吐血冲动，可事已至此，又说不出来什么。我可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第112章共同语言。李慕雪也斩杀了几个流亡组织人员，提着青丝剑走进来。此时只剩下赵老还在奋力抵抗着纪云清，他额头满是冷汗，正承受着巨大压力，但听着周围哀嚎声四起，惨叫声不断，心中不由得一喜，估计是杨鹏带着人已经将科研人员杀完，自己只要想办法逃走就好了。林北一众人感受到强烈阴气波动，纷纷赶过去，看看是谁在乱开空调。一道道人影在走廊尽头出现。赵老转眸望去，觉得有些不太对劲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是异能局的人？不仅有林北、黄凯、李慕雪，还有众多身穿白大褂的科学家们也跟着赶过来。看见两者交战的画面，一个个面露惊讶。那老头的符文是什么？不会是另一种域外科技吧？对啊，我听说了，流亡组织接触过其他域外文明的。走，过去研究研究。赵老，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他正对抗着纪云清，这群人竟然趁机研究自己。不对啊，他们不是应该被杨鹏杀了吗？刚才明明听到很多惨叫声，难道……喂，老头，别再抵抗了，你们其他人已经被杀干净了。黄凯抱起肩膀道。啥？赵老顿时瞪大了眼，之前明明说好的，自己牵制纪云清，其他人去杀科研人员，咋就被别人杀了呢？此时见围上来的人里根本没有和自己一伙的。赵老面色发黑，擦，这还抵抗个屁，这下尴尬了。砰，他心态受到影响，竭力维持的阵法此时彻底崩溃了，无数符文消散，纪云清的怨灵犹如洪水般瞬间将其淹没。赵老发出痛苦哀嚎，灵魂力量被啃噬殆尽，他浑身颤抖地躺在地上，面色苍白，整个人宛如刚从河里捞出来一般，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了。纪云清只是吞噬他的灵魂力量，并未要其性命，因为这家伙等级不低，估计是流亡组织的核心人物，也许知道一些秘密。一众科学家们都打量着老者，据我分析，他绝对接触过域外文明啊。你看他脸上的符文都是后天刻画上去的。身上有没有呀？不如把他皮扒下来研究一下吧。老者一阵无语，我特么心态崩了呀。流亡组织袭击异能局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此事引起不小轰动，很快就在电视和网络上传开了。震惊！流亡组织出现，竟敢光天化日之下袭击异能局。流亡组织做出如此大胆之事，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流亡组织公然发动袭击，最后却全军覆没，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本台报道，灵山市发生恶性事件，流亡组织丧心病狂，袭击当地异能局，这是对我们龙国秩序的挑衅，也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。在我们守序者的守护下，流亡组织已经全军覆灭，所以请大家相信，胆敢挑战我龙国秩序者，必诛之。诸如此类报道接连不断，人民群众皆振奋不已。我去，厉害啊！把流亡组织的人全都干死了，到底是谁啊？这么猛，好像是符文科技创始人林北啊，强啊！我听说流亡组织在边境战场也被咱们干拉了，万里山河皆热血，神州遍地好儿郎啊！我泱泱华夏，一撇一捺皆是脊梁。bio be bio。林北在异能局里玩着玩具枪，也不顾外面铺天盖地的报道。异能局遭到袭击的事，当然汇报给了总部。总部收到消息后，立马派人来查探具体情况，而且来的人林北都见过，正是鼎鼎大名的飞鹰奔犬陈华和黄然。两人风尘仆仆，
每天四处奔波，专门处理各地异能局发出的紧急事务。林主任，好久不见呀！陈华两人走进休息室，微笑着打个招呼。咦，你是谁来着？林北见陈华很眼熟，但一时间没有认出来，不过转头看向黄然，却非常有印象。哦，我记得你，你叫黄然。哈哈哈，没错，是我呀。黄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没想到林北不记得陈华，却想起自己，感觉非常荣幸呀。嘿嘿嘿，林北忽然咧嘴一笑，变得兴致冲冲。来，我得给你介绍个朋友。他将黄凯拽了过来。这位叫黄凯，你俩名字差不多，都是自家兄弟。哦，大哥你好。黄然点头哈腰，对黄凯问好。而黄凯听他这个称呼，似乎有些不太开心，但已经习惯了，也懒得解释，便无精打采地应付一句：你好。林北继续对黄然道：黄凯的小名叫大黄，所以你以后就叫中黄吧。啊？黄然神色一怔，感觉非常奇怪。中黄？有这样的名字吗？这不对啊。黄然反应过来，林主任，就算我们是本家兄弟，他叫大黄，那我应该叫小黄才对啊。不对，因为黄凯家养了条狗，名字已经叫小黄了，所以你只能叫井号39，中黄井号39。林北理所当然说道。噗！陈华忍不住笑出声了。虽然好久不见林北，但感觉他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旁边的李慕雪等人也都忍不住捂嘴发笑，只有黄凯和黄然两人很无语，彼此对视一眼，看出对方眼中的无奈。黄凯拍了拍黄然肩膀：兄弟，难兄难弟啊，看来以后咱俩真得好好谈谈，可能会有共同语言。黄然却摇了摇头：不是，我是在想，你居然和你家养的狗名字差不多，看来是个有故事的人啊。黄凯，还是算了吧，没人和自己有共同语言。第113章，兵王回归。飞鹰奔犬来了之后，连夜对赵老进行审讯，果然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并立即召开会议。林北闲着无聊，也跟着参加了，就当听他讲故事。陈华凝重开口道：那老头确实接触过域外文明，并且交代出流亡组织正在沦陷之地建立符文祭坛，打算让外域文明彻底降临地球。这件事被他们称为降神计划。啊！一众科研人员立即变色，因为域外文明科技远比他们发达，而且实力强大。就比如说那个赵老，凭借身上刻印的符文，可以在纪云清手下坚持1个回合，若凭他自己的本事，估计撑不过10秒。由此可见，外域文明的力量深不可测，对他们来说，称其做神也不为过。这太可怕了呀！李专家惊叹道：如果外域文明真的降临，一定会彻底打破现有局面，横扫这颗星球所有秩序，建立新的规则。到时候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会发生什么谁也想不到。我们必须得阻止流亡组织。陈华点点头，流亡组织既然请外域文明彻底降临，想必其中一定达成某项合作，龙国的秩序会很危险。各位专家，各位教授，那你们谁能去沦陷之地摧毁他们的祭坛？众人顿时都沉默了。沦陷之地是指其他国家秩序完全被打破，妖魔鬼怪横行，人类沦为血食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比边境战场更加危险，因为沦陷之地属于敌军的地盘，去那里就相当于深入敌后。凭他们一众科学家，当然是没有这种实力的。李专家道：我们现在掌握的符文科技确实能破解他们的符文祭坛，关键问题是我们无法到达那里啊。林长官，你对这件事有没有兴趣？陈华转头问，毕竟林北是符文科技创始人。我吗？没啥兴趣。林北摇了摇头，他这次是真不想去，因为沦陷之地肯定没有小灵石吃，而且他觉得符文科技很低级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无聊得很。那好吧。陈华表示很遗憾，看来得向上级汇报，请龙组的人掩护你们去了，这个任务也只有他们那个级别能胜任。没问题，我倒是随时都能出发，如果能到那里，有信心将他们的符文祭坛破解。李专家连连保证道。好。陈华点点头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他无法做出决策，只是先打探情况，最终还是要上层制定出确切计划。会议结束后，中皇嘿嘿一笑，对林北问道：林主任，接下来有啥打算吗？我们回总部正好路过江东市，要不要送你回家？回家？林北稍微一琢磨，灵山市该玩的都玩过了，边界深山也去了，流亡组织分部也被玩没了，继续在这里没什么意思。而且他确实好久没回家，不知道父亲和表妹怎么样了，心中挂念的很。有没有西施没？也好，那就回去看看吧。哈哈，林长官，好啊，你这从边境战场回去，也算得上是兵王回归了呀。黄然大大咧咧道。林北眼睛圆瞪，好似突然反应过来，对啊，自己兵王回归，那吃席的事先放一放，
回家看看有人住狗窝没。得知林北要回家，一直很落寞的黄凯更加失落了。哎，林长官，你咋说走就走了呢？不过你要回家的话，兄弟我就不跟你去了，毕竟我还要保护小曼，所以咱们兄弟有缘再见。切！林北撇了撇嘴，转头对纪云清问：你准备去哪呀？跟我回家吗？啊？这……不知怎么的，纪云清低下了头，似乎有些害羞。对于他这个社恐来说，去别人家里做客，那就相当于上刑场一样，感觉太尴尬了。不了吧，我不去了，我还是跟着回总部吧。张天应该在那里，我去看看他好了没？纪云清还是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环境。林北点点头，好吧，那这东西送给你。他拿出一幅画，上面线条七扭八歪，勉勉强强可以看出是只猫，并且戴着警帽。这是黑猫警长，而且是经过系统强化，成为警长厄运退散符，可以镇压厄运，让纪云清和正常人一样与人交流。纪云清双眼泛红，心中感动不已，颤抖着双手将其接过。这实在太珍贵了，不仅是一幅画，而是友谊的象征。哎，林长官，你要回家呀？我得跟你一起回去啊。要说最高兴的自然是李慕雪，若去了林北家，那就等同于见家长了，关系增进一大步呀。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在未来公公面前好好表现，没准林北家里人一高兴，就直接先把婚事定了。随即他们就此分别，后会有期，江湖再见。林北要回去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江东市异能局，陈轩等人欢呼雀跃，开心不已。太好了，林主任回来了，我去订横幅，必须热烈欢迎啊。白琼，那是林主任兵王回归，我去弄点小气球、礼炮什么的布置一下。王虎，嗨，咱来点实惠的，我去买小零食和小玩具。边明俊，林主任回来了，今天就有了，江东市太平了。几个小时之后，江东市异能局门前拉着横幅，地上铺着红毯，气球编织成一扇扇拱门，李主任等带人站成两排，并且手里都捧着鲜花，满脸喜意洋洋。不一会，一辆吉普车停下，林北和李慕雪走下车，众人立马吆喝起来：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欢迎。陈轩直接从人群中走出，双眼泛红，给林北一个大大的熊抱。林主任，我都想死你了呀！你们最近都挺好的呀？林北瞥眼问道。陈轩连连点头，我们都挺好，真没想到啊，林主任在不远万里的战场还挂念着我们，真是太感动了。林北却忽然很失望，你们没人住狗窝吗？啊？第114章接风洗尘。陈轩神情一怔，原来是没盼自己好呀，想着我们住狗窝呢。不过陈轩早已经习惯林北脑回路，嘿嘿，住狗窝肯定是没有呀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可以让白小馒头现在就去住。哎，陈队长，你少往我身上扯。白琼翻了个大白眼。总之林北回来，他们都挺开心的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尤其是看到林北身后的李慕雪，更惊得合不拢嘴。李小姐，你怎么和林主任在一起啊？难道你们已经……陈轩似乎想到什么，没好意思说下去。李慕雪知道他是误会了，但也不去解释，俏脸泛红道：我这次来是见林北家长的。花！众人炸开锅盘，国民女神名花有主了呀！真没想到他俩真的走到一起，我去，郎才女貌啊！人们纷纷惊叹，表示这对 CP 磕定了。林北却摆了摆手，我们只是偶遇，他非要跟着我，烦死了啊！众人一阵无语，暗道不愧是林主任，不食人间烟火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不过李慕雪倒是不在意，就像黄凯一样，脸皮已经到了很厚的程度。在异能局休息一会，陈轩等人打算送林北回家，毕竟好久他没回来，得去看看父亲。这段时间里，李慕雪一刻也没闲着，而是精心地化起妆来。自从他到龙国学院后，就始终没化过妆，以素颜示人。可今天不一样，要见林北家长，那自是得精心捯饬一番。李慕雪天生丽质，原本素颜就已经完美无瑕，此时画上一层淡妆，更是美得不可方物。她换上一袭淡黄色长裙，宛如画中的仙子来降临人间，仙气十足，散发着惊心动魄的美感。不用说陈轩，就连白小馒头都看得有点呆了。你这也太漂亮了吧！白琼姐，我还有点紧张呢。李慕雪羞答答道，宛如未过门的小媳妇般。边明俊开口道，有啥好紧张的，反正林主任又没看上你啊。李慕雪心中无语，感觉有被冒犯到。陈轩暗中掐了掐边明俊，就你长嘴了是不？干啥不行，补刀第一名。众人准备完毕，开着几辆车一起送林北回庄园。兵王回归必须有排面，主要陈轩琢磨着把林北送回来，林向东一开心，怎么不得留自己吃顿饭什么的？他们家可都是5星级大厨。果然
林向东早已在庄园门口等候了，盼望着自己儿子回来。在其身旁还有个青春靓丽的女孩，正是表妹江怡。很快，一列车从远处开过来，林向东心潮澎湃，眼眶泛红，都忍住不要哭出来。毕竟儿子可是从战场回来。等车队停下，林北走出来，跳眼扫望自己家熟悉的庄园。林向东上前一把将其抱住：“爸爸的好大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呢。”“哦，你们最近也挺好的呀。”林北扫视周围，不知为何好像多少有点遗憾。林向东非常感动：“儿子啊，我挺好的，你果然还是担心爸爸呀。”“哎，看来没人住狗窝呀。”林北叹气说道。“林向东愣住了，发现自己好像误会了什么。“我就应该住狗窝呗。”陈轩见状，心里感叹：“得嘞，梅开二度。”林向东连忙招呼道：“好啦好啦，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，大家留下吃个饭再走吧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”“多谢林总。”“谢谢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陈轩等人连忙道谢。全队出来蹭饭，为了准备今天，林向东特意请到10个大厨，做上一大桌子好菜给林北接风洗尘，各种菜系都有，飘香四溢。众人全部落座，林向东目光瞄向李慕雪，见这姑娘面容绝美，姿态端庄，从各种细节能看出非常懂礼仪。“姑娘，我看你有点眼熟呀，请问你是？”“叔叔好，我叫李慕雪，是林北的朋友。”李慕雪欠身施礼道。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大明星呀，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你。”林向东恍然大悟，作为一方首富，识人本领很强。见李慕雪害羞模样以及精致的妆容打扮，就已经察觉到了什么。“朋友吗？我看不止吧。”同时暗自感叹：“林北这小子行啊，居然带个大明星回来，不愧是我儿子。”而旁边的江怡明眸闪闪，面色激动，因为她以前就是李慕雪的粉丝。“哇，真的是您啊，我刚才都没敢认，你也太漂亮了吧，可以合个影签名吗？”“当然可以了。”李慕雪微微一笑。江怡连忙凑过去拍照合影，喜笑颜开，变成了大型追星现场。“谢谢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”“不客气不客气，咱都是自家人。”李慕雪说道。“啊，自家人？”江怡好似想到什么，看了看闷头干饭的林北，又看了看面带微笑的李慕雪。你不会是我未来的嫂子吧？”“目前还不是呢。”李慕雪害羞说道。不过这一声嫂子叫得她心里美滋滋，看来已经获得林北家人同意了。江怡看出了她的心意，望向吃得满嘴饭粒的林北，心里竖起大拇指：“表哥厉害啊，就以他现在的智商都能找个大明星回来，这若脑袋好了还了得。”“慕雪姐，那咱俩留个联系方式吧，以后可以多沟通沟通。”江怡说道。“行啊，要不我建个群吧，咱们一起加一下。”李慕雪提议道。江怡表示很赞同：“表哥，你也加一下吧。”“啊，好吧。”林北倒是没拒绝，反而觉得人多一起玩热闹。白小馒头、狗尿台，你们也都加呀？“没问题，现在就加。号码多少啊？”“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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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”第115章。闹鬼了。吃饭气氛很欢乐，人们熙熙攘攘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都为林北回来感到开心。吃完饭后，家里女佣将桌子收拾干净，并沏上最好的茶叶。“林叔叔，请喝茶。”李慕雪很有礼貌地给林向东递茶。“好。”林向东非常满意。“林叔叔，我没来过江东市几次，生地不熟的，也没有个住的地方。您看。”李慕雪很为难地说道。林向东一听，顿时明白他的意思，这是要在自己家住呀。林向东仔细一琢磨，这必须得支持，万一晚上和林北擦枪走个火什么，自己岂不是抱孙子了？林向东抱孙子的想法还是很迫切的，甚至心中开始寻思，以林北的智商会不会遗传呀？如果再生出个智障怎么办？但转念一想，应该不会遗传，毕竟林北又不是天生的。不过他会生出儿子还是闺女呢？最好是龙凤胎。林向东自顾自脑补着，甚至将孙子孙女名字都想好了，心里美滋滋。哈哈，慕雪呀，咱家住的地方大，庄园里空着10栋别墅呢，你住哪都行，不用客气。那谢谢叔叔了。李慕雪正有此意，小算盘得逞了，露出明眸笑容，大眼睛眯成月牙状。可林北忽然开口道：“那晚上我去艺能局住。”李慕雪、林向东两人计划的再好，也抵不过林北不按套路出牌。江一开口说道：“慕雪姐，要不晚上咱俩一起在这住吧？我最近休学了，而且我一个人住害怕。”“啊？”李慕雪有些奇怪：“你怎么休学了？自己怕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学校女警闹鬼了呀！”江一皱着小脸说道，满眼都是惊恐，好似回想起可怕的事。嘿嘿，可旁边的林北却忽然笑了：“闹鬼好啊，他最愿意抓鬼了，终于有点好玩的了。你们学校闹的什么鬼啊？”江一有些无语，没想到听说自己学校闹鬼，
林北竟然那么开心哥，是厉鬼啊，很凶很凶，会害人那种。我们学校女生有2个跳楼的了，还有个男生也遇见过，可恐怖了呢。目前那片校区都被封锁了。旁边陈轩听闻此事，同样心有余悸，因为这是经过异能局正是他办理的。林主任，据我多年工作经验分析，那是特殊灵类变异怪啊。哦，林北点点头，感觉他说了什么，但又好像没说。听君一席话，庄周待进化。见林北不以为然的样子，陈轩神色夸张道：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到阴冷的气息，并且听到嘻嘻嘻的鬼笑声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不怕鬼哭，就怕鬼笑，实在太恐怖了。然后呢？林北面色依旧毫无变化。然后我就请求支援了呗。陈轩理所当然道：他也就这点本事了。白小馒头问：灵类变异怪确实很不好对付呀，林主任，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吗？我吗？也就一般般吧，明天就去把那鬼揪出来。林北轻描淡写道。啊？陈轩张了张嘴，心里有点怂。林主任，真去啊？没错，明天就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林北很确信说道。陈轩有点后悔了，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这顿饭不好蹭啊。晚上时候，林北真去了异能局住。第二天一睁开眼，便发现2个大西瓜在自己眼前晃悠着。林北坐起身，才看到刚才被大西瓜挡住的脸，正是陈轩的侄女陈有容。咦，你醒了？好久不见啊，林主任。陈大西瓜微微一笑。林北仔细打量他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我没有啊。陈大西瓜很不满，毕竟没有女生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胖。林北微微一笑。是吗？让我检查检查。你！陈大西瓜连忙躲闪。叮！系统严重警告，请宿主收敛一点。陈大西瓜自然是来照顾林北起居，折腾好一会，林北终于收拾完，并且吃了早餐。接下来他要去江东大学找鬼玩。江东大学闹鬼的事已经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，有人说是学生玩笔仙游戏自己请出来的，也有人说是以前发生过冤案，导致鬼魂怨气难消，形成了变异怪。反正人们想象力丰富，众说纷纭，杜撰出各种恐怖传说。但实际情况是，确实有2个女生在学校同一间女寝跳楼身亡，还有一个男生说见过女鬼并遭到攻击，但幸运的是活了下来。林北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鬼。陈轩听过女鬼笑声，现在想想依旧头皮发麻，心有余悸，但此时面色凝重，正开车带林北赶往江东大学。林主任，你确定能对付灵类变异怪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反正我不会有危险。林北随口说道。啊？陈轩脸色更黑了，那意思是自己就没准了呗。不过这件事情已经影响重大，江东大学封锁大片校区，